各位学员，我相信各位大概都跟我一样哈，在上了一天的班以后啊，就觉得身体无比的沉重，那眼皮也不知不觉慢慢的快要合起来了。那我想今天的课程哈，我尽量让它变成很活泼哦。那我想今天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经验分享。那我想，我只是把过去自己10多年来在媒体传播相关的业务领域里面的一些经验，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那我想更重要的，其实在业务开发的层面呢，很重要的其实是实务经验的分享。那在这个部分，我非常欢迎各位学员，如果待会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可以随时提出发问。那最后我也会留一段时间，我们来做一些经验的分享跟交流。那首先我想我对我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方便各位认识我。未来在这个工作职场的领域里面，大家未来搞不好还会再相见。那麻烦下次请叫得出来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做何忠贤，人可和，宗教的宗，圣贤的贤，是很典型的蔡奇阿苗哈。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Simon， S-I-M-O-N Simon。那大概在业界里面认识我的人都会叫我 Simon， 他不会叫我忠贤，因为我会觉得非常恶心跟肉麻。好，那我是学新闻，我是文化新闻系毕业的。那毕业了以后有2年的时间，我在跑新闻。跑社会线的记者，我也跑过一段政治线的记者，那大概2年的时间在报社工作。那在之后，我毅然决然的觉得，其实做广告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尤其那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是达斯汀·霍夫曼演的。那时候觉得，哇，做广告人这么光鲜亮丽，而且每一天这么有智慧的在谈论一些 concept idea， 毅然决然的就抛弃了新闻的工作。就投入到广告的行业里面。那我在台湾广告跟联广大概服务了将近快7年的时间，一路从广告 A1， 然后广告 Supervisor， 一直到广告的到 AD 到 Account Director， 大概7、8年的时间。那后来人生的经历到了我在联广结婚，然后我太太怀孕。成了要生，在即将诞生我第一个孩子之前，那时候在思考人生的方向，因为每一天其实，在广告公司自己觉得非常开心了。我想在座的如果有在广告公司服务过的经验的，大概都知道，在广告公司的工作真的非常的愉快，因为你每一天在提广告策略，在忙提案比稿的时候，身边始终有一群非常要好的来自于创意制作部门的伙伴呢。每天大家开开心心的，甚至下了班以后，大家还意犹未尽的去喝个小酒聚聊聊，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可是后来发觉只有我自己开心，因为我家里人都没有跟着开心。回到家常常看到是我爸爸在电视机前面已经打了瞌睡，电视机还是亮着。我老婆每个月跟我抱怨说，你的钱都跟这个同事应酬去了。我奇怪，我在医院上班从头也没看过，说下了班以后。上班12个钟头已经跟同事在一块了，下了班还要花4、5个钟头来培养默契。我们从头到尾不用跟病人应酬奇怪。那后来我的老板，他那个时候台湾的有线电视大概只有2家，一个是 TVBS， 一个是 Star TV。那我的老板到 Star TV， 他其实前后大概跟我谈了7、8次，那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转换跑道。那时候我在和信集团，就是转换跑道，你到媒体来跑业务。那时候我其实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觉得在广告公司当 AE 它其实不是业务，它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一种媒体的服务的工作。可是跑到频道里面去跑业务，那就真的是业务了，真的就是 sales， 觉得不是那么幸福。而且我始终对自己的期待都是若干年之后。有一天我要跻身在广告的名人殿堂里面，跟赖东明、跟这个胡龙猛之流的这些苏雄这些广告名人，同样跻身在广告名人殿堂里面，我觉得不要半途撤退。所以他跟我谈了7、8次都无功而返。后来知道我要这个买房子，然后毅然决然就使出一招剑招，就说 Simon， 唯一我们谈最后一次，
你的薪水现在薪水是多少钱？我说大概34000块钱。那这样子，你到 Star TV 来，我的薪水给你 double。我说明天我就过去，我马上辞职，因为那时候刚买房子，手头紧得要命了，开玩笑，一切向前看，马上投入的这个媒体传播的领域，真正去做一个媒体的业务。那一到电视台了以后，才发觉糟糕了，因为以前呢，在广告公司的时候当 account 是人求我，是每一个人来拜托，他们有没有预算给我一些？因为我以前在台广的时候负责 Toyota， 在联广的时候再怎么说，我还有这个什么JVC 啦、黑松啦在手里啊，所以也算是大户啊，大户每天来拜访络绎不绝。可是等到我自己跑频道业务以后，就伤脑筋了，因为到处每天看那些以前都是小朋友的这些家伙，每天去拜访他的时候，都给我脸色看，都还要教我做广告。心里面其实气得不能再气，可是后来重新在 Star TV 以后调整自己的身段，跟自己的广告的运作的方式，慢慢的在 Star TV， 本来我想说我大概半年我就已经出局了，结果让我熬过了半年。那薪水当然蒸蒸日上了，在那个年代，大概15年前，我都已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老板跟我讲 ，Simon， 恭喜你这个月年薪已经破了100万了。那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就从此油然而生。那从那一天过后，去拜访广告公司的时候，只要他给我脸色看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就暗暗咒骂说：老子薪水比你高，你怎样？你现在给我来看吧。所以后来到了 Star TV 大概待了2年半，后来和信集团要创办这个未来的体育台职棒台，那就号召所有和信血缘的人都回去帮忙。那我也受到这个感召，就毅然决然的回去未来的体育台。那个时候第一代那个职棒的时候，是和信集团用15亿4千万标下来3年的未来职棒的转播权。那我是第一代的那个未来的开台经理，负责整个开台前的教育训练，各个广告公司跟客户的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 做 orientation， 然后把整个 sales package 的部分把它建立起来。那在未来大概待了1年的时间，那我这个人是天生充满热情的典型的牡羊座。后来那个余香啊，就是我们现在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就跟我讲说，现在有一家40年来从来没有开台的一个无线电视台即将要诞生，Simon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行列。于是我又跟着人家去了。那时候开台的这个电视台就是民视，民视。那时候我跟那个李光辉应征了以后，就加入了这个民视，成为第一代的，我们是在民视开台的时候第一代的这个专案组的组长。那在民视的时间大概2年半到3年左右。那因为我大概加入进去的时候，我从头到尾都很声明，就是 always business is business。频道不应该受政治色彩的掌控，而且我们当时在签合约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规范，就是所有的专业经理人不得参与所有的政治事务。那后期其实民视就色彩越来越浓厚，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开。选择离开了以后，我那时候在思考，从台湾的第一家的有线电视我也待过了，第一家的无线电视我也待过了。那接下来我要学什么呢？那后来刚好碰到那个周开莲，就是现在雅虎的总经理的那时候是 NTV 的总经理，他要找一个 sales director， 然后就找我来去了一趟新加坡。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答应去 TVBS， 那就骗我说，既然要去 TVBS， 那你就陪我去一趟新加坡。看起来他人也美貌，然后又很有智慧，那有美女作陪，去新加坡玩3天，你说你去不去？当然我就跟着去了。那去了以后，到他们亚洲区的总部，那老外就问了很多关于台湾有线电视市场的问题。那我这个又热心过度了，我又用我仅存的残破的、很不堪入耳的英语，就跟他们谈了将近快30个钟头。谈完了以后，肉丝就说：“你去聊天去逛街吧。”我就很开心的跑去逛街了。下午的电话就响了，说希望我去 NTV 担任他们的 sales director。那我那时候想 TVBS 那一关怎么过呢？那一边其实是出了名的土霸王，凶得要命的。那
Rose 就是连哄带骗的，就说一定要去帮忙，眼泪汪汪的说不帮他忙的话，他死定了。因为 NTV 已经真的是朝不保夕，越来越差了。所以后来我大概天生同情女性的这个心理油然而生，带着保护她的心情就加入了 NTV。那我在 NTV 的两年半的业务总监的生涯里面，大概为 NTV 其实也开创了不少很新典型的，包含办了第一届的台北流行音乐节，那时候是跟马市长还有那个金副市长办的，然后也办了总统府的跨年。我们那时候的生意是蓝绿都接，然后也横跨了将近台北、台南各地，到处去办活动。那 NTV 基本上就以活动行销见长的，所以2年半了以后，Rose被 promote 到这个雅虎去当总经理以后，我就升任是成为 NTV 的总经理。那在 NTV 的总经理的任内，我大概服务了将近快3年半的时间，所以前后我在 NTV 大概6年的时间。那在6年之后，我离开了 NTV， 然后加入了现在的群益媒体集团。那在座我刚才看了各位学员的背景这是非常辉煌的，有在频道工作的，也有是客户，甚至是有一位是在政党服务的。这里面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但大部分我看其实频道业界还比较多。那我现在所处的公司它是叫做群益 Graham 公司。那这个公司可能大家还觉得有点陌生，可是如果提起 WPP 集团，大概大家会比较有感觉。WPP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传媒集团。那在它的广告公司的系统旗下，就包含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奥美广告、运筹广告、智威汤讯、百地、洋雅，都是 WPP 集团的这个旗下的广告公司。那在媒体购买公司的系统，就包含了有这个传力 MyShare， 然后有媒体库，然后有这个净利。现在是 MediaCom， 因为 WPP 已经把 MediaCom 买下来了，那在台湾就成立 Media Company， 就是净利。那另外有他自己的网络行销公司，就是那个 Interaction， 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Motivator 是做这个广告效果的研究调查的公司。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网络的是一个直销行销公司，这个做 Direct Marketing 的公司。所以目前在台湾大概有在 Graham 的集团里面大概有6个公司。那 Graham 跟传力群益跟媒体库怎么区隔呢？这个可能跟各位将来的作业都有关的。现在这3个大的媒体购买公司就把它的所谓的财务、人事、行政、媒体的集中购买谈判，还有它的这个资讯部门，全部抽调出来，便成立一个总管理处跟平台，就是所谓的群益公司，就是 Graham，也就是下属的这5个公司，只要负责做好客户的经营服务就好了。那它所有后勤资源跟行政的部分，就全部由这个总管理处来达成。那我在去年10月正式加入那个群益公司。那我大概在今天大概满半年。那我是大概在加入群益公司不到1个礼拜，我就接到那个高武松哥的邀约，说有这样一堂课程。所以这堂课程几乎是经过我这样的半年来苦心的筹划、经营、准备，然后把今天的课程搬到各位眼前。那今天的课程呢，我想今天这个课题，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在动脑、在突破在哈佛上课的经验了。我其实这个讲题是我在最不喜欢讲的，因为这个课题又是主办单位已经定好了，业务开发，这个主题真的是大如天。我宁可讲业务技巧，讲所谓的业务销售，讲这个业务规划，
讲到业务开发，简直是题目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那但是今天呢，其实既然已经答应人家了，总是勉为其难了，要把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比较有系统化的设计跟规划。我今天尝试的从七个不同的这个 topic 来去跟各位分享或者是说明我心里面认为所谓的业务开发是什么？好，那业务开发其实基本上就牵涉到业务的定义业务的定义，什么是业务？什么是业务？这个部分其实就好像反映在我刚才所谈的说，我10多年前的个人的经验，业务就是什么？业务就是 sales 嘛，就是每一天锅碗瓢盆的去卖啊，到处这个拉生意啊，拉广告啊，那个就是要业务嘛，业务。那个是我大概在15年前对业务的既定的概念，业务等于 sales， 业务等于扣打，业务等于业绩。那从我大概将近快7年前，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经营管理。所谓经营管理，就是经营管理一个公司，而不是一个部门了。那我其实从7、8年前开始，我就观念慢慢改了。我所认知的业务变得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大概放眼身边所有其他的电视频道的总经理、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媒体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大概我的观察呢，大概70%左右都是 sales background 出身的。当然也有少部分是从 marketing 或 finance， 但是70%大概都是从 sales background 出身的。那后来其实跟很多的朋友在聊的，很多经营者在聊的时候，慢慢其实就获知一个结论是说，像在不管是在台湾呢，或者是在现在全世界的产业景气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一个公司的生命线到底操控在谁的手里？到底谁有能力去决定一个公司的兴衰荣枯？谁有能力可以让这个公司起死回生，或者是由云端跌到你里面去？那这里面相当程度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业务。那当然我们讲的前提是一个好的业务不是一个烂的业务那再来所谓的业务，我慢慢的自己归纳出来说，业务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其实从慢慢去管理行销部，去管理财务部、制作部、人事部、行政部，我就慢慢的其实眼睛一打开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人人都是业务。节目部门要去跟 sales 或者跟客户去销售他的节目制作的 idea， 他的 concept。 人事部门要负责把公司一个好的规章，一个好的人事的规范去推销给公司所属的员工。那在的不是在扮演一个业务的角色吗？那小到我每天在家里跟我儿子讲，今天晚上我们不要吃牛肉面，我们去吃元气寿司好不好？我也在扮演业务因为他不买单就惨了，我就得跟他走了。所以其实人生到处不都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对方去接受你的商品或服务或概念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人生到处都是在做业务嘛，每个人的角色也都是在扮演好一个好的业务。对一个女朋友求婚，需要提供她足以动心跟你厮守终身的诱人条件离婚的时候
也得让他心甘情愿的不要碰你硫酸的，好好跟你分手吧，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界打开，其实业务它会是落实到每一个角色的扮演当中。那也就是提示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人负责工程，有的人负责节目，有的人负责这个制作。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学员会认为，这业务不干我嘛，我将来回到公司以后，顶多就是我知道业务的 know-how 是什么，我就去要求业务而已啊。可不要忘了，你自己本身在做的其实就是一个业务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把题目破了以后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7个大的单元啊，包含有哪一些啊？那第一个是前言的部分，大部分就是一些产品主义嘛，那第二个，我想跟各位沟通一下问问题，因为一个好的业务，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问问题。第三个是有哪一些问问题的技巧，在不同的这个时空的背景之下，你要问哪一些的问题。第四个，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销售的技巧，这里面大家各宗各派，大家众说纷纭呢。我们今天试图来整理一个脉络出来。那第5个，我想各位谈的是在业务的进程里面，它的process 里面有哪4个不同的阶段。那第6个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好的业务销售人员，他的养成、他的特质跟他的工作职责是什么。那第7个想给各位一些实战的范例，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表格工具或者是将来各位可以运用在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些参考的这个范本就在这个里面会呈现。那再来最后，其实跟各位分享2篇的文章这个一个是你还在扼杀成交机会吗？一个是超级的业务员为什么不能是超级主管？那以上这7个单元的部分会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主要的重点。我不晓得到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是，好的，好，那各位还没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里面来了。我想，首先呢，在一开始，我想问各位3个问题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各位现在假设先模拟各位是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业务，在一场成功的业务拜会当中各位觉得谁是引领话题的主导者？应该是买方还是卖方？现在各位看法好像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投买方的请举手，投卖方的请举手。看起来好像卖方比较多嘛也就是说，一场成功的业务拜会当中，卖方要来主导话题，对不对？他有责任来主导话题的。在这边我先不要给各位答案了，各位可能看看后面就慢慢答案会自然的浮现上来了。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在难得有限跟客户的会面当中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表达还是倾听？投表达的请举手，投倾听的请举手。那我可以预期这一场是一场叫做无言的业务拜会，因为你都在倾听，那客户臭着一张脸，因为他不大会讲话的，所以这里面我也不给各位答案了。各位再往下看，或许会有答案，但是绝对不要选择100%的倾听因为你听不到任何声音客户会跟你讲，你那么闷，你赶快走吧。第3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去诱导客户说出他心里面的真正的想法？跟客户的互动过程当中，你是随性而谈，今天看心情，天气好聊天气，客户的衣服好聊衣服，客户喜欢打高尔夫球聊高尔夫球呢？还是
问问题。各位会选什么？随性而谈，问问题。对，因为一定是问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聪明有智慧的业务人员嘛。好，问问题。这一题，我想它的标准答案就是问问题啊，千万不要随性而谈，因为你的题材跟你的笑话很快就用干了。问问题呀，这个是一个在业务操作，或者是我认为，其实在人生领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技巧，跟一个课题。问问题，问问题呀，很简单。我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啊？问问题很简单，但是问好的问题很难。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说倾听倾听跟表达，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要你讲，你会觉得哇，自己变得神奇超人。讲是怎么样呢？讲是我把所有的销售话术讲3遍，我还有点结结巴巴的还有点美令邓。讲5遍流利的不得了。讲10遍，简直觉得自己是万能的销售高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超级市场在卖那个菜刀的？你讲100遍看看，你也像他一样这么厉害。我跟你讲，真的，看到每个人他也可以把台词重复1遍。你觉得自己在进步吗？用讲的。第二个是说用讲的，因为它没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你可以不需要去规划或事先的构想，你只要把你的台词演练1遍就好了嘛。看第一个到现场以后就问客户，你给我5分钟，还是10分钟，还是30分钟，我就准备5分钟或30分钟的版本，讲1遍就好了嘛。再来用讲的会觉得让你觉得比较安全，因为你觉得你可以 handle， 不是被控制的，是控制的。那人喜欢这种感觉哦，这种感觉。但是单单用讲有没有用？所谓沟通是双向才是沟通嘛，有去有回才是沟通嘛。那如果你单纯只是讲，那就回到以前古时候的叫做注射筒理论呢，你只是把针打下去你哪知道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打错针？所以单独用讲的其实是没有效果的。再来有2个那个原则或定理，请各位记住你从来不需要去强迫说服客户，只要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客户会说服他自己，不需要你来多做工。第二个，你要做的只是什么？只是把全盘的事实呈现在客户的眼前，把他所会在意的以及对他会产生影响的这些问题，让他了解。你要做的工作就这么简单。再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果问问题要问哪一类的问题哪一类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该问的问题第一个提示的方向是问一些引导式的问题，让客户可以借由这个问题去思考他现在的状况，他现在的处境，以及可能搞不好衍生出来可以解决的办法也说不定。那当然这里面必须要是肯定的语气。那问题本身其实不是造成更大的疑惑，是去厘清事实。所以他的问法应该是：你同意我所说的贵公司这个产品的定价是不是太高了？或者当然你一定要改变你们的广告策略，才能够跟你的竞争对手做一个区隔。其实在问题提问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先假设有一个方向或轨迹或脉络，是你希望你的客户去思考的。所以引导式的问题跟肯定的语句就会变得很重要，或者去厘清我们刚才讲的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处境，它只会造成客户的困扰跟不知所云而已，觉得你这个业务很挫，怎么问的问题都是这样子鸡毛蒜皮或者是不相关联的。所以
没有不够集中啊，或者是没有焦点的问题，容易让你失去会议的刚才提到的主控权主控权当然，在一场业务拜会当中，业务希望能够有主控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你希望能够去控制那个场面。但是借由问问题，可以让你去掌握这个所谓的主控权。再来，在最后的时候，在结束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去环扣或关照之前问的问题的结论，比如我举一个比方说，当我去问到这个群益公司是负责这个媒体经营的，那何先生，那你又是负责你们公司的媒体谈判的，那再来第三个问题是，你每一天在跟媒体这边打交道，手边上有这么多的预算，那一定是很多人来拜会你等到第四个问题，你要问的是，何先生，那你觉得其实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杂志的媒体里面，你觉得你会用什么角度去判断一个杂志的媒体价值？那这个最后的问题必须要把前面这个人他扮演的角色，在公司扮演的角色，他公司的特色以及他所能够做的裁量权，把它前后做一个对照跟关照，要不然其实客户早就已经忘了到底前面是有什么问题了。接下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各位在很多教科书上面或者是说在大概一般行销的相关的训练里面，其实都遭遇过什么问题是一定要问的问题？由大到小，由上到下，由宽到窄，我们把它俗称叫做漏斗理论了。从漏斗里面，所谓漏斗就是筛选嘛，把最粗的东西筛选到最细的东西，把不要的东西过滤掉，到最后萃取你要的东西，或者是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一般呢，把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界定需求啊。你去 define 什么呢 ？define 那个 needs 那个需求是什么？一般我们通常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贵公司经营哪些项目？贵公司有几年的悠久历史？贵公司的企业精神？贵公司的组织目标？贵公司的营运宗旨是什么？这个部分的话题其实都环绕在这个公司、这个企业、这个品牌、这一群人。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会问到公司的产品，这个公司的产品。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客户的眼睛马上就亮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在华歌尔上班，他才花30年的时间在研究内衣耶。你提到内衣，他怎么会不兴奋呢？如果你跑到 Toyota 汽车去，他50年都在做车啊。客户最感兴趣的话题就在这个 part。当你去问他的产品的时候，他可以跟你聊的口沫横飞的，眼睛散发光芒，除非他不热爱他的产品。那这个部分可以问他的产品，他的产品的特色啊，他的产品的对象啊，他的产品的定位啊，他的产品的功能啊，他的产品的差异点啊。第二个要问的项目。第三个部分我们通常会问到 distribution， 就是它的通路，它的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啊？有没有 dealer， 有没有经销商？它是直营的通路呢，还是加盟的通路？它在哪一些 7-Eleven 便利商店，或者量贩店，或者药妆连锁店，它有的卖？它的通路铺设的情况怎么样子？第四个会问的问题是它的 marketing plan， 它的行销策略是什么？它每一年有多少的资源去做行销的企划？它有没有店头的活动？它有没有促销的方案？它有没有其他赠品？
有没有其他的 joint promotion 跟其他异业的结盟的部分？这些都是他的 marketing plan。他今年预定销售多少的数字，完成多少的营业目标，打算运用多少的行销预算，他的甚至是他的净利有多少？这些部分都统括在所谓的 marketing 的项目里面、象限里面。那再来第5个，我们通常会问的就是他的广告计划了。他的广告计划，他的广告计划，他有要做电视广告吗？他还是单纯的只是做网络广告而已？他的广告是哪一个广告公司帮忙拍的？他的广告预计什么时候去执行？他的广告的淡旺季会是在什么时间？他的广告的 campaign 一波的周期大概有多长？他们的广告的对象是谁？目标对象群是谁？他寄望他的广告效果达到什么？是提升好感度呢？知名度呢？还是去刺激他的销售？还是让他的旧有的流失的课程再回笼？每一波的广告一定有它的目的。当这个漏斗经过了问题的筛选了以后你会发觉很幸运的，所有的方向都指到你的公司里面或你的产品里面。也有一个可能是很不幸的，所有的方向都指向你的竞争对手。因为客户你问的这些问题，其实到最后确评中选的不是你的公司、你的产品，这都有可能嘛。筛选落到最后，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你可敬的对手。那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需求的总结。需求的总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扮演的是一个提问者的角色，是让客户透过这个过程去厘清、去思考他真正的需求会落在哪里。在接下来，我想在刚刚的那个漏斗的理论里面你在实务的状况里面呢，你不大可能跟客户讲，请你等我一下，我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关于你公司的问题，请你准备好。第2个问题，我接下来去安排要问你产品的问题咯。那第3个问题，你不要跳题回答我，你一定按照这个步骤来跟我回答可能吗？不可能嘛。所以在实务的状况当中，你可能问到公司的问题以后，马上会跳到广告的问题去了。广告的问题问完了以后，你又回到产品的问题来了。所以我们把那个漏斗把它打平，变成是一个横向的方块。这个模式比较符合实际你在跟客户问问题或厘清状况当中嘛。那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些其实都是平行的。所以 C 就是刚才的 company 嘛，P 就是 product，那个 D 就是 diffusion，M 就是 marketing，然后 A 就是所谓的那个 advertising，广告。那这个里面，如果你现在把问题其实摊开来问的话，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引导跟介绍这里面你的问问题的话术跟基调很重要的。你要用的是客户熟悉的语言跟客户熟悉的智慧去问他。比如说，我常常举一个比方，我们公司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新进的同仁常常讲说，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客人怎么样？我们要去拜访客人，我就常常纠正他们说，小姐，你是在媒体公司上班，不在酒店上班。我们通常称呼他们叫做客户，不叫客人，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性的用语跟话术。那比如说在3C 的产业里面，如果你对 high tech 的东西完全不了解，你怎么去跟3C 的客户去提议他跟你做任何的合作案？那每个业界其实有每个业界他自己固定的专业的语言跟销售的话术。如果你是一个够用功的 sales， 拜托你在临出门之前，最起码上网去看看他们公司相关的产品跟他们怎么去介绍他们自己公司的特色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专业的用法跟专业的称呼会在里面
那再来第二个是互相连结的说法。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不同关联的项目的问题都被摊平了以后，你可能同时有时候是跳跃式的在问哦，跳跃式在问哦。那你要找寻这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之间它的关联在哪里？哦，它重要的那个点在哪里？哦，你要想问下一个项目的问题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先有一个想法，它之间要做什么样的连结，这样你才能够推演到豆豆的下一层，或者是在方块跟方块之间去把它给连接在一块嘛，那个问题才会变成有效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提到所谓的有效问题哦，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 follow up 的，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可以推到下一个问题去，可能产生下一个问题的开端。我举一个比方说，问完了你们在金华城有布点啊？哦，那个金华城的那个我常去啊，你们是在1楼的化妆品柜台吗？哦，那你们的产品在金华城卖的那个价位跟在微风广场或者在搜狗卖的价位有一样吗？或者它的产品有没有做区隔呢？摆的柜位产品内容都一样吗？那这里面可能你已经从哪里，从通路到产品到它的所谓的人员的训练，其实都一起涵盖进去了哦。那这里面一定是一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合格晋级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过关了，你已经得到你要的解答了，你接下来才问下一个问题嘛，那才会引领下一个问题的资讯嘛。你已经把这个项目的问题先问完了，你不要问的问题是九英酱你们的产品定价多少钱？250不贵也不便宜啊。那接下来你们的包装是用什么颜色的？蓝色的，蓝色蛮好看的。你们的产品几岁会用？85岁会用，85岁还好啊。接下来他的问题是错乱的，他并没有把一个问题真正厘清到非常的细，成为有用的资讯，他就迫不及待要进到下一个问题里面了嘛。那这个里面其实如果关于各个方块或者是漏斗层的这个资讯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待会会提到开场跟结束的问题里面，它其实很适用的。那这个部分是需求的总结，我不晓得到这个部分有没有任何学员有任何问题的？没有的话，我们进到你说，是，对，是，好，那我的经验就是，诚实就是最好的良策。当你把这个线索、这个方向指引出来以后，你开始就要重新来找寻你的产品，因为它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所谓的SWOT的分析啊。你有你弱势的部分，当然你有你产品强势的部分呢，是能够被凸显出来的。那再来，如果客户的需求你过滤出来以后，99%都不符合你的产品，99%符合竞争对手的产品，就1%符合你的产品。你想，如果你是客户，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对，那当然你就不要有任何罪恶感的把这笔生意就签了。但是如果99%都符合别人的产品但是你要去游说他回来买你的产品，那部分其实是很困难的。我常讲一句话说，好的业务员不是骗子我们不是金光党不是死了以后要下18层地狱割舌头的，不是我们只是去真实的有力的去呈现我的产品或我的服务的有利的点，去满足客户需求的那一端，我强化那一端但是我也会技巧性的去规避或比较巧妙的去隐藏我比较不好的那一面嘛，这是人之常情嘛，这也是销售过程当中最正常的现象嘛。但是这里面不包含欺骗比如说这个产品只能用2年而已，但是客户说希望他用5年，你拍胸脯跟他保证说这个可以用5年，那就已经超出了所谓业务销售的领域了那本身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销售行为，是一个欺骗行为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需求啊，这里面需求其实需求有2种哦，好像思思有2种一样啊。一个是外在的需求，一个是内在的需求。那这里面其实各家各派的说法非常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啊。什么叫内在的需求、外在的需求？那我这边尝试的用一个比较属于在传播语言上面的解释啊，来下一个定义。这里面我把它叫做如果是外在的需求，就是有一个明确的陈述啊。最重要的其实各位注意2个字就好了，就是行动。行动，外在的需求其实反映出来就是一个行动。行动。那潜在的需求呢？它反映的是什么？是一个不满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困难的点。所以潜在的需求通常是一种感觉。那外在的需求通常是一种行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哦，可能各位待会也可以帮我举一些好的例子哦。比如说，如果以汇率的这个问题来讲，可能我只知道我很担心哦，汇率上升了以后会把我公司里面这个贸易的那个金额啊，或者是我的成本要增加很多，我很担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担心它可能会发生，这个部分只是存在我心里面的一个疑点而已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需求。可是如果我提出行动说，我的公司其实可以容许的额度汇率的部分10%，对我公司来讲是风险最小的，那它就可能变成是一个外显的，或者是一个外在的需求咯。这个需求就很明确的有一个行动，有一个 action 在那边了。那另外一个说，举个比方说，如果以一个人格特质来讲说，这个事情还差一点就很完美了，而基本上他只是不满意而已嘛，他不晓得完美在什么地方嘛，接近什么定义嘛。那如果我说这件事情很不理想，请你马上改正，可能就是什么，就接近完美了，它就是一个行动了。我很明确的举出我对哪个地方不满意，那它就不是一个内在的需求，而是一个外在的需求了。那另外一个提到的说，我觉得我的问题越来越大条了，它只是一个危机意识而已嘛。那外在的需求，举一个比方说，最好的业务能够开发比客户叙述自己需求的2倍以上的需求，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话，也是大概所有业务人员都在勉励自己的。那这里面潜在的需求，简单的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困难之处，或者是一个困难点，不满之处或者一个困难点。那外在的需求，我们把它解读变成是一个行动。那后面还会有所谓的解释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就是业务销售的过程，就是 sales 的 process， 还有就是问问题的技巧以及销售话术的部分。这块的部分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一个成功的业务销售人员通常是问最多，这里面问跟好一定要是很重要的哦。你不要是问最多烂问题的人，或者是说最多好问题的人，那个部分其实都不一样哦。最重要其实是问跟好这2个部分。那这里面其实通常我们在一个业务的销售沟通过程当中它会分成几类不同类型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一场业务里面，不管是一场业务拜会里面呢，不管是10分钟或者10个钟头，它总有开场嘛，总有结束嘛，一定有 opening 嘛，一定有 ending 嘛，这是头跟尾2个所以这是一个 open 的 question 跟一个 close 的 question 那再来，我们问的问题里面，其实你可以善用情境式的问题假设的问题。再来，你也可以把一竿打蛇打7寸了，直接把重点的部分点出来，把这个客户经营的困难问题点直接给它点出来。那这里面当然会有一些风险那再来，这里面你也可以用什么例证式的，我用比方的方式，打比方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的方式来问问题。那最后一个
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最好是有益于对方的，对对方有好处的问题哦。你这个部分叫做我们用英文叫做 need pay off 的 question 呢，你去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对你的 sales 的过程其实最有帮忙的。那这里面的问题，其实各位听听看呢，待会不妨未婚的把它假设参考哦，将来你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技术哦，这些技巧给它套用进去。已婚的部分呢，你跟老婆沟通的时候，你也可以适度的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哦。我们第一个来谈开场的问题。开场的问题，一般其实在业务的拜会当中啊，通常是两个陌生的人，或者两个不大熟悉的，一个叫做想做生意的人，一个叫做想拒绝对方做生意的人，同不同意？如果通常客户的角色通常都扮演拒绝的角色嘛，那业务的部分通常都扮演那个我要想要赶快把这个案子给 close 下来嘛。那举个男女双方比方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一个疯狂热情的追求者嘛，一个是冷若冰霜，想要拒绝他，只给他5分钟10分钟，你赶快说个清楚，不然就给我滚蛋。通常都是这样的状况。那开场的问题通常是最难的，你怎么打破那个僵局？所以大概10个业务拜会当中9个都会讲，今天天气很好哦，好什么？哪里好啊？怎么好？几天都下雨，今天突然放晴了，我也不晓得接下来要说什么。开场通常都是这么无聊的。如果你能设计一个非常有别出心裁的开场的对白或者桥段呢，我保证你绝对可以让你的客户印象深刻。不一定马上可以 close 生意，但是他在众多的业务人员当中一定记得你的名字，我大概印象所及，因为我每一天其实也要不是接见的，是要接待各个媒体来拜访的。然后那个这里面大概因为每一天的平均在接待大概最少20几位报纸、电视、杂志各个媒体的业务人员。其实我通常在我的印象脑海里面很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我印象其实比较深刻的是那个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让我印象很深刻，不是因为他们很专业哦，而是他们开场的时候很吓人的。一个女生，我记得是有一个电视台某电视台的业务的专员到我这边一坐下来以后，就说：“何总，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腿很漂亮？我的腿其实又直又漂亮。”那你本来很专心的在跟他谈问题嘛，臭着一张脸，因为刚才已经开过好几场会，就不禁想把眼神投放在他的腿上面，然后马上就觉得很亲切，因为那双腿其实真的很漂亮。那你们就从腿开始谈起了，那当然后面其实没有再有其他脱轨的行为发生了，但最起码腿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keyword 跟开场白了。那另外有一个男生，我也记得是他好像一个网络媒体的业务，他说：“何总，我你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给我？”我说：“我大概可以跟你聊个20分钟。”何总，3分钟请你离开。3分钟如果我还没有让你认识我家的产品，你就不要再待下来了。我想，哇，这个小子怎么这么狂，这么傲？3分钟的时间，我让你真的完全掌握我们家的产品。可是那3分钟我真的没有听到什么。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一直提3分钟。我后来在那个业务拜会当中，我大概停留将近快不止20几分钟，30分钟，因为我一直想知道他那个最重要石破天惊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等了半个钟头没等到，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场的方式哦，很吸引人注意的。开场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会希望能够激励你的客户或你的对方说出更多他的需求出来，一定要让他有意愿要说话。第二个是说把更多有利的资讯提供给你。
第三个很重要的很重要，你一定要用开放式的问题开放式的问题。所以开放式的问题大家很清楚知道嘛，就是5个 W 1个 H 嘛。问谁、何时、什么时候、为什么、如何，这些问题，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所以通常都会打开客户的话匣子嘛。你千万不要一开始就问是或不是，或者你会选择我们的媒体吗？是或不是？如果是抢答，我一定选不是啊，选不是不用负责任呢，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好不好？不好，完了，然后呢？1分钟解决了，不用3分钟了，所以一开始一定是开放式的问题，不要用封闭式的问题，让对方去回答。再来倒过来到结束的问题结束的问题，这里面也像一个漏斗一样漏斗一样结束的问题，我这里面其实很矛盾的，其实我又说了嘛，结束的问题也不是是或不是嘛，是或不是嘛。你想你是神奇超人吗？在短短的一场业务拜会当中，客户就决定了买你的产品，跟你合作。一个女生在短短的30分钟就决定跟你厮守终身，接受你的求婚，哪里有可能？她还需要什么？她需要时间去消化嘛，把这些资讯再过滤嘛。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你也千万不要问单纯的好或不好、是或不是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自取其辱，或者是自己把自己后路都给走绝了。你要尽量去寻求一些比较具体的承诺或者协议，直接简洁的问题，再来避免做强迫性的选择。人通常都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只要你让我做选择，我通常都会选择一个对我伤害最小的，我不要负最大责任的，这是人的通常的惯性所以不要是选择题，不要是选择题。那最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我们是不是下个礼拜3等你老板回来了以后，你可不要帮我确认一下我今天提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我把我们今天谈的内容，我回去做一个整理，然后去拟一个草约？您不要有压力我只是拟一个草约给你做一个参考看看，或者这个产品其实您可以回去试用个2个礼拜，那这里面保固鉴赏期免惊尽量用那等你用满意了，我们再来签约。所以这里面有开场的问题，也有结束的问题。各位，如果你真的很累迫不得已要打瞌睡的，请自便，但是不要发出强烈的呼声就好了。再来，我们接下来提到说情境式的问题现在假设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其实有几个方向可以去参考，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发掘客户他的竞争的环境，再来提供更多正确的资料去解读客户的这个环境，再来在这个阶段在这一类的问题里面，我们要去研究跟探讨问题的所在，跟客户之所以会发生不满，它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对现有的产品、现有的服务、现有的状况其实是不满意的。那所谓销售，刚才我们漏掉一个很重要的点，销售其实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提供予以能够满足的商品或服务，这才是销售嘛，才是业务嘛。那你贩卖的其实不是友情也不是亲情，也不是爱情就很清楚的其实就是一种商品，它的标的就是商品或服务。那再来拜访之前一定要先做足功课。那再来是说，把这个问题把它变成是一个明确的需求。唯一只有把问题转换成一个需求，你去刺激它有这个需求了以后，它就叫做节目有可看性，对不对？是所以下课了，对不对？这样会不会就赚大钱了？会不会就很成功了？就有15万人每天来看你的节目了？对，好像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少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休息5分钟节目，我们刚才已经规划出一个逻辑，什么叫做可看性节目了
那我们来分有各个不同的类型节目，你要把它做得可看性很高，其实那个概念就是套前面那个公式。戏剧性节目大概就这4个，这个我看我不用讲，你们都知道哈。来，综艺节目，你们要思考是说戏剧节目跟综艺节目都要把它做成可看性，它们的差别在哪里？而不是去看说怎么样叫做可看性的戏剧节目，什么叫做可看性的综艺节目。相对你要来看说，那文教节目跟综艺节目跟戏剧节目差别在哪里？来看过了啊，好，看过，要有人来跟我讲这3个都要叫可看性，差别在哪里？你去果菜市场，你要去买蔬菜水果，每一种蔬菜水果你都要把它弄得很好看，卖相很好。那我问你，那芭乐西瓜、萝卜跟高丽菜差别在哪里？好，一样，戏剧性、综艺性、文教性，以这3个节目，其实节目类型啊不止这3个，用这3个来。来，同学说。不要忘记，你说的越多，带回去越多了。想的越多，学的越多。来，好，那你告诉我，戏剧、综艺、文教这3个主持有什么不一样？戏剧性的主持人会比较搞笑，那综艺嘞？要点子好，那文教性的啊，要长得比较八股的，可见不是，对，你们反对，对，好，来下一个人告诉我这3个，有人讲说他看出来了，主持人不一样，来，啊。好，剧情、戏剧性怎么样？综艺性怎么样？还有那个文教类的。好，所以它的剧情结构要比较多变化的。好，综艺的呢，趣味吸引人。那文教性的呢？好，所以有人从主持人去切，有人从结构剧情。好，再来一位。啊？所以影像方面的处理不一样。好，戏剧性要怎么样？OK， 你可以讲大声一点来。我听了这个之后，觉得你后面再讲这2个也会很精彩。来，继续。好，综艺。综艺性的话，就是在那个欢乐的场合，热闹快乐。好，来，文教类的。可能会让观众会觉得说是很饱满、丰富。来，形容的很好哦。文教性的节目呢，不是要给你看起来八股哦，丰富哦，饱满哦。你不用2年就可以开个台了，我对你有厚望。来，等一下勾起来。你说你是那个基隆的，对不对？很好。哎呀，你叫吴生荣，对不对？不错不错。你看嘛，所以我说你们这个班卧虎藏龙，对不对？哎呀，赶快认识隔壁的啊，以后他可能就是你的大财主。告诉你，来，好，所以这节目的可看性搞定了哈，知道了哈。好，来，看着图说故事给我听。你要怎么去品管你的节目工作？这个呢，不管是你在做节目，还是考核你儿子的功课，还是选女婿，还是女的选对象，还是男的找老婆，还是你找工作，还是你考你的员工，通通用这个方式去思考，绝对不会错。好，
你的品管意识跟你的品管责任在不在？如果你儿子书念好不好无所谓，你找这个老婆好不好无所谓，你老公好不好无所谓，你根本就不具备品管意识，你完全没有品管责任。所以往右不用看，往左往下都不用看了。当你要做一个节目，当你要成为这个台长，如果你对这个台的品管意识没有，你对你这个台没有责任啊！现在怕吧，有昂啊，有声的好啊，可以看的啦，冲啊会不会冲啊？好，你文死无疑啊！各位有没有听过最近很流行的一个传说？说呢，告诉你的小孩啊，如果你饭不吃完呢，中国跟印度的孩子呢都没饭吃。现在是呢，告诉你的小孩说，把书念好，因为印度跟中国的小孩正在抢你的饭碗。这不是骗人的。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银行经常告诉你说啊，某某先生，你还有什么账没有缴，对不对？那个语调听起来怪怪的，不是诈骗集团，但是呢，明明一听就是那个大陆腔。奇怪，那明明我是台湾大哥大，你打台湾大哥大0800去接电话也是，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你我能够为你服务的吗？北京腔啊，奇怪，明明打是0800，要是台湾大哥大，什么时候台湾跟大陆通了？我告诉你通了，因为这些工作在大陆只要1200块人民币，4800块就有一堆人做，台湾呢28000都还不一定请得到人做。为什么把这个工作放在台湾做呢？好，所以呢，你的工作已经被大陆抢走了，已经抢走了哈，已经加 ed 了，不是 ing 啊 ，ed 了，过去式了哈，而且已经结束了哈。好，所以你的品管意识责任一定要有，否则你的竞争力绝对没有。更不用讲在更其他阶段的，那早就已经被印度跟中国刀抢走了。你看美国所有做软体的研发中心，通通设在印度。美国的主管跟印度直在线上开会，你们都会用 MSN 不是吗？那就结了，你会人家不会吗？他把软体做好之后，直接线上丢过去给他看啊，他看了有意见叫他改啊。这2个人一辈子可能5年都没有见过面啊，但是他们一起工作了10年啊，完成了 Microsoft 很伟大的工作啊。好，所以你的工作已经被印度抢走了啊，也没了啊。所以如果这个有了之后，我们来做上下左右这些事。你要做市场调查，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去判断这个结果，然后呢，你要提高品质的意识。这个有好，往上看，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然后呢，你要去检验这个结果，你要提高你的品管意识，你才有办法加强这个品管责任。然后你的制品的检验是什么？最经济的做法是什么？确立你的规格。人力跟设备的考核，这些事情围绕在你的四周，天天在想这些事情，天天做这些事情。如果你今天的目的是要让你儿子考上好学校，你就要用最经济的制作方法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找那个补习费最便宜，然后那个口碑最好，离你家最近，而且时间又可以配合的，那个叫最经济的做法，达成你要你儿子考上好学校的目的。如果你是要找一个对象，你就要用最经济的方法找到你的那个对象。方法想出来没有？好，想出来了，想出来了。你碰到了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符合这个品管意识跟责任，那你就成功了。哪怕你要去买车票，哪怕你只是下个礼拜要到高雄去，通通用这个逻辑去思考，把问题一次解决掉，你保证成功。那个表你们手上有哈，所以就不用再花时间再说。那个方法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学会哈。好，节目要怎么品管？播前、自播后的检讨跟工作的品管，这3个是要件哈。工作的品管里头有几个要项，这个呢是如果这些成分不在你的工作品管里头，那你就很难做出一个好的成品。我们看你是不是有全员协力，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有5个人，通通都花脑筋，都用很大的力量帮你儿子找那个补习班，挑最好的老师，挑比较近的学校，那当然你的成功率就比别人高。因为你们5个人都去问过说，哎，那个什么人的小孩补过哪边什么什么，所以你这件会做好。你的热忱跟意愿，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你或你们
或是大家要做这一件的热忱意愿高不高？问一问，那个老师在那边，听说那个老师那个脾气很不好，不收学生的，去人家不理你呢，那我们那个小毛呆呆的，然后还流口水，人家要收吗？当然不会。你都已经放弃他了，老师怎么会接受他呢？所以你的热忱意愿没有。你的日常强化你的日常管理有没有？你是每天时时刻刻盯着你那个案子在进行，在看着。很多老板就觉得说，我是老板，我是总经理，我怎么会去管那个最基层的作业员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做好呢？那相对你的经理、你的副总也这样想啊，你的经理这样想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笑话？那个以前很多人订杂志、订报纸，那本杂志已经2年没有送来了，已经2年没有来了，每个月都在付钱。为什么？因为那个每个月就固定，就是一张发票，然后那个请款单章一盖之后就往上送，从此之后就没有人再认真的看过那一张请款单。就那个妹妹盖完之后呢，那个组长、主任、协理、副理、经理一路盖上去，盖到财务部主管，哗，然后这张就出去了。每个月对方就还不用人家领，那个妹妹还很好心，把那支票折一折，信封还寄给对方，有账户还自动汇款给人家。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日常管理，你完全没有很落实的每一天都去管这些事情。但是不是告诉总经理要下去管妹妹说，妹妹你那个章怎么看到没有？不是，是你这个结构管理有没有做好，还有你的观念有没有革新观念的革新是要从每一个方向，你的步骤、你的方法，通通要去革新。有没有计划？有没有创造性？有没有观察力？现在目前我们的人最缺的就是观察力跟创造性。为什么一开始我要问你们说，你要怎么样让你们成为一伙人？如果你的观察力够敏锐，就表示说你看出来，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或我们有什么一样。如果你的创造力很丰富，你就可以把你观察之后的结果添油加醋，你就可以变成新的东西。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在夜市买过那个一颗软软的然后上面贴2个眼睛，然后头上有几撮毛，然后你可以把它捏成各种你的不同的形状。一颗卖多少钱？10块钱10块钱，一开始卖39块，不管卖多少钱。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气球里面包面粉，贴上2颗那个材料行买得到那个眼珠珠，就这样。当你是卖面粉的时候，当你是卖面粉的人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跟人家竞争，说面粉1斤多少钱？我是高筋、中筋，我是大陆做，我是什么麦？我是荞麦、燕麦、乌龟，我讲一大堆，还是一样1斤15块。如果你是卖气球的时候，我告诉你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后火车再来卖的气球，通通都是一包10块钱，书局可能卖15块，就这样而已。你做气球，你有任何竞争力吗？完全没有。但是呢，当你有观察力加上创造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把面粉塞到气球里面绑起来，它就不叫面粉，也不叫气球，贴上2颗眼睛，你就可以变成叫做什么万变娃娃一颗出来就可以卖多少？39块、25块，跌到10块钱，10块钱之后就没有人做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不稀奇了。这时候你就必须马上发挥观察力。又看上一个东西，然后呢，发挥创造力，又变出一个东西，你这辈子赚不完了。所以你要训练的就是这2个。之后你要有自我管理、自我检查，你要变成企业之后，你就要做教育训练。所以你是节目部经理也好，你要规划你的节目，都必须符合这个特性，你才不会说，哎呦这连续剧怎么那么难看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创造力啊。你也没有观察说观众的口味在变所以节目品管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才是建立工作的程序，提高你的工作的效能。工作程序跟提高效能，这是行政事务。只要你方法学会了，你需要，万一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才，你就是要找一个副理，
找一个副手，他来帮你把行政工作管好啊。所以你在企划阶段、录制、播出的品管作业阶段，这个都是你的程序要做好。然后怎么去提高作业效能，就是要实时改善制作流程，发挥人尽其才，精简作业流程，这3块大概可以把你的整个作业效能通通提高。用在做节目也一样，如果你今天晚上来上课，明天早上还要去摆地摊，你把它用到这3个也一样。哎呀，你知道为什么一样？你就看这个精简作业流程。如果你摆摊子摆上去，到警察来收起来跑给他追，你的流程很复杂。我告诉你，开单的都是你，别人都不会开到单，就开到你。为什么？因为你的作业流程太繁复。想想看，你去摆地摊的时候，你要怎么把这个作业流程能够精简，能够做到说警察来呀，砰砰盒子一盖，然后就站在旁边抽烟，没事。我等人犯法吗？警察一走，啪嚓打开，哎，来，3个1把，3个1把，进来关起来，抽烟没事，就表示呢你的作业流程精简到呢，在2秒钟之内你可以改变，转身就走。怎么办到？动脑筋在想啊，你就不会笨到说拿一张布，然后把首饰摆在那边，对不对？你就会想说把它放在手提箱，然后把那个首饰呢钉在手提箱的钩子上面。所以你不管你怎么放，你只要把它一合起来，保证东西都在里面，除了那个人手被夹到以外，客人正在看，你就把它盖起来，所以就手就夹到了，好，这你也要想到，所以呢，你就要赔他一个小东西，然后呢，他对你印象很好，又买了你一个首饰，你就赚到了，对不对？红单也没被开到，然后呢，这个客人也找到了然后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呢，他变成你老婆了又赚到一个老婆对不对？好，所以光这一项你就知道说，你把这个部分解决了，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要发挥人尽其才的原则，人尽其用？你不能叫那个美工很强的人，你叫他去拍嘛；你不能叫那个很胖跑不动的人，叫他去当摄影师去拍嘛，对不对？你也不能叫他那个是讲话会我吃不起，你叫他去外面连线做现场转播，对不对？头壳坏掉嘛，不，如果是你整人那是例外了哈，你故意要把他逼走，用这一招那贱招哈，这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如果你实时改善你的作业流程，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为什么？因为你天天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发现说你的世界上根本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因为你方法会了，当你会了那个方法之后哈，再出现的问题通通不是问题。有一个很通俗、很怂的例子，就是说怎么赚到你的人生第一个100万？为什么当你赚到第一个100万，保证你后面绝对有办法赚500万、1000万、5000万？为什么？对，方法会的，不是你学会做什么生意哦，跟你学会做什么生意没有关系。所以我从一开始上课就说：老师有没有说过？有嘛？老师有没有说？有没有？老师有没有说过？你们要点头说有啊，老师有没有说过？有，对不对？老师说嘛，说有说过嘛，要听嘛，叫你们要听嘛，有没有听？老师有没有说过？这是有限的，没办法丢所以既然老师说过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要把方法学会。你上了课50几堂上完，学会剪接，学会摄影，对你来讲意义不大。而是一定要学会说剪接的要害在什么地方，关键在哪里？什么叫做剪得好？什么叫剪得坏？而不是我会剪。所以给你一张证书说我会剪接，这有什么了不起？就等于是给你一张驾照说你会开车啊，你会开车没有了不起啊？你要从那个巷子算得准，撞过去不会撞到人，这才了不起啊，对不对？那个红单例外哈。好，所以下一个安排节目要怎么样？要强有力的节目架构。刚我们那个同学就讲了，还有刚有人讲了那个，3个不同的节目类型，光在剧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啊？那节目架构、品管上面这3个，其实跟前面讲的那个艺术是一样，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观众的需求，
你要怎么知道竞争对手需求？你要怎么知道隔壁邻居、隔壁台啊？你要怎么满足观众的收视特性啊？那当然，求变、求先机，就是前面这个讲的。好，这一块呢，就是我刚跟同学讲过，都会了，都会做了，都做得很好的，会不会就成为超级的那个台长？还不会，你还要加这一项，有效的宣传。有效的宣传，你们最容易，而且例子多得不得了。就是我刚刚讲的，老师有没有说过？有，对不对？这个人其实如果不是股市的股迷啊，根本就不认识。那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现在都认识了？因为有个杨惠珊啊，杨佩珊，杨惠珊，有个股神，对不对？3天2天炒新闻，告诉老师有没有说过？有嘛？告诉你要买嘛，你不买嘛，给你住套房，所以你也知道，你也知道了。好，你要怎么去进行有效的宣传？这几个，1、2、3、4、5、6，这6个其实是比较常态，你还有可以衍生出各种不同可以使用的工具跟方法啊，易得性、对比性、重复性、增强性、报酬性、威胁性。什么叫威胁性？看过一个广告，有一个死神拿一把镰刀，有没有？跟在某一个人的后面，广告什么的？对，保险，告诉你说，没有买保险哦，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怎么样？对嘛？老师说你有听进去嘛？好，所以威胁来了，你就会紧张，就想说，还是买个保险好。保险买哪一家好？哪一家？完蛋了，你受到威胁，但是却没有记住是哪一家保险，所以可见有个东西不足，哪一个不足？增强性没做好嘛，对不对？那你要把这增强性做到，最烂的方法就是什么？天天看，对，走到那个先施百货也看到林志玲，上了公车也看到林志玲，转弯不小心撞到一个女生，她也长得很像林志玲，整天都在绕在这个环境里头，所以你不得不你就被记住了哈。所以重复性是一个方法，对比性。来，谁举一个对比性的例子？那讲个广告的例子也可以。好，蛮牛怎么样？对啊，果然你不用2年，8个月就可以开台了。好，易得性，不是易得善呢，不是善善什么善什么易易而善啊。好，来易得性，来一个，来那边同学，这一挂的同学，找一个广告符合这个要件的，你很容易就可以那个接触到的。你大概也是1年左右就可以开台了啊，非常贴切，非常符合这个有效宣传的要件，就是 7-Eleven， 就是这种到处你都会撞见的，时时刻刻都围绕你身边的。你有这个需求、这个消费需求的时候呢，它就出现在你面前，很有效的宣传方法。好，那我们看节目的监督有一个制作规范，你在让一般正常台的时候呢，就有这些所谓的制作规范呢，就是给制作单位或者是自己的内部的执行人员。为什么？因为不管哪一个事业、哪一个工作，人一定会流动。还有，纵使这个小组7、8个人都在这个台这个工作做了25年，我告诉你，他还是会出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会出问题？他会忘记，他会被其他事情影响，
他本来正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啊，说他中了乐透，他马上就不想捡了。结果呢，正要收一收之后呢，电话又响了。他老婆跟他讲说：“对不起，我看错那个字，有一个字不对。”啊，他又要开始捡了。那个骗子捡出来，保证犯错。因为呢，人的所有的动作、思考、行为，通通都会被外力所影响。哪怕冷气调到冷一点，调到热一点，那个剪接师剪的速度都不一样。如果你们弄剪接师的，就要拿温度计量一量。当你的温度很低的时候呢，它剪的速度就慢，然后剪呢就开始晃了。你把温度调到太高呢，它心浮气躁，哎呀，然后那个剪的脏点也没有发现就过去了，哎呀，声音的 level 没拉对，他也让它过去了。为什么？他要赶快出去要去买一杯凉的来喝。所以各种条件都会让人产生误差，所以要作业规范来规范你整个过程，要怎么做，这叫机械式规范。机械式规范就是来减低人为的疏失跟人为的错误啊，这个都是。告诉你说什么地方要接什么东西啊，几分几秒几格要接什么东西，然后长度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是参考。这个也是，这个都是作业规范。你要在什么时候进棚进来做什么东西，然后你要在多少前填交，然后你要再交给什么单位哈？那这底下你要有不同的确认的对象。这个确认的对象就是说，避免呢那个小妹把那个印章盖了之后，从此这一张单子就在公司里头付账付了2年，但是这本杂志从来没有出现过。规范的目的是这样。好，那再来我们看，为什么要做收视率分析？前面的那个品管里头要叫你们去做市场调查。就哪怕你是卖那个炸鸡排，你也要做市场调查，更不要讲做节目了哈。所以节目的市场调查最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做收视分析。所以有族群、性别、年龄、地区、职业时段，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那个调查方式。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呢，这样你可以看说，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候呢，它突然收视比较高。平常收视都不好，为什么这一天收视比较高？要把原因找出来。来看，这叫一般观众，就是呢没有分他讲以什么语言为主，就是混在一起。这个呢是用客语。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一般观众在这一天收视特别高，而客语这一天不高，那表示这一天里头的新闻的这个新闻里头的某一个内容，这是晚间新闻，红色嘛，红色，这是晚间新闻，表示呢晚间新闻的这一块有某一个要件、某一个因素是观众所喜欢的，而且他看的比较多的。如果是这里特别高，但是呢一般观众平平，那表示说这个新闻呢跟客家族群有必然关系，但是跟一般观众没有必然关系，用这个方式来分啊。所以收视率的看的那个方式，一个是看这个，一个是看在不同天跟不同时段，早上、午间、晚上、夜间不同的收视需求，然后再来看什么？再来看分族群。那地区好，来，你要看说不同地区哪些人看好。台北、基隆、宜兰4:1，桃竹苗3:3。好，那么对他疑问，那奇怪了，那高屏应该是比较多人看才对啊，怎么会比那个桃竹苗少呢？晨间新闻要找出那个原因然后看职业，最多人呢是退休然后最少的是家庭主妇、学生，还有时候奇怪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没事，干嘛不看电视呢？对，好。这叫找出原因来。一样，这中午的新闻一样有区隔午间新闻
这时候就看午间新闻，哎，你看了午间南部的观众变成4成2了哦，桃竹苗掉到2成8，表示什么？哎，表示这个地区的观众大部分看中午不看早上，桃竹苗呢看早上，比例上比较少看中午，原因在哪里？因为南部的乡亲比较健康，早上不会窝在家里看电视，去工作、去运动去串门子去了。那这个北部的乡亲呢比较不准，比较没有选择，所以只好在家里看电视啊。各种原因哈，所以做市场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能够了解你的观众跟你的消费者处在什么状况，你提供给他，你喂给他吃的产品，你想卖给他的产品，他给你的反应是什么啊？如果这些情况你不知道，那你等于是叫你的士兵蒙着眼睛，然后呢枪拿着乱打，完全不晓得市场变化啊。像这个夜间新闻更有意思啊，一样男女各半啊，55岁的占24%，哎，30几岁的跑出来看了是吧？刚晨间新闻都是55岁以上占几%？ 73%啊。那现在你夜间，哎，这些人跑出来看了，那表示跟他的生活习性有关系。好，再来，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收视。我们刚刚看的是新闻，是不同的节目。这个就是台视以前那个五灯奖啊，就张惠妹出来那个节目，就是打擂台。那不同的集数有不同的收视啊，这是客语观众，就是一般观众。那当一般观众跟客语观众的升降是差不多的时候，那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状况。但你看这个，一般观众在这一集呢收视还不错，但是呢客语观众看的人反而少，那就奇怪啦。理论上应该是客语观众看得多啊，那怎么这一集客语观众看得少，但是呢一般观众却比较多人在看，就要找出那个原因来啊。所以呢，你要学的是方法啊，怎么去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而不是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今天是这样，明天不是这样啊。你下个节目他也不是这样啊。那你在一样这个节目里就要去分说好，那他的族群男生女生，年龄分配上面，55岁就不是70几%咯，所以它的属性就跟新闻不一样咯。啊，它多了一大堆是40几岁、30几岁、20几岁、10几岁的，看到吗？啊，连10几岁的，那我们刚看不是10几岁不是几乎都是快要挂蛋了吗？没什么人看啊。那为什么这样的节目有10几岁的人在看？原因何在？你们猜？收视率不准，可能性之一。还有呢？啊，有意志性。那为什么他就看？啊？这是这唱歌比赛，就是挑战，你挑战我，我挑战这样。它的跟语文的必要性没有那么强，对，很重要。还有呢，跟播出时间有关系。这个时段，可能这一群人比较有机会看，是个因素。还有没有？我们看这种10来岁的这个族群，它还有一层你大概做梦都没想到的因素。快接近了原因之一。不是，他的朋友参加，但是跟这个因素还有跟他更有密切关系的。就是跟他自身的，不管是他要去参加或他要红，都跟他自身利益有关系。因为后来才知道说呢，只要有来参加比赛，那回去可以加分，尤其是那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他们只要纵使你没有得名次纵使你是被打败的，本来打败就没事，对不对？应他们要求，我们要发一张奖状给他，就是他表现优异，但是被打败。但是被打败那个不要写，就说表现优异就好了。
那张奖状拿回去，听说他们那个小学跟国中都有加分，对不对？对，申请学校有帮助。所以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在看？原因在这儿啊。好，对，但是就跟刚刚那个同学讲，就是说他的朋友去参加，或者说他想成名，那因为参加的人多了，相对的他看的人才会多。那如果说他也不想来，他也不想来，就是说他的同学里头都没有人去参与这件事情，他的关心度就会降低。就像刚也有人讲说，是不是他父母亲带着他看，那个也是因素之一啦。那我刚讲这个都是就为什么很奇怪的那一个数字呢？就是其他情况你都看不到这个数字，就他有年轻的人，就是这些是他的因素。那个我刚讲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很难想到说，还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那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会看。对对对，所以如果说把前面，比方说假设的是6月开始才变有奖状，对不对？那就可以呢，就说做市调分线，就可以把6月以前的数据叫出来，跟6月以后去开始比对，有没有差别？但是这个就会跟那个同学讲的，这会不会是他一个唯一的？也不是，因为这个比对出来还有可能说因为发奖状看到人变多，但是你可能刚好那时候又换主持人。或者说呢，可能到那个时候呢，可能那个过关的那个擂台组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精彩，所以这些都会是可能产生的变化因素。好，那像这个呢是配音的节目，也是去配音节目呢跟自制节目比较大的差别，说配音节目它都是普通话或者是国语播过的，观众都有印象的。那在看的人呢，他不见得一定是因为你把它配成某一种语言他才来看，他可能是因为这个戏他本来就觉得还蛮好看的，那因为都有字幕，那所以就再看一遍也无所谓。所以这个变化你就发现说，高的也变高，低的也变低，那个差异性就没有那么大。好，那这个族群就以年纪来看，就跟他那个片子的本身的特质比较有关联跟那个语文的关联性就不是那么必然那这地区也是这地区88%，为什么？不对啊，那个高屏很多在那边拍的，还有呢？剧情跟当地有关系，还有呢？对，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呢，市场上最容易找到的配音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腔？视线腔，就是很多人使用的腔调。那你要找其他腔调，不是没有，他可能会讲，但是不见得他有办法去做配音这件工作。所以后来才陆续说，把里面剧情里面的人，让你讲视线，然后呢让他讲海陆结果这样一混之后，还出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出现一家人讲的腔不一样，也被俩包。就有观众来问呢，为什么儿子跟那个爸爸讲不同腔？最后我们的客户的回答是说，儿子呢小时候出门出外去求学，没有长期住在家里，所以他的腔跟爸爸不一样。好，所以你原来的目的呢是要让很多腔调都可以被使用，但是当这个使用的过程没有仔细的搭配，或者说你没有考虑得很周详，就会跑出我刚讲这个问题出来了。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呢衍生了第二个问题，啊，好，那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传播公司做的很 local 的节目哈，就是一堆阿公阿婆，然后穿着旗袍，然后在舞台上面走来走去走秀，要不然就是拿他们家的那个献宝哈他们家有什么古董什么东西拿出来这样哈。那这个节目是收视率出奇的好哈，这个就是完全跌破那个传播媒体专家的眼镜哈。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从节目企划案来讲，他写的也不好；从节目制作品质，那个镜头攀过去，旁边都还会穿帮哈。然后呢，他3G 作业哦，那个3G 的相位哦还会偏哈，就说你 switch 过去之后，那画面还会抖一下哈。收音呢，还有时候讲一讲声音会不见哈，各种你想得到的状况大概全部都发生过，但是那收视率就一直很好。原因是因为观众对这些技术问题他不了解，他也不 care。比方说画面品质不好，他以为是那个他们家电视老了，那画面会这样一闪一闪，然后打电话去骂第4台，骂你们，你那第4台那新的他连他拜啊，其实有很多问题哈。但是呢，他完成很重要的工作，他抓住了观众的口味，他知道观众要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两难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一种呢，我是品质给我要求很好，但是没人看；一种呢是做得很烂，但是很多人看。那你要选什么？对，很多程序上做就是说我先选择那个很烂的，很多人看的，赚了钱之后呢，我再来做那个很好的。但是没有人看的，自己看爽了也可以。但是呢，这个逻辑以前成立，以前也可以就像伦敦的那个小报，跟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某一个大报纸在几十年前也是做那个色情小报开始做的，那现在呢变成那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大报。我怎么一直在强调说，在2010年这中间的整个媒体市场变化，如果还在想说我能不能先做一些烂东西，然后有人看，赚了钱之后我再来做好东西，你没有机会。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机会？因为跟你竞争的人是一开始就做那个又好又有人看的东西，所以你没有机会，你绝对没有机会。所以我那天也看一下，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那个15万人看的那个小女生。我就很怀疑说，那是不是有一个制作团队在帮他做？他那个画质、运镜、打光，怎么看都不像是那个拿了 V8 自己拍的，不是那个 DV 拍出来的，怎么看都不像。连包括他演出的方式，我都认为说那是有人教的但他一直强调说，就是他自己完成的。对，看有效宣传，只是说一直觉得怎么可能啊？那我意思是说，你去看呢？为什么他那么多人看？不是说他的内容有趣而已，是他的品质、制作方式。他自己做个 DV 还上字幕上字幕啊！他这个上字幕啊，只是差没有大小标 logo 做上去呀。他已经是很专业的做法。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工具取得很方便不像以前说要卖掉2栋房子才能够买一套贝拉 Ken 你问他他有没有卖掉房子去买贝拉 Ken？ 对，现在完全不用买一台6万块左右的 DV， 就3CCD 的，拍出来画质已经720、480，比以前的那个贝拉 Ken 早节贝拉 Ken 画质好太多了。然后加上你说的剪接效果，通通都不要钱，全部线上就可以做。加上你能够取得音乐配什么，通通来源多的不得了。所以可见你没有机会做那个烂东西了，表示别人做的东西都在水准以上，你要想做烂东西不可能赢。好，所以怎么样学好方法，提升你的能力，不变的道理那这个西罗奇坎这个是一个古装的，然后是自制的那全部是客语的，一般观众
的收视情况跟客语观众的收视情况变化差不多，有人看就有人看，没人看就没人看啊。这一集呢，为什么没有人看？几乎没有人看，后来把袋子调出来看了，因为呢剧情只演一半，只有演半小时，另外半小时呢都是演员在打屁，所以这一集我记得是把他钱给扣掉了，不付他钱。因为后面很赶，所以节目部在审片的时候可能也只看了前面，没有坐到后面去看，所以后面半小时就是介绍导演，然后介绍这个演员，然后呢这演员演这出戏怎么样啊？跟剧情无关就是了，这样混了半小时，对。好，所以我们看的这些呢都是收视率的提供的工具让你去做年龄、地区、职业别各种不同的那个观众的轮廓状况，所以你知道观众长什么样子，需要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给他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歌唱节目，但是呢里头都是唱客家流行歌曲，那一般观众跟客语观众收视情况类似，这就是你们刚同学讲的那个几个特性，就是它的语文的那种隔阂跟语文的特质不明显，跟新闻就不一样哈。那它比较属于大众，就是可接近度比较近。他唱什么歌听懂不懂，反正有字幕，你就是喜欢他的旋律喜欢那个表现方式，你就会看啊。好，所以呢，你看年龄他的年纪层就会比较年轻，10几岁、20几岁都会有一些人看，就不会像新闻73%、55岁以上因为那个调查跟我们的市场，就是记者后来发现呢，曾经想过问题，新闻呢不要播，你知道为什么不要播？因为主播眼睛看着读稿机，然后这1小时里头要播完40几条新闻。它的速度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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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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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那个73%的那些55岁以上的人呢，看那个记者播新闻，那个血压一直往上飙升，所以经常会跟地方民意代表或者是跟学者专家反映说，可不可以叫记者播的速度慢一点？可不可以？理论上可以，讲慢一点就好了，结果是不可以。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呢，客家电视用的稿子是台视提供的，是台视新闻部的稿子，所以记者必须眼睛看着中文字，脑袋想的客语的那个文法，然后嘴巴把它用客语讲出来。而且如果你今天播是那个视线，你就不能讲成海陆，你不要前一句视线后一句海陆。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就想出来说，那要不然不要播新闻，讲新闻，用讲的，用讲的就没有这个稿子的压力，那这样就符合这个市场需求。都要做这个时候我就走了，所以这件事后来就没有做了。我相信如果有做用讲的这个部分呢，一定会让那个73%的这一个大群的族群，他会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讲新闻给他听，他就把它当聊天这样听好，那这样歌唱节目为什么桃竹苗地区75%的人在看？高考评云嘉南个位数，唱歌的现代的你们猜原因在哪里？没有。好，歌手的来源，大部分歌手都在这边生产出来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因素，这因素很大一块。还有呢？是个歌唱节目，然后唱流行歌曲，客语的流行歌曲。怎么样？好，他歌手大部分发音都是北部腔，对，这是因素。歌手也都来自这个地方，也是因素，地域因素。还有没有？
哎，好，那为什么播出时段影响了他们，而不影响他们？忧郁，因为我们都认为北部比较忧郁，结果什么前几天的调查是南部比较忧啊，不寂寞，而不是忧郁，寂寞，好，除了这因素以外，对时段，因为后来发现高高屏地区的客家族群，其实呢客语对他来讲是1/2，他们平常生活使用最大语文反而不是客语，是闽南语，这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呢，他在电视市场上面选来选去，他的选项多得不得了。民视的他也看，三立的他也看，八大他也看，通通都可以看。哎呀，好，所以这是因素哈。哎呦，时间过这么快哈，要休息5分钟吗？那个20秒的长度哈，没有那个部分是因为那个公益的部分呢，事实上是新闻局发的啦。现在新闻局有一个叫做那个公益时段的征用办法，那他会发这个单子出来。那20秒是排 Q 的人，他比较好筛。如果你给他比方说15秒，或给他其实10秒是最好用的啦，就跟你的口袋零钱放多少钱最好用。那20秒的筛法就是说，万一你抽掉这个抽掉那个，它这一个东西其实公益广告都是被拿来当垫档的啦，啊，那你卖广告其实10秒这个单位，10秒就可以卖了，10秒、20秒、30秒、40秒、1分钟都可以卖。对，那但是那个部分它不在我们那个排 Q 的里头的那个需求，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它一定要有的。啊，那你要塞进去的东西到底塞多少？事实上，我刚刚讲过，10秒是最好塞的，最好用了。但是因为太短了，很少那个公益广告他会拿那个10秒给你来播，所以最好都是拿20秒的。对，没错，对呀。对哦，可以，当然可以，你也可以把它改成30秒哦。对。哦，那个是排 Q 的排法，就是说你给他20秒这样去做，比方说做预告啊。那20秒的这个预告是只要是统一规范，对排 Q 也是最方便的。那你也可以给他30秒，也可以给他10秒。那这问题出在说，每一个制作公司，他做预告的功力跟能力，你可能有人你给他60秒，他也做不出来啊。那到底是10秒能够表现得很完整，还是说60秒？那其实因公司跟因那个节目的属性而异，所以给他20秒，这是一个就是排 Q 也好排，然后剪预告他也可以剪这样，你也可以把它改成30秒啊。不一定，那个是这个长度是随时可以改的。因为现在在东森做，我就不晓得了。对。对。更少。对。我曾经碰过一个问题，突然有一天某一个节目常态性都很多人看啊，都就说客语都很看，那一天啪突然掉到几乎挂零，那我们节目部就要去想说到底什么问题嘛，就有一个同仁他就说，哎呀，那一天客家人都出去吃拜拜了，因为他样本数真的不多全国才一两千个全国分配到客家的70个才128个样本数。如果有一半的人吃坏肚子，这128个里头的50-60个人就决定了你的今天的收视命运。
所以呢，为什么之前除了 Nielsen 还有一家叫做广电人啊？那广电后来关了，做不下去了。这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市场因素了。不过意思就是说，收视率这个东西，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诟病是，之前人讲说，什么样的阶层的人家里愿意让你装一台机器监控他所有的收视习惯，而每个月只赚到那个几千块，一定不是高收入阶层嘛，对不对？那表示说，这个收视率样本出来的只能代表中下阶层的收视行为嘛？对呀。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告诉你，不用解决了，不需要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对，数位是一块，另外就是电视已经电脑化，电脑已经网络化，以后你在家里是看网络上面的电视。而不是看第四台那个电视，所以你们的这些第四台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把 cable 那条缆线，除了放电视讯号以外，把 IP 也放进去，就做这件事。所以以后有3条线到你们家，一个是中华电信的那一根线，一个是这几个家伙他们拉的那一根线，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点电灯的那一根线。这3种线都可以把数位讯号送到你家。还一个就是这玩意儿，看到没有？不拉线，基地台直接把讯号送到你的 notebook 或者是接收机上面。所以这4个方式，就是说有线、无线分2边的，有线有3条，无线没有线的那个线，反正无线就是无线，无线无限呐，这样比较好，比较容易懂。无线无限，这样好，所以那个因素是这样来的。他会换，他有一个汰换的那个要求标准，我们都曾经要他拿出样本数的那个证据，他们都不给，因为美国曾经发生过作假。就是有一个节目，然后去买通那个样本户，然后他的节目造成很大的那个收视率，那个曾经出事情，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talk show 节目。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那就不要休息了，啊，后面助教说要休息，好，休息5分钟啊。各位真的是都是聪明的业务或者是业务主管的人选。的确啊，我们讲说在业务的领域跟范畴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attitude 态度，他必须要有一些特别的人格特质，例如勤奋、积极这些正面的字眼。他的工作精神，因为业务嘛，业务它是高度自我管理的，他不是上班打卡、敲钟下班的。他要自我管理，他企图心要强，他要负责任的。这个人格这个所谓的态度的部分 ，attitude 的部分呢，是在这个3个三角形的功能里面是唯一不能教的，唯一没有办法透过公司的训练去造就的。各位同不同意？绝大多数都是与生俱来的，它最重要，但是它很难透过这样1堂课、2堂课、3堂课，他的态度变好了，
他的人格特质变得很正向了？不会吧？在态度的部分，我补充一点说，如果以业务的性格来讲业务的性格来讲，我如果让各位选一种动物来象征业务，各位会选哪一种动物？动物哦 ，animal， 你会选什么？哪一种动物？像业务的性格，啊？蚂蚁就是背着重重的负荷，每天辛辛苦苦的做工。蚂蚁很好啊，很好。这位先生，你会选什么动物？就是你狗就是什么？忠诚、热忱啊，很顾家，很勤奋。红衣服的先生，你会选什么？蜜蜂啊，蜜蜂很适合。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讲说，那个蜜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业务其实是在产业之间跟客户之间传递讯息的哦。传递讯息，我这边也强调是传递讯息，而不是传递丑闻或传递绯闻的哦。很多长舌的业务就经常都犯了这个毛病哦，就是到最后，我跟你讲哦，那个中天平他们那个谁跟谁又去汽车旅馆哦，这个事情真的好热闹。客户听会不会有兴趣？也有兴趣啊，耳朵竖起来听。听完以后呢，他不会尊敬这个业务了，他会觉得，当他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这个业务也一样像小蜜蜂一样，又把它传出去了。所以不要跟他讲最安全了，他是广播电台，所以那个部分不会赢得你对客户的信任，那部分只会糟蹋了你自己的声誉。但是如果你传递的是产业间的讯息哦，传递的是好的知识哦，那部分就不同了，这就像蜜蜂一样的功能啊。还有没有各位有其他更好的？不是更好的，是其他动物的比方啊？孙悟空72变。好，我想各位其实都可以找寻到一个动物去类比。我提供一个动物的类型来说明业务的性格，可能各位有些同意，有些不一定同意。我常常喜欢举什么动物来比方业务呢？我常常喜欢用狼来比方动物，可能比方业务，可能各位会觉得说我这很嗜血，很暴力。业务的性格它是需要爆发力强的，它需要攻击性强的，它需要看准猎物它会有天生本能的喜悦的。他在追捕猎物的过程当中他要狠狠的把业务击倒，本它不会达到终止的。那再来，狼本身它的目标性是很明确的，它为了要活命。我常常在 interview 业务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他说：“你需不需要养家？有没有家计负担？”如果那个人跟我回答说：“我出来纯粹就交朋友的，我家里钱多的要死，就是差时间呢，无聊。”那种业务我通常不太会用。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去导引它其实这个业务很难变成是一个出色的业务。那为什么讲狼呢？我常常讲说，一般的后勤部门或节目部门制作部门比较像羊的个性。羊的个性是什么？羊的个性是在创造嘛，它是爱好和平的，天生爱好和平。虽然也有很多很贱的节目部的人员常常讲，你们要去教育客户啊，你们吃大便啊，这种生意你们也接回来干什么？一点水准都没有，一点 sense 都没有，搞得我们这个怎么做都不是。你们这些业务点是烂业务。虽然有一些羊会歇斯底里的发神经病，变成这样子可是大部分的羊都是什么？都是躲在家里想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创意。他也不管到底卖不卖，然后就告诉你这个节目下个礼拜3就要推出来，请你去找到一个 sponsor， 1200万，你就昏倒了。他丢给你以后，他没事了。所以狼与羊的差别是什么？狼是一个虽然群居，
但是他绝大多数其实是自己在养成自己的追捕技术，他对于自己的目标其实非常明确，所以我喜欢用狼的性格。我常常喜欢以前在业务部门当主管的时候，我常常讲说我要养一群狼，这群狼是要出去能够打仗的，有战力的，但是它不是关在笼子里面互咬的。如果这群狼业务人员是彼此之间只是为了在彼此争斗而已啊，那这群业务就很危险。可是如果这群业务人员没有狼的性格，你怎么会要求他做得好呢？他每天一样领薪水啊，这个月做好做坏，他反而没有荣誉感啊，他也没有自我要求的心情啊，那怎么会做好业务呢？所以这个部分是第一个 attitude 的部分 ，attitude 的部分。attitude 的部分很重要的，其实是让客户对你产生信任。我们以前常常举一个比方说，做业务一个好的业务啊，你觉得一个好的业务在什么程度之下可以判断他跟客户的关系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好得不得了了？有没有谁可以做比方？我们现在跟以前其实遭遇过的客户，其实他想出国，他可以把他的小朋友丢到业务家里去，他往来的业务家里去哦，那就表示什么？这客户对那个往来的业务其实已经产生非常大的信任感哦。那再来是什么？我们以前常常开玩笑说一个最直接的比方，如果当一个客户愿意跟你去洗三温暖的时候，愿意跟你裸诚相见的时候，去泡汤的时候，就表示客户其实已经不是把你当作业务了，当作是朋友了。可是这里面有一点要厘清的哦。如果是男的业务跟女的客户去洗三温暖，那不是信任，那是奸情哦，已经是奸情哦。好，这里面其实刚开始我们是为了做生意的目的去认识、去交往。那你的目的其实也为了达成生意。可是这里面我常常讲说，一个好的业务啊，他要去构思，去完整的去计划他的业务的动作跟他做生意的方法，但是他不能跟每个人的交往都存着算计哦，不能是算计的心理在经营他自己的人生哦。因为在业务的领域里面，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其实都是在商场的领域、在工作的领域互相结识的，到最后因为大家兴趣相投，变成很好的朋友。那中国人其实常常有一句话很对啊，很正确的，叫做先交朋友再做生意。这也是核心企业团呢，那谦冲自和、开诚立信很重要的一环。就如果他不是跟你是朋友，他怎么会放心把一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生意，甚至几亿的生意交给你呢？那你常常去比稿子或者去竞标一个案子，你会发现呢，有时最后成交与否，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特色好到哪里去啊，或者是你能够提供给客户多好的诱因呢？而是什么？而且他的老板跟你的老板原来是 match 啊，是好朋友啊，不交给你，他老板会觉得难过，交给别人他会不放心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叫 trust 嘛，信任。那这 attitude 的部分就比较难教。第二个我们来提的是说知识 knowledge， 这里面的知识包含了狭义的所谓专业的知识，你对你的公司、你的产品、你的技术是不是有足够的知识？你是不是这个业界里面的 top sales？ 卖车子你可以把整个车子翻过来翻过去，哪个螺丝钉、哪个零件你都可以说出个一番道理出来的专业的知识。一般性的知识呢，就是你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个产业，你的了解程度如何？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言语无趣的业务嘛。除了车子以外，你什么都不懂。客户跟你提，那今天陈仲谋离婚了，今天陈仲谋辞职了，对不起，他没离婚，我不是散播不明确消息啊，他辞职了，辞大法官。辞了司法院副院长，客户跟你提完以后，陈仲谋是谁？他是一个明星吗？对了，只是透露你的浅薄跟无知。所以这部分是你一般 general 的 knowledge 你也要具备嘛 ，professional 的 knowledge 你也要具备。第三个是 skill 的部分，一般我们来讲说，训练一个业务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的。
这里面包含一些基本动作。所谓基本动作的部分呢，我们常一般讲说美感。你的服装仪容如何？你电话约谈的技巧如何？你有没有做 presentation 的能力？甚至我们会要求的更仔细的是餐桌的礼仪啊，餐桌的礼仪。你跟客户坐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大口的、叮叮哐哐的？这个业务其实就是不合格的业务。你的谈判的技巧如何？那这里面当然深厚的，如果结合我们中国人的哲学说《孙子兵法》，你要了解客户的动静观瞻都能够掌握。那再来你会问高水准的问题，你会提供 win-win 的 strategy。后续的部分你还做好很好的客户的满意度的调查。你还能够针对客户产品的使用状况的部分都能够后续的追踪服务，那也就是完成什么？你下一次生意成交的机会嘛。那这个是一个业务人员养成一个重要的金三角。那这个金三角完了以后就会形成什么？形成个人风格。你的 personal 的 style 是什么？大家同样在卖一个产品，奇怪为什么老是一大堆人跟他买，不跟我买？搞不好他的个人风格在这个产品以外就凸显出来了。好，那再来我们来提业务人员的人格特质应该具备哪一些呢？当然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企图心强，脚踏实地，他的思虑要周延的，善于观察的，善于规划的，这部分就是都符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的性格。那么口齿伶俐，应变力强，服务认真。那这里面我要更提的是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人生平衡。你的人生需要什么？就像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我的第一个踏进业务的人生是为了 double pay 双倍的薪水。也在那个时候我买房子，我有这样的需求。那时候的人生目标是赚更多的钱，提早完成我的人生大梦，做千万豪宅，给家里人一个好的生活，是我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我从来不后悔，这10多年来我都达成了。可是现在我的人生目标修正了。我的人生目标是要让自己脚步放慢，欣赏周边的风景，跟不要错过了。我的父亲大概我的父亲是3年前过世的，大概他过世之前，我大概没有一个礼拜六、礼拜天能够陪他，不是在办演唱会，就是在做场上的活动。那这个是我人生最重大的遗憾。可是在这个节骨眼，相对的，我就不希望跟我的小孩子、跟我的儿子还错过的那样的遗憾，我的人生就会做修正了。不代表我不继续努力，不代表我不继续冲刺，但是我会调整那个比重，因为常常其实觉得人生其实不是零和嘛，不是选择。到了年龄越来越长了以后，它是一个比重的问题。哪有说一定要选择事业或者选择爱情？哪有一定要选择公司或者选择家庭？这从来不是一个选择题嘛，这是一个比重的问题嘛。以前9分放在工作嘛，1分放在家庭嘛，现在倒过来嘛。9分放在家庭那太重了。这至起码也4分放在家庭嘛，5分放在家庭嘛，所以那个比重的部分要慢慢的调整。那业务是一个高度压力的工作，所以相对的你的人生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的点。最重要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乎报酬需要钱用，不单钱用，谁吃饱了撑着去每天去看客户的那个臭脸，每天去听他那边跟你抱怨一大堆。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业务其实你可以看一部电影叫《登峰造极》。登峰造极不是克林伊斯威特跟那个希拉蕊死亡不是讲吗？说拳击是最违反人类性格的。为什么？因为拳击只要你要挥拳的时候，你要退后一步，拳才能挥得出去。那你拳击在面对对手打来痛的时候，你一定要迎上去，那伤害才会减到最低。因为你把他的拳头一旦出尽了以后，你反而受的利益是最大的。你要往左转的时候，你的脚一定要向右移，所有都是违反人类动作的基本的逻辑。那我看到这部电影，我深深有个感触做业务也是天生违反人的逻辑，哪有是你费尽千辛万苦讨好他还跟你讲他要再考虑，他不买。哪有说你已经讲尽好话了，他跟你讲说他现在马上要开会了，请你现在马上告辞。哪有说动不动你
提供给他已经够好的这个产品呢，他拿来跟其他产品比较起来不屑一顾的说这个真的好烂，真的好烂。哪有说你为了做成生意，其实千方百计的讨好，拿个小点心给他，他也不受感动的。所以做业务其实基本上他也在考验人的人性呢、跟你的耐力啊，你的耐力。基本上为了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忍受很多的屈辱，你可能忍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在这个部分，唯一只有什么？假如你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动机在支撑你，钱它只是其中一个点而已啊。你的使命感、你的企图心，或者是你在生意成交的时候享受同事鼓掌、长官肯定的那种虚荣，是不是能够满足你？你总得帮自己找到一个确切的可以被肯定的那个目标，要不然，其实在漫漫的业务历程当中，那是很痛苦难忍的。所以我常常讲说，做业务的人可能3年5年就是一个 cycle 了，他可能累了倦了，他就不做了。那天底下世界上最难做的业务是什么？保险的业务、直销的业务，他通常在卖的都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跟一个可能的风险而已哦。但是你要把它做得好，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哦，相当困难的。那要不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理由支撑你说你爱钱嘛，爱情细后啊，细后就要忍耐啊，这是一个目标嘛。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天生虚荣嘛，你喜欢变成一个超级业务员嘛，到处受人肯定嘛。就好像那个安利直销啊，这是好多那个直销产品的，我去参加，常常讲那种烂理论，说一只青蛙，这样放在冷水里面，然后你慢慢加温它觉得好快乐，悠哉悠哉的游，然后你慢慢加热以后，它还是不会跑，因为它太满于现状了，太安于这个环境了，然后把它再煮热一点，它想逃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开始呼救，接下来水沸腾了，变成一锅青蛙汤，你们都是那些青蛙，那最后结论一定是这样子啊。你们要改变你们的事实，真的很多人在那个情境里面是受到感动了，觉得自己过去的人生简直是乱七八糟，从此以后要成为下线，成为小老鼠，去开创他自己的人生。同样的，在业务的生涯过程当中，其实他真正你享受欢愉的时候啊，享受喝彩的时候，都只是在那一瞬间了。可是前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辛苦备至啊。甘苦不能摘啊，不能够每天偷偷擦眼泪。好，但这个是所谓的业务人员的人格特质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业务，他需要承担哪一些部分的工作呢？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开发客户，拜访客户，他要去做简报，去做提案，他要示范他的产品的用途，包括我们自己做电视的，我都要示范我有哪些产品，我有哪些节目是好看的，协调、销货、验收，收款。我们常常讲说，任何一笔生意做成钱没有收回来都不叫做做成生意的啦，一定要钱真正已经汇到公司的账户里面，才真的叫做做生意那再来协调售后的服务，维持客户的满意度，那处理客户的抱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客户如果要臭骂，通常都是骂业务公司的人都会躲得远远的，要你出面去处理，达成公司规定的业绩目标。遵循公司的销售政策以及纪律，那再来是维持公司的产品形象了。你绝对不能带年轻的女生去 motel， 这就违反了公司的形象了。那例行报告，你必须要很 routine 的跟公司来做一个汇报。再来，业务是公司最重要的耳目特务，他必须要把市场的讯息第一线的传递回来，所以市场的所有情报的部分，业务有义务也有责任要把它给收集回来，传递给公司。那最后我们举几个例证就是所谓的业务开发计划的一些范本。这里面因为所举的例证里面比较多的是跟传播媒体业比较有关联的，可能各位有一些在产业界的朋友可能不一定那么合用，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我提的几个年度的提个几个范本的部分。第一个是年度计划，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年度计划，你看年度合约通常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年度合约就是1月份到12月份叫年度合约嘛，年度合约。可是各位注意一下年度合约是什么时候要完成的？那
打那个米字号的部分是要完成的时间哦。一年度的年度合约，各位看是在9月、10月、11月就已经要预先完成了，也就是在一年的第4季，其实你已经要完成隔年的年度计划哦，你的 annual plan 哦，这个是年度计划。季节性的产品哦，我们举个比方哦，夏季台湾正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7、8、9月嘛，最热的时候嘛，对不对？有时候热到10月去嘛。那你要卖夏季性的商品，你应该是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卖？这里面各位告诉我，几月开始要卖夏季型的商品？夏季商品啊？2月、3月、4月哦，2月、3月、4月哦。各位有没有看过冷气机的广告？什么时候最有效？最有效？过年的时候打冷气机的商品送你电暖气最有效啊！全部的人都没在做广告，就只有我在做广告啊，不是吗？如果那时候我还能够降价个1000块、2000块，你不趁着夏天还没来之前，你先把冷气装好啊，不是吗？所以业务销售其实必须要有比别人过人一等的敏锐程度，跟提前去做准备的功夫，你才能够做好业务的嘛，不是吗？你看冬季型的商品是什么？真的大冷的时候，12月而已，你8、9、10大家都在穿着短裤、穿着 T 恤的时候，对不起，你已经要去开始卖冬季的大衣了，开始要去卖鹅毛被了，不是吗？那不然你的生意的契机怎会比别人更超前呢？比别人更前面呢？哦，那这个部分的年度计划给各位一个方向，跟可能一个启发，是所有你的动作都必须要跑在你的同业之前，跑在这个季节来临之前。你中秋节前1个礼拜你卖月饼，卖给谁吃啊？该买的都买了，不买的也不买了，你月饼就留着自己吃吧，不是吗？新客户的开发表，这里面其实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的是说，在每一个 new client 的部分呢，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好的管理。这里面包含当然最基本的客户名称啦、预算金额啦、执行的日期以外，最重要的是像你的目标市场、目标族群、竞争品牌哦，预计执行这个 campaign 以及行销计划的这个时间哦，这是一个新客户开发表的一个范例。再来这个部分我们叫做 DMU 啊，就是所谓的 Client Decision Maker 的 Unique， 就是一个客户当他在决策一个生意是否执行，或者是他真正决策的关系人，他重要考量的点在哪里？那除了我们刚才所提的说让客户规划预算传媒以外，就包含了像他的一些主要的行销活动啦，他的一些主要的观众以及主要媒体别的选择等等啦，这里面就是一个客户当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有哪一些象限会跑到他的脑海当中，会构成他重要在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哦。那再来，这里面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新客户的开发流程跟内部的分工表，也就是说你在准备，比如说在准备开发一个客户的时候，你的准备阶段 ，sales 要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你的后勤单位要帮你做什么事情，在提案的阶段，在合约签订的阶段，在执行的阶段，在 close 结案的阶段，你分别有哪些工作是你必须要准备好，必须要去完成的。好，那这里面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外商公司的经常在评估所谓的业务表现好与不好的一个叫做 key performance 的 in this case， 就是指的是说你在各种象限里面呢，比如说举个比方说，你的单价的部分要把它提升上来，你的 performance 才会好嘛。可是相对的就是说，你的什么，你的一些产品的不良率啦，以及产品的瑕疵啦，你要减少，可能你的整体表现才会好。你对前10名的 top 10的 client 的依赖程度要越低，你第11名到第20名的 client， 你的依赖程度要越高才会越好。为什么？这就培养你第2级的客户的，在你的整体的业绩的占比里面，你的 total 的 performance 才会更好嘛。这是第3个。那最后一个我想让各位分享的2篇文章啊，就是你还在扼杀成交机会吗？另外一个是超级业务员为什么不能是超级的业务主管？
这2篇文章其实各位可以趁着课后在这个有时间再详细的看。那其实它里面最主要的提的是一个，像你在扼杀成交机会吗？其实提供的是一个所谓业务人员呢，他一般惯常的惰性，跟一些既定的成见在主导你，也就我们常讲的说，其实业务不是被别人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那这里面是一个那个销售自杀的那个作家那个贝尔马菲所写的一个文章，他常常讲，你看这个部分不是完全是客户业务的心声吗？这个客户太难搞了，大概没有什么机会，不用再试了呗。先把资料准备好再说，等有机会再打电话吧。依照过去的经验，这个状况是没有成交的可能性的。那这里面也提到说，业务常有的心理是，反正对方会拒绝嘛，所以我不用再试了。准备到最好我再上场，结果一直都还没准备好，又不是我的错，这部分不是客户的错，就是他老婆的错啊，干我什么事？不能怪我啊，我已经尽力了。更重要的心态是非要达到一定的业绩数字不可的这个心态。在里面也其实有很好玩的，他问了10个，说你是否犯了成功厌恶症？这部分各位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测试，好，是不是你也是一个扼杀成功机会的人？那再来，各位其实未来其实都有机会变成是一个主管，不管你是业务部门的主管，还是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那未来其实在统御你的业务部门的时候，经常犯的一个毛病是说，好的出色的业务员呢，等他变得业务主管以后都变了。为什么？这个业务员其实他以前在开发客户的时候是攻无不胜，战无不克，所以他把每个人都当作他一样的神奇超人，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标准加注到别人身上，所以属下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就会说你是笨蛋，做不好，我来做，我示范给你看。就下面的就觉得，那你这么行，干脆你来做好了，每件事情都你来做好了，你很强嘛。那他也不会体恤部属，他也不会去创造整个 teamwork 的概念。我们常常讲说，一个好的业务主管当他脱离了超级业务员的范畴以后他必须要具备有点石成金、数豆成兵的功力，是把10个、100个、千万个平凡的人训练成跟他一样。那这个里面其实重要的是什么？你是要变成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加油手，一个鼓励的人，而不是事事站在自己第一阵线上面。你再怎么强，你就是做100万的生意嘛，做1000万的生意嘛。可是如果你培养10个跟你一样的人，你可以做1亿的生意，可以做10亿的生意。那这一篇是跟大家共勉的。这个时间上课其实有点辛苦，对你跟对我都一样啊。我勉强在半路请计程车司机停车，让我买一块面包。他还求我说：“你要吃面包，你那不在面包店买？”我说我怕时间太赶，等一下你车到了我还没吃完，所以我看到便利商店就买了哈。不过很高兴跟各位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一堂课叫电视广告赏析哈。那我目前是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的特助，那之前我是节目部经理，在之前我是在英泰广告，从学校毕业当兵回来，就在这家公司做了20年的广告，做到执行副总。那我是艺专广播电视科毕业，
那我的最大的幸运是，我想做的2件事，在我50岁的时候全部实现。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电视台，啊，可是各位了解，在民国我是66年67，大概67左右啊，那时候只有3家电视台，要进入电视台工作是相当的困难啊，不像现在媒体那么的多。那我的第一志愿要进入台视，那时候就想进入台视，结果呢？很多的等待，没有那个机会，我就选择我的所谓的第2志愿，就广告。那一做就做了20年。那今天不是讲电视，但是讲广告，其实这2个有相通。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电视广告赏析啊，我想从中文字上来讲，赏跟析这2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赏，闽南话听不懂的请举手。OK， 感谢哈，因为有时候会穿插一下，啊，因为赏啊，欣赏啊，赏，这个赏基本上是比较感性的。比如说，人家问你说，你觉得这个广告怎么样？哇，你可以讲一堆。就像如果人家问你说，现在哪一个节目怎么样？你可以讲一堆。可一堆话里头，到底你有没有讲到重点？有没有讲到所谓专业的话？还是说你讲的是普通话？那差别在哪里？在析，分析，析是理性的。所以电视广告赏析，我看一下这个课程有2堂课，我在前面还有一个那个，各位请问，第2堂课有一位老师吴锦江，对不对？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看你们的那个上课表，你们没有上课表吗？啊，对不起哈。因为如果是那个吴老师，他是非常优秀的广告人，他是做设计出身的。那我不了解，我只是确定的说，因为他是创意出身，那我是从业务 base 基本上跟策略面会比较有关系，所以我会从今天的课程里头，我们有3个钟头哈，有3个钟头，我不晓得能不能撑3个钟头，没有我们就等一下开同乐会，啊，唱卡拉 OK 把它唱到3小时结束，也不用付钱哈。这部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会先从你今天要进入一个电视广告的欣赏之前，你要做什么基本功，也就是说，要先看门道，再看好不好。门道你要先看得懂啊，你要知道说，这个广告片重点是在讲啥。那你要先看得懂，你看不懂，你只说你看这个片子拍得好炫哦，你看女主角好漂亮哦，这风景好美哦。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一堂课，你讲这个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句话你妈妈也会讲，你的朋友也会讲，就叫普通话，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讲。可是当你要去讲说这个点，我觉得这是差异化的广告影片。我这个片子，我认为我的卖点是在做哪一个切入？我这是一个主张性的广告，还是一种印象性的广告？你本身是有这个逻辑性，那这个就是门道。门道看懂了，再看好不好？我想这是今天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的结束之后呢，各位可以分享我在这个过程的一点点的体会。那在我说明今天的一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各位有任何的意见，你只要举手，打断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听不下去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广告家我都听不，你弟弟讲，那我觉得也很难过，因为我一直讲，就看你一直点头，那就是辛苦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随时可以举手，没有问题。我想今天我们是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好，刚刚讲的门道门道就是门里面有一条缝你可以看得到叫门道。Do right，do right， 把一件事情做对就是策略。那我想下面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太多的人随时会把策略挂在嘴边，说我觉得你这个策略怎么样？我觉得你的策略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各位有兴趣，你有一天跟你同事也好，你朋友说，他有一天在跟你讲说，我干嘛我们这个策略应该要怎么做？你就停下来，对不起，请问一下什么叫策略？他会想好久。策略，他想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做过整理。这句话你要记下来。策略
就是达成目标、达到目标所采行的有效方法。方法叫做策略，所以这只是一个叫做专业用语，一个叫做我们运用的语言。那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说非常的重要？不要说今天各位今天坐在这里，其实在广告公司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同仁，其实每一天到晚在讲策略，结果他提出的那个就不叫策略，你了解我意思吗？他懂那个策略啦，这两个字他懂，可他不懂他提出的这个东西叫做策略。策略就是方法。比如讲，我现在没钱，然后我想要有钱，我要安怎？你甲讲策略，你就爱偷嘛是策略的方法嘛。你现在甲刷卡，学卡神，跟他刷到后你，然后什么协商你也不要理他，把他躲起来，这叫方法。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各位要先清楚，在所有的分析过程里头，策略是摆在最重要的。经常我们会讲说 ，do right and do better， 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对的时候呢，你起码立在不败的地方，立在不败的地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各位现在每一天看到蓝牛，这个蓝牛有蓝牛熊，有棒球，有这个那么多的一个店，可能在座有很多人也穿过蓝牛的鞋子。但是我跟各位报告，蓝牛这个商品在英泰广告，我现在有4个同事在蓝牛公司上班，这个商品完全是策略上导引成功。各位了解蓝牛怎么起来的吗？蓝牛这个商品的老板刘保佑，各位在有时候媒体会看刘保佑，这个人是了不得，但是他今天走入这个行业是阴错阳差，因为呢，朋友倒了他的一笔债。结果呢？拿什么底？拿越南有一间工厂，那个工厂叫做鞋工厂，箱底。可这个刘董事长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外销电风扇啦、铅笔、圆珠笔啦，是所有的一种所谓玩具类型的东西。他在销这个，尤其是墨西哥这个路线，南美做得不错。但是他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怎么办？要生产。要生产的时候呢？各位，如果我讲了，你就会很了解。克拉克的鞋子有没有人穿过？男生，克拉克可能没有。克拉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牌子叫克拉克。克拉克的鞋子在台湾是有名的，是讲叫做穿起来很轻松如果你出国那时候买一双4000至5000啦，大概是这个行情啦。蓝牛就是不要仿工仿嘛，就参考这个克拉克的鞋子，可是他定了一个价位的策略，就定在说它的下面，所以蓝牛刚开始卖的时候，大概1900到2500之间，现在蓝牛贵多了啦那时候第一家广告公司叫华茂，做了这个广告。各位了解如果你们有穿过蓝牛的鞋子或克拉克这种鞋子最丑的就是外形，对不对？楦头一定要宽，皮底很厚，然后拱拱几箱。结果呢，华茂广告跟他做的广告，各位就知道是怎么做吗？他说这是来自意大利，有意大利的风格，穿起来轻盈柔软。那广告片拍得非常的美，200万拍，也不错的广告会有那个广告投资额。1年以后，蓝牛花了2500万的广告费挂掉，没效啦。我想要跟你讲的就是拍得很美就很better嘛，看得很漂亮，然后2个人荡秋千很轻盈。刚好有一个机缘，英泰广告跟这个蓝牛公司呢，就老牛皮这个碰面。我们研究的这个鞋，刚好我们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做过克拉克。我们研究完了以后，我们认为这是定位的问题，我们就提出一个叫做机能鞋的概念。我讲这3个字，各位就恍然大悟。现在蓝牛就是在卖机能鞋。现在所有广告所主张的什么老师穿的、护士穿的、什么警察穿的，什么都是同一个概念。当时我们里面有一个中心轴，就是说谁是站着最久的，谁是走最多路的，那就是要穿这个鞋的人。了解吗？就一个策略上的定位，改变了蓝牛这个整个品牌。短短8年的时间，蓝牛现在1年是卖50万双的鞋子，
全省的直营，各位了解，蓝妞没有加盟通路哦，300多家全部直营，又推出蓝妞 Lady， 又推出一个什么Puffy 还是什么，它现在有3个品牌。今天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一个策略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举一个很简单，在第二半段的时候，我给各位看的这个影片哦，对各位来讲哈，尤其各位很多可能是7年级的，还有可能是6年级的。不过如果你6、7，你会看到说，哦，这片是当时的安尼，但是哦，我要跟你讲，这是有效的，就是说目前还活在市面上。当时都是因为某一种的机缘，就是策略上的问题，策略上的改变而成功的。我想各位要学的是这个。如果要看漂亮的广告影片，今天晚上回去看，每一台都有哦。所以在这里先跟各位做策略的一个说明，好不好？我刚刚讲 beta， 这个 beta 就有一点难了哈。我在广告公司服务，后来到电视台。都同样有这么一个体会，然后讲什么人会当做功格？经常人家问说，这人哪这巧？你想要做功格？然后到电视台说，这人哪这个演戏？我跟你讲，都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个这个部分我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话，8成是天生，2成是后天。但是呢，策略的部分呢，你可以先天打底，后天失调还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创意的问题，这个很难讲啊。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提到说创意有什么方法，那个方法是给各位抄的哈。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是说，当你有一定要做创意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放在旁边说，以前上课听过创意有很多方法，一个叫水平思考法，一个叫垂直思考法。那我就模拟想一想，什么叫水平？这个事情那个叫水平，这是要给你做 checkpoint 的用的，你不可能背起来的。创意没有办法用背，这人有想你想无，就是伊较高啦，你较含慢，就是安尼。所以在第二部分什么好不好？这个部分我跟各位讲，我祝福各位，就是说天生你有这条筋，那就会做得很好。那如果没有，不要勉强，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命啊，无法度改的代志运会当改的，命袂改的所以就是创意的思考力跟创意的执行力，这2件事情就是决定创意做得好不好。那你会讲说，吴先生，你讲话做悲观的，我今日听几波，看我命真歹的款，不是安尼。在广告公司的人员有分几类，我们光业务就分成是 account planner、account executive， 还有 account runner。你不要去对他们的名片上面不会写 account runner 你知道意思不？跑腿的。你说跑腿的重不重要？重要啊，因为有人不会跑腿啊。光一个事情跑到对方说，老板说，你这个稿子这个字太大了，拿回去改。是，我拿回去改。然后他就回来跟创意讲说，那个老板说这个字太大了，你改小一点改好了再拿回去，这叫 runner。有人就是适合做这个。有人说有一个名词是 account handling， 说 handling 是吧？处理 KO 做搞的 ，KO 买鞋陪去买鞋，KO 要去沙龙陪去沙龙 ，KO 要创啊都陪 handling 的很好。那有一种是 account executive 很好，执行力很高。还有一个叫 account planner，account planner 就是说他可能客户人缘很差了，runner 也做不好了，然后 handling 也不会了，啉酒不要，但是他 planner 很厉害，就是说他把整个策略面做得很好。所以各位讲，在这么多的领域中，你自己想，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不要想要全吃了，当然能全吃最好我不是说不行但是不要那么的。就说我已经哪一个领域都可以不见得。但是呢，这个部分我是讲一个很肺腑之言的话，就是说，你了解你自己，我也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就好了。说，在整个的部分，我擅长在哪一个部分，我在专注这一块。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以为广告公司的人都很会做简报，广告公司不会讲话的人很多，也很多，所以。我们里面有一堂课叫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skill，
以我们的同学上去上课的时候皮皮唰。我们以前有一堂课是3天的课程，第1天叫同仁做5分钟的简报，讲完以后，我们各位同仁就给他们一个叫做没有给负面的，就是说还有什么要改善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哦，还有你好在哪里，这是第1堂课，每一个人都讲。讲完以后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3天的课程，最后教你怎么叫 eye contact， 怎么看人，哦，男女朋友眼睛怎么样触电，怎么样走位，怎么样去移位，怎么样做 pay attention， 这些所有的训练完毕3天，最后1堂课再做你5分钟的简报。做完的时候我没有夸张，在印代广告我们做到我离开，我做的同仁都哭啊，感动啊，因为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录影起来，让你看这短短3天你的改变。你在前面讲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摸，跟牛该背去，要不就一手不自觉的这样抖动，都会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信心。哎，董事长在这边，我想各位如果在座有很多同仁在公司都会做简报，做简报的时候，你眼睛是要看着同仁的。如果说这个人是付钱的，我要看你有没有在笑。你如果有在笑，我就觉得你大概是同意。哎，如果说你没有，我就会紧张。哎呦，这是付钱的都没反应，啊，是不是有在困？如果在困，我来讲啊，你懂？不晓得你对我刚刚讲的，没坏，哈，各讲，这就是技巧。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部分也是天生的，加上后天的一种训练，所以在这里面两者策略跟创意之间，我个人跟各位的分享就是说，策略学习是可以的，创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那条筋呐，就用你的命啊，那有法到家你的体会就较多了哈。人咧讲的，上人咧讲的，你就听有了哈。老师咧讲，你拢有咧听，你就听有，阿彪就听无哈。好，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哈，反正各位都有档案听就好了哈。今天各位也不用抄。策略形成的思考逻辑，经常我们在讲说啊，策略要怎么想，怎么想出策略了，哇，就想得很。今天各位只要记得这几个，所有的事情，不管你今天是做电视，你今天做广告，你做任何的东西，只是名词不同，流程是一样的。就像说，我举一个例啊，很多的名词，比如说我们家讲说卖点 （selling point）， 这个 selling point 有人讲 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也有人叫 communication strategy， 哦，名字就多了，这是各派讲法，但是他都在讲说你要说什么，对不对？所有的决定传播最后的源头都会决定说你要说什么，你说的内容是什么，才有 how to say 嘛。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第一个你要做的，当你进行一个逻辑的时候，你进行第一段的就是说 Where are we and why are we there？ 这个部分在做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做这任何的思维，比如说人家问你说，如果我们8点档要来拍一个武侠剧好不好？哦，你如果要用普通话回答，那太容易了。哦，赞啊！哦，武侠今晚都没人拍武侠绝对对的，安尼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也可以更逻辑的去说明，按照Where are we？比如说现在目前8点档的状况，这2-3年来8点档的状况，收视率分析的比较，等，最后我觉得是现在拍武侠剧是 OK 的，一样是一个逻辑。所以 Where are we and why are we there 就是在做 background 的分析，你的背景的分析。当你分析完毕了以后，会看到什么？看到现象嘛，你一定会有现象嘛。这个现象出现了以后，那怎么办？这个时间上课其实有点辛苦，对你跟对我都一样啊。我勉强在半路请计程车司机停车，让我买一块面包。他还求我说：“你要吃面包，你哪不在面包店买？”我说我怕时间太赶，等一下你车到了我还没吃完，所以我看到便利商店就买了哈。不过很高兴跟各位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一堂课叫电视广告赏析哈。
那我目前是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的特助。那之前我是节目部经理，在之前我是在英泰广告，从学校毕业当兵回来，就在这家公司做了20年的广告，做到执行副总。那我是艺专广播电视科毕业。那我的最大的幸运是，我想做的2件事，在我50岁的时候全部实现。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电视台，可是各位了解，在民国我是66年67，大概67左右啊。那时候只有3家电视台，要进入电视台工作是相当的困难不像现在媒体那么的多。那我的第一志愿要进入台视，那时候就想进入台视，结果呢，很多的等待，没有那个机会，我就选择我的所谓的第2志愿，就广告。那一做就做了20年。那今天不是讲电视，但是讲广告，其实这2个有相通。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电视广告赏析我想从中文字上来讲，赏跟析这2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赏，闽南话听不懂的请举手。OK， 感谢因为有时候会穿插一下因为赏欣赏赏，这个赏基本上是比较感性的。比如说人家问你说，你觉得这个广告怎么样？哇，你可以讲一堆。就像如果人家问你说现在哪一个节目怎么样，你可以讲一堆。可一堆话里头，到底你有没有讲到重点？有没有讲到所谓专业的话？还是说你讲的是普通话？那差别在哪里？在析，分析，析是理性的。所以电视广告赏析，我看一下这个课程有2堂课，我在前面还有一个各位请问，第2堂课有一位老师吴锦江，对不对？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看你们的那个上课表你们没有上课表吗？对不起因为如果是那个吴老师，他是非常优秀的广告人，他是做设计出身的。那我不了解，我只是确定的说，因为他是创意出身，那我是从业务 base 基本上跟策略面会比较有关系，所以我会从今天的课程里头，我们有3个钟头有3个钟头，我不晓得能不能撑3个钟头，没有我们就等一下开同乐会唱卡拉 OK 把它唱到3小时结束，也不用付钱这部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会先从你今天要进入一个电视广告的欣赏之前，你要做什么基本功，也就是说要先看门道，再看好不好。门道你要先看得懂你要知道说这个广告片重点是在讲啥。那你要先看得懂，你看不懂，你只说你看这个片子拍得好炫你看女主角好漂亮这风景好美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一堂课，你讲这个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句话你妈妈也会讲，你的朋友也会讲，就叫普通话，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讲。可是当你要去讲说这个点，我觉得这是差异化的广告影片。我这个片子，我认为我的卖点是在做哪一个切入？我这是一个主张性的广告，还是一种印象性的广告？你本身是有这个逻辑性，那这个就是门道。门道看懂了，再看好不好？我想这是今天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的结束之后呢，各位可以分享我在这个过程的一点点的体会。那在我说明今天的一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各位有任何的意见，你只要举手，打断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听不下去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公告家我都听不，你弟弟讲，那我觉得也很难过，因为我一直讲，就看你一直点头，那就是辛苦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随时可以举手，没有问题。我想今天我们是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好，刚刚讲的门道门道就是门里面有一条缝你可以看得到叫门道。Do right，do right， 把一件事情做对就是策略。那我想下面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太多的人随时会把策略挂在嘴边，说我觉得你这个策略怎么样？我觉得你的策略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各位有兴趣，
你有一天跟你同事也好，你朋友说，他有一天在跟你讲说，我干嘛我们这个策略应该要怎么做，你就停下来，对不起，请问一下什么叫策略？他会想好久，策略，他想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做过整理。这句话你要记下来，策略就是达到目标所采行的有效方法，方法叫做策略。所以这只是一个叫做专业用语，一个叫做我们运用的语言。那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说非常的重要？不要说今天各位今天坐在这里，其实在广告公司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同仁，其实每一天到晚在讲策略，结果他提出的那个就不叫策略。你了解我意思吗？他懂那个策略啦，这两个字他懂，可他不懂他提出的这个东西叫做策略。策略就是方法。比如说，我现在没钱，然后我想要有钱，我要安怎？你甲讲策略，你就爱掏嘛是策略的方法嘛。你现在甲刷卡，学卡神，跟他刷到后你，然后什么协商你也不要理他，把他躲起来，这叫方法。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各位要先清楚，在所有的分析过程里头，策略是摆在最重要的。经常我们会讲说 ，do right and do better， 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对的时候呢，你起码立在不败的地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各位现在每一天看到蓝牛，这个蓝牛有蓝牛熊，有棒球，有这个那么多的一个店，可能在座有很多人也穿过蓝牛的鞋子，但是我跟各位报告，蓝牛这个商品在英泰广告，我现在有4个同事在蓝牛公司上班，这个商品完全是策略上导引成功。各位了解蓝牛怎么起来的吗？蓝牛这个商品的老板刘保佑，各位在有时候媒体会看刘保佑这个人是了不得，但是他今天走入这个行业是阴错阳差，因为呢，朋友倒了他的一笔债，结果呢拿什么抵？拿越南有一间工厂，那个工厂叫做鞋工厂相抵。可这个刘董事长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外销电风扇啦、铅笔、圆珠笔啦，是所有的一种所谓玩具类型的东西。他在销这个，尤其是墨西哥这个路线，南美做得不错。但是他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怎么办？要生产。要生产的时候呢，各位如果我讲了，你就会很了解。克拉克的鞋子有没有人穿过？男生，克拉克可能没有。克拉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牌子叫克拉克。克拉克的鞋子在台湾是有名的，是说叫做穿起来很轻松如果你出国那时候买一双4千至5千啦，大概是这个行情啦。蓝牛就是不要仿工仿嘛，就参考这个克拉克的鞋子，可是他定了一个价位的策略，就定在说它的下面，所以蓝牛刚开始卖的时候大概1900到2500之间，现在蓝牛贵多了啦那时候第一家广告公司叫华茂，做了这个广告。各位了解如果你们有穿过蓝牛的鞋子或克拉克这种鞋子最丑的就是外形，对不对？楦头一定要宽，皮底很厚，然后拱拱几箱。结果呢，华茂广告跟他做的广告，各位就知道是什么做吗？他说这是来自意大利，有意大利的风格，穿起来轻盈柔软。那广告片拍得非常的美，200万拍，也不错的广告会有那个广告投资额。1年以后，蓝牛花了2500万的广告费挂掉，没效了。我就要跟你讲的就是，拍得很美就很better嘛，看得很漂亮，然后2个人荡秋千很轻盈。刚好有一个机缘，英泰广告跟这个蓝牛公司呢，就老牛皮这个碰面。我们研究的这个鞋，刚好我们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做过克拉克。我们研究完了以后，我们认为这是定位的问题，我们就提出一个叫做机能鞋的概念。我讲这3个字，各位就恍然大悟。现在蓝牛就是在卖机能鞋。现在所有广告所主张的什么老师穿的、护士穿的、什么警察穿的，什么都是同一个概念。当时我们里面有一个中心轴，就是说谁是站着最久的，
谁是走最多路的，那就是要穿这个鞋的人，了解吗？就一个策略上的定位，改变了Lanew这个整个品牌。短短8年的时间，Lanew现在1年是卖50万双的鞋子，全省的直营，各位了解，Lanew没有加盟通路哦，300多家全部直营，又推出Lanew Lady， 又推出一个什么Puffy 还是什么，它现在有3个品牌。今天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一个策略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举一个很简单，在第二半段的时候，我给各位看的这个影片哦，对各位来讲哈，尤其各位很多可能是7年级的，还有可能是6年级的。不过如果你6、7，你会看到说，哦，这皮是当时的安尼，但是哦，我要跟你讲，这是有效的，就是说目前还活在市面上。当时都是因为某一种的机缘，就是策略上的问题，策略上的改变而成功的。我想各位要学的是这个。如果要看漂亮的广告影片，今天晚上回去看，每一台都有哦。所以在这里先跟各位做策略的一个说明，好不好？我刚刚讲 beta， 这个 beta 就有一点难了哈。我在广告公司服务，后来到电视台。都同样有这么一个体会，然后讲什么人会当做功格？经常人家问说，哦，这人哪这巧？你以前那做功格？然后到电视台说，哇，这人哪这个演戏？我跟你讲，都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个这个部分我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话，8成是天生，2成是后天。但是呢，策略的部分呢，你可以先天打底，后天失调还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创意的问题，这个很难讲啊。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提到说创意有什么方法，那个方法是给各位抄的哈。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是说，当你有一定要做创意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放在旁边说，以前上课听过创意有很多方法，一个叫水平思考法，一个叫垂直思考法。那我就模拟想一想，什么叫水平？这个事情那个叫水平，这是要给你做 check point 的用的，你不可能背起来的。创意没有办法要背，这人有想你想无，就是伊较高啦，你较含慢，就是安尼。所以在第二部分什么好不好？这个部分我跟各位讲，我祝福各位，就是说天生你有这条筋，那就会做得很好。那如果没有，不要勉强，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命啊，无法度改的代志啊，运会当改，命袂改啊，所以就是创意的思考力跟创意的执行力，这2件事情就是决定创意做得好不好。那你会讲说，吴先生，你讲话做悲观的，我今日听规波，看我命真歹的款，不是安尼。在广告公司的人员有分几类，我们光业务就分成是 account planner、account executive， 还有 account runner。你不要去对他们的名片上面不会写 account runner 啊 ，runner 你知道意思不？跑腿的。你说跑腿的重不重要？重要啊，因为有人不会跑腿啊。光一个事情跑到对方说，老板说，你这个稿子这个字太大了，拿回去改。是，我拿回去改。然后他就回来跟创意讲说，那个老板说这个字太大了，改小一点啊，改好了再拿回去，这叫 runner。有人就是适合做这个。有人说有一个名字是 account handling， 说 handling 是吧？处理 KO 做搞的 ，KO 买鞋啊，陪去买鞋啊 ，KO 要去沙龙陪去沙龙 ，KO 要创啥拢陪 ，handling 的很好。那有一种是 account executive 很好，执行力很好。还有一个叫 account planner，account planner 就是说他可能客户人缘很差了，runner 也做不好了，然后 handling 也不会了，啉酒也不要，但是他 planner 很厉害，就是说他把整个策略面做得很好。所以各位讲，在这么多的领域中，你自己想，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你不要想要全吃了，当然能全吃最好哦，我不是说不行哦，但是不要那么的。就说我已经哪一个领域都可以啊，不见得。但是呢，这个部分我是讲一个很肺腑之言的话，就是说，你了解你自己，
我也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就好了。说，在整个的部分，我擅长在哪一个部分，我在专注这一块。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以为广告公司的人都很会做简报，广告公司不会讲话的人很多，也很多。所以我们里面有一堂课叫 presentation 哦 ，presentation skill。以我们的同学上去上课的时候皮皮抓。我们以前有一堂课是3天的课程，第一天叫同仁做5分钟的简报，讲完以后，我们各位同仁就给他们一个叫做没有给负面的，就是说还有什么要改善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哦，还有你好在哪里，这是第一堂课，每一个人都讲。讲完以后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3天的课程，最后教你怎么叫 eye contact， 怎么看人，哦，男女朋友眼睛怎么样触电。怎么样走位，怎么样去移位，怎么样做 pay attention， 这些所有的训练完毕3天，最后一堂课再做你5分钟的简报。做完的时候我没有夸张，在印代广告我们做到我离开，我做的同仁都哭啊，感动啊，因为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录影起来，让你看这短短3天你的改变。你在前面讲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摸，跟牛该被去，要不就一手哦，不自觉的这样抖动。都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信心。哎，董事长在这边，我想各位如果在座有很多同仁在公司都会做简报，做简报的时候，你眼睛是要看着同仁呢。如果说这个人是付钱的，我要看你有没有在笑。你如果有在笑，我就觉得你大概是同意。哎，如果说你没有，我就会紧张。哎呦，这是付钱的都没反应，啊，是不是有在困？如果在困，我来讲啊，李董，不晓得你对我刚刚讲的。没坏，好，各讲，这就是技巧。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部分也是天生的，加上后天的一种训练。所以在这里面两者策略跟创意之间，我个人跟各位的分享就是说，策略学习是可以的，创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那条筋啊，就用你的命啊。那有法到这你的体会就较多了哈，人咧讲的，上人咧讲的，你就听有了哈。老师咧讲，你拢有咧听，你就听有；阿彪就听无哈。好，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哈，反正各位都有档案，听就好了哈。今天各位也不用抄。策略形成的思考逻辑，经常我们在讲说啊，策略要怎么想，怎么想出策略了，哇，就想得好。今天各位只要记得这几个。所有的事情，不管你今天是做电视，你今天做广告，你做任何的东西，只是名词不同，流程是一样的。就像说，我举一个例啊，很多的名词，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卖点 （selling point）， 这个 selling point 有人讲 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也有人叫 communication strategy。名字就多了，这是各派讲法。但是他都在讲说你要说什么，对不对？所有的决定传播最后的源头都会决定说你要说什么，你说的内容是什么，才有 how to say 嘛。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第一个你要做的，当你进行一个逻辑的时候，你进行第一段呢，就是说 Where are we and why are we there？ 这个部分在做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做这任何的思维，比如说人家问你说，如果我们8点档要来拍一个武侠剧好不好？你如果要用普通话回答，那太容易了。赞啊！武侠今晚都没人拍武侠绝对对的，安尼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也可以更逻辑的去说明，按照Where are we？比如说现在目前8点档的状况，这2、3年来8点档的状况，收视率分析的比较。最后我觉得是现在拍武侠剧是 OK 的，一样是一个逻辑。所以 Where are we and why are we there 就是在做 background 的分析，你的背景的分析。当你分析完毕了以后，会看到什么？看到现象嘛，你一定会有现象嘛。这个现象出现了以后，那怎么办？把它放在那里吗？你总是有处理的，到底是要相信它，要处理它。现在那个华骨山是什么大师？圣元对不对？圣元嘛哈，他现在有几句话，他面对他，处理他还是放下他？
大概是这样了哈。因为最近忧郁症很多嘛，他就是面对，我记得是面对处理然后放下。我觉得我有注意，我这边我没有记得那么详细。如果各位有他的那个入门的，我就很抱歉。但是我是讲说他讲得很好，他有4句话，其实前面都很积极的，就说你面对了要处理，不是不处理哦，但处理不了你就不要扛在身上啊。扛在身上，因为你还是处理不了，那你就转个弯嘛，就是放下它。大概意思是这样。今天一样，当你背景分析出现了，就比如说出现了以后，你假设我现在讲到某一个品牌里面有出现一个现象说，我们的消费者，大哥这边也可以做，好，小心的那个口沫横飞，如果喷到你就稍微体谅一下哈。好的。我刚刚讲到哪里？不是之前那一段啊，我要讲一个例子，背景对，话说出贼啊，我是要刚刚讲一个例子是吧？好对，对，抱歉，这个对你们有点抱歉。对，没关系，因为我刚刚跳掉了，没关系。好，我想讲会之后回来，就是说，今天在背景的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那问题本身，我刚刚举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哈，现在比如说你有一个产品，我现在随便举一个例子啊，Benz 汽车，survey 出来之后，有一个现象说，消费者觉得它太贵了，所以有一个白目的产品经理说，太贵了。我们一定要降价，有没有白目？那个地方，所以我要讲的最后的结论，不是每一个你都要解决不是啊。我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各位在外面现在看到一个品牌叫 Kiwi， Kiwi， 有一只小鸟那个叫 Kiwi， 这个品牌是新加坡的，然后在澳洲做鞋油很有名叫 Kiwi。以前我做过这个品牌的那个洗衣精。各位了解洗衣精在台湾的外包装，如果日系的全部是淡蓝色的，如果是美系的，像那个太子有没有，都是那个橘色的。那因为我们这个客户是所谓走那一系的，所以它叫橘色包装。然后呢，我们就做2场叫 group interview， 就消费者团体焦点讨论，出现了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消费者觉得包装要改，因为呢，橘色看起来太脏了，蓝色看起来才会清洁。你知道我的老板台湾的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讲什么吗？用汉信，不用理他，不用理他了。为什么？因为要理他的话，他要从头开始，他要开始生产淡蓝色的瓶子，再从新加坡进口。这叫做你所有的现象。当你在做判断的时候，不是只有单一因素的，它有相当多。好，但是当走到哪里说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要解决它。比如说我有一个客户，以前的客户，桂格3合1麦片，各位都吃过桂格3合1麦片嘛没有点个头表示说这个产品还蛮红的这样。其实它真红了，它卖了将近20年，可是当时卖得很好，后来慢慢的不 OK 了。不 OK 为什么？第一个，消费者觉得太甜了，太甜，后来就出了减糖。可减糖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没办法，因为这个它有一个叫做界限了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吃不饱，缺乏饱食感，也不晓得当时大家胃口不好，还是现在胃口太大。反正呢，客户说糖也减了，要解决这个饱食感不那么的难，那我们就把它加大容量嘛，对不对？这是案之一，就是我刚刚讲的策略嘛，方法嘛。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有人提出说，现在外面我们讲那个哈根达斯不是有很多的 topping 吗？有没有？这个 topping 如果放到这个里头的话，会增加那个饱食感嘛。就像我们去吃那个豆花，有没有？上面会加一些东西，有道理，你知道吗？我们从台湾研究到日本，日本再研究回来，就是说什么样东西放到里头，热水加上去也不会糊掉，
要不会糊啊，糊掉就不好吃啦。结果呢，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我最近在市面上看到我的客户，我们都没有谈过这个，但是我看他们推出2个商品，我倒觉得说又转向。这个如果最近各位有去到卖场看到，贵格有出一个北海道风味的那个包，你注意看它的容量，跟它这个有改变它以前原来3合1麦片的一些问题。后来他又推出一个中国古筝系列，就是说里面是谷物的。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好奇哈。温家公，我爸爸最厉害的就是50岁了还拥有那么大的好奇心。我虽然没有在做广告，我还是自己会到 Costco 大润发去看。阮太太我要出门拢甲我讲，卖个买回来啊！我拢讲卖个买，结果嘛拢买回来。像这一次买那2包，阮某甲我讲，你到底是当时食完？1袋有15包，2袋就30包。我讲吃看嘛，对1包较好吃，后悔了买1包。先吃完2包，再决定吃哪1包。那今天我在讲这一段，也就是说，今天呢是一个问题要解决，可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当然有其他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客户衡量上来讲，它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所以他决定拿这一个问题来做解决的方案。所以今天在背景分析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策略拟定。策略拟定就是你要解决哪一个部分，就是你的策略嘛。你不用解决的，或是你现在不能解决的，当然就不形成你的策略。所以各位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不要那像在吃那个米线糊同款哦。头前分析一堆啦，就写到满天钻金条，要写后边是无半条。因为你分析太多了，什么都是，可是最后收尾，什么才是你要决定的？所以在流程上有一个叫 SWOT 的分析，各位都很清楚。其实SWOT的分析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复杂，早期只有说问题点跟机会点。如果各位早期看过很早很早以前的 proposal， 他只写问题跟机会。到后来有人引进这个变数的关系，把它分成4个变数，稍微，他说有的事情好像也不叫问题呢，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那什么，它是威胁，它是有威胁，可是还不到问题，所以这是一个 SWOT 的分析。不过基本上我刚刚讲，都是在做各种面向的考量这个面向完之后呢，就做策略的拟定。拟定就是说 Where do we want to go？ 你到底决定要去哪里呀？你要决定。我在这个部分呢，我曾经实际上的案例，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的服务客户有一个客户是爱滋味，我服务爱滋味从我入广告公司的第2年开始服务到我离开，是我很好的客户，也很好的朋友。我随着爱滋味从酱菜做到甜点，八宝粥、蜜丝果、珍珠圆、牛奶花生，再做到爱滋味美亚得。我只有后面这一段就是那个鲜采番茄，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样20年，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以前叫业务部经理，叫陈经理，现在是他们一个分公司的董事长，他非常非常的照顾我。但是我刚开始跟他做的时候，你知道很有趣，他住在嘉义，我在台北。台北那时候他们没有企划部，然后呢，我就电话讲说，陈经理啊，这样代志我想讲咱先来决定这个策略到底是要安怎做较好？干你是讲啥听无？什么策略啦？我就是要安怎做，就是要安怎做。可是他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后来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也不是，就我刚讲名词的问题嘛。其实他懂，只是他不用这2个字。我说安尼啦，陈经理，咱今麦先来决定，咱到底是要去家人，还是要去高雄？无讲啊嘛方向嘛若要去高雄有几种方法，就策略嘛，迄真正是策略啊嘛，是要坐无人机，还是要坐车，还是要坐火车，还是要行路？行路上省啊，拢要开钱啊，但是真久咧，坐无人机是足贵的咧，但是真紧咧，我是建议坐火车啦搁一点仔紧，搁开一点仔少，看了你讲我就听有啊啦。后来我们就这样沟通了，各位了解吗？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说，你今天听完这个，不要说胡先生讲的名词上，那都不重要，你用你的名词都没什么关系啦，都没有关系。当以前我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不是交女朋友的，我今麦播嘛，赶快啦。今麦礼拜6搞啊，你各位了解今天在座有很多可能男女都热恋中的，都会有这种状况。还没有热恋的时候，都会看安排这个礼拜去哪里，下个礼拜以后我都想好了。到热恋期一结束，又见面了。当你策略拟定了，
那我们讲 How can we get there？ 哦，这个就是进入创意最重要的一部分哦，创意最重要。我刚刚讲前面的2部分呢，其实是你在思考的能力、策略你一定的时候，就是你的背景分析、你思考的能力，你从哪里下手，这最后你一定的有一个目标的，很清楚的，我要表现。比如说，我要表现浪漫，像今天有一个案例是蓬蓬香玉乳啊，我要表现它，那怎么表现呢？蓬蓬香玉乳对各位来讲，可能如果有记忆了哈，如果有记忆，大概周丹薇还有一点点的哈。周丹薇有看过蓬蓬广告的，请举手。哎，各位年纪还稍微有一点哈，啊，没关系，因为后面的就是看到天心的嘛哈。可是各位了解吗？第一支广告影片，因为我今天也没有拿来，因为我找不到。王玛丽这个3个名字对各位来讲，哎，如果有知道王玛丽的，请举手。哎，大哥，哎，大哥，哎，干杯啦！4年级的啦，4年级的。王玛丽当时是台湾哦肯托的少数艺人。我们当时要拍一个蓬蓬香玉乳哦，哎，拍香玉乳无烫衫，啊无叫穿衫烫洗啊，那嘛足奇怪。好，可是没有人要托，真的没有。那时候找了好久，找到一个叫王玛丽啊。好，那王玛丽的前面，可是呢，王玛丽好不好？王玛丽只能谈到一点点的浪漫，那个浪漫还有一点颜色的浪漫，这是真的。再过来，中间还穿插了一位，今天片子我也没有拿来，因为看来大家会噗出来的，很好笑。一个叫马士利，啊，马士利是中，因为没给你呢，因为王玛丽后来不行啊，哎，不拍啦，哦，都没有人了，就碰到一个马士利，马士利腿很长，其他的都还好，好，那没有办法，就不行了。蓬蓬香玉乳最要感谢的是周丹薇。周丹薇是健康的浪漫的代表，而且他随着蓬蓬走了8年，到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功成身退，然后那时也感谢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嫁给嘉义的一个名门之后了哈，他也表示说真的不能再拍了哈，个疼了，这写是不行也好。我要讲这3段，各位了解，这都是方法，都是表现的方法，可是它完全不同。所以换句话讲，在这一段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评估跟组合，包括创意的组合、媒体的组合、行销组合，说如何你要怎么到达，你如何到达创意的部分。再过来最后一个评估说，那我们到底到达了没有 ？Are we getting there？ 就是我们到了吗？到了，这有很多的方法，从媒体调查的方法，做简单的啦。啊，那即马 KOL 更较白话啦，有效的是有对，那无效拢无对。但这句话哦，是来讲对我来讲足艰苦的，因为哦，像我们做甜点这种所谓的，我们称为叫软性商品哦，是那个这个东西哦，客户是2个礼拜检验的，500万一波，你500万砸下去，10天就要看，哎，我在叫回无？无在叫的，广告公司就叫来开始订啊啦，啊，不是讲外高拄外高，这波药啊食来拢无效，咱就搁开始转。无影啦，我你看了对，我讲，搁砸300了就好啊，我4300个落去啊，搁无特别安怎？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不晓得各位在座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过以前的日子，就是凭着你的一张嘴、2个嘴唇、2片嘴唇，凭着你的表情跟自信，说服你的客户把钱拿出来。我今天今天在座有个人跟我类似的哈，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他要把钱拿给你，然后相信你说的话，然后去做。如果不对，你广告费、服务费又拿走了，然后呢，他在那边黯然哭泣。可是呢，损失的事上都不是你。所以我们经常讲，我说我们在广告室的过程，老板经常跟我讲说，您今日去做这广告，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今天碰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包括不舒服，甚至是一种侮辱，你都要能接受。为什么？他说：“我举一个例子，你今天回去跟你爸爸讲说，爸，我今麦就受啊，偌好拄偌好，摕500万来，我开我来做一个生意，互你看，恁爸看背后你无？
在座有没有人敢讲说我们800条啊？我不是说不可能啦，我想非常的少，就靠你一张嘴2片嘴唇这样子，很难啊。那今天你的客户为什么要相信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当他有任何的疑问，他有任何的担心，都是合理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过程中跟他不断的沟通，从逻辑的观点。假设我今天跟各位回到我今天画的主题，说将来各位在学习的时候，不要老是讲普通话。如果你的客户问你说：“胡先生，你看我这到底会对啊，袂对呢？”下免惊啦，你听我的就对啊啦，绝对是对的啦。你唔信我的，好，这讲过以前我做规拢嘛拢有对，有对拢讲啊无对，你拢无讲，无对拢伫边啊啦。你知道吗？我客户被我做死的也很多啊，真的啊，要心存感激啊，心存感激啊。我在前一阵有一个饭局啊，跟某一位大医院的大医师是做脑神经外科的，然后在吃饭，他就感叹说，现在医生心脏科、脑神经外科都不学。各位了解，在医科里头，外科是最难，外科里头这2科又是最 top。一般来讲，教授是会选说在班上同学比较 OK 的来选，你知道吗？今晚无啊，今晚教授爱找学生啊。我跟问讲，某某医师啊，那怎么办？你们都想不到他怎么回答。你讲怎么办？啊，就是唔知啊。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今天你到医院，医生跟你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能怎么样？你懂吗？你说不行，我看你那个刀没有下，我觉得你那个药，你会吗？你不会。他跟你讲不行就是不行。可是，如果碰到一个叫做名医，所以我说我相信说有医术嘛，就是说他懂得越多，他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不能这样做，但是应该可以怎么做，他可以解决。我碰到那个医师，他是学那个癫痫的，他是脑神经外科，但是他的主科是癫痫。他就讲一个实际的事情，他说其实我在看某一个医生处理的时候，他知道如果按他那个方法做会好的，可是他也不能讲，你知道吗？赶快啦，没你是较搞伊。所以我要讲这个意思，就今天各位在这里就好像学一个功夫一样，你在不同的行业，也许你有很多的机缘替你的客户在做诊断，你要从这个心情，说我今天诊断的这一段话，讲的这件事情是要负责任的。那我想你今天对整个后面的这一段的一个的谨慎啊，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好背景分析，你有没有真的已经非常思考逻辑清楚了，要去拟定一个策略，然后有想到一个好的执行方案。我想这个是对你自己，还有对你的客户，还有我想对你自己是最重要的吧，应该是一种责任的负责了哈。好，那第一个部分，这个东西就是给各位做叫 checkpoint 的用的哈，我就不逐一说明。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刚忘了几点开始的7点10分各位几点要尿尿？他们也跟我讲说可以休息啦，就留一个时间，8点吗？可以吗？好 ，OK 好。如果急一点的可以举手就自己走开，没关系哈。第一段是回耳位，这个是给各位了解，就包括市场位置、消费者分析、竞争分析、趋势、品牌定位、品牌历史那这一些我不细数，因为今天不是在讲那个行销学。接着说给各位了解，在你在做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些的思考，但是各位也不要安尼 stomach conclude讲你今麦写品牌我这个商品也无品牌，我不是。今天任何的商品都可以套。今天如果说我在追女朋友，我也套这个逻辑啊。今麦就分析咧，我今麦人细汉，薪水嘛较少，但是我有啥物会当甲人比的无？竞争分析看一下无？可以啊，你要想啊，我有什么优点，我有什么可以切入的无啥熬，我甲煮饭上熬，蛋炒饭。嘛是一波啊！我举这个例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来受所谓的你做上课，不是你的工作，其实你的生活是一样的，就这个东西的逻辑是一样的。我想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所以这个名词你可以自己改的，反正我就是要分析，有很多种分析。你还可以，现在还有女孩子要结婚的时候，都分析对方吗？你是大囝还是囡仔囝？
啊，恁爸爸妈妈唔知要弟的无？啊，无弟的上好。你听过吗？听过吗？我讲阿弟唔是讲就抓，就抓，各位了解吗？诅咒吗？可是我跟你讲，这是真的。我跟你讲，我今天讲一个实际的笑话。我一个朋友，两兄弟都是从美国读书回来，两兄弟娶的老婆其实也都不差，但是呢，有一天因为我同事是哥哥，那两个人一个住林口，一个住台北，就妈妈从美国回来，然后大家互动相处，结果有一天他的弟媳跟他讲说：“哥，你们来我们也蛮忙的啦，那我们也不太希望你来。”你相信吗？我听了都我都不太相信。可是就是在台湾，就有人这样子。你若讲我都分析出来，你先去看伊家教。讲哪这种会变呐？各位了解吗？我是外省小孩，100%外省。民国38年，我父母亲从大陆过来，我父亲是军人。今天有人认为我是外省人的，我跟你讲，你自己去撞墙。没人相信我是外省的啊！我台语讲得比国语较好啊！我要结婚的时候，我认识我太太，我太太是斗六人，住台北，她爸爸是银行副理，受日本教育。听到说他女儿认识一个外省小孩，一开始是反对的。再听说做广告的，广告写的这扛棒呀，这广告反对。我太太是1/2童装的设计师，东西熊去斗唯一的设计师，第1号人物。如果现在来讲叫首席设计。我早囝要嫁，不是律师，就是医生，哪有去熟在这个？那时候还搁开一台斯库达，讲啊无万人一台车，对不对？结果呢，多好笑！我去他们家的时候，第一次正式拜访，去他家，我岳父跟我坐旁边看电视，我也很腼腆呐，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总比我会大啦，无咱那开讲啊，我嘛是坐到面安尼，我岳父实在是动不掉啊。胡先生，请教一下，我还讲个足艰苦的对啊听说你是外省人啊？讲对啊，细汉的时候我们叫弟啊。你也讲台语哦？我会啦，我伫讲，我岳父这样子哈，规身躯拢通畅的对了啦。你讲哇，这款兄弟的做老诶，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从我现在来讲，你没有去做一个分析，我一定是本省的嘛，我还是闽南语教学的认证的老师呢，我有一课呢，我参加3关呢，我的最败笔就是那个拼音呐，所以我非常反对闽南语用拼音呐，因为学习语言学拼音开始是会让大家的学习的兴趣降低的，要从口语学。我拼音最差，因为不管什么汉罗拼音、罗马拼音，我都搞不太清楚，因为我都学不好啊，今麦咧拍你的，人家拍袂好势。我对一科上好，我跟你讲，他有一个科考试叫口试，讲5分钟，让你讲5分钟，你敢知啊？我讲啊，老师甲我讲好啊好啊，那一科目87分，所以总平均我及格，所以我拿到认证，我根本不敢去教，我有那个资格，我就是爽。我就说我要有一张这样的执照，后来只办1届嘛，所以现在有的老师就是那时候办的。所以在这一段来讲，我跟各位讲的意思就是说，讲这一段你是可以套的，分析是可以套的就是说这一点各位套到你的生活的应用中。好，那第二个部分，这个部分就稍微厘清一下这句话我们常常看到，市场目标。我们的目标在哪？目标就前面目标在哪里？目标在不远的地方啊。目标在传播上来讲，在行销上也分2段。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其实是第一段叫 market。market 的目标大概各位要了解，目标是叫做量化的叫目标。假设你看到一个写法说，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我们的广告完2个月以后呢，我们的目标销售一路长红。那叫做放屁，因为头家讲真好，我讲迄嘛是放屁，一定是安怎讲2个月以后，我们的第1阶段销售可以达到，比如说20%，3个月以后呢，我们可以达到，这叫量化。目标跟目的是不同，目的是方向，目标是量化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了解。这个就是我讲的叫做
专业的话跟普通的话。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同仁说咱目标就是讲咱卖较好，废话当然是卖较好的呀，是卖偌好嘛。好，这就叫做目标，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我想各位我就不再赘述。最重要的传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传播目标 consumer。这 consumer 这一块，其实各位如果没有在做 marketing 这一块，或者广告公司这一块就比较少，因为广告是在做沟通是 communication 这一块嘛哈。比如说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什么 awareness 知名度，比如理解度、偏好度，这些都是所谓 consumer 的。就是说有一些的广告，我刚才讲不是讲到一个例子吗？我说最怕客户问我说，你看我呀，这广告那2000个开了，你看我能卖几罐啊？足惊啊！因为卖几罐你哪拢无经验者，你们就总坏。我那时候做宝济丸，台湾第一家引进是普拉王，我是做负责普拉王。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也很天才，因为客户问我说，你看这宝济丸天气第一的第一个中药第1号的登记嘛。那大家寄以厚望，那台湾也是宝济丸第一个出口的地方，其实不是第一个了，第一个是合法的了，不合法的宝济丸，香港宝济丸已经出口很多地方了啦，所以大家买水会买到很爽，就这样哈。我那时候他就说，那你抓一个量，我姐夫在海关，我就东凑西凑，说多少去香港回来哈。那一个人平均大概带几盒，因为我接有点海关嘛，所以他会看大概这几盒，那我就去算啊，一年进出香港有多少人啊，然后再打个8折，打个6折，就自己想啦，算了一个数字叫200万盒，你知道吗？这200万变成我的魔咒，被客户打你贴出来亏了。汉时啊，你不是讲我咱卖200万啊，免啦，怕被接到。我这个客户没有做，还200万还是变成一个笑话。其实客户也不知道卖多少盒，因为他也认为应该卖很多。其实到我离开宝济丸服务的时候，大概在50万盒到70万盒之间。但是我后来从一个资料了解，虽然我200万盒真的是高估但是应该合理有120到150之间。原因在哪里？因为台湾的水货非常的严重，所以甚至我们跟那个香港的宝济丸老板当面开会，他都没有办法正面的否认他曾经有几个 container 走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走进来，他都没有办法明确的否认，因为台湾的曾董事长就普拉王董事长直接当面质疑，因为他们有掌握到线索，就是说有人从新加坡进来。那我们一算，那一个container嘛，几10万安呢，所以今年算算，无到200万无嘛，相距不远了哈。所以不过这件事也是变成当这个笑话。所以在这个部分你来讲说，在目标的市场，我刚刚讲的几十万盒那是市场目标。那传播目标就在于说，有一些的广告呢，你的目的不是在销售。比如说今天各位在看到有很多的广告，比如说麦当劳的广告，当他不是在做所谓的商品的促销的时候，他可能在做什么 brand image 的广告，他在做的是说偏好度的广告。偏好就像说现在那个我们很多喜欢做民调，有没有艺人啊民调啦，不是艺人就是那个政治人物的民调啦。其实你注意看，他们很多都属于偏好度的你喜欢不喜欢，你怎么样？因为他就是在做 brand 这一块，品牌这一块，所以所有的推广有形跟无形都是存在的。那早期来讲早期是这样的，认为推广就是一定推广有形的，就是这个东西要卖出去。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发觉到一个问题，说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差异，它不只是来自有形的差异。什么叫有形的？比如说外观啦、价格啦、品质都是有形的。还有一种叫偏好。今天我跟你讲说，这个酒单路好了，跟 hand ten 都差不多嘛但是你一定还会有一个喜欢跟不喜欢，未必你真的了解它的品质，但是呢你会有一个偏好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尤其化妆品也是一样，我们称为早期的讲法就是说感性商品就感性的什么化妆品啊，都是所谓用这个理论就是用所谓的brand image 的理论来决定。那有一个案例是推翻的，就是汽车。汽车是在归属上来讲就是100%的理性商品，对不对？
当时各位各位可能也要看年纪了哈，没关系。就是说早期的广告哈，车子开始做的时候，先做说人包铁还是铁包人，那时候在做说车子的安全，再过来再做说可以出去不能出去，再讲休闲，这都很理性的哦。到后来到现在各位在看广告，我相信在座如果有开车的哦，不管是男是女呢，可能哦。到保养的时候，你都还没有打开前盖，都还没有打开啊！你知道它引擎怎么样吗？你知道它怎么样？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买它？感觉啊，感觉啊，就是这感觉，你得给它买了啊，就是差在这里，这是违反所谓的 marketing 的理论。marketing 理论是说，当它的耐久材，也就是说它是使用很久的，价位很高的，它一定经过理性的思考，哦。比较东，比较西，结果呢，无啦，无了。我敢讲无啦，今麦风格的是哈，这个车子就是让你做的非常的，要么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好爸爸，要么让你觉得一个好妈妈，要么让你觉得是有钱不是一种原罪。哦，好业让要紧，好业就应该，你就是要骄傲啊。奥迪的车的爱走啊，奔驰的爱走，好业让要紧，这个位置本来就留给你的，你不要客气。对不对？有人知道什么是结构吗？没有，你只会觉得说钱花的大概不会白花啦，好，因为花那个钱买那个车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了哈。但是呢，事实上有没有？没有，我不是没有了，就是说你没有经过那么理性的思考，其实你只是想要那个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同理心哈。无的休困嘛哈。准8点嘛，哦，好，那各位休息。好，那刚刚到这一段是一个小段落了哈，那其实后面还有一点，那后面还有一些会解说到创意的一个部分，不晓得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OK。这个部分是这样，就是一个 database 从哪里来的一个问题哈，这是关键，就是说。你所能取得到的面向有多还是少？越多，你的面向就会越准。我举一个，其实大家都会碰到这种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在进行一个案子哈，就是说我们在4月28号，台视要推出一个台湾第一个行动数位广播网，就是用电视听广播，啊，电脑已经头到，现在电视也让听广播，哦，这样搞哈，电视变聪明了。那今天也面对一个问题说啊，那营业额要怎么抓？好，那今天抓这个部分，刚好我们因为合作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广播电台，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推估值。第一个从3个面向，我们去看中广、港都电台，还有这个叫云嘉电台，3个在去年这2年中间它的营业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来看总量，在这连续3年广播大概每一年在32亿到34亿之间哦，32、33、34左右。好，那我们就跟这个云嘉电台的实际经营者，它是一个中功率的电台，我们将来是全区，可是它是一个普及非常高的电台。那我们用什么观点来做？我们就讨论，包括跨频、费用、时段的买卖。他说大概以中功率的经营为基本的 base。好，那这就是一个判断嘛。那判断呢，跟各位男生我们都有涉及哈，就打3花取一个标的，然后道理是一样的。你第1年可能高估，也可能是低估，但是你起码会有一个估。那你的估会牵涉什么？各位如果做那个 master plan， 就是你的主计划会有一个叫 AMP， 有没有 ？AMP 就是说你的广告跟你的 promotion 的这个关系，那一定会有一个百分比。我想各任行业都一样哈。比如说做食品的，我了解大概抓食品，如果是食品饮料来讲，在20%左右了哈，就是说。大概如果卖10块钱，它有10块钱，大概有2块钱是要来做推广用的哈。那如果汽车来讲，大概有多少？都有行业都有它的一个比例。那你的比例抓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乐观、普通跟悲观。那你的投资一定会先不能一次把它开到完了。你讲规前我拢烫光牙，拢口啊烫掉啊，结果我海啊别啊怎么办？不行。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 minimum， 说我先抓到哪一段，万一我在哪一个 checkpoint 的时间点，比如说1季或2季，发觉说销售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要 review。
所以刚刚你说的问题，关键在于 database 的寻找的建构的够不够。如果不够，我跟你讲，等于猛生命的，生命的哈，啊无法度啊。我讲了讲，像我讲一个实际的案例，田八宝我要上市的时候，客户问我说：“汉生你看，咱这市场要聊偌济？”吼，我嘛讲啊，这物件我来研究一下。吼，啊就直接竞争、间接竞争就是想，尾后我甲伊陈经理报讲，报告经理，吼不得了呢，那市场太大了。直接竞争，我所有吼囡仔长去吼，为养乐多、面包、饼干弄竞争啊，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转向，因为我竞争不明显，也就是说，当我丢出去的时候，到底哪一些商品会直接跟我变成竞争，直接竞争，我不确定。你知道我们做什么广告？叫主张式广告。各位如果还记得，田八宝第一支广告就是这个什么妞妞有八宝，什么艺人什么什么宝，什么什么。我先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品，我也是在投石问路啊。就出去了以后呢，到底这个事情反应怎么样啊？后来我们就survey出来说，哦，这个商品呢是妈妈当做小朋友回到家，这中间的一个叫 snack time 的一个点心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妈妈买这个东西让小朋友带到学校去吃。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管制，就所谓不能带那个铁罐哈。为什么？哦，妈妈有一个讲究，那是一个安全的点心出来了。可是安全的点心不是我们第一次想出来的。那时候那个白冰冰就是她的女儿白小倩，我们身上有一支白小倩的广告影片，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从来没有。我们那个片子拍完的时候，那时候白小燕是台北县家长总会的会长，她女儿那时候读国中，叫白小燕。那个广告就是以她妈妈以及家长的身份，然后白小燕跟她的一群都是她的亲戚啦，比如堂姐妹，然后表姐妹，拍了这广告片，就说妈妈回来，然后买一个安全的点心。结果拍完之后没多久，白小燕的事情发生。你知道，我觉得我的客户也很感动。我们共同就说这个片子不要播。如果有一些客户会讲哦赞啊，这是那个播的话题多好诶，你知道不忍，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没有曝光，这个片子就完全就进不到了哈。但是就是我要讲，就是说讲到田爸爸，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这样过来的，所以有些事情是经过客户。
客户，所以我说客户也要。今天我今天走到现在，我的很多的客户其实非常感人啊。KO 不是真正赚钱啊，他们的社会使命真的是有的，哦，但是伊无钱，没到这也不要得嘛，哦，这些公司的嘛哈，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像我服务过贵格、美强生、必之妥，爱之味、Nice、普拉王，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美屋法，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的社会的使命在，啊，这一点，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太太就问我，因为有时候会买一些直销的商品哈，各位在做直销的不要误会哈，我不是在讲。我说哈，买直销的商品，我要告诉你，不是买错，在我的观念来讲，可能不用买的那么贵，不是买错哦。我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因为所有东西的做法里头，它有一个价值，可那个价值最后创造的那个，从具体的价值到所谓附加的价值，这个错它有时候不是1:1的啦，有时不是1:1的，就是添加了某一个元素就多10块，可是那个元素可能是0.1。那你买品牌的，各位如果去买食品、买品牌的，我跟你保证，就是说，在我服务的客户，不管我做的还是别人做的，因为大企业有一个社会的使命跟企业的消费者的一个压力，他选项绝对不会差。我跟各位讲，这时候这没给啦，哦，觉得不要说想哦，秀个短袜，我干嘛讲究了？哦，像我们做那个Hitachi冷气，你如果看Hitachi冷气每年的广告都很像啊。今年播了跟去年播了，虽然都是新拍的，好像都很像，可它销售力是最好的，因为用过人都会知道说，哦，一上奶超，但是一上贵，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品牌嘛，哦，那有它的相对的价值。OK， 那我们现在静下来 ，How can we get there 哈？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方法，刚刚讲的策略哈，包括创意策略、媒体策略、传播组合策略。那这个部分的创意策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传播组合其实是各位一个提醒哈。早期我们在讲传播哈，都不风范了。以前很早的时候呢，台湾我们这样做广告哈，3台2报1刊，3台就是台中市、台中华，2报就是那个中国时报跟联合报，1刊叫做时报周刊。这5个东西把它搞定了，啊，你就不用怕了，全岛的人都看得到了。那后面就说我们到底到了没有？这里面有刚刚有提到的广告效果的调查、消费态度的调查跟消费行为的调查。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将来在运用的方法有很多，有质量的、质化的调查、量化的调查。哦，那调查我跟各位讲，调查是任何形式都可以调查，调查不一定只有叫做那个量化的调查。量化就是说啊，我抽样500个样本，正负差3%。然后有多少人喜欢，多少人不喜欢？好，那有趣了。我如果跟你讲，调查出来说，有47%的人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53%的人认为它是不好的。那你说53大于47啊？那还用问吗？对不对？我跟你讲，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先讲2个部分，第一个叫正负差，正负差就是说它的那个什么。调查有一个叫做失真的意思的哈，我叫那个名字突然想不起来。这个是理论的讲法，还更重要就是背后的原因。你有没有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可能会藏出真正的原因？在国外哈，美国曾经做一个有趣的调查，他有一个问卷 questionnaire， 然后问说啊，请问啊，你最近都看什么杂志啊？看什么报纸啊？这胡先生的天吗？华尔街日报啊 ，Times 啊，扩告啊，最后啊，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我们要对你的感谢哈，所以我们下面有几本杂志，我们想送给你，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本？哇，打龙点 Playboy， 你知道吗？有趣就在这里，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调查，各位如果有做过所谓团体讨论，经常很多。团体讨论就是跟他讲一个 one way mirror 哈，以前我公司就有设一个，你就躲在外面就看他的表情，然后义愤填膺说，这代志一定安怎，我一定会买安怎，结果伊拢没买啦。因为每一个人在对这个反应跟价差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在这里面就好像心理学一样，就是你看他在讲话时候的表情态度，那为什么在做的时候我们有录影一样有录影，还有我们坐在外头，就是要看谁。他讲这句话的表情，有时候主持人会问说：“
那个胡先，你到底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吗？还好啦，我觉得也不错。那喜不喜欢？喜欢好。比如说，假的陈述是这样子，会议记录写胡先生是喜欢嘛？跟那个王崇林在哪里？好，王崇林在哪里？好，王崇林喜不喜欢他？喜欢。他是表情是喜欢哦，可是，在记录上也是王先生喜欢。你看记录看起来两个是不是一样？可是各位了解吗？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啊！我因为喜不喜欢，他喜欢，那个是赞的了，100%喜欢，那个是不归不他喜欢呢，这绝对是不好的。这个真正叫他掏钱，一定掏不出来的。各位了解吗？所以在很多的调查的部分来讲，不管你从效果调查、态度调查、新闻调查，各位如果有机会了哈，我想这也很难，要看客户的一个了解，不是每一个都用量化调查来解决是最好的。其实质化的调查，也就是所谓的像我刚刚讲的焦点讨论式的，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对一些所谓我们讲 quick and dirty， 就是说你快速要解决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呢，这种方法是很有用的啊。你也许去问2个人也是一样啊。我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接触妈妈素体店，接触那个优宝这个产品啊，就是奶粉。我结婚的时候，我大概是怀孕那个时间接触到妈妈素体店。我讲一较歹听，我迄阵是也无结婚，一个大男生，每一次同学聚会就会甲阮同事因某问讲，你食什么牛奶？你囡仔安怎？现在吃护食品吃什么？你知道吗？我做过卫生棉啊，我做过康乃馨的卫生棉啊，我了解跟各位了解，卖你们什么最好赚？不是卖卫生棉卖护垫最好赚啊。护垫1块，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了。以前我做是3块5到4块之间啊。今晚较俗无，我唔知啊。卫生棉无较好谈啊，那个护垫上好谈啊。各位再讲一下，卖牛奶好赚还是卖优酪乳好赚？你都唔知啊嘛。优酪乳好赚对不对？你以为优酪乳好赚是因为卖的贵吗？它卖的贵，而且成本又低。因为鲜奶一定是鲜奶，优酪乳不一定是鲜奶。那你说用什么做的？还原乳啊，简单啊，铁骨莲粉来泡就可以啊。因为优酪乳政府没有强调一定要那个标志，但是它一定是鲜乳啊，只是还原乳啊。还原乳你知道有多便宜吗？对不对？从澳洲买进来1大袋，你可以吃到累啊。台湾的牛奶，大家卖牛奶都是撩钱啊，因为政府有一个叫保证收购价钱，这个牛又不听话，它冬乳产的最多啊，可是冬乳大家喝的最少啊，所以冬乳最便宜啊。所以你们去买牛奶，如果买那个他家里利乐包很多的某牌子，我不好意思讲哪一家你就去买他的利乐包，因为他鲜奶就是卖不好，利乐包就会做很多。因为什么呀？利乐包就是鲜奶厂商之间的一个调节池，收购进来做不出来怎么办？就是做成利乐包。所以你哪一看卖了较不好某一个牌子，那卖了不好但是鲜奶卖了，那个利乐包卖了改好。恁以后若要囡仔食的买一间的无唔对啦。我跳掉要安怎？我今晚你唔对呀，大哥，拜托，我还没有要跳这个。前半段就是在讲 do right， 后半段很有意思了这个东西我都来讲呀，命了我就当做你也就这样想说，老娘呢，老子就是有那条筋呐，怎么样？我就是要来学嘛，可以好。创意，人家说创意怎么做？我现在你要有基本功，这5个字送给各位，这不是我自己想的这是香港名师去年过世黄沾，对吧？黄沾整理出来5个字，下面有创意4步骤，这是外国名师写的，但是你注意跟他看一下，异曲同工。我只是要让各位了解，其实他的 step 是一样的。黄沾说，创意不困难，只有5个字，叫收藏混生修。我见他不夹呗。我说明完，各位就会了解。今天这个人聪不聪明，不是他与生就聪明，他有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嘛知影，电脑好用，不是电脑会用的，资料嘛 ，database， 你就开始吸收。比如说，今天你听了这么一堂课。今天你到了那个卖场，今天你到了哪里？今天听了演讲，看了一部电
这个所有的过程都叫收。尤其做创意的人，只要不要有排他性，卖讲啊，这我没想要看。我跟你讲，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跑到那个真善美，我一个人去看，回来的时候，我儿子说：“爸，你今天看什么电影？”我叫白痴，哼，我是说你去看什么电影，白痴啊！你不要这样讲，我就说你今天去看什么电影？我说白痴啊，那部电影叫《白痴》。我有没有人看过英国电影？哈，我中文名字叫《白痴》，我不知道。他讲那个社会的是一群那个，这样子哈，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他是在讲一群人他们反社会，就是专门去搞啦，然后要检视社会对他们的一些反这个看法，他叫片名叫《白痴》。那我觉得好不好笑？好笑啊！我看过一部电影，1个半小时就2个人演，你就把舞台剧拍下来当电影，他说这也叫电影我没看过啊。收藏问身修的一个很重要，收到了怎么样？你把它藏着，不管你用任何的形式像我到目前都还是有记录的，就是有一本簿子把一些想到的，或是人家听到的，或是体会到的那写在那里。就像昨天我跟儿子在训一件事情，骨气啊，跟俗气。因为我儿子一直跟我讲，他想读资讯工程，他现在高1。那我在英泰广告碰到几个朋友都读资讯工程，那刚好昨天我一个朋友我就问他说：“你资讯工程好不？”我们同事说：“没，对不对？最近有没有读资讯工程我不知道，因为资讯工程赚不钱了。”好，就讲一堆我听好。那回去我就跟儿子。你讲要读资讯工程我们同事讲资讯工程赚不钱，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子就转身就走，我就躺着，我就说，我说你等来，我说你现在对我做没民主的呢，我说你这样子，我跟你讲话，你这样掉头就走，然后他又回来，我说你一定觉得我跟你讲说以后赚不到钱很俗气，对不对？对，我说我跟你讲。俗气想要俗气而要留一点骨气，那才难呢。我说你觉得爸爸上班每天都很爽吗？没有啊，广告做到现在，你一定有不如意的。有一些话你应该要这样讲，你不能这样讲；有一些事情该这样做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为了俗气的薪水啊。可是呢，也难在说想留这个俗气的薪水，还留一点骨气啊。我说那个才难呢，如果不难的话，人生如果没有两难，那是人生2个字太好写了，对不对？人生会不好写，就是因为两难2个字，让你觉得说应该要这样而不能这样，应该这样我要这样。我讲讲完了，爸，你讲有道理，我好，去困。好，收藏问世就第一个收好过来之后藏，你就藏在你的资料区、词区就像我们会分割一样，放在你哪一块不准不管哈。放着你什么时候要用不知道，有一天上面滑鼠点了 order， 要做一个案子啦，这个妈妈素体健，比如这样讲好了妈妈素体健做妈妈素体健我迄阵在伫对看过一个资料孕妇的资料跟你说孕妇有啥有关我白看嘛你都爱看到你知道如果你知道有一个方向你去寻找，还是说我堂姐都要怀孕，这嘛是以前我租房子，我跟你讲，像我这样男生太少了，我住在石牌实践街，我单身跟老板就说房东分租不是单独租一个小套房住8年，多好笑。我离开的时候，那个房东跟我讲说，你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房客的，他说没都个吹得挺厉害啦。后来我搬走，他真的搬走，他就搬到天母，因为他原来房子在天母，住石牌是为了跟丈母娘住一起。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我要讲说，他在那个过程帮助我最多是什么？我去住的时候，那小朋友刚好是幼稚园，田八宝、珍珠园，那马万老板娘搞我出 idea 啦，好，到我做那个美屋有那个染头发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陈雅兰有一个那个白染头发，里面有一句话讲，无阿摩利亚，无臭味个袂插片，你改了软丝个主人，结果上行我丈母娘想的，软丝个主人，你知道吗？中文写的叫软丝又自然。
我的创意人人会想出软丝，我投给他，不可能的。就像叫你们去想形容头发乌黑柔软亮丽，你想吗？你想讲明仔载嘛讲乌黑柔软亮丽啊？你都无法度想着软丝个主人传不传神？对吧？迄个 database 嘛，就是我场嘛是我的 database，因为他很早就染头发，所以我当时要做的时候，我拿着样品给他，我讲你用看卖啊。结果伊讲哦，海信好用呢。我阿妈好定一哎呦，你唔知，无臭味啦，啊，无臭味，无臭味。卖10片，佮我讲咧，我讲你听啦，哎呦，真好，软丝个主人，好不啊？我这句太好了咧，想几波？各位了解吗？所以今天很多人讲说，做直销的人或做业务的人说人脉就是资产，其实也有点道理，因为其实这就是收跟藏的概念，你藏在那里，哦，所以好，当我一个 order 给你，你什么混，你开始出来了，好。出来，各位要了解，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我们也不要说我们是不是那么聪明，像那种原创的人，按照所谓理论是28理论了，80%原创，80%是什么 ？All element in new combination， 旧元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这已经够你做都很多了啦 ，A 加 B 等于 C，C 加 D 等于 F， 这种已经很多了。所以混呢是 combination 的概念，所以当你要做创意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搜寻。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在做创业都会有他每一个人不同的那种所谓的习惯。哦，像我开始那时候如果要想东西，我桌上就要摆几张纸，啊，那其实这纸的一张可能只有写2个字，哦，然后就放它旁边，个想到个铁盖下，其实在写什么？写那个，你也不知道说你现在在写的这个东西串联有没有关系？没有。但是你想到什么联想，就像联想一样，你就记录，记录完之后开始串，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去找关系，就找出一个东西来了。所以在今天第3个字叫混。好，当混完以后呢，你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粗胚会出现？就叫粗胚哈，生出来了，没有关系，就开始做整理枝叶的动作，叫修，最后就会有一个 idea。所以收藏混生修，你家记个，这做主人的嘛哈，因为跟软丝跟主人赶快嘛哈，就是你一听就会收藏混生修，关键是你要做。我们再看后面，这是国外的啊，创意4步骤：准备阶段、哺育阶段、萌发阶段、产出阶段。这个收藏混生修有啥物无同？一样嘛，一样嘛，准备嘛，就是收甲藏嘛，哺育。生出来嘛，萌发应该是生嘛，哺育就是混嘛，产出就是修嘛，嘛是讲啊，我感觉一个写得无够好咧，产出了无修，粗胚。但是我写这个只是给各位了解，就是说你们在不同的课业都会看到不同的，没关系，老师怎么教都没关系，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观念。那要做什么？前面收藏是你不做是永远不会的。我讲一个笑话，我是住屏东，在乡下长大。阮庄口有一个商店哈，各位没有听过无哈？商店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我们离城镇屏东市还有点距离嘛，那有一些流动的这种所谓的商场啊，他们会约好时间到那天来。我你大家是拜喜，你知道吗？我从细汉到今嘛，我已经50岁啊，嘛是要拜喜啊。我现在回家有一次，我妈跟我讲说：“嘿，今仔拜喜，有商店你要看无？”你敢知影？我嘛穿一双斯里帕，行，开到阮的庙口，你看嘛商店啊，拖鞋，穿拖鞋哈，嘛是一看，其实很好，就是想去看任何东西再看一遍。我以前住内湖的时候，内湖科那时候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那一边还是一个大荒地，那时候整建，还有那个流动的那种卖药啊吼，卖药来讲哦，赢哦，赞的啦。绝对赢一定要甲吞到底啦，大家都忙走哦。我今仔若无做哦，等下我你甲拍破拢无要紧。你敢不知道我偌好笑？你知道吗？如果要看这个，我真的要在那边等吗？讲较歹听，大概现在什么光碟片，你看到2条把就脱汤了。我还是坐在那边等然后他中签大家都卖走哦，起码暂停5分钟啦有什么需要的观众来这甲阮问一下理论我应该回家了，对不对？没有，我还是坐石头那边点一根烟那边等他开始演
啊，开始看到结束还是没有，那还是回家。那你说我在学什么？我在学他怎么讲，他怎么去。明明所有的观众，他心里会存疑，说今天真的会脱吗？对不对？会嘛？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期待，说今天真的不会脱吗？都有这个期待，可他最后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这叫做妙招。我教你们，如果你们听到这句话，卖讲恭维的好了哈，因为这句话对白一点来讲啊，各位在座的兄弟姊妹哈，啊出外人趁食啦哈，啊大家手势提好较悬的哈，手势就是讲手提高一点哈，赏我们一口饭吃哈。啊，现在呢，我伫现场有看到咱这个，意思讲白头客啦，就是警察的意思啦吼。第五来讲，第五在咱现场吼。啊，恁若不便表示恁的身份吼，那是也真抱歉吼。啊，今仔真无要紧，我若遵守这个规定啦吼。啊，今日报到这啦。每一个人躲都在看，是你吗？是你吗？是吗？是吗？每一个人都很想说，不是我。每一个人都想讲啊。每一个人都看今日不规波嘛是安尼等来学习。好，有一天如果我在那边卖，我也会这样讲啊。OK， 好，思考方式篇，这个只是提供给你们。当你开始知道这个步骤了，就要怎么去想。想是有方法的，就是说，你如果胡思乱想，当然可以讲胡思乱想，按照这个想嘛，就是归纳、多项、联想、水平、比拟、直觉，这个很多。这东西不见得我每一个都会用了哈，或者说用的纯熟，但是每一个人有他的惯性，就像做创意一样，有人非常适合做比拟，有人非常适合做这种直觉的，有人会喜欢做归纳的，这个都是有偏好的哦。就像有喜欢那个文字强的人，他就喜欢用文字切入，啊，那比如像吴念真这种就很非常特别。吴念真是全世界上好赚钱，哦，伊拍广告是安尼啦，导演会赚一条啦。哦，然后拍片也看一条了，演完也看一条了，哦，跟大哥一样，自己那边看完之后跑来演一演，又回去看一下，又回来，那3条拢谈等于，哦，所以他在住大台北华城就这样哈，吴念真的听得他卡头，不过他是真的蛮聪明的哈。好，发展这一点，我想各位是实用的哈，就是你有那些方法，那你怎么去运用呢？你怎么去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开发。就是怎么去展出的方法，就叫做开会。第一个，各位要了解哈。以前我老板告诉我，一共要开会哈，2个人以上就没办法开会了，因为2个人以上意见就会2个以上啊，就没办法开。所以说立法院要开会会开好，那不可能的。所以我想你们也都是一样嘛，办公室2个人以上就不能开会。所以第一个要先学跟自己开会。那怎么样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哦，这是真的体验。就是说，跟自己开会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进到会场的时候呢，你是把问题的方案已经带来了，不是我们在会议上再来附送这个问题。我想你们都参加很多的会，咱今仔是要讨论讲到底是要交油还唔交油，啊，今仔佫讲几步，嘛是咧讲要去还唔去。但是如果你事前是一个方向，说要不要去，来的说，张三你觉得？我觉得不要去，因为什么啊？几次我不去，好，那我们表决，那不就结束了吗？所以我说有人讲哦，啊你剃几波是剃线，听无，就是这种呀，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跟自己没有开会。但是你自己要开会怎么开会？回到我刚刚讲的逻辑嘛，那个逻辑的 process 是不会变的，但是它时间可以快慢。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就问你要不要到我家吃饭，有那么麻烦吗？我想几波。我跟你讲，真的朋友中有很多这种人。你明仔载咱吃饭，明仔载无看卖啊，就是安尼啦，若有闲我就去，若明仔载我，这个拢太好了。我你爱讲我讲，我明仔载可能无法度，但是我想要去。我明仔载10点以前给你电话，是不是这么明确？你提几波到尾啊，你是挡袂着。到底是要来啊，唔来啊？我你免讲啊，我是袂当去啦。免去你要讲袂当去的，我问别人较紧啊。所以这个是跟生活有没有关？跟生活有关。所以
我也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你在生活上用这种方法，对方觉得很方便啊，你也觉得不会那么累。你有他讲句我嘛做忝的，对方嘛做忝的，你问的拢无问出来啦，所以拢讲的拢普通话。所以第一个学会跟自己开会，第二个叫 brainstorming， 这个大家运用很多。那这里面没有写 brainstorming 的方法哈。那 brainstorming， 你们应该找得到了哈。那个 brainstorming 有一个方法，它有一些规定啊，就是说开 brainstorming 的时候呢，动脑会议的时候，主持人要有一些说明。比如说今天我们开的是 brainstorming， 像我们在广告室要定义今天会议的内容，今天就是策略会议，今天是什么会议，这是要定义的。那主持人，也就是说主持人要说明今天会议的目的。那之前你要有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就会给基本资料啊，比如说今天集体动脑会是要想妈妈梳理件 X 商品的名称，你不要来开会的时候问说，胡先生，你有什么想法？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太严重了，我觉得我们要慎重的想一下，我们不能那么轻率，会以为要公开玻璃名字也没有讲出来。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很多人我跟你讲，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所以我们以前开会经常讲说，有一种人叫透明人。你问一下，胡先生，你觉得这个问题什么？对，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在懵逼，你怎么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在讲，因为没有准备，所以跟自己开会、跟集体动脑会的前提都是准备，就是说你去准备这个会议的内容，你把问题带到会议来，而不是在会议中去找那个问题，那这个就是会议。所以这样子你就开始可以发展，尤其当你做创意的人，你们好像后面有一个所谓的作品嘛，哈。那你们用这些方法，你不要让你的组员觉得，你为什么回去都没有做功课？比如我们今天想说，明天大家提3个 approach 来，approach 就是你诉求路线嘛，表现手法嘛。结果你来了之后，你什么也没有提，然后再跟人家哈拉讲了老半天，然后看了再说你这个是乱搞，你根本没有做功课啊。好，那下面这个东西也是值得各位记，这是一个方法，而且有效的方法叫 target plan。T 就是 target 的意思哈。这一套系统是 J.Y. Thompson 的系统。那我跟各位讲，刚我一点关，你也免恶心罪，而且波得啊。那像这样的东西，各家都有不同的，奥美有奥美的，哪里有哪里。那我们在英泰广告，我们是把各家的东西整理成一套英泰广告的作业流程，我们是以这个作为我们的说明，叫做 target plan， 叫做 T plan。如果看到J.Y. Thompson 的，就是用这个系统哈。那这里面的创意策略，这个是有用的。我刚刚讲的不是那个没有用了哈。只讲这值得你再把它用记的，因为你初期可能不熟练，用记的。就是说我今天要做这个创意策略，我先知道我对象是谁，那他们在想什么，就消费者的态度。如果比如我刚刚在讲说，他们认为这个太贵了，比如说，那我后面的目的是要解决贵的问题，我就要告诉你，高贵不贵啊，贵是值得啊，所以创客目的有一个 communication。那我告诉你贵，为什么贵？我有贵的道理，叫消费的利益，还有一个消费的支持点。最后我用什么调性叫投影没了，我的广告影片是要做什么的调性，然后我就把它定义。这6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你所有前面的 Where are we 的总结。你如果没有前面的那套的分析，你就不会有这个。所以这个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讨论出来的。以前在广告室，我们是由阿康人员负责执笔，阿康人要把这个东西文字化甚至我们还做了一个 pattern， 就是跟我们英语句型一样告诉刮胡，然后怎么样这样刮胡，怎么样刮胡，然后后面有一个叫做 consumer 的 response， 消费者预期反应，就是当我告诉你这个消息完以后呢，我希望你得到什么反应？就像我今天有一个案例鹏鹏，我就告诉消费者完以后，他会觉得许鹏鹏相遇路好浪漫好浪漫这句话文字就是所谓的 consumer 的 response。 那它干什么用呢？因为我刚刚提到不是后面有一个的 consumer 的survey吗？消费者的调查吗？假设我今天片子都拍完了，然后我就请了一群人来试看，看完以后我就请问李小姐你觉得怎么样？好舒服看怎么样？好浪漫舒服跟浪漫有点距离那个怎么样？好健康那我们就看好浪漫的人如果多，就表示说我们传达的这个讯息。如果说好健康奇怪，我都那么健康那干嘛好健康？就不一样了比如填饱饱，我会传到最后是好丰富。如果他们看完以后不丰富，那一定是错的嘛，8不够多嘛，表现拍起来该大的没有大嘛，
那所以他们看起来不丰富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关键哈，关键。那这个东西就是以后在这个创意策略里头，这个其实就是一堂课了。哦，无法度今仔无法度讲较多。哦，好，那个执行力就是我刚讲 target plan， 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广告用的，还有评估创意。所以我刚刚已经大概点到了，就是说，它这个部分在我们实际的作业是这样 ：target plan 写完了吗？对不对？那你是创意，我是业务，你要签署，你要同意我这里面的内容。好，你就拿了这个当做圣经，当做 Bible， 那回去就创意。想个老半天，然后好，我们有一个内部创意换卖，创意换卖就创意人员跟业务做换卖，换卖的时候这张就要拿出来。我在上面有告诉你说我要传达好浪漫，有没有看到？没有。以前你知道没有这个东西怎么用？我光是750元，我是创意人员，跟胡先生简报讲完了。胡先生你看安怎？胡先生怎讲不出来咧？我是感觉吼无够强诶。干没那个他强诶，你知道吗？做创业的人最有趣哦，你只要反对，他就全身跟那个刺猬一样，就一定的嘛。无好，因爸伤贵，骂你无好，啊，无你甲讲无好就对。哎，这个创意的业务的，因为我就刚讲，因为没有训练嘛，我是啊，你讲无够强，啊，无你甲讲安怎来强，结果什么都没有，就两个人开始干架。哦，太多了。那我们现在，我刚刚讲回归专业。我说好，我觉得这个东西策略上错了，错在哪里？我这里面是针对25岁到35岁的上班族。你看25到30岁会讲这种话吗？他马上说对吼，他不会讲干呢，那个不是他讲的呢，他应该讲什么？我比如说了哈，好，那你看我这里面的是要讲浪漫，你做起来就是健康嘛，怎么是浪漫？他会不会同意？他会。因为这种东西的共识，大家是比较容易有的，要不然没有就是住在不同的国家了。那这个部分呢，是在讲说，因为你们大概也会将来企划 CF 嘛，哈。那这个里面我把它整理一下，就有6个步骤。这个步骤呢，第一个就是说，创意抓紧以后呢，你知道要做什么要做，从这个背景找创意的点子跟素材。这么多要做的。不是全部都把它说完，说完就把它讲完就好了吧？是在里面有哪一个点子可以造成你的视觉，这个视觉的创意，或是文字的创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了以后就把它成型，就 idea 的成型。最重要后面有一段哈，因为你要做脚本，脚本各位了解，有一种叫文字脚本 script， 有一种是 storyboard 啊。不管你用哪一个手法，我是建议你们。以前我早期是这样，广告师开始进来的时候，广告师的部门叫做，也不叫创意部哦，那时候叫设计部或叫制作部，一个叫做文案啊，一个叫业务，你知道吗？从这个名词你就知道说哈，会写文章的可以做广告，会画画的可以做广告。那像我呢，因为我不会写文章，也不会画画，没有，那时候还不会讲话，结果我去当业务。但是我跟你讲，我走了一圈呢，现在广告人都很清楚了，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就像现在各位做创意跟你会画图有关系吗？跟你会想有关系。以现在来讲，公告拍天那个 database 多的都如牛毛啊，你不会画没关系啊，外面 scan 进来各个微的做水啊。那时候没有这一些，可是到后来，像王老师王念慈，我记得他好像不会画画。可是我的朋友一个叫一个导演很有名，跟王念慈相配，想不起来，跟他以前在据点的时候，跟他也配合得很好，他就对王念慈老师也非常多的评价，就是说他非常善于收集跟描述，让导演了解他要拍什么，这就是功力嘛，功力。我用我的文字，他是 copy base 出身，他文字写。然后比如说我希望有昏暗的灯光，这个我是变哪感受啊？我摕一个图片给你看啊，我就是安尼感觉。午夜的阳光，什么叫午夜的午后的阳光？因刀跟弯刀可能嘛无同啊，我拿给你看。啊，我希望我的镜头是有一点仰角，不多仰角。我再拿一个照片给你，比如说，那这些都是手法，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你的对象能精准的执行，就必须要搞定这件事情。好，那把情境写出来以后呢，再做整理，再把它变成文字说明。这个文字的企划脚本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文字脚本哈，然后再把文字脚本变成一个视觉。那到我后期做广告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客户，其实他已经可以不看脚本了。他说为了省时间啊，你画卡本画几波，我跟你讲一声 no 啊，你就挑伊啊，不如你直接像有一些客户比较拿手的，就是说他已经对广告他已经觉得，他说你来跟我讲 concept 就好了，讲一个概念，然后讲一个 key cut， 我就要讲怎么做。他说好了，你再去发展脚本。这个有一些客户是这样，有一些你要把它画了哈，他喜欢那种感觉，就看一堆照片在上面，好漂亮，然后再说我感觉不够强呢。我曾经有一个客户提100支脚本，没有夸张，一支脚本的 storyboard 大概平均10个镜头，100支就是1000个镜头。那时候真想干，说把它出版好了，然后标题就说沧海遗珠之恨呢，欢迎采用。你那阮客户不爱用嘛，你老人要用提用免钱啊。不要我同事讲，这你那来客户黑照算了。好，配也配完了哈。下来呢，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这个还是坐着哈。我那起来，我大哥就无法度去了。后面的兄弟来帮我放一下。好。浪漫相遇，蓬蓬相遇如。鹏鹏浪漫，鹏鹏送的也浪漫。鹏鹏送你西班牙浪漫专辑，还有浪漫丝巾，只要一个盒盖，寄新店邮政12至019号 Nice 公司收，就有2次中奖机会。浪漫双礼，一次送给你哦。浪漫双礼，一次送给你一个鹏鹏盒盖，寄新店邮政12至019号 Nice 公司收，就有2次中奖机会，赶快寄哦。沉醉巴黎，浪漫相遇，蓬蓬相遇如。你们这边应该有见过没有见过的，只能够吓人。沉醉巴黎，浪漫相遇，蓬蓬相遇如。香是浪漫的记忆。沉醉巴黎，浪漫相遇，蓬蓬相遇如。粉红色的温柔，粉红色的浪漫，粉红色蓬蓬相遇乳新上市。鹏鹏的浪漫好体贴，鹏鹏送你浪漫内衣，一个鹏鹏盒盖贴在明信片上，寄新店邮政12至019号 Nice 公司收，就有2次中奖机会哦。鹏鹏的浪漫好体贴，鹏鹏送你浪漫内衣，
一个鹏鹏盒盖贴在明信片上，寄新店邮政12至019号 Nice 公司收，就有2次中奖机会哦。鹏鹏送你法国式浪漫香袍，一个鹏鹏盒盖或1张抽奖贴纸贴在明信片上，寄台北邮政53至212号 Nice 公司收，就有3000个中奖机会。浪漫香袍，鹏鹏送的哦。浪漫的恋情，别只是想象哦。鹏鹏邀您同游塞班岛，一个鹏鹏盒盖或抽奖贴纸，寄台北邮政96至537号，就可参加抽奖。1人中奖，2人同行，还有 Blue Way 浪漫夹克。鹏鹏塞班游，好好玩哦！浪漫之情，我把是从台湾运到3班，当时还有点上不了。鹏鹏香乳，鹏鹏新包装，兴奋亮相。鹏鹏新包装，新鲜、新香、兴奋。鹏鹏新包装，兴奋亮相。鹏鹏新包装，新鲜、新香、兴奋。赶紧过来！哎，会逃进去。好，各位随着我的时空走一段了哈。离现在16年，鹏鹏要上市的时候，各位看到第1代的包装跟现在，其实鹏来包装从来没有浪漫过，对不对？家很丑啊，当时就知道很丑啊，因为当时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产品在策略上哈，我觉得要感谢是现在的 Nice 的那个，应该是。总裁就是陈泽芳先生哈，我们叫他叫 Tetsu 哈。各位有时候在媒体会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其实当时的企业 Nice 来讲，跟现在是不能比的。当时的 Nice 的企业哈，没有企划部。台湾在当时的状况走化妆品，有化工有几个品牌，像梦17啦、美达林啦、什么兰利啦，这个都是在外商还没有进来之前，台湾所谓的化工的一个主要品牌。可是今天留下来，而且壮大了，Ni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变成那么大庞大的企业体哈，包括剑湖山呐、包括饭店等等。这当时这个商品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各位要了解当时的状况哈，香皂1块大概10块多。各位了解这1瓶多少钱吗？嘿，5倍，5倍，150块。16年前150块哈。今麦袂贵，您如果今麦拿去买鹏鹏看卖120块，今麦120块，你想想看，当时的150，现在你怎么去跟10块钱的香皂比？当时我们的提案是这样，我们是从哪里来？从逻辑来，叫理性分析来。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哈，因为不像洗澡要去抓那个香皂，我洗完再换你洗，你洗完换他洗，哇，大家都睡啊，不小心这个香皂还会掉下去。掉下去，味道地方如果不对，又掉到马桶里面，有没有？哦，不好意思承认了哈，但是都有。你知道我们创意哇，这么赞呐！我这个切入的是讲哦，这一种叫前期的，哦，每一个人要用按一下自己用，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创意概念，就是洗澡不是抓泥鳅，哦，
大家我们就简报啊，讲较好，伊个好啊，演个头家看。以前早期我们业务跟创意，弄那个表演啊，挂表演啊，咻蹦唱啊呢，还有音效啊呢。所以才客户有时候以前有一个客户拍汽车，伊讲看你讲的比拍出来较好，咻蹦出来都没那个味道啊。那我们就讲得很漂亮，讲的客户听完说就贴出陈泽旺先生，卡本是袂歹啦但是我要卖化妆品，不要卖日用品。这句话清楚，我要卖化妆品，不要卖日用品，你知道吗？当时随后有一家叫做白雪，也推出了沐浴乳，白雪就当日用品，所以白雪后来变成高速公路休息站的竟然用的迄罐啊，结果无结单啊。阮不是，阮变稀有动物，浪漫的人才可以用。早期开始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产品让Nice赚多少钱？我刚刚这里如果有做化工，我想都很清楚，化工的利润相当的高，倍数的不是 percent 的，是倍数。那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没救但是碳追。当时谁在用？我们鹏鹏，你看在那个时代客户有这种眼光，我们每一年做所谓的团体讨论，我们看着我们的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个族群，这样一直进来，你看着他们的穿着，你就发觉鹏鹏走入家庭的生活化了。因为早期的时候没有夸张的，有用的就是那个小姐，上班小姐，人可以讲安尼较舒服，所以是要胖，这是真的。然后后来我们曾经有做有一个那个就是家庭主妇，她有买，她说如果家里洗鹏鹏她都怕她婆婆知道，因为婆婆都用那个眼光看她，哟，唔来演个别部上面代志啊，她自己讲的啊，她自己讲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她就是一个符号。可是，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一直走到后来变成日用品，就是说你去来看的时候，大家就是一般的人就用鹏鹏的，那就是这个过程。这是第一个成功，定位的成功。我刚讲策略面，那我刚刚就讲了，我说广告公司多厉害，你看我们就用逻辑啊，那个逻辑，结果最后他这样卖 brand image， 好。第二个来讲，它的成功在它的促销。今天我们都很多清楚，就是说你的促销最好衔接你的品牌特性、品牌个性衔接最好。鹏鹏卖浪漫，所以他所有一贯的赠品都是在浪漫。鹏鹏每一年的赠品我没有夸张的，大成功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搜狗卖我们那个内衣他去请人家做完之后还刮胡就说鹏鹏内衣，我有品牌呢，叫鹏鹏内衣呢。每一年就是说5000件。那个来的那个就是那个信件用明信片也是在恭喜刷害的，对吧？这是没有夸张的。这是第二个他促销的成功，非常重要。第三个演员，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就是说鹏鹏今天的成功是周丹薇帮了非常大的忙，他让鹏鹏走向一个叫健康的浪漫。你看他鹏鹏这样洗澡，那个周丹薇这样洗澡，看他这样跳，你都不觉得邪恶。真的是健康的，虽然小弟也去做过那件事情，帮他撕那个两个那个撕起来呢，这算一点点小狐狸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在这里面来讲是他非常成功，所以在这个里面来讲，这些的元素的组合造成鹏鹏一路到后来以后，为什么他已经变日用品了？现在你们去用鹏鹏，现在难道有那么伟大的心情吗？大概广告片好看而已啦，天星掉下来那个猫咪味旺旺，还有狗味旺旺，这样子觉得好看，但是那种情绪已经没有像在这里面那么的嗨了。但是他这样子在维持缅甸，因为现在他的获利空间当然小了，小了就没有以前的。我刚才讲嘛，16年前卖150，15、16年后就要卖120，基本上都不要好谈，但是嘛是好谈的品牌要跌，所以鹏鹏后来延伸，包括有男性的，有什么的。就是这样来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第一个，你们将来最有幸的事情就是摸一个人家都没有做到的。我讲这戏这哇拢是 case 啊，对吧？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 case 是养生麦粉。老夫用都袂退步。亲像我
大工啉桂格养生麦粉来保养，有纤维、钙质、贝塔胡萝卜素、卵磷脂，甲牛奶也是豆奶做伙啉，规身躯拢保养会到哦。对，50岁以后一定爱保养。是啊。桂格养生麦粉，桂格照顾你，甲照顾囡仔，同款用心。对你哦。你手哪会皮皮喘，喙骨来心脏皮薄菜。啊，毋过来讲我按动动，这都要注意哦。咱人若食到50，一定要保养。那是要哪保养呢？保养就要为心脏甲血管顾大声啦。要爱啉健实的桂格养生麦粉，这罐有真济省下伊有 DHA， 照顾身体上透动哦。喂，有你哦。哦，对，爱保养啦。桂格养生麦粉，桂格照顾你，甲照顾囡仔，同款用心。胆固醇伤高的人，食卵就要减食蛋黄。啉牛奶就要去掉胆固醇，像咱50外岁这款年纪，就要啉桂格无胆固醇的高钙脱脂奶粉，会当补充营养，血管阁袂塌掉咧。赞哦！高钙一天2杯，会当补充咱所需要的钙质，骨头拢嘛袂搞怪。少年乌乱沙，食到爱会经吃哦。无胆固醇的桂格高钙脱脂奶粉。你这边泡茶、泡茶，那泡牛奶。嗨，这款是桂格上新的高钙奶粉，内底有加迄 ABC 好菌料。这好，咱年纪若有哦，这腹肚内好菌啊是愈来愈少，歹毛病哦就对咧来哦。所以爱啉桂格，补充好菌，腹肚内好菌愈多，身体才会健健康康哦。对啦，咱冰的优酪乳吼，啉袂习惯，还是这小饮牛奶较好。而且桂格高钙吼，够无胆固醇的，上适合咱哦。你定为民服务，桂格为咱服务。新的桂格高钙奶粉，都有 ABC 健康3粒菌哦。这个小弟50岁做这个商品的时候，我才40岁。但是呢，你说我要去怎么体会这一块？这个整个的定位是全部英泰帮桂格定的。当我们去接到这个商品的时候，养生麦粉卖的并不好。他在卖什么？各位了解吗？他在卖所谓维他命的添中剂的概念。他当时的广告是说，你如果家里你喝一杯奶粉，牛奶，然后添加这个1天2匙，才只要多少钱？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维他命，然后这个什么让你身体会很健康。原来他的主张是这样。那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50岁要保养，所谓的第一次提出所谓的中老年人的保健食品的概念。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因为我做美强生，就是各位下面有一个妈妈睡前的案例，我们做了15年，我们从小的做到老的，男的做到女的，我们对整个这个生态啊，就是说这个族群的生态有一些了解。我们发觉有一个商品是空的，这个就是50岁以后开始走向所谓的中老年人。那时候台湾开始在做所谓的中老年的统计那时候统计就说进入6点多就是老化等等，这时候开始在做些研究。那商品在哪里呢？因为它刚好贴出这个，我们后来提出这个想法，因为它基本上它是属于所谓的添加的，那我们就提出这个概念，说50岁一定要保养。那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的一个讲法，对桂格来讲有2个突破。当时他们非常非常的纠结。第一个突破是用闽南语，桂格给我们的感觉，一直就是国外品牌，讲国语，不解台语。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一群人全然没有人会讲台语，台语到底是好啊歹，要安怎讲？哇，他们有一些距离。但是我当时的一个主张是说，你今天跟50岁以上的人要沟通，这样的语言是接近的，这是第一个。当然你要不用也可以。所以后来我们是做2版每一支片子都是2版，国语版跟台语版。后来还是台语版放的最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它的讲法，各位讲 how to say 的部分。规定来讲只有药品可以讲机能，我吃的怎么样，胆固醇会降低什么的。那后来才有一个健康食品，那是后来的，当时还没有这个规矩没有这个规定的，就是说只有药品可以讲。那你食品就食品，食品只能讲好吃的，怎么可以讲机能？那我们怎么样去逃避这个？你知道吗？这里面有2个元素很重要，一个讲法对你你咧惊囡仔皮皮喘，皮皮喘，大家嘛知皮皮喘什么意思？大家嘛知，
哦啊，毋过囝安动动，啊，毋过我无讲我心血管啊，我闹着敢袂使？喂，你无法度了我的毛病。吼，骨头拢袂搞怪，我骨头拢袂搞怪，大家嘛知骨头袂出问题。就是这样的语言的创造。那时候新闻局的那个审判好像也是不太会讲台语了哈。后来这件事情其实是造成讨论，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学我们这样做，那搞得很头痛啊。所以后来是有点收敛了，就是没有那么的直接了哈。那像那个蛋黄那个都是比拟手法嘛，我们要去了解说啊，奶粉中如果脂肪很高，你讲脂肪高他没有感觉，你要转换一个让他感觉就是胆固醇高。那胆固醇高什么东西？哦，胆固醇里面蛋黄最高，不是蛋黄最高，其实猪脑最高了。那蛋黄是我们生活中常会碰到1500单位，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说你吃蛋的时候，有人会把蛋黄挑掉，那你吃牛奶为什么不会把这个东西挑掉？这叫比拟嘛。好，但有这个东西你要挑掉，不要挑掉那么麻烦，你不如挑贵壳。所以可以看得到，从说 how to say 的方法。好，另外有一个 how to say 里面还有一个叫生活形态。你刚看到的这些的东西，如果这些偶例上我们看到非常的亲切。啊那过孙大家拢有迄个经验，约袂着孙啊，孙咧走你约袂着，有无？有种经验嘛？透早迄张比白仔啉一个茶，有无？有种经验嘛？行棋有无？有种经验嘛？就生活体验接近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造成这个商品。可以讲说非常的成功了哈，成功到不得了这样子。那一年我记得圣诞节结束的时候，客户送了1箱的红酒到我公司来说，汉鑫这1箱红酒送给你，你值得。那一年我们做柜格8个商品，我每天都在柜格开会，他们开玩笑说干脆1块桌子给你好了啦。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这就是后面背一把大刀了，为民除害了，除完以后你就不见了。这就是你的命，做创意就是这样，因为你会除不掉的时候嘛。这个商品很成功，3年很成功，4年很成功，5年会开始衰退啊，6年会开始衰退啊，会不会啊？所以慢慢的，你只有一个创业人，就是你要了解这是你的命，你就不断的去找战场，杀不同的人，因为这一段总是会结束，因为时间，包括现在我刚才讲说那个卖那个纸尿裤一样啊。孩子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了，质量会一定不会好啊，怎么会好？你现在我当时做广告的时候，那时候38万每一年出生儿，后来32，我离开32，现在20几啊。对，卖老人，对了，现在卖老人，所以将来会有老人托儿所，不是将来，现在就有人在规划，老人跟幼儿把它放在一起，蒙拉减4口，1减2口，啊，阿公有孙唐生，孙有阿公唐生，阿哥大家来混这会啊，你吼，我赞呢。真的有啊，叫老儿园啊，所以这是第2个案例，以前也没有的定位。那当然我今天是简化了啦，就说就简单的你讲啊，那一想就50岁，不是，就是说这中间有一些过程，但是它出现的是定位。我现在让各位了解的说，当我定位这样的时候，当我做创意执行的时候，我是怎么去贴近它的。那你说这些骗子去所谓的那个广告金像奖会得奖吗？鬼嘞！这会得奖，不可能的。但是市场得奖，策略。所以我要讲的，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你要做这个是给消费者肯定，然后有销售。好，第3个案例是妈妈素体健，这一段女生要好好看哈。从计划生个优生宝宝，我就喝妈妈素体健调整体质，补充胎儿和我的营养。我每天都喝2杯妈妈素体健。宝宝这个时候长得最快了，我继续喝妈妈素体健，补充怀孕需要的营养，帮助胎儿成长发育。现在我还是喝妈妈素体健，喂母奶，营养更要讲究。我怀孕，她用心。美强生妈妈素体健。体重和头围是宝宝的健康指标。医学报告，怀孕期间锌的摄取量不足，会影响婴儿体重和头围的发育。美国第1大婴幼儿营养品公司美强生，孕育优生宝宝，妈妈素体健添加锌。
一般外商都是国外上市引进台湾。妈妈素理健是，我想是在美强生来讲是唯一全世界的一个例外。妈妈素理健是台湾自己做出来的，卖得很好，后来销香港，后来销别的地方。那这个当时怎么来？因为前面有一个叫做素体健，啊，美强生有2个产品，一个儿童素体健，还有一个素体健。那素体健做什么呢？那时候的广告是像病中病后探望病人送的那个什么营养食品，是外籍人在破病了，所以没有卖得很好。这个东西在他们里面叫做机能性营养补充品，名词叫做这样的，就所谓 supplement， 可是是属于机能性的这样。那当时刚好了哈，我想这个都有它的巧合性。我们那时候的一个老板呢，一个长官，那时候说哈，隔一年就是龙年就是生育率会增加。他说既然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来规划有一个产品？我觉得那时候英泰很成功，就是说英泰做策略性的思考很强，就规划出一个 idea， 我们称为叫 idea product， 就理想的商品叫 idea product， 就是一个叫做给孕乳妇吃的那个素体健。那时候妈妈那个名字还没有出来，然后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本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在它的素体健的外面印一张纸的贴纸，把它包起来就原来的罐子不变，因为如果要做还要到荷兰去印嘛，所以说先卖看，如果市场来行下一批就真正把它印成铁罐这样。后来应该感谢他们一个亚洲区的老板，他听完这整个视频，他说既然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好好干。这个是因为所有客户也要有决心呐，所以我说要幸运要有贵人呐。就客户这样子，我们就开始规划，就一个妈妈素体健。妈妈素体健其实它的产品概念很简单，就是牛奶加上新宝纳多，这样你有了解吗？概念就非常清楚。新宝纳多有维他命有矿物质，但是就是没有乳钙质，就是没有牛奶。新宝纳多就是这样。那我加牛奶，所以我们在换卖的时候初级很简单，牛奶加2颗新宝纳多等于妈妈素体健，我们的文案就这样写。你确认？那你是到底要吃这2样加起来，还是要吃这一罐？这是第一个选择。再过来我们的主张，那时候第一支广告是刚好我太太怀孕，小弟有点感受，那个表现就我要当爸爸了。有一个爸爸在办公室，听电话，阮某拍电话跟我讲，有啊呢，我就欢喜个，我要当爸爸喽，欢喜个，其实不要夸张啦我真正是讲安尼安尼啦，不要夸张，但是把它夸张了就这样子一路这样过来。各位现在看到这一支，其实是我们的后期。我觉得妈妈素体健最成功，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设定，从开始怀孕，开始供成功，开始过怀孕的3期，怀孕初期、怀孕中期、怀孕后期。请问这里有妈妈吗？好，我在她的面前讲一下，我是男生的，我小可了解。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怀孕的初期、中期、后期，我们不断的诉求你每一期都要吃，不能断啊。为什么？怀孕初期有25% 左右的人在害喜，怀孕的后期有大概40几%的人认为他自己体重太重，都不吃了，但是都是错的。今天在座有很多的小姐们，你听完这一席之言，我跟你讲，你会先优生宝宝。怀孕的后期有3/4的体重，胎儿在那边长成体重所以今天在这每个阶段，我们每一个阶段这样打，你知道吗？小一下招尾掉了，他要停了，不敢停。你看我们每一阶段都告诉他为什么。最后我们主攻一块，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做那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我个人非常的高兴，因为我觉得是我在救普世大众的人，叫做计划怀孕。各位可能在座的女生都还不清楚，当你 MC 没有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宝宝的神经发育、细胞分裂全部完成，各位都不知道。4个礼拜，就是你没有来的那4个礼拜，你的所谓细胞的分裂，细胞叫什么？为什么人家叫生命工程？就是生命工程是一种细胞的分裂的过程，分裂完以后，脑细胞、鼻子细胞、耳朵细胞，在那个过程中完成，然后就开始建地基，开始长大，开始长什么？长骨架，慢慢的再长那个上面的所谓的疤了所以怀孕的后期后3个月，为什么你不能停？因为那时候在长体重。那你说
所以很多人讲哇，这囡仔生出来，囡仔来散，所以低体重儿哈，如果你是早产儿，一定是低体重儿，没有例外。低于2800公克就是低体重儿，早产儿一定低体重。这个理论就是因为在8个月、7个月以后，那3个月是长体重，4%在那里，所以千万将来当妈妈不要，是可以控制让你不要那么的胖，而你的胎儿可以胖的哈。所以各位不要因为说啊太胖就不要吃。那计划怀孕当时我们做的最好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想，像现在的年轻的女生，大概你们在国中的时候就打德国麻疹。可是当时像刚刚在座的小姐的那个年纪，应该她是没有打德国麻疹，后来打的嘛哈，不是学生的时候打的嘛。对，好，所以我们就抓德国麻疹之后3个月，因为德国麻疹3个月不可以怀孕，3个月以后就是你做计划怀孕的时候，准不准？这就是我们去研究，我要怎么妈妈说计划怀孕啊？妈妈啊不，我当时要计划怀孕了。当你打完德国麻疹3个月以后，就是你计划怀孕的时候，他很清楚。那计划怀孕的意思是什么？你今天准备要受孕了，你先生你也好，第一个心情要快乐，不要每天臭脸，然后你也不要感冒，不要生病，一天到晚吃抗生素，很多的状况都要调移到最好的状况下，受孕的胎儿就会是健康的。所以今天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在讲说，今天做妈妈素体验对我来讲，生活的体验就是我对我2个小孩的过程中，在我设定的范围内。在我设定就是我们准备要怀孕了，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准备开始。因为我第一个、第二差4岁，以前我某的条件就是讲，哪边个生吼，伊不爱上班啊啦，看不会无，看爬拉欠啦，唉，因为他说他太累了，因为已经搞得快忧郁症这样子哈。好，那我要讲就是说，妈妈素理念就这样的一个观念，从一个定位开始，就是定一个说给孕妇吃的。那现在。这个商品到现在来讲，妈妈现在第一个少了，不生的又多了，啊，这个市场就没办法，你总不能叫一个人吃2罐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是自然的消费量，对不对？一天要尿几次也是固定的啊，对不对？吃几次也是固定的，一次120还是140，什么200、180也是固定的，不会盖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没办法，就市场。可是当时的状况，这个对这个商品。我刚刚讲这个过程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它的定位的成功在这里。然后最重要，我刚刚讲这个商品对我更大的学习是我们发展了，我不敢讲说台湾第一个，但是一个台湾最巨大的是 database marketing 的概念。你想想，在17、18年前发展所谓的资料行销，那是非常少的。我们自行首创完成妈妈素体健俱乐部。到我离开的时候，妈妈素体健有10万个所谓的那个名单。你知道这10万个可以卖到多少吗？卖到这个user这阿公阿嬷啦，这阿嬷啦，对不对？他当妈妈开始怀孕吃嘛，他儿子开始吃儿童素体健嘛，吃优宝嘛，再过去他的亲生朋友吃什么啊？所以一个名单哦可以卖那么久就是这样，所以值不值得？值得。所以 database 的一个管理哈，如果各位做这一类的哈，不要吝惜，一定要做投资，这对各位是很好的哈。那我们看了几个营养品，我们来看有点肉的哈，不要点。你知道那个男主角是谁吗？啊，黄家诺啊，就香港那个跟谁在一起那个，来看得出来吗？哎，对，关之琳的入门小度。我用白鸽抗菌洗衣粉清洁宝。我也太久啊，我这朋友请我朋友去给他吹啊，因为已经离开广告公司4年多了哈。美亚姐当时成立的时候，客户给我一个商品，就是爱滋味正式介入所谓饮料。爱滋味是从酱菜、甜点，然后再过来，我说爱滋味也很伟大，就是他每一阶段一直在，而且每一阶段都非常的幸运了，真的是失败例子是真的很少。酱菜很好，可是酱菜吃的人越来越少以前吃早餐，现在吃早餐大家都不吃，或是吃的很少。再过来呀，牛奶花生大成功，牛奶花生电脑的镜头刀，那种这工艺品不是我拍，我上早就是
那只牛也好，牛卖几十年的是一只牛。然后之前有牛田八宝，真是国蜜4元，就是它甜点。再过来就是这一段叫饮料。爱之要发展饮料有它的背景，因为它要发展成一个所谓的全方位的所谓食品公司的概念。好，那介入饮料的时候，他们找了这个商品是他们客户找的，找好就要做这个。那我接触到这个商品的时候，我提出疑问，因为各位了解哈，麦芽茶这个物件在乡下来讲是足俗的物件，哦，好的叫泡茶啦，人无刀无钱那叫麦芽茶啦，就是讲麦芽哈，等来哦，就是讲起较歹听啊，骗胃口的啦，就是让你有一点香味。可是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它是什么？它是比较退火的。所以早期割稻哈，家里以前在乡下来讲，说家里要泡这种茶叶，什么高山乌龙茶，哇，很难呐。我讲这个是比较遥远的哈，就是说到那个杂货店去买，有一条哦黑色的哦，拿回来拗开，拗开就是这啦。哦，我讲这个想做公漫画，大家拢听无？哦，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好，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叫定位的问题了。你到底是要把它当传统饮料卖，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新的饮料卖？这就是一个 segmentation 区隔定位的区隔。我当时提出的想法说，如果把它当传统饮料卖，它可能就是当归茶，抽象嘛。所以呢，客户那时候跟我们讨论完之后说，当新的饮料卖。当新的饮料呢就不一样了哦，我们就重新包装，那就从梅亚本身阳光的概念找到一个阳光，好，然后就搞出一个这么样的。很多人看到这个片子都觉得很好笑，这是中国还是外国还是什么国？我目的就是讲，不要让你像台湾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做了2个调整，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爱滋味梅亚茶这个东西哦，我们当时录了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请本地的乐团唱哦。嘿，听起来就像爱滋味蚵仔煎，都是安尼啦。这个是谁唱的？是那时候在福华饭店有个 band， 好像是新加坡还是菲律宾的哈，他们外国人，然后就用拼音，多赞！为什么？那个腔调，说土嘛要不土，洋嘛要一点，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一听就对了。可是呢，我们那时候请台湾的编去唱的是爱滋味蚵仔煎，特别 gay 的对啦，就像你说你讲英文你讲的多好，你的腔调就是不会像老外，这是假不了的。好，这是2个的包装，就是说我们先定位说我们不要走传统的路线。在第3个就是表现啊，要做什么？就是现在你看到的麦田阳光，那怎么办呢？就找了一个香港人。香港人再怎么样看就不太像台湾人，那时候就叫吉米其实当时也普通了，他是一个经纪公司的一个模特儿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连续用他，所以这条路线就走了大概4到5年，4到5年完了以后呢，爱滋味梅亚茶因为要推出所谓的大罐装，有没有？那为什么有大罐装是有道理的？因为是梅亚太好，梅亚太好就是说那整个量，因为各位了解我讲了以后不要说饮料也不敢喝了一瓶你们去买的这样饮料20块的你的内容物喝到是1.5块左右。我们的笑因为那个铁罐一个就3.5块，货物税1罐5块，中间利差多少？一算，内容物都剩1.5块，你不如买粉灯给你泡，就是安尼嘛。饮料就是安尼啊。虽然讲上好是卖饮料，不如做医生，不如卖其他病嘛。意思就是安尼啊，因为太好谈了嘛，有对的太好谈了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想说包材上如何，因为量那么好，应该把它放大。那后来我们就在台湾要生产的时候，因为梅亚有一个问题梅亚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它容易不稳定，所以一定要高温杀菌。可是高温杀菌，今天在座如果做食品就了解，高温杀菌最大的问题就是破坏风味，风味会破坏掉。那后来我们在台湾就找了一家叫做冷冲田，很冷的冷冲田的技术，可是那家工厂呢是半套的，它生产出来冷冲田就是介于冷藏跟常温之间的一种东西今天这个技术在台湾已经看得到了，各位去买的什么冷泡茶啦，什么爱滋味鲜采番茄啦，这些都是冷冲田，它的有效期超过1年，大概1年左右最少可是它的风味呢，你冰起来喝趋近于冷藏的，
就叫冷冲庭。可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生产不稳定哦，不是那个就是不良率很高的意思啊。那后来爱之味没有办法，爱之味就自己投资建了一个台湾第一个冷冲庭的工厂。不过爱之味要感谢他做了这一套，后来他一系列的商品都是因为这个而做出来的，包括后面的鲜采番茄，包括很多啦，因为都是在这样的概念做的。所以因为爱之味比亚迪导引了爱之味在所谓的这个冷藏这个商品系列中的一个位置哈，就是这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就这个背景。所以比亚迪就是在这种状况而衍生出来的哈。后来才有彭恰恰的那个哈，美改威啦、三明伟这个东西就走所谓家庭路线。那个人吃的还是用个人的方式来讲。当然，在这个部分来讲，就策略部分，当时我们客户是有点拉拔了。我们在广告公司立场是不太赞成说，一个广告片有2种所谓的通也没了，对不对？这边看的是爱之味比亚迪，我天哪，这边呢，哇，你写喏，这个有点怪了。但客户有点坚持，所以我想哈，拿人的钱手软嘛，也嘴软嘛哈，头也软嘛，那我们就做了2套。做2套走了久了以后，其实客户就看到问题了，所以后来这个所谓的原野奔腾的这个系列就完全就消失，就走到彭佳佳那条路线，就是说这个就会看起来变成真的很本土了，那这个就跟原来的策略有点不一样啊，这也是一个新的啊。好，我们现在下来看白鸽。宝宝衣物，细净又抗菌，预防感染，避免过敏。有抗菌就有保护。白鸽抗菌洗衣粉。白鸽。衣服如果残留荧光剂，与身上的汗水贴身接触后，会刺激皮肤，引发过敏。瞧，小朋友都变成人工萤火虫了。白鸽天然洗衣精，我检验过，没有荧光剂，用起来放心。邱章检验，邱章推荐。邱章博士郑重推荐白鸽天然洗衣精。别让你的小孩做人工萤火虫哦。白鸽。真棒！先讲这个小商品，这个白鸽，在出这个商品之前，其实有很多商品的，Nice不是最早推出这一类商品的。可是我刚才讲说，主张区隔，抓了一个就是这个没有荧光剂，没有荧光剂这个事情来主推。那这个白鸽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来？因为我们当时白鸽就是白鸽的属性，我还去研究买养鸽的书回来研究鸽子。我会讲这是真的哦，因为为什么叫白鸽？就是爱干净，它是爱干净的。然后他会自己整理自己，然后还很多。我现在有点淡忘，但是我真的做了很多的功课，包括怎么清理大便。你说这些有什么关系？我讲收藏混生修嘛。你的收集这些，到时候有一天创意如果要做，你说为什么要鸽子？另外有一个道理啊，就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就主张，其实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人工萤火虫这句话。这句话歌不是广告公司想出来，是客户有一个邱文玲邱小姐她想的。我们觉得哇，这句话太棒了。就是怎么样去形容孩子本身穿的是有萤火虫的衣服，那叫人工萤火虫。后来我们根据这个就办了全省的这个有点像展示会，在那个百货公司里头就租一个摊位然后就弄一个大黑布，然后让你去体验，你知道吗？打开妈妈体验，哎呦，我们穿的衣服只要是白色的几乎都有了。我今天把它关掉，如果拿那个来，全身都是，我们都会变成人工萤火虫。像我们男生的衬衫几乎都是。那你说穿了会怎么样？是唔知我哪知？但是广告本身就给你翕嘛，广告有一个讲法叫翕工嘛，翕互你会惊嘛。你讲我刚刚就讲的那个心跟心一样嘛，妈妈说连心嘛，你知道他现在教17、8年了呢，我们就提出 zinc 锌跟叶酸呢，那2点不是客户提呢，是广告中提的呢，是我们读书看出来的呢。那时候我们还提出一个，就是那个叶酸如果缺乏，会影响胎儿神经管发育缺陷的发生。这个话小弟想的呢，不是讲我跟你讲，我是阮同事一看报告讲，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一看，我们就转化。那我去提案的时候，我客户是台北医学院药学系毕业，他就对我这样讲法很广告很夸张，好吗？我说
没问题。他说那你怎么表现？我们回去想一想，那个很经典。我们用一个叶片树叶的叶，树叶叶片是不是有很多的网络？你想象那是你儿子胎儿的神经管，你说会影响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你发生比例多少？我哪知？我客户就问我说神经管他搞得懂吗？我说妈妈搞不懂，那搞不懂你还做？我说搞不懂，但是一听到神经两个就掉开啊，神经也不好，一定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宝宝在里面发育你都看不见。其实妈妈，我觉得蛮体谅的。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你不要他以为都一直喜悦呢，他真的是很担心，真的很担心，因为到底是发了好不？你都看不到，到那一刹那的时候，哇，然后跟你讲说健康，哇，欢喜看，然后再开始讲长大以后，他功课拢无写，迄阵拢袂想的啦，迄阵也是讲健康就好。所以在当时的状况就卖健康，一样的道理，白鸽就是卖健康。你说有没有关系？我哪会知？是唔知，就是翕工。所以有很些商品其实是在卖这样的，因为你说真正碰到你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呢？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几个就是比较机能性的。那下面这个案例很有趣，就是小美一系列的广告轰动冰凌的芋头，天雷地火的结合，铁证如山的好吃。小美红豆芋头，天下无双。哎呦，我就啥？鸡鸭冰嘛，我比半年没吃过鸡鸭冰嘞。一个人可以吃几次啊？两打啊，这好了。不错哎，不错嘞。我那个包而且都9分那啥。粉粿嘛，用红枣加粉粿这到啊。是讲这冰整个口粉粿就做9分冷。拜托，好吃就好，不要那么怂好不好？对，小美嘛，你唔知这是今年首站鸡鸭冰嘞，专门买来相信你的。小美红豆粉粿，你讲有造型，那个无他孝敬我，你没钱。其实还有2、3只了。小美我是觉得，在我现在来看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曾仕龙董事长就是现在小美的董事长，他是做半导体赚到一点钱，然后他想找回他童年的梦想，他是台南咖喱家里人，然后买下了小美。当时的小美是有财务问题，他买完了以后他重整，我认为他重整的非常有魄力。你知道我去做提案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老板，因为我们习惯说穿西装的是老板嘛，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后来发现穿夹克的那个是老板。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今天早上去提案，下午就通知说，你们得到了，晚上请你们吃饭。我看那 K 那还好诶，当时有2家得到，奥美跟我们，就是他奥美做品牌，我们做商品。那第一次跟那个老板碰面，晚上带我们去哪里？吃完饭以后呢，就跟家家保龄球馆附近吃完就去沙龙。奇怪，K 那传咱去沙龙，你知道他当场跟我讲一句，因为你今仔讲了，我真有数。我都不知道说，你喝大胆了，伊甲讲你盖有，就讲你就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很有胆子啦，你怎么讲这个？因为我提出的说小美不是小美，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简报的标题，小美是小美食品，中他下怀。其实里面讲什么好像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当时这些产品都还没有出来。其实后来小美有照这个方向发展成所谓的整合小美食品的概念，后来很可惜，因为碰到那个国什么事件对财务，然后脱离到小美，就短期碰到财务的问题，这是过程。但是在重整的4年中，各位看到了这个商品红豆粉粿，那时候大成功。什么成功？当时一个小美1年他们去接手的时候，1年东西卖、南北卖，这样子全部加起来1年大概3亿，还不到3亿，光一个红豆粉粿就超过3亿。那第2年就是小美重整的第2年，它整个部分营业额到8点多到9亿，非常非常的成功。那时候无吃红豆粉粿那年可能过了无介好了因为卖了太好
好到什么地步哦？就是说没有吃过昂岛荤桂的，没有吃过冰棒的人哦，尤其35岁以上的，因为35岁以下是吃冰棒的主要年龄层。35岁以上的人开始说，哎，真正还好吃，无得吃看慢，看我连生打刚刚看我吃个还好吃，这是第一个。可是它的产品特色在哪里？如果各位还有回忆，我讲你就了解。一个冷冻食品零下42度，所有的东西都会冷冻，冰就是就变成固状哈。但是昂岛荤桂是软的，对不对？还记得吗？这是他们里面有一个研发人员，我还记得那个男生发明出来的。所以今天我所有事情要讲说，它的成功不是单一的。今天这个是产品力，后来是我们包装当然卖得很好了哈，包装的模式把这个东西给炒热起来。可是一个产品，咱就做爽的呀，公司的人就是安尼嘛，客户赚钱，咱就爽啊。伊赚钱咱也无赚较多啊，但是咱就爽吼，咱讲到这吼安尼足欢喜的，所以我嘛感觉啊，客户安尼嘛足可惜的。后来这个状况，可是当时这个状况，一个新的品类差异化而成功。那时候后面那些什么，可是你要了解哈，昂岛荤桂不是应该讲是红豆了哈，红豆冰棒不是小美鲜的，是益美鲜。那我们那时候经过survey了解完以后，我们认为一定要搭便车。如果你开发一个品类是新的，要去打很难，因为前一年是那个益美的红豆冰棒卖得很好嘛。那我们就想说，那就做差异，就红豆加什么，是安内出来的，昂岛荤桂是安内来，哦。那时候客户还对我有点误解，因为我那时候做爱之味甜八宝的昂岛荤桂，我说其实是两回事的。客户是说我把这个 news 告诉小美，我现在也洗不清楚，其实是两回事哈，因为那个荤桂跟那个会长得都不一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转台的关系啊，客户都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爱我？每一次一转过去就爱你爱你爱呀。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你的阿公阿嬷在用的哈。那我现在，就按错了吗？有点声音。如果我要比如说，对不起，我要再给你们看一次。你如果是按这个吗？啊？可能是我的问题哈，就是啊。喜欢是下课了是不是？啊，我讲快一点啊，如果耽误到各位时间。这个快人最主要是差异化。我们要推出的时候，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品牌，各位有染法都知道哈，那个品牌的浓淡度哈都是用号码，2号、3号、4号、5号、6号，号码越多就越那个浓度越高。那当时有一个品牌。在日本品牌其实卖得很好，我们要上的时候，其实商品本身都有正向有负向。温博阿莫尼亚，但是我们着色效果就比较差，着色效果比较差代表什么？就持久力就比较低，对不对？但是我要不要讲？不要讲，对，你摇头摇得很好，那不要讲。那今天这个东西一上来的时候，给消费者最大的主张，我刚刚讲，是后面的无臭味擦皮，扔是个主联。表现的形式就 how to say 就是生活形态，有陈雅兰，你知道这个片子播到现在还在播啊。我在广告公司用雅兰，到我英泰的到了台视的时候拍《君臣情深》，也是陈雅兰跟杨丽华团长，很好笑。一共哎呦，几家那都得力，雅兰公。然后客户呢，我要帮客户的一个忙，因为这个片子我们都有使用期限嘛，比如使用1年或2年，然后完之后要再付多少钱。因为我在台视卖一个人情少了20万，客户也说：“哎呦，汉信立马帮了一点忙。”播到去年，陈雅兰公卖个波啊啦，
您信不信？咱拍一个新的，哦，对，不要再播了，就是拍一个新的，这是一个新的案例。那这个东西我刚刚要各位了解，就是说，今天讲赏析，你不是只是看好看，好看有时候卖不到钱，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做一个好看又卖到钱的，我就跟你拍一拍手，吃果果，太好了。哦，但是因为我的商品基本上都是比较策略面为切入，所以给各位看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当然有一些还是赏心悦目的啦哈。下面这一张换文芳的就有点赏心悦目了哈，比较漂亮一点啊。100%的自己，就像我喜欢每日吸100%纯果汁，新鲜自然，用眼睛看就知道是100%。我爱喝每日吸100%纯果汁，好喝，每天100%每日吸100%纯果汁。越来越跟我一样，都爱上每日吸100%纯果汁，100%的每日吸，新鲜100%。连好喝的样子都让你看见了。每日吸100%纯果汁，每天都爱喝。每日吸100%纯果汁，又新鲜好喝，还有好可爱的小每日吸，喝了就爱了。这个案例哦，我个人是非常得意的一个案例，因为这也是老天爷给了一个机会。当时味全呢，其实等于是皇家的时候已经在尾声，就是无心经营了，应该这样讲哈。那味全也没有广告费可以推，那这个时候产品经理，就是现在那个，其实卖得很好，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品牌，就是吃那个有点像养乐多的那家。就是做那个找林志玲拍广告的那个什么知乎诺优的那个老板哈。那知乎诺优这一家公司就爱什么，现在跟爱智慧把它买下来，都变成子公司了。现在的总经理就是当时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在味全，我是服务的代理商。这个客户我们已经混了很久了，可是都赚不到钱。为什么？因为他都没钱，每一天就跟我讲改产品包装，因为他唯一能做的就改产品包装嘛，然后去通路去再去销售。有一天，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收藏混生修，就是在讲这个，因为很多的基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一个案例。有一天我去那边开会，他就跟我讲：“汉信，我是感觉吼，咱咧啉果汁吼，哪会当像个阿多安尼吼，啉迄个牛奶吼，下班等啊冰箱就拍开吼，啊牛奶摕起来，安尼啉吼，我们那偌爽的呢。”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想喝果汁如果能变成一种生活形态，就是一种生活形态，他会很好。那我听了这个直觉，我说梁经理就你姓梁，我说吼，牛奶安尼啉，该是有法度，果汁安尼灌，我感觉有点困难呢。我就这样讲，然后我就马上转了一句，我说：“不过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费太太果汁啊？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这样讲，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就连起来了。”我说费太太果咱看电影哦，要一罐40块无？插一支吸管，害来害去，害来害去安尼，感觉有点气质呢。刚刚在啉果汁呢，袂歹哦，你讲啊嘛是袂歹。你现在像不像费太太果汁？只是商品化的费太太果汁。结果呢，我觉得这事情就讲完了嘛。他也没跟我讲说好我要怎么样。有天拍电话说，你来者，我一个包装者，你来给我看嘛。一看，透明的。那个小包装就小米的，其实小米的是先有，然后再又去做大的好。那大的出来以后，我尾巴要透明包装，第一次看了。你说果汁里面装的果汁跟外面果汁有什么不同吗？一样啊。讲果汁，我要跟各位一个经验，如果你稍微如果有贪一点了哈，这样讲好了。喝果汁你要赚厂商的钱，就喝苹果汁，因为苹果汁的成本最高，柳丁汁算便宜的。那柳丁汁你是没有办法check柳丁汁从哪里来的，南非来的最便宜，这是真的事情所以我都会去买葡萄汁。
葡萄水我就赚到厂子那去，因为他同样要卖40块，他的成本会比柳丁子要高，啊，我就很爽，哦，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想吃到不容易吃到的东西哈。那完之后呢，他就做了这个，可是这样没有钱。我们那时候是在哪里卖？是在面包店。各位了解，面包店是所有冷藏线通路的第3线，哦，一定是 7-Eleven 第1线，在超市第2线那个线，因为没法度。就有一天他跟我讲说，有咧当呢，有咧当就是有咧销了哈。好，我现在怎么办？你跟我就爱做功课。那时候那个就是魏家，哦，还没有来接，那我们就准备脚本，准备好，准备好。哦，搞了很久，准备要拍了啊！魏家来接了，他们拍了一个现在的总经理叫 Michael， 他是从 P&G 过来的，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他听完脚本，他也觉得说，这个产品可以做。可他听完，我那时候的心情就非常的急说赶快拍了，这个东西已经搞那么久了，后我有没有播那里啊？我就那个急促的心情。结果你知道，我觉得人就是学习。我做完简报之后，他非常客气，他说：“那吴先生，我请问你哈，你觉得为什么要拍？”我说：“为什么要拍？”那你觉得点在哪里？我就哪里好。你脚本哪一个部分说了？你刚刚说的就是 check point 的。你知道吗？我当场，我现在还记得那天我当场整个脸是红起来的。我一直讲说服他拍片核心，我忘了为什么要拍片，忘了说这个片子到底要卖什么，你知道吗？他完之后，后来这些片子都是在他主导之下就完成。我要感谢那个 Michael， 现在他就是味全现在的总经理。当时这个主导成功，太成功，成功完之后，那时候的 7-Eleven 牌面是8个牌面，8个，然后每个惊人的啦。第2年变3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果汁的门槛很低啊，一下子统一就推出，统一我要把你味全美日记放在前面嘛，当然我统一的摆落去啊，但是因为你第一品牌嘛，所以也不能全部出去，说我还要留几个牌面。但是我们在当时对味全来讲，尤其是魏家刚刚接味全最赚钱的商品就是这个，1年超过10亿，那时候果汁超过10亿，这是非常成功的。看起来我就能 K 我拢爱给他拍金牌哈。无啦，我来讲，这戏演那真多。好，大概完了哈。我把完了，应该完了吧？当作完了，因为时间也到了。没关系，因为我想这个案例是讲不完的哈。因为有很多的，不管是成功，有一天专门来整理就失败的案例哈。给各位讲说，不是都是成功，你不要以为我在讲说好像多厉害，不是。我觉得所有在做行销的人要感谢跟你互动的人，就像说医生要感谢他的病人，我要感谢我的客户，我要感谢我的消费者，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要回归我老板的那句话，他凭什么拿钱给你去做？然后你做赢了当然没事了，做输了是问题就大了啦。他在那边黯然的掉泪，然后你还拿了所谓的广告服务费，凭什么？凭你的诚意。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我这样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说明的过程，在讲逻辑，叫策略思考。最后我只要卖这个给各位，就是说，你做行销的人，你最后卖的是一个信赖感。就是说，当你的客户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信赖你。那有时候会超乎你准备10页的文字说明，或是做了5次的什么 survey， 可能还有用，因为他相信你说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当你要说出每一句话跟判断的时候，你要更小心。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年轻的时候一过来我这一定要安尼做，无安尼做吼。到后来讲，代志是无一定要安尼做啦。为什么？再想一下，因为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就面向的问题。我想今天简单耽误各位3个钟头，讲电视广告赏析，各位能够赏跟析把它分开，感性理性分开。这个东西不管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这个做事情都会有帮助哈。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像今天的人是没有得到多大，但是下集会。
那我们先开始好不好？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报告一下有关于数位中间跟电影特效的一个简报。那我们这个课程是属于电影的学程嘛，所以可是我看一下各位的工作好像跟电影大部分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哈。不过没有关系，我想说对于现在新的一个电影的制作方式和电影的特效部分，我想我们在我的工作上有一些实际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电影的制作方式。那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立达数位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作部经理雷丁崇哈。那我现在在我们公司负责的是整个后制部门的管理工作。那这个后制部门就包含从影片拍完的底片到完成的成品之间，都是由我们部门来负责。所以包括从并拍，因为现在电视广告跟电影都一样，都是用底片来拍摄。那并拍摄完之后转成数位的 digital 档案。然后去做数位的剪辑，那数位特效、数位的动画，那再加上数位录音，最后再完成的影片跟声音做所谓的播出带送电视台，或者是做影片输出到底片，然后到电影院播放。那这一段的过程，通通是在我们后制这边做处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属于电影特效部分。那这部分跟我们现在的整个后制部门量其实也是蛮类似的，只是它在于它有些规格的方面不太一样哦。那今天就利用这样子短短3小时的时间来跟各位做报告。那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会留一些时间让各位来发问。那或许各位都没有制作过电影的经验，那但是如果说对于影片的制作的后制上有任何的问题，一样可以问。那这部分我应该都可以来回答给各位哈。OK， 那今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大纲哈，就是说我们会有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电影特效跟数位电影它的什么关系。第二个是我们在执行数位电影的过程中，它有2种格式。叫做数位中间跟高画质影片。那另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电影特效部分，它有一个后制特效。那另外讲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所谓的拍摄特效。这个部分呢是在最近来说才比较能够让各位所接受或是所了解的。因为以前总会觉得说特效一定是在后面做的，不太会认为说从取材的素材中拍摄就来产生所谓的特效的一个素材，或者是它产生所谓的一个电影特效感觉。那最后呢，我就会利用一些特效影片范例来跟各位解说这些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来达成。那最后就是留一些时间让各位来发问，这样子。那 OK，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电影的特效跟数位电影。那这边有些事情是也蛮有趣的哈。我们目前平常有在看国片的人，请举一下手，有吗？我说还是有一些爱电影的人。那你们平常大家去看的可能都是一些好莱坞的片子或者其他国外的一些影片。那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说常会看一些好莱坞的影片？那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不看国片？并不是说国片没有内容，或是说国片的影片做得不好。那当然了，因为预算有限，所以很多地方会做得比较将就一点，就是说不够好，但是已经就只能这样。那电影特效是不是说一定做了就会一定很卖座，卖得很好？这也不一定哈。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就叫做史上最伟大的失败就是韩国曾经因为现在韩国片韩流很红嘛，对不对？你们知道韩国在2、3年前做了一部《晴空战士》，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那一部耗资不知道几亿美元，做得非常的久。
那上片好像只有不到1个礼拜就下片，没有人看。那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有了好的电影特效或好的动画，是不是一定就会很赚钱、很卖座？不一定，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学的电影特效或是来知道电影特效，就希望说以后各位在所有影片制作过程中，把特效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因为所有的影片重点还是在 content 内容，那特效只是来做加分，那既然它不是卖座的保证，但是卖座的电影呢，但是常常它都是做特效的电影，这就很有意思了。像好莱坞或者是我们台湾卖座的前几名的影片，那它大部分都是会有一些特效的镜头或特效里面，或者大量的使用电影特效。所以这边呢，就留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给各位，就是我们会需要做到电影特效，但它是因为我们需要才做的。那电影特效的制作呢，在电脑科技的发达之后呢，它也发展出很多新的特效的一些功能。所以在功能面增加之外呢，它也提升了处理高画质影片的能力。所以我们以前可能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以前想说做一个电视广告，可能很辛苦，一定要到很专业的公司用很专业的设备才能够完成一支电视广告。那现在电视广告呢，可能你们在家用 DV 拍完，自己在家剪辑，一样也可以做播出带，送所谓的电视台播出，甚至用一些很简单的剪辑系统，也可以完成一个影片的制作。所以当电脑的科技进步之后，我们可以处理的画面就可以增加了。那这边来说的话，就是说，在过去比较没有办法处理高画质的电影的资料感，因为电影的档案非常的大，有多大呢？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一下它的资料量那所以以前可能只有某些片段它能够做特效。那到了最近几年来说的话，因为电脑的能力增强很多，所以可以整部影片，甚至是高画质，甚至超越它本身所要播出的画质来制作。比如说，它只是做一个 2K 的电影，但是它用 4K 的素材来执行电影的制作，等等。那这边有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就是说做特效不是只有在后期做的事情。那当然，它也不是很多人说进后期就是要做修补的工作，来弥补拍摄没有办法达成或者是拍得不好的问题。那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在我们做电影特效的时候，必须要能够知道的。那整个视觉特效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整个内容的这个创意来做加分，来提升它的视觉享受。那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特效片，就加了很多的特效，那这样就会变成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失败，因为你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做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完全还是没有票房，还是很失败。那没有票房就是没有下一部片的意思。那我希望说我们在踏出我们国片的第一步，慢慢的把特效加进来。那现在国片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加了一些特效的影片进来。那慢慢的做也不需要多，从几个cut几十个cut慢慢来增加，我想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感觉。那数位电影呢是要做电影特效的一个要求，你要转成数位格式，你才有办法来执行所谓的电影特效。我们目前来说，国内还是大部分的影片用传统的光学方式来处理。所以他们能够做的特效其实非常有限，你们可能不晓得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内的影片大概90%都是只有剪辑初剪的时候用电脑，那在做它最高画质的影片的过程中，还是用剪刀剪胶水接起来的。不相信啊？真的啊，真的啊。现在还是用剪接起来，然后呢，剪接的话有没有办法做所谓的dissolve？可以啊。就是用另外一个底片套上去，再布光，来做一个叫 dissolve 或者 fade in、fade out。真的那么难吗？对，现在目前电影90%以上还是这样做，因为过去底片它的那个解析度太高，你要用电脑做，你知道一张图档有多大吗？如果 2K 来说，一张是12.1 mega 一张图，那1秒钟呢要跑24格嘛。你看你的电脑可以跑得到，
然后你要跑到4K 的话，就是一张图是48.8 mega， 所以你要跑1秒钟要跑24张，再乘起来，你看要跑多快？好，那现在的所谓Digital Beta Can，算画质不错嘛，它是1.1 mega，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过去在做电影的时候，你不要想说，我们怎么国片这些电影导演都超没创意的，也不会加点动画特效。其实他们很为难，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给他们做，他们光要做一个非印非奥都要很痛苦的决定说，他到底要不要做这个非印跟非奥。但是现在对你们已经学过一些多媒体或是学过剪辑来讲，就是不是电脑上拉上去就好了，对不对？然后要做什么转场，那更不要想。然后你说要做一道光射过去闪过来，哇，那个从来没有想过，你们国片应该没看过，因为真的做不到。因为它在底片上怎么做，刻上去吗？做上去吗？所以在传统剪接，还有就是你看剪来剪去，难免底片会干掉，会很多点点嘛，蛮粗糙的嘛，这都是我们的困难。但是今年来说不一样了，那国内我们公司已经引进了最新的好莱坞的系统，所以等一下给做报告一下怎么来做这个数位的电影，就像你做广告、做你的多媒体影片一样，是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得到。OK，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要做成数位格式嘛，对不对？那就叫做数位电影。那数位电影呢，它又主要分成2种哈。不好意思哈，我们现在的数位电影分成2个，一个就是说它全部是数位拍摄制作，就是到 HD， 那完成也到 HD。另外是从 film 拍，那是用中间过程是数位，最后还是回到底片。这2种电影的制作方式，比如说举个最有名的例子，乔治·卢卡斯《星际大战》，它是全部用 HD 拍摄，拍摄完呢 HD 做后制，那它也可以在数位电影院上播放，不用转成底片。那它也可以转成底片来播出，那就是全部是 HD， 叫做数位电影。那另外一种叫数位中间，数位中间跟数位电影的又不太一样，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在拍摄跟输出是底片，所有的中间过程都是数位格式。这很有意思，因为我刚刚讲过，以前我们做电影的人是要剪底片，那万一剪错了怎么办？所以呢，他必须先拍好底片，先印一条出来，当做中间片。我工作片就对了，我剪这一支，弄完之后，我再从这一支中间片去翻片，翻片完再做成我的成品。为什么？因为底片很珍贵，不敢动，万一剪坏了、弄坏了、刮伤了，就毁了，所以他们都不敢碰，会先从一条原底拍好的底片呢，先印成一条中间片。那什么叫数位中间呢？就是说以后这个中间片就不用印了。因为你已经扫成 beta 档案，它会不会再变坏？不会了，所以就是所谓的数位中间的意思是这样，数位中间片。那做完了呢，再回到底片上 scan 进去，再扫描写回去，那 HD 的影片呢，它的解析度是10的，就是一定是1920×1080，这是 HD。那这个规格好像很熟悉，怎么会是电影？好像电视也是这样，对不对？没错，高画质电视的解析度也是1920×1080。所以呢，我们称为 HD 也叫做电视电影，它可以给未来的高画质电视使用呢，它也可以输出电影当电影片的母带。那 film 的部分呢，叫做数位中间，数位中间呢，它的解析度呢比较高一点，2048×1556或者是4K，4096×312。我们以后会讲说，常常听到说，2K 的电影、4K 的电影，像比如说。超人特工队当初在做的时候，因为也很有钱，所以他们很多影片就做到4K， 然后算图，一算图发现一张图要算10几天，然后做到一半之后发现不行，好，改用 2K 做，所以整个超人特工队它是有一个片段，它是用4K 算图算过的，那其他的部分还是用到 2K， 那。film 的话，其实那 HD 的话，其实到1920×1080，它还很接近 2K 了，对不对？差没有多少了。而且你们会注意到吗？这个地方叫做16:9，这个地方叫4:3，
所以把这边改成16:9的话，其实这边也是1000出头而已。哦，所以这两个解析度非常接近。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也可以转成电影片去输出，就这样子，而且便宜非常非常多。好，那整个制作流程呢，它是全部数位制作，也可以输出底片。这边是拍摄跟输出都是底片，只有中间是数位。可是这样大家一定很疑惑，对不对？干嘛做的这么辛苦？既然这个也都可以做好，那为什么不要全部都用 HD 拍就好，对不对？等一下就跟你们讲关键因素了。好，那在制作过程中呢 ，HD 影片呢，现在呢还算便宜。为什么便宜？它可以录在录影带上面，有所谓的 HD 的录影带。那它也可以用影片格式直接一个影片档，比如说我这个影片档是有30分钟、几十分钟，是一个影片档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呢，数位中间就不一样了，不管你影片有多长，它100%全部是一张一张的图档都起来的，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储存设备去存说，叫做录几分钟出来，没有，因为它档案实在太大，没有这样的磁带可以录。那这样的档案有多大呢？如果做一部大概120分钟的电影，大概需要2T 的空间。2T 有多大？1T 等于1024G， 2T 就是2000多 G， 那个很可怕。好，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它的差异性嘛。HD 既然是电视电影呢，所以各位知道我们的电影叫做24P， 对不对？一定24格嘛。我们今天的电影课程就是讲24格的意思。然后呢，在NTSC 里面或是 PAL 里面呢，电视里面会有所谓的25格啦、29.97格啦、30格啦，什么其他的这种很多种格式，有 P 的啦，叫 Perspective 啦，或者 Interlace 啦，这种不同的规格，所以它就有很多种。那电影来说，它就一张一张的，它也只有一种规格，叫做24P。好，在刚刚现在说到的就是关键因素了，这个东西叫做线性。linear 色彩，就是说，你所呈现的色彩阶调是属于正比成正比一直上去，叫做线性，就是这样。比如说像从这边靠这边是直线的，比如说我这边是拍摄的素材，这边是出来的底片，它的色彩呈现是这样，刚好对角线直线的。所以你可以预测，也可以知道色彩的颜色，就像你看到是结果。OK， 那底片呢不一样哦，底片是对数色彩。什么叫对数的色彩？它是化学反应，各位同意吗？底片，因为它是经过感光用药水去冲，要控制它的浓度、温度、时间、反应时间嘛。OK， 反应时间各位学过化学，那什么？就是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它才开始反应，反应到某个程度之后，它会钝化，有没有？所以它是一个曲线，这样哦，好，就放下来，它是一个曲线，所以这是底片。好，这边就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一个是线性，一个是底片，那这两个差异在哪边？在于为什么现在的数位电影还会大家都用 film 去拍，而不会用 HD 去拍？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现在的电影院大部分还是用底片在播放，而不是用数位在播放。台湾这么多电影院里面，目前只有应该是5家吧，好像只有新闻局有补助那几家，其他叫他自己花钱买，好像还没买。就是说，它目前还是全部用底片去做播放。好，既然是用底片播放呢，怎么样的东西在底片呈现的是最好的效果？当然是要用底片 log 的输出曲线去输出底片，所以才会用所谓的 log 的色彩模式去回到底片上，才能产生最好的色彩效果。这两个差异其实在哪边？刚开始反应跟反应的末端。所以呢，一个是在刚开始反应的暗部跟亮部，所以呢，如果没有使用对数色彩的时候呢，暗部接掉它可能就会少很多切，或者是比较难控制，或者是亮部呢，明明应该有层次的，怎么衣服白白的地方都全部爆掉了，没有层次，差异性在这里。那这个等一下后续我们会再做补充 ，OK。那接下来讲到说，我们讲电影嘛，就会讲说，怎么拍，然后产生什么结果。那这边很重要的告诉各位，我们现在拍如果是用所谓的底片来拍，我们通常会用所谓的35的底片。好，35的底片如果它全片能拍，去 scan 的时候，其实可以扫到4K， 或者是 2K 或 1K 当然底下都可以。那另外就是超16，超16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底片在拍摄，其实这个底片上面可以录声音，对不对？各位知不知道？整个底片，假设我现在这是一格底，这个底片，这边是底片的磁孔，这边是底片的磁孔，中间旁边会有一条空间的地方是不录画面，是录声音的。好，所以你如果成像是在中间，就是旁边这边一块，旁边还留录声音的部分，你拍的时候是属于的16或者是35。那我们会听到，哎，什么叫超35或者超16？就是我把声音的地方拿来什么感光拍画面，拍到满满的底片都是画面，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满满底片都拍，那所以这样就知道了，你记录的资料量变大的时候，是不是画质变好 ？OK， 所以当你是拍超16的时候，你的 2K 解析度可以扫到2048乘以1240。但是如果你只是用16的话，你就扫掉很多底片的感光区域，所以你只能够扫到1712乘以1240。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连 HD 都差。所以以前会有人说，哎，请问一下 ，HD 的画质比较好，还是所谓的16比较好？其实看你是16感光区域到多大。如果你是用超16拍光源拍摄情况条件好的话，其实你拍的东西会比 HD 好。如果说你的是拍摄是用16的格式来拍，而且拍摄条件不好的话，其实你是比 HD 还要差。好，然后再来，这是 video 的拍摄方式，当然就有 HD 的拍摄方式啦 ，SD 的拍摄方式，就是所谓的 198K。那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呢，可以输出到4K， 也可以 2K 到2K 或者是说所谓 1K 的东西。有 1K 输出吗？有啊。我们现在去电影院看到很多电视广告，有没有？它其实电视广告做完就直接输出，所以就非常的粗。好，那这边讲到一个关键的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说会有上过网络，对不对？好，我们家用3 mega， 怎么上这个网站这么慢？为什么？因为问题不是在你，问题在前端，在某个瓶颈点，它频宽已经变低了，所以你还是快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要输出到 2K 这么好解析度的影片呢，是不是前面所有的关卡都要在 2K 以上？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办法说，我前面用 SD 1900拍一拍，我输出 2K， 这样就会到屏幕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好了。通常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前端就是你所有的过程中，如果都是做到 2K， 那当然你可以得到最好的画质。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用 film 拍，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用 film 来拍，拍完之后呢，我现在用 HD 来剪，我已经降到1920了，然后再回到输出 2K， 这样的画质其实等于多少？其实等于只有到 HD 而已，对不对？这样各位知道意思吗？好，所以说当你只是用16拍，我要回到35的底片，2K 可不可以？其实画质还是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你只是做放大嘛。那放大其实意义不太大，好，那所以这边就是说，如果你要用的好的话，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要用最好，那否则的话就是前面不要那么用力了。就是如果你只是要做到 HD 的话，那就是用 HD 做。比如说你这最后只是要 HD 剪，其实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拍到 2K 或者拍到底片，好，这是这个地方。好，这边就是一个资料比较，在2K 的话，解析度这么高，所以1小时的资料呢，大概1T 1020P。我们家电脑现在电脑已经算很便宜了嘛，大概一颗只有，比如说100多G 的也是2、3千块而已。可是你要10颗才有1T， 哦，那才能装1小时的档案。但是你装了呢，你也是跑不动，因为你的界面再怎么快也没这么快，所以无法跑出所谓的 2K 或者是甚至是4K 的影像画质。因为呢，现在我想各位家里的电脑大概连跑到 HD 都有困难，啊，应该是跑不到，因为我刚才是我压缩的 HD 都已经跑得很低了。等一下我会放一段 HD 的影片给你看。那 SD 现在应该没问题，1秒钟1.1嘛，大概应该大家都跑得动，因为1秒钟如果说1.1播30个也才30几 mega， 现在甚至接在 USB 硬碟都可以跑得动，但是这就不行了，这个加起来就蛮大的。那 DVD 当然不用说了，它呢1-2个小时才4.3G， 那个当然任何的情况下它都可以跑，甚至在以前的486的电脑应该就跑得动了。好，那这就是所谓的画质。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HD 它有2种哦哈，一个叫做444，一个叫422，它资料量其实差蛮多的。那资料差蛮多的话，其实它的画面的比例都是一样的，1920×1080，但是它的取样比不一样，贝塔量不一样，画质差很多。这边的话也可以做举例，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为什么什么444、422、411、420差在哪里。我们 DVD 的画质是多少？720×480，对不对？好，我们说做广告无压缩的D1多少？720×486，对不对？哎，这2个才差6个 pixel， 怎么容量差那么多？一个是有压缩，一个没压缩，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取样比不一样。好，我一样是没压缩的 DV， 我 DV 可以装没压缩嘛？我们所谓的 D1 画质，电视台在用 D1 画质4:2:2，我们的 DV 呢是4:1:1，所以 DV 一样是拍720×480，但是它的容量1小时只要多少？只要10几 G 而已。那你这样子为什么？可是大家 size 不是都一样吗？那个叫做什么？扎实度不同，色彩的饱和度不一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说北龙喜这么大的面积，但是有的塞的比较松散，有的塞的比较扎实，色彩的饱和度比较够。那接下来就是要介绍一下数位中间的影片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啊？那这边就要再比较传统的电影的制作方式。OK， 传统的电影我们在色彩的控制怎么控制？就是先剪完之后，再所谓的看光，所以会有看光师。我看见一个光哦，不是，你的底片跑起来，它会用一个机器光学院去看，然后看什么呢？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我要的，然后呢比较下一个 cut， 也是用眼睛看，看完，要增加 RGB， 增加几档，这样来调色。那这样调完就准了吗？我已经忘记上一个 cut 是什么颜色，因为都扣脑袋记，根本看光所以看光是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记住很多色彩，然后呢可以知道说现在出来的这个色彩经过底片曝光，经过药水的化学反应出来是什么色，所以这个看光师在整个电影界来讲是非常关键性很重要的人物。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要来学电影不应该这么痛苦，不应该这么辛苦，所以会有很多新的做法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各位这边有没有做过电视广告的？有吗？有吗？大部分还没做过。我这样讲电影会太深了。那电视广告店在做的话，其实它去调这些颜色的话，是用所谓的调色器 T7 在调色。那调的时候它都有记图，每一个 cut 它可以记一张图，然后可以叫出来做外配做比较，不太一样，哪个地方差，甚至用 Power Window 把它圈起来，这个脸再亮一点，再柔一点，然后甚至背景再怎么样，什么产品再怎么样，都可以把它整个画面区隔开来去做调颜色，最后录出来就是你看到的。对不对？好，那所以这样每个 cut 都接得很好。那以前呢，就是用看光师去看光。那有没有办法局部调整？没有办法，因为曝光叫做一次曝，就是大家都看到，整个底片整个曝光。那过渡就是全部过渡，不够就是全部不够，偏什么色就是整片都不够。那而且它是套一段一个光号，所以一个光号意思就是说这一段里面如果偏红，就是这一段的使用行的，对吧？那在 DI 的话，因为已经是数位制作，所以我们在调颜色，每个 cut 可以记录起来，把整个tone顺下来。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调光师跟看光师不一样，调光师比较轻松，因为我们提供很多装备给他，他像超人一样，可以把昨天调的那个外面淡水那个场景叫出来，然后我今天在内景拍的这个脸的肤色呢，要跟他很接近，因为我们拍片嘛，你会知道从早拍到晚。从A 地拍到 B 拍到 C， 甚至还拍到国外去，所以呢，光跟色彩有什么大关系？就是色温度会不一样。当色温度不一样的时候，色彩就产生变化。那谁来做这个校正？就是由调光师或所谓的传统的电影里面的看光师。
来把整个颜色顺起来。那我们用所谓的数位中间的好处是在于说，我们可以把整个影片色彩顺成一个标准的连续这个痛。另外，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 Power Window，Power Window 就是，我可以圈选，或者是用色彩选某种色系，把它偏色，所以可以在里面做各种的调整。另外，甚至做调光的效果 ，defocus 就是把景深给它做出来，都可以在电脑里面去完成做色彩的控制。然后，数位的电影的做法呢，在画质上面也会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以前可能为了怕坏掉，我刚刚讲过嘛，可能要印一个中间片。你想说它真空吸气再怎么密死，有没有办法100%没有漏死？不可能。就算它没漏死好了，它冲片冲出来的那个药水，一点点的浓度改变，一点点的温度改变，一点点的时间差异，2次有没有办法冲出来相同的结果？不可能。我是直接说不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厉害，它只能很微小的差距。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一直翻，翻到后来，你真的要电影做出来那个拷贝片的时候，已经翻了不下2、3次、3、4次，甚至4、5次以上。如果你还要做一个 dissolve， 还要多翻2次。好，所以说你去一直翻片呢，你会造成你的品质一直不断的降低。那我们在这个数位中间流程里面呢，是我的底片扫来只是做初剪，我第2次要扫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完成了。啊，那等一下我会有流程图给你们看。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画面很干净，因为我不会再碰到底片，不会用我的手啊，戴着手套啊剪啊，然后底片掉在地上啊，刮到什么东西啊，或是找不到啊，漏一个 cut。那个原底很重要，这边可以补充一个笑话。你们会发现那时候看电影国片的预告片，有时候常常不够精彩，然后或者预告片看完，怎么本片里面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因为以前怕所谓的底片伤到，那重要漂亮的 OK cut 是拿来剪本片，那废片就是不要的那个 cut 才来剪预告片。情况哦，大家体谅一下，支持国片。那以后这个不用啊，因为你已经扫下来，最高画质就直接做你电影预告就可以了。因为你，我们讲说数位复制就是它完全不会漏什么，所以 A 这个档案我扣到 B 的电脑，其实它还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没有任何的。好，就算我们在Scan，当它第1次冲片就已经有脏点的时候怎么办？没关系，我还是可以修嘛。那如果传统修怎么修？有人知道的样子哦。需要用到放大镜。好，那另外呢，就是这整个过程是数位传输，它不会有任何画质的损失。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数位嘛，所以电脑的科技发达之后，我可以去模拟，可以看到我最后拷贝要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去做校正，就像有点像印刷业也可以做校正，说，你用印表机print出来的结果，跟我印刷结果，我可以尽量用所谓的校正系统去做校正。在我们这边一样，在我们 T7 调光的系统一样有那个所谓的萤幕的吸盘，吸上去调校，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出来电影拷贝的结果。当然我也一样会说，没有办法100%准，这个我还是现在，虽然我们用 DI 做，我还是必须承认，因为我们呢叫做数位中间，最后我还是会输出底片，经过那个化学反应，所以还是会有些微的误差，但是应该少很多了。好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做出像好莱坞一样，其实目前已经有了，好莱坞一起投资，就是国内的影片也会慢慢加一些动画、特效、合成，对不对？那这些也是我们在转成数位之后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好，那另外一个这个东西很好哦，数位保存。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国家电影资料馆，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单位，但是我们现在心有余力，还没办法帮忙它。就是说，它保存了很多这些其实电影的东西，就像纪录片一样，有很多纪录片是有并拍，这些是很珍贵的文化资产。但是底片是会怎么样？会酸化，会氧化，所以呢，总有一天它会完蛋，就是你摸它的时候它就碎掉了，就像故宫国宝一样，故宫其实有很多国宝跟采访一样。那我们现在做的档案呢，就是要去输出的 master 的母源，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做好的时候，其实你最终要保存的数位档案是已经在这里，最高画质。你需不需要再把你的底片再扫出来？
对吧？那只是要上片嘛，但是你要保存的其实已经在这里，看你要不要选而已，你可以不要选，或者是选择另外一个储存方式，对吧？其实我现在刚做完一支电影，我就很头大，看要不要做数位保存，因为档案太大。大哥，钱还是2T 耶，你知道2T 多少吗？一部电影需要2T 的空间耶，2T 好大哎，而且你知道你存下来那2T 真的不会坏掉吗？是不是要存2份？那叫4T 耶，对不对？好可怕，这个我们都不太敢想，我们现在还在挣扎，目前档案还在电脑里面，所以我们已经选择了当选这第2个保存方式，等一下介绍给你看。就是这个方式 ，OK， 我们刚刚讲过嘛，一个是做 film 的数位中间，另外是做 HD 做 HD 做到全部做好。好，那 HD 做的话，也蛮好玩的，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可以做电影24P 输出，然后呢，等我们有 HD 的时候，这个可能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了。那会等多久？其实如果快的话，政策改变就很快就有了，不一定因为要立法院通过，就是说。目前可能会等那个公示吧，先率先由立法院通过这个预算，成立 HDTV 的频道，然后去试播，然后再正式播出。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包括日本、美国、欧洲都已经开播，连我们对岸的中国大陆也在今年已经开播了试播，那它明年就会有更多的 HDTV 的频道开始播。那还没有在这样播出之前呢？你也可以在展场播，就是比如说你的发表会啦，或者是很多电视的所谓的卖电视机的啦，他们会需要这样的播出方式。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刚做完的电影是这个，用最便宜的数位保存规格，至少我把它存到 HD 嘛，那这个就很便宜啦，用一支录影带就可以存下来了。再贵嘛才1万块，就可以把一部影片保存下来。如果刚刚那个 2K 要存档案下来的话，我看那个要很多万才能存得下来。有。可是你这样已经把它画质压缩过了。对，这边只是说，不是啦，我们要想说，我们国片能够重新再上电影院播出的机会有多少？但是呢，你做成 HD 起来，台湾虽然很落后，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有 HD 的电视嘛。那时候再来卖版权，你总要有 HD 嘛。那这样你应该去借蓝光来烧比较。借蓝光来烧。错。好，我等一下再讲给你们听。因为 HD DVD 我都已经做好了，只是这边不能播而已。那个问题，你现在不管是蓝光或者是 HD DVD， 它都是压缩格式。我存的母带是无压缩的，所以还是这个好。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可以转所谓的 SD 就现在标准视讯跟电视了。另外就是转这个所谓的宽萤幕 DVD。好，请问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过国片有宽萤幕 DVD？ 就是你们家有在液晶电视看它是16:9的画面，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表示你没有看过窄片。邵氏的那些片子。邵氏的后来的也不算是。没有，那不算是。这边就很好玩了，这个一定要跟各位讲。我们刚刚讲到国片的辛苦，对不对？国片真的很辛苦。到今年，我们国片才第一支可以做宽幕 DVD 窄片。所谓的宽幕 DVD 呢，我简单画的这几个图，各位有没有看得出来差异性在哪边？这个不管以后你们是做电影、做电视，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哦。好。现在电视要做4:3，对不对？所以你所谓的16:9是上下毫密码，对不对？所以这样画质剩多少？这边是720、486，这边只剩下408条。OK， 好。所以呢，当我们现在家里很有钱，用液晶电视在看，但是又不能把人变形变胖，因为这样子天星就不好看了。所以呢，你把它展开了，所以你的液晶电视呢，你只能看到这样的4:3。然后上下再遮黑的16:9，上下左右都是黑的。那你买液晶电视干嘛？可是不会啦，只要我们出好莱坞的片子，它是满画面的。那为什么国片没有？
诶，这就好了，对不对？好，因为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个规则，叫做 squeeze 跟 letterbox 跟 H-crop， 这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现在做好的 DB 的 HD 是16比9，啊，那我希望我未来再播，不管是 SD 或 HD， 那时候播的是16比9，可是现在的 SD 又只有方形4比3，这怎么办？我可以压缩吧，我把这两边压扁，所以人就变长，对不对？可以吗？好，所以我就把这两边压扁变长，烧起来，然后在烧 DV 的过程中告诉他这是宽荧幕的哦，所以当你如果是荧幕是宽的时候，就把它放到满画面。所以呢，以前我们用液晶电视看呢，你是看4比3嘛，因为你一拉开来就会变形嘛，对不对？那我现在烧给你的16比9 DV 是怎样？是拉长的嘛，所以当你把它拉开来之后，刚好正常，有没有道理？所以国外是这样做，就是它的宽幕DV就是它的人把人拉长，所以比如说我们家现在电视是用 CRT 旧的4比3在看，你会发现，哎，有些外国片怎么看起来人是变长的？因为它是做宽幕版本，只是我们家还没有换宽幕电视机。当你换宽幕电视，你会发现，哎，拉开来刚好非常完美的16比9。好，这样又回到刚刚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为什么国片不做这样子？哦，错，技术的关系，根本没办法做。因为以前国片不能扫成 HD 嘛，你不能扫 HD， 你就不能够压扁。里面有 source 可以把它压扁，你现在了解吗？所以以前的电影国片都只能够扫4比3嘛。当你扫4比3的时候，你要16比9都只剩下这样子嘛。所以你们看到的国片都一定是只有这样子，要不然就是全部满画面就是4比3嘛，一定看不到可以液晶电视4比3的。但是今年有一部已经做，就是宅变，陈正道导演那个宅变，在我们公司做，就是这样做。所以呢，我们跟上时代潮流，终于在今年，我们可以做出第一片宽荧幕 DVD。那这个过程的痛苦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因为底片拍完成为电影播放的时候，它是什么？是底片，底片要扫成数位档案才能做成 HD 嘛。那这个扫的过程中，过去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扫成 HD， 所以以前都做不出这样的东西。好，所以今天你们来上课呢，还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大家已经可以做到了。好，然后好，接下来讲到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刚刚讲过嘛，这个是 squeeze 压缩嘛，把它拉长，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叫 H-crop， 把它切掉，放到4比3电视去。所以，如果你拍的是 HD， 你也可以选择左右把它切掉，不要。然后这样的画面给现在的 NTSC 看，就是 H-crop 两边把它切掉，不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选择 letterbox。什么叫 letterbox？ 就是你要让现在在4比3电视上看到的还是看到16比9，所以呢，你就把它全部再缩小，上面加黑上去，怎么样？所以还是可以做成这样的东西，这就是 letterbox。所以 HD 要转成 SD 有3种转法，现在了解吗？反过来说，如果你现在做了一个 SD， 要转成 HD， 也有3种转法。哎，老师，你刚刚不是说东西由下往上转就变长了吗？不会比较好嘛，对不对？对了，是没有比较好，但是也还好啦。就是说，如果 SD 你去转成 HD 的时候，一样会有3种转法，因为你现在4比3嘛，所以你转上去的时候呢，一样选择上下切掉，或者是左右把它展开，原来也是开4比3嘛，左右拉开，或者是不变形，在宽荧幕里面只剩下中间一块，所以一样有3种转法，这样了解吗？你们回去想想看那个逻辑就对了。就是不同比例的转法的情况下，它各有3种转法可以选择。好，那会产生3种不同的结果。好聪明，这个同学问的啊。其实呢，你会发现国外卖的 DV 它都是卖宽幕版本。那你在家4比3看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上下黑的 letterbox， 对不对？因为 DVD 你可以现在都有选项嘛，说，请问你的电视是
16:9的还是4:3的。好，就算 DVD 你是很早期买的很笨，你总该已经换了一台电视吧？现在电视也可以说我要切换成16:9的显示模式还是4:3的显示模式。好，所以在电视跟在 DVD 都一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宽萤幕版本的时候，除非你是比如说3年前买的 DVD 加5年前买的电视机，那就只能看到拉长的影片。不过还是可以看的。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其实现在我们那个 DVD 啊，编码解码的功力已经非常非常好到什么程度呢？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说，哦，原来这么多东西它 DVD 上面都可以做设计。好，接下来呢，再讲一下说，方面比例21，好，这个等一下有空再补充。我要赶快把这个讲完，因为后面要好多电影特效要好的东西。这个图我们很快的讲，因为你们可能短期也碰不到，但是你们可以知道，我们电影拍摄的时候呢，拍的是 film 底片。然后请看这条细线叫 HD 24P Offline 剪辑，我们就透过这个 TC 把底片挂上去，调一个光号，录到所谓的 HD 的录放影机，再 capture 进去电脑抓图，抓到类似像 Final Cut Pro 或者是 AVI 里面，我就可以做非线性剪辑。剪完呢，我是不是可以输出一下 EDL？ 应该知道了啊 ，EDL 那种摊扣表，我就可以把这个表呢给 TC。的工作人员，他再把底片拿过来，根据 EDL 的点，把要的底片，要的那个部分，可能一本底片，知道吗？拍电影是很伟大的事业，可能一拍就是50、60本，100多本底片，底片算本了，就是一箱一箱的。但是呢，剪出来呢，其实就已经用到很少，所以可能一本底片，一整本底片可能用到只有几个 cut， 或者是一个 cut， 甚至那一本底片。一个 cut 都没有用到，有可能。所以 EDL 就是把要的部分再过出来，过到所谓的像 DVS 这样的系统。那过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是一张一张的档案。好，然后因为 EDL 呢，就会输出一个 offline 的画面到这个系统来，一样，就像我们在 online 那个所谓的广告影片或 online 什么，就是把它输出有没有无压缩输出一样对回去。就可以输出到 film recorder， 扫回到底片，就可以拿到电影院去播了。所以整个数位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像在做你们一般做的影片一样，好像没什么特别难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跟你讲难在哪边？我们目前台湾的国片怎么做？过的呢不是过到 HD， 是过到 Digital Betacam， 所以呢它的格数不是24P， 它叫29.97。对不对？但是底片呢，你又拍24P， 最后也要24P， 中间都用29.97剪，然后剪完呢，那个摊扣怎么对回去？当然对不回去啊。所以有一个很伟大的公司发明叫 T 扣，然后就摊扣转 T 扣 ，T 扣再回去找底片。那因为这个有小数点嘛，对不对？29.97的，然后对24P 小数点，难免会有所谓的误差几格啊，或者算错啦。所以呢，当然这就是辛苦的事啦，怎么对也不晓得刚才会准。那另外做声音也是会遇到一样问题。我最后电影是要24P 的声音的长度的声音，那你在做声音用29.97做，然后要对回去，总是像有时候看一看你们电影，然后嘴巴不太对，因为对不准。然后呢，所以我们现在所谓全新的数位的流程里面呢，只告诉各位 ，OK。你电影拍24格，1秒24格，我剪也是1秒24格，我在精调的时候也是1秒24格，我输出的时候还是1秒24格，除非你算术很差了，否则实在不太容易错，因为它不用转，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就一样，那不然就是叫做保险。我们说保险呢，就是我在过的时候呢，在录带的时候呢 ，super 摊扣，这个应该听得懂，我把摊扣写在上面，上面看摊扣跟我现在的是一模一样的，最后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知道了。当然这边就不用super 摊扣了，不然电影院看到就有摊扣了。好，所以呢，现在整个过程就是用24P， 那当然就 OK 啦。另外呢，现在电脑很进步啊，我已经剪完的东西，声音的档案呢，
直接什么 build 一个 file， 它就可以所谓的 OMF file。这个部分我都先简单的说哈，因为我发现后来我们的学程里面还会有杜笃之老师告诉我们音乐怎么做，我们目前都是在跟他配合。杜老师他今年还是用29.97做，不过他快要升级了，因为我已经跟他在研究，他那边也改成 HD 改成24P 做，那就很 good。然后呢，后面也会有陈博文老师来教各位电影剪接，对不对？所以呢，怎么剪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只说这样就可以剪了。好，因为我每次跟陈老师合作，然后呢，反正这些过程里面都有很多其他的老师会来讲。那做3D 动画呢，找到最好的画质档案才能去做3D 动画，对不对？3D 动画会有红广的老师来讲，所以动画怎么做我也不跟你们说了，我只说跟你们讲 2D 怎么做，3D 的话就不行啊。然后就输出影片 ，OK， 那你也可以把这 video 丢过来，我扫的是 video 的讯号啊，扫完之后录过来到所谓的数位电影院播出，或者是我在当场用 SD 也可以，这就是等于数位的流程。那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你看我导演在剪的时候，用4:3的画面就是 SD， 但是我现在以后剪的电影到电影院播都是16:9啊，为什么？我现在在构图，我在设计，我在剪接，我就要用4:3，所以我们提供 HD 24P。画面很大，1920、1080很接近，很完美的画面比例，让导演来剪也是24P，不会让你搞错格数。所以我们现在这整个环境呢，每个来看过的导演都很喜欢，因为这样好像变得很简单，做电影没什么难。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学电影，他跟你讲说，各位同学要教你们怎么从29.97算成24格，那就是个伟大的工程，要先上数学课，然后怎么特别去 T 扣。教你怎么剪底片，剪底片有2种剪法，一个直接剪下去，一个是剪45度，因为呢剪45度的可以用胶水接，剪平剪的一定用胶带接。我刚刚讲过了，现在90%还是这样做。请说。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套这样的设备，总要花多少钱？好敏感的。这样1亿多，快2亿。当然用胶水就便宜了啦，就是。好了，你不要我这个真的有问题。嗨，请说。前几年Sony不是已经出了数位机身，然后那个魔戒还是谁就第一个，乔治卢卡斯啊，星际大战。对，第一个用它来拍嘛。对，其实你知道吗？他拍过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损耗，都是一个损耗。没有，这边没有损耗，这边过来进去就已经是地球，就所谓数位中间。那它从地球再转回影片，它中间会有失真嘛？对啊，现在会，因为底片嘛，只要到底片都会有。不会有人开始数位机身直接拍 HD 吗？有啊，至少刘德华就投资了5部，那个人鱼朵朵就是他投资的。那这样流程就不一样了。你没有偷看你们就知道，下一页。这页就是 HD 的，比较便宜的做法。OK， 我现在讲一下便宜做法。因为这个图那如果需要，我到时候再跟你们讲，就是放在网上面怎么抓。OK， 用 HD 做呢也有几种做法，一个是你还是电影是想用底片拍出那个质感，只是呢解析度不要做到那么高，用 HD 剪完用 HD 输出，就带子输出哦。你看刚刚这边里面有一个叫做 DVS， 这个是档案的。所以我要做的是抠硬碟，就是 copy 硬碟，当硬碟过去输出，因为这是档案，一张一张都是一个图档。那下一个呢，这个就不用了，你这个就可以拿一个录影带里面去输出就可以，因为 HD 有带子的。好。
的1:1的时间调下来，把你的色彩饱和度啦、反差啦、对比做一些调整，再进来按一次，然后再拿去输出。那这个流程就很便宜了，而且这个流程呢，你看我没有写几批吧 ？OK， 它可以走我们刚刚说的24P、29.97、25P， 你什么 P 都可以，什么 I 也可以，59.94I、60I 都可以。不像当电影做成24P。好，那有人会很质疑啦，那这样好像电视跟电影已经统一了，对不对？没有。我告诉各位一个魔术数字的算法。好 ，HD 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几格，请注意，我们的电视叫29.97 NTSC 嘛，对不对？请注意。有小数点可以转有小数点，没有小数点不能转有小数点，听懂吗？好，答案就是说，如果你要做电影又有电视，你要做 HD 的流程，你没有小数点的时候，你就不能转有小数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要做电影，用这个规格做，你的24P 是叫做23.98P， 有没有听过这个格式？没有，叫做23.98P。为什么你要这样输出？因为你用23.98P， 你可以输出 film， 很接近24P 的嘛。那因为有小数点嘛，所以也可以转29.97， 可以给电视看。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会有格式很奇怪，像《孤恋花》，它就是用 HD 23.98拍剪完之后单砍位的话 ，SD 是59.90、29.97，然后24P 输出的话就是23.98P 去输出这样子。好，所以当你如果是你拍29.97，有没有办法转24P 啊？不行，因为转的话可以的，那个叫做重算图。那重算图结果怎么样？就是会产生那个 FIR 啦，或者是张格，有没有？所以就两个影像合在一起那种残影。那当然人家出电影，为什么电影的人很坚持它是 P24P， 而且其他规格点格数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电影的每一格都是清楚的，它不允许有一格叫做两格合起来，那叫做张格。所以所有的电影都是一格一格的制作，所以在转成数位格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格对一格，他们也叫做半格的。但是电视有，它有半格，有 interlace。好，那这就是 HD 的流程，非常的简单。好，最后，这个忘了删掉，立改就是我们公司可以提供给你们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是用16或35拍，好，这是 source 嘛。这是我们在制作嘛，这是你输出的结果，啊，你要35拍、16拍，你可以用 2K 刚说的 DI Digital Intermediate 数位中间制作，加所有的电脑动画，输出 2K 就是现在最高解析度的35的底片 ，OK， 这就是像好莱坞现在做的等级，就是像这样子，台湾也可以做，而且是所有效果都可以做，包括你现在广告什么动画特效，其实通通都可以做。因为它们那种机器是一样的，只是图比较大，算比较久而已。对。然后呢，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拍，用 HD 做，那你可以输出 2K， 可以啊，只是在输出的那个过程中稍微有点放大一点点。那或者是用 HD 的袋子保存，那么留下来。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拍，这样做。OK， 所以这边有一个可以重新增值的方式。好，已经之前拍过的国片，或是以前你拍的纪录片，我刚刚讲过嘛，要重新上电影院上片比较辛苦嘛，对不对？但是以后 HD 开播会缺什么？缺 content 吧？大家会有电视没节目嘛？这时候如果你有底片的人，可以偷笑了，你可以转出一个 HD 来给他，因为你都做好了嘛，接到了，你只是把它过袋子，过成一个 HD 的版本，顺便你的 SD 也都有，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康片再卖一次，不错吧？好，那这个就类似像这个电影片，你可以用 HD， 但是如果是老的片子，你可以加数位修复，数位修复，然后你可以去做 HD 的发行，因为 HD DVD 下个月就会在台湾发行，所以呢，慢慢就会有机会。其实我们已经有客户目前在做 HD DVD 的 content， 他准备要抢第一名，就是
当有人买 HD DVD 的时候，一定没有骗子，我有。啊，除了8大电影的那个好莱坞的院线片之外，其他素材的 HD 的 DVD， 我跟你讲会有人发行，他们已经在做了。OK， 另外就是用 HD 拍摄加动画，那当然也可以输出底片啊，或者做成 HD 啊，或者转成 SD 啊。那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这两个中间这两个，现在目前蛮多人在用的。他可能做到这样，做到这样。那做到 2K 其实现在比较少，因为这是刚刚说的，这个成本还比较贵一点。不过目前还是有特惠方案的啦，因为没有人做嘛，所以便宜，价格就比较便宜。好，那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数位修复的时候，或者是说数位修复是怎么修复，你知道吗？一格一格慢慢修，跟我们现在修广告那个美女的皮肤一样。有些美女那个皮肤这么好，都是修出来的。有的真的不错，但是大部分都是修出来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广告比较真实，他们有青春痘啦，有那个什么痣有没有，都会让它留着。可是你发现台湾很多女星，她明明就一颗痣，为什么不见了？对，因为修掉了。那我们之前那个第一支做快木版 DVD 的宅病呢，我们也帮他做数位修复。为什么？刚刚讲过了嘛，底片这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一定很会脏掉、刮脏，就是脏点很多，白点、黑点一堆，有没有？为什么那种叫电影的质感？有的，所以现在很多做电影还不习惯，它画面那么清楚，很奇怪。电影不是这样，不，很多点才是像电影嘛。那现在拍完像 HD 拍完太锐利，你知道吗？那根本就不像电影，那个好像我们家那个像贝塔片啊、V8拍的一样。他会觉得，那我拿行臭的，拿那几根孔，然后在我们家弄位置上去。但是因为那个电影会有刮伤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就帮他做数位修复，然后很好笑，导演实在是每个导演都非常非常厉害，像陈仁道导演是一样，希望我们一起让他来看一看，哎，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不小心，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参与影片拍摄。所以有些脏点我怕说不小心把它修掉了，结果你知道导演说什么吗？哎，本来是蚊子在飞，说你怎么把蚊子修掉了？数位修复的意思说它没有什么不可能，因为它已经到电脑里面。那蚊子在飞实在太小了，那我们以为那是脏点，就把它修掉。他说，哎，那本来是蚊子在飞，怎么不见了？还是已经修了，好了，没关系啦，修了就算了。所以呢，有去电影院看的跟买 DVD 看的有差一只蚊子，还有少掉很多脏点。然后那是因为也是时间很赶，我们早晚班开2、3间工作室，帮他修了2个礼拜，因为要一格一格慢慢修。对啊，全力以赴啊。OK， 这就是数位修复的部分。OK， 这是要讲到所谓的后置特效部分。那后置特效呢，我们今天主题是讲所谓的电影特效嘛。那刚刚我会提到说所谓的数位中间跟高画质电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进到那个流程里面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现在说的这些事情。我现在要做的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没有办法做。你可以想象说，哎，我的国片3D 的玛雅算出图来了，然后呢，我的底片拍好了，可是我是剪底片，我怎么把3D 合上去？请问如何合？对，所以我要前面讲那段，所以刚才那段不是白讲的，一定要进到数位以后，你才有办法加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什么叫有的没有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模型，你有动画，有其他的素材，比如说你要加个 logo 上去，彩色 logo， 或是你要加个什么东西放上去，都可以啊。你可以把人合上去，实拍的东西合上去都可以，因为你们把它模拟想象一下画面，就是现在电视广告，回家开电视看到电视广告的画面里面有什么不能加的？没有，你想加都可以加，不管是看得到看不到的，看不到就说3D 做出来是看不到的，都可以加进去。好，那我要介绍呢，首先当然会从最基本的开始讲，叫做基本资料。我们会要先清楚说，
我们影片要用什么规格来制作，用什么方式来播出，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刚刚也讲过嘛，你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个是做到低画质，你要再转到高画质就很困难。那如果说你现在做的东西，比如说，孤恋花是用23.98P 拍，所以没有问题，因为它是 P 跟 I 的意思就是 P 的意思是它一次那个图档是一整页满满一张图 ，Interlace 是它只有半张图，它是交错式这样子，2张图加起来才等于1张图，它有 Interlace， 所以大家看每个 field 是只有这样子，13579条线，一个是24680接起来才是一个画面。OK， 那这样子有什么问题？有意思来了，为什么影片规格很重要？假设我们现在拍 HD， 你拍59.97 I 哦，所以它是 Interlace 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呢，你要挖图就是说我们要做合成，不是要先挖下来吗？你就容易产生锯齿状嘛，对不对？不好挖吧？那如果是 P 的话就很锐利嘛，很清楚可以挖嘛，像了解吗？所以 P 跟 I 是有差的。所以呢，当然 P 比较好，但是规格就大很多。好，就是类似像影片的规格很重要，然后当然 size 也很重要，还有你要播放的时候平台也很重要。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做的，其实现在最常遇到就是像做戏剧，我们大家都讲电影的痛苦，对不对？现在做戏剧也有它的苦处。全世界都已经用 HD 在拍了 ，HD 在做了。你要卖，现在像我们之前做《风云》的电视剧，它是用 HD 拍，19K 拍做后期。然后那时候日本就觉得很喜欢，可是呢，你们可能不晓得，现在上卫星播出的节目，它都要求你要 HD 的母带，否则谢谢对不起。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用到好的规格，你没有办法赚更多的钱。可是现在的戏剧节目是不是也要出口？如果你没有 HD 的规格，其实价钱不好，因为 HD 是另外一个价钱。那现在国片呢又很痛苦，国内你就算拍了 HD 做 HD 也没地方播嘛，所以他们呢现在就是叫做2分法，拍的时候全部拍 HD， 至少下次不用请天星来，就算请来他也变老了。然后呢，拍完还是 HD 拍，拍完之后呢再转成 SD 剪，做完再去播。那 HD 的袋子留着，当我有一天我发了，然后大家也还要看 HD， 我再做一个 HD 版本，只能这样做。好，那这个是现在目前台湾执行，因为就会跟大家想到问题一样，预算不够，你要做到 HD 太低了，低不出来。好，那不过目前呢，两岸虽然还没有三通，但是大家的心已经都看到那边了。所以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已经在谈，就是说，我拍要 HD 拍，后置也要 HD 做到完，才去转 SD 给台湾。但是中国大陆加 HD，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收 HD 了，而且以后也只收 HD 开始。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做一个案子是想到台湾市场的话，当然你还是做 SD 就好了。可是呢，这个应该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你还是要想到，你的东西未来应该是要卖中国大陆、其他华人区域，所以你还是要想说 HD 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 HD 也不错呢？因为你们可能慢慢会觉得，因为科技发达，有台湾的地方就会科技进步嘛，东西就会非常的便宜。现在买 SD 的录放影机跟买 HD 的录放影机其实差不了多少钱。所以从2-3年前，所有电视台在买新设备的时候，包括本公司2-3年前开始买设备，一定是买至少 for HD 以上，因为只要加大概2-3成的费用，你就可以买一个可以做 HD 的系统。好，所以这规格很重要。另外一个，刚刚如果有注意听的话，画面比例很重要。画面比例不是只有16:9跟所谓的4:3，未来还有所谓像我们现在做的电影叫做16:9，我们称为1.78或1.8:1。那国外你会发现，现在包括无极啦，一些中国大陆片子或者美国还有片子，你会发现他们的影片的更细更长，有没有？有没有发现？那叫2.35:1，2.35:1。好，这个也要讲一下，不然你们就是整个产业界里面知识最丰富的。
因为呢，以前电视是4:3，所以你做16:9，你字幕可以上到这里，对不对？不会影响本片。而且视角越广的话，其实如果电视很大，你这个看起来其实也是宽的感觉，也会比较舒服。因为人眼是长横的嘛，人的眼睛不是长直的，所以对宽的比较舒服一点。OK， 那当你改成宽荧幕的时候，又是刚好16:9怎么办？全部是满画面嘛，1.78比1.1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电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字幕上在哪边？只能上在影片上，对不对？哇，那这样就伤了。所以会有一个新的规格是2.35:1，它又比这个更窄。然后呢，底下还可以上字幕。所以你发现，为什么现在国外的影片怎么越做越细？它不是越做越细啊，它是因为它以后也要做宽幕 DVD， 它底下可以上字幕，不会影响到本片。当然不是啦，是因为更宽更舒服。在电影院的时候，宽荧幕那个感觉是很大的。没错啊，我现在说1.2口啊，我们要讲这一口，所以说它不是说为了这个电视的字幕，但是这样做下去，电影院更舒服，电视上也可以上字幕。啊，我刚才强调的，人眼是狠的，真的看越宽越舒服，当然电影要够大。如果我们那种小厅只有70-80人，也是不够舒服。好，再来就是讲到色阶跟色彩模式，这个又是有意思的问题哦。色阶跟色彩模式，色阶我们就是想所谓的8bit 的色彩跟10bit 的色彩，这个各位知道吗？8bit 就是2的8次方，10bit 就是2的10次方。所以一个叫做256阶，一个叫1024阶，每一个 color 上面。那这边有什么差异呢？如果用传统电影，没有所谓的 bit 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转成数位要做数位制作，包括你要做3D 动画，做其他的，这个色阶就很重要了。请问 3D 做的东西都是无中生有画出来，对不对？再去上一个渐层的色彩，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想想看，它整个色彩只有256阶，会发生什么情况？跳接，有没有看过跳接的画面？就是这个渐层怎么一圈一圈的跳接有没有？就是一个比如像拉过去的渐层，它中间是会产生不一样一圈一圈的出来跳接。那就是说，它的处理系统里面，一来就是它只做到8bit 的色彩，另外就是说它的后置的后续流程里面也只做到8bit，所以没办法，没办法。那这些就影响它的色阶。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2K 的电影或者是我们现在做数位电影，基本上都要做到10bit 1024阶，你根本就看不出它的层次不一样，你根本就是觉得它是个零去调。然后色彩模式也是一样，就是刚刚说过的线性色彩还是对数的色彩，就是在这边讲到的。好，我们现在讲到特效类型，这等一下下一堂课的话，我们的重点就会摆在这边，告诉各位那个电影的特效多么好玩然后呢，特效里面呢就会包含真实的拍摄，里面有真人、有模型、有动画、有其他素材、其他什么都可以含在里面一起做。然后呢，它可以做几层呢？1层、2层、3层、4层、5层，一层上去怎样做怎样做。像我们现在公司曾经目前在上个月有破纪录，我们做的电视广告 video 的合成的层数，你猜我们得到几层？我们在3年前只合到大概40-50层。那我们目前上个月我们破纪录，我们合到8000层。不要喊，电脑是可以跑，只是稍微算一下图而已。因为他把3D 的很多动作在2D 调，然后很多群组加起来就很大。那次我也吓到，我想说，客户说你怎么做那么久？我就问那个 user， 然后你看嘛，真的跑不动。这个已经是公司最快电脑的跑不动，跑那么慢吗？没有啊，他就合到8000多层了。哦，这样子，好，那应该的。没吧？因为呢，我们已经在做 2K 电影的系统，那因为它跑到是 SD， 但是虽然画面很小，但是跑到8000多层，其实真的很低。它光移动啊什么都画很多字幕。播出了吗？播出了、啊，不可以跟你说，因为那个客户，对，好。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特效呢，我今天会跟各位特别介绍的是拍摄特效。为什么要介绍拍摄特效呢？因为其实从前面的取材很多就已经决定了后面我们所谓的特效要讲的是说，它是一个视觉的感受，让你觉得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那个呈现效果。你可以从拍摄的地方就取得，或就产生，或从拍摄的地方就企划制作。然后呢，就是这样，是，好，那好吧，那整个特效制作我们就等一下再说好了。那先休息一下，那休息时间我放一些广告给你们看。谢谢，谢谢。小人特别喜欢修，没关系。哇，烟花破洞做的好辛苦。所以呢，刚才有人问说为什么镜头可以转来转去，可以这么顺？因为真的拍不到。主要是看老师。对，这钱砸出来。抢救人员大兵那些所有的好游电影都是用这样的机器拍的。那去拍骇客任务也是这个机器拍的。那像这种画面也是这样的机器去拍的。然后让人跑出来很多个是这样机器拍的。因为它可以设路径，然后重复拍摄，一格不差，然后跟着音乐走，音乐跑到哪边它跑到哪一格，或者正着拍、倒着拍、慢慢拍都可以，或者是它的路径直接缩放，或者是它的路径可以接起来，接很多个。像刚才看到有一台车，有很多人办公室有没有？车子推，然后它变成3D 的车子做成模型，后来车子跑掉了没有？那台车子从头到尾都没动，因为是镜头动，所以看整个车子动。那这节课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做这些效果。那电影的效果跟这其实蛮类似的。那这个机器部分我要讲的是属于的特效拍摄。那不止这个部分，这个特效拍摄它还有很多其他更好玩的，包括魔界的那种千军万马，都是可以做的。好，那我们就先关掉了。好，后面其他的我们有时间再来看。我们继续介绍这个部分。那我介绍完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可以很快讲完，然后我就可以放很多影片跟各位做一下分享。这个东西怎么做的？那这边是刚刚所讲到的地方。OK， 刚刚我讲到说我们有时候特效拍摄，那然后是放一些影片给你看。那 OK， 当我们要做后期特效，要开始做特效的过程中，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素材的取得。然后把素材修到好，才能丢下去做特效。OK， 那素材取得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调光开始，从胶转磁所谓的底片转成磁带或者是数位讯号，或者是扫图，我们 2K 是扫成单张的图档。然后包括在上面做颜色的修整，这些都是在后置里面要去做的事情。那当然修饰我刚才也提到过说，我们可以抛那个圈起来，或局部去调整色彩，或者整个让它偏色。那另外就是修图跟补图，这个就需要功力了。什么叫修图跟补图？因为我们没有像乔治卢卡斯用42寸电视在看，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情况下，跳舞的时候那个脚出去了没有拍到，怎么样？把那只脚补回来，不要笑，真的补回来。然后拍完啊，当初没有看到，他眼神不太对，把它修一下，往上修回去。我讲的都是实例我们有修过眼神啊，修过其他的都可以修包括最常修的，还有修过，比如说内衣广告啊，胸部还不够啊，可它很有名啊，可以把它修的坚挺一点啊，也是可以修的，没问题然后修图补图就在做这些事情，修什么呢？
青春痘啦、痘痘啦、脏点啊，什么，通通都可以修啦。那还有像我们拍过那种接过瘦身广告，身材太胖了，修瘦一点，好，修瘦一点，还是可以修啊。没有什么叫不能修，因为它是数位档案，只是要花时间修。怎么修呢？我们现在在做的都还轻松，因为叫做电视广告，30秒嘛，1秒30个，2回去900个而已啊，900个不太难，就是花下去大家修，一个晚上修完，明天再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是很多层合起来怎么办？1层900个，2层1800，4层3600张，哇，挖到死，那就很恐怖了。好，那像我们现在很多影片如果要合到好几10层，那真的是。那个其实那片段不会太长，不然会很痛。所以像现在电影会合成的程度其实也不多，所以必须怎么样？透过特效拍摄去解决后期的困难。OK， 好，我们赶快讲完，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些东西。那特效里面又分了几种我们刚刚是修的嘛，已经有拍的东西修起来。另外一种也是蛮神奇，叫做无中生有。什么叫无中生有呢？像3D， 那这个部分到时候会有其他介绍，所以我只是带过。像3D 有很多无中生有，里面有像我们在做电视广告或以后在做电影里面，什么东西用3D 做？拍不到的，怎么拍不到？比如我现在拍一个叫做洗衣机哈，不是会洗衣服洗到纤维里面，把那个什么脏东西全部都丢掉，好神奇吧？那一定要3D 做嘛，把那个衣服的纤维做出来啊，然后衣服很多脏的颗粒有没有？它至少被洗衣机一卷，那个脏东西就不见了。或者是像洗发精有没有？你看那洗发精呢，把发丝里面有分叉断裂，那都用3D 做，因为到这里来泡开水，那就要3D 做。或者是说超危险动作不可能做出来的动作，那就要3D 做。OK， 所以3D 在做，人现在还做不到，所以它必须什么无中生有，把它做出来。那另外呢，就是 2D 的 Painter， 就是我刚刚说的，所以我们公司在做电脑动画的人最喜欢就是或者是会画图，因为你必须用手会画画，才有办法拿数位笔画画，对不对？同意吗？因为这是一种天分，就像我会讲，但是我画不出来。那很多人就是有天才他就是会画画。那这样找这些人来什么？帮客户做一些修补的动作，就会漂亮。为什么这修补很难呢？我们等一下讲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做的不是一张图，是一整串图。那我人在动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这边一个张点。我动，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我是不是去涂？那涂不好的地方怎么样？我那边还有东西在闪，反而更丑，对不对 ？OK， 这就是这道理。另外呢，文字也是可以做上去的字幕，也可以做一些效果。另外就是用外挂的 plugin， 很多像外挂系统的软体，像用过 After Effects、Premiere， 包括 Photoshop 也有很多外挂，有没有？可以做很多效果。那些什么，很多是无中生有，可以帮你加上去的效果。那这是特效一种。OK， 那另外呢，很多的特效怎么来的？是合过来的，合成起来的。怎么说是合成起来？就是你这样光看到它不特别嘛，但是它旁边怎么会长出一个东西来，或合一个东西在那边？开始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合成。那合成会有一个很痛苦的动作，叫做挖。那各位可能也做过简单的排版，排版在Photoshop里面也要去背嘛，对不对？去背才能合成嘛。OK， 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当你要挖图要挖去做合成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1层 video， 假设30秒广告900张，2层1800张，你要合4层就3600张，那样算下去，哇！所以我们进来的新进同仁这一组的特效组的同仁，他大概1年半到2年的时间都是在挖图，但是这是很基础的工作，因为你要修得好，挖得好。你合起来才会漂亮，那这边就牵扯到类耳层的构图，所以你要想的是一个全方位哦。你现在在修图，你在挖图，你就要想到你有几层东西要合在这个画面上，要怎么做，哪一层不能盖到哪一层，哪一层不能怎么做。这有点像设计电路板，各位有没有电子科技就知道，以前电路板是只有一层嘛，上面一个可以有什么铜线，下面有铜线。你知道像我们电路板都做到8层、10层，就是中间已经合实。其实它是一个立体架构的电路板。那这边一样，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它也是个立体。你可以把这个图层全部拆开来看，说，这边看到它哪些层要透过去，所以是要剔下去的，哪些是怎么合的，这些都要想到。另外就是光源，这地方是
如果你在拍摄没有注意到，就是你要合的两个物件，一个光从这边来，一个光从那边来，很贴吧？是这样，那是专业性不够。那怎么办？后期能修能补的很有限，最好不要差太多。好，这是光源的问题。另外是质感，质感会差很多哦。比如说，我们有用 film 拍、HD 拍或什么拍的，那你中间还有一个 DV 的，那个质感合不起来，那痛不合。哦，这也都是特别要注意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有所谓的 check-in 跟 staging， 就是说这个叫做追踪。好，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中的修图，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是这么厉害，说真的1-2天就修了那么好几千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叫 check-in 的系统，你可以去做 2D 的 check-in 追踪或者3D 的 check-in 追踪，把这个图的这个点追出来，所以你就告诉他这个位置去做追踪，然后当我人动过来的时候，那个点的修图这样，我修这一点对不对？修好，然后 check-in 一个路径，然后告诉他修的这个图跟着这个路径跑一次，然后如果20张就这样跑，好就修好了，所以呢它也不会晃动，很准的接过去就完成了。几百张几十张这样修，所以你可以把一段影片分很多段去 check-in， 去修去处理。那另外要做稳定，什么叫稳定？有可能拍的时候会晃动，那你要合物件的时候，你总不能跟着它跳的，所以要先把画面稳定下来，不动，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里面去作业，然后再把东西合上去，所以这叫稳定。这也都是在特效里面去处理的。另外就是 morph 就是形变，这里也都是做形变，就是各位常看电影会有看到，比如说一个人的脸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脸，变脸，就是 morph。那这边的话，其实要很注意到说，你这边所区分出来的点要对点相同的位置，鼻子对鼻子，比如2个人的话要对好，否则你把鼻子对成眼睛，那出来就是怪兽了。好，所以这就是 morphing。那外边就是各种的形变的一些转子。那这些呢，现在目前在执行上，应该我们可以用一些案子来看说，原来它是怎么去做的。那另外呢，就是说，现在电脑的后置特效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用最大系统就一定可以完全做。像我们公司有从最高阶的像Frame 的那种一台好几千万的系统，因为它可以同时即时处理好几十层的 video 即时运算。因为广告不能等，所以你的扣就坐在后面。你现在合了20层、30层，我就要看到，合起来结果就是算。比如说，你看，那明天再来看，看一下那还得了。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很昂贵的超级电脑，那个电脑都比那个讲座大4倍。然后呢，但是这个东西这么大的系统，是不是它所有的功能都是最好的？并不见得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效果可以用，比如说After Effects 啊、Composition 啊、Shake 来做，因为它里面那些外挂，你刚刚不是说可以透过外挂吗？外挂就可以很快做到那个效果，比你那边超级电脑里面在做设定快，所以它其实可以整合其他的系统来执行这个所谓的特效处理。啊，这样不会讲太快了。好，另外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所谓的 Motion Control 互动式摄影系统，什么叫 Motion Control 互动式摄影系统？这个地方这个机器就是刚看到那个机器手背，这机器手背呢，它可以重复路径拍摄。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它这个机器有11个控制轴，然后呢，你都可以全部用电脑控制，包括它的摄影机也全部是电脑控制。所以这个摄影机是特有的摄影机，叫 Miro。它的光圈、快门都可以由电脑控制。那电脑呢？像我们这边这个机器好玩的地方在哪边？电脑这么强，你设定完它是像一个，有没有玩过那个电动玩具那个摇杆的？其他这样子，按它就跑，换第几个轴，就这样转，那位置好。这个叫做第一个点，然后移到第二个点，然后这是第2个点，然后移到第3个点，这第3个点，它就镜头这样跑。然后呢，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个3D 的图形，你就可以叫它 smooth， 你就把那个图形直接拉，镜头再怎么转，好，它位置你帮它排好之后呢，下次它就按照这个路径这样走，怎么走都是固定的，正走、倒着走，一个一个慢慢走都是一样的。那它的误差呢，绝对不会大于0.1公分在画面上，700 0.1公分，它可以做到非常精细，所以我们拍才有办法对位。但是它误差非常小，不敢说没有错，但是那是
低于0.1公分，很细微的差距。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先讲坏处。这样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摄影师会不高兴，对不对？我摄影师你叫来这边干嘛？看你在玩电动玩具。所以呢，我们公司也买了一组那个叫做 F16的遥控器，它是2只，一次可以控制4个轴，让摄影师推，让他玩，对不对？就是说，你这边假设是机器轴，对不对？我们会绑在上面插2个东西，那轻轻的一推就可以把这台大概1-2吨重的机器移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往这边推，它就往前跑，往上升，所以它就有点像那个超推的很好的那个，这样推下去就可以移动到镜头位置。对，然后移好之后就告诉我们，这边当第1个点，然后它继续移完之后，这第2个点，这样它就有参与感。没有啦，不会啦，这是开玩笑，真的可以这样移的。不过现在摄影师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只要说就好，说再过去点过去，他们不会这个蛮好玩。好，你不会整支影片用这个拍啊？你不会整支影片用这个拍？那这个拍呢的好处是说，当你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就是演员跟导演的事情。好，然后呢，它可以重复拍摄，所以像以前你们看过金城武的广告有没有？他有很多秘书，或者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很多个人有没有？都是重复拍摄造型做起来的。现在目前这个重复拍摄对我们来讲是最基本功能，因为它可以拍得非常准，所以在合的时候是就非常简单。那你拍戏如果拍得好的时候，基本上是 OK 的，那位置都不用再去抢。再就是路径结合跟路径缩放，因为很多场景是必须用模型来拍摄，尤其在做电影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电影课，做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会用模型来拍摄。那模型来拍摄的时候，就会牵扯到说，模型的东西怎么跟真人合在一起。比如说像那个魔戒，有没有那些小矮人，他们是被缩小的，那是利用拍摄的方式把它缩小下来，再去合。好，那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路径缩放表，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我设计好的路径在电脑里面是一个3D 的立体的 data， 对不对？那 data 可不可以缩小？可以啊，缩小就缩小，放大就放大，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电脑里面做缩小缩放，所以它的拍摄动线就直接自动缩小。比如说它本来是这样大圈圈，然后设定缩小就变成看的是小圈圈，就这样这么简单。然后合起来就可以合在不同路线上面。然后这路径呢也可以输出给3D， 所以它就可以做路径的缩放或路径的结合。像你们刚看到一个汽车广告，有一个马自达汽车那只，我说车子没有在动的那一只广告。我们的摄影棚是目前国内比较小的，所以那个是我们分2次拍，就是布景都会挂轮胎，然后不是轮胎轮子，然后这边拍完之后呢，把机器往后移，或是场景往后移，再接起来再拍。所以其实你们刚看那个位置，那个车子那个场景有没有？比我们的棚大很多，我们的棚其实只有它1半大，那个是接起来的画面。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做路径的衔接，因为它是3D 嘛。你动态跑到这里，我再接下去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你要接几次都可以。所以我们接的还不够厉害。其实国外影片有那种接的很厉害的，当然觉得怎么可能会拍成这样的结果？那等一下影片会有一支那个樱花牌热水器，从钥匙孔穿进去，然后转到床上，看到床边的镜子，再穿到镜子里面，转到浴室的木帘下面，再转上。那个应该可以打开眼睛做。好，那就是所谓的路径结合。那另外是连接周边，这东西很好玩哦，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开发当中。就是说它可以连接周边，为什么很多 MTV 用 ？MTV 就是拍电视对嘴，那对的时候总要让歌手知道现在唱到什么地方。那你对嘴的时候，你要合成起来，总不能现在这个音乐点跟那个嘴巴是对不起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机器来拍 MTV 还不错？因为我们是放音乐，音乐跑到哪个点，摄影机就跑到哪个位置。那重复拍摄，你人现在站这边，你人等下站这边，我放2次音乐，你只要嘴巴你歌手的嘴巴有对准的话，我拍起来的时候合起来2个画面，嘴巴都是准的。因为我的动态里面，我音乐到哪个点，镜头就是到哪个点，这样就很厉害吧？不够厉害，它还可以配合灯光，好，它可以接灯光。
当我设计路径走到这个点的时候，这个灯亮；走到那个点的时候，这个灯亮。那既然可以把灯点亮，当然也可以让它爆炸。所以想救援大兵，你会发现，哎，那么大的场景，怎么那种爆炸的地方，摄影师刚好都知道镜头拍到那个地方爆炸？没有啦，那个是镜头转到那边，那边自动就会爆炸的啦，知道吗？这都是设计来的，就是说镜头转到那里，那里就爆炸；镜头转到哪里，哪里就怎样。那导演会跟你讲，你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你就做什么动作。所以呢，当那些镜头 Mogo 拍过的地方，那些人其他在干嘛，那就没关系了。那有没有爆炸也没关系了。所以总不能乱爆，然后摄影师在那边不用，用视角走那边，这边就爆就爆，那换你爆，换你爆，换你爆，或者灯光，这边亮，换那边亮，换那边亮，所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好，那另外呢，它可以变速或追踪。变速跟什么意思呢？变速就是说我第一次拍可以用 A 这个速度，我第二次拍可以用 B 这个速度，所以就可以拍出一个，等一下不晓得看能不能有那个画面给你们看。比如说我们在西门町拍，人在走动嘛，我这样慢慢拍慢格，另外一个拍正常格，所以就会发现很多人这样快速，但是只有那个人自己很轻松用正常的速度，其他人是很快速的在旁边跑来跑去，这种就是变速。另外叫追踪，就是说这个电脑很厉害，它可以设说，比如说好，这边有个雨伞的点，或是任何一个这个 logo 点或电视上这个点，包括这个。我镜头数到这边之后，不管我机器怎么动，画面怎么跑，镜头的中心点锁定不动，所以我可以旋转，我可以移动，任何的绕，最后那个点都是不动。所以比如说我们上次玩过一个汽车广告，就这样子，一台汽车在这边，然后呢，我们就从它汽车前不是有个 logo 吗？来从旁边这样走，然后这样旋转，锁到中间去，这样子，就是你可以玩很多其他东西。那这机器其实还蛮好玩的，那等一下我在放影片的时候需要补充，我再跟你们讲。那目前这样的机器呢，全世界大概有70-80台。那有长手背可以拍比较远的，全市现在只有3台，我们公司有1台。另外呢，就是高速摄影机，是数位的，这可能各位没看过，对不对？我放影片之后，你会发现，最近看到广告很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3月份开始接这样的 case 之后呢，到目前已经拍了10几支广告，都是用高速摄影机拍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苏慧文那一支广告？他捧着水拍的，很多做3D 的人都来问我说，我们不晓得国外进步这么多，3D 可以做得这么漂亮。没有说那不是3D 做的，那是真的拍的，所以真的是这么漂亮。所以他就放心你说不是我3D 技术过后国际上太多，是那个本来就不是3D 做的嘛。但是以前不行啊，以前一定是要找3D 做那个水啊，做什么的东西。那这个高速数位的好处呢，因为它马上拍马上就看得到，然后呢，另外它的速度比现在你底片可以拍得更快。我们现在用 film 拍的话，只能拍到300格。那我用这个信菜，我们现在最少客户都是用1000格，每1秒，也有用到1秒钟2000格的。那我们那台只能用到大概4000格还是1万格，忘记了。对，每1秒钟，所以就是可以拍到子弹，有没有？你在半空中有没有？好 ，OK， 再来就是介绍一下环场摄影系统。什么叫环场摄影系统？这个环场摄影系统呢，就是你们有看过那个骇客任务人跳起来飞的凝结半空中，那是有很多相机拍起来的。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系统，也可以玩这样的东西。等一下可以放给你们看。你们最近应该看到一个歌星蛮有名，叫做林俊杰，曹操的 MTV， 他不是有几个人停在中间喷血？那些喷血就是在我们公司拍的，然后用高速摄影机，就是环场摄影机拍的，所以它可以让东西离在半空就可以转不同的方向。然后另外就是 Massive 的数位演员跟群体运动系统，这东西就更好玩了。这东西是你们有看过那种千军万马有没有？数位演员的表演，这个系统就这样。我们是跟魔界那家后制公司买的，然后请他们来做技术转移研发，然后来认证。我们现在是目前全世界第6家被认证的 Massive 可以制作的公司。好，我快讲完就可以看影片了。好，现在可以做一些案例的说明啊。我现在从一些影片里面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说一些特效拍摄跟特效画面的制作。
那个拍的那个刚开始呢，不是用那个，他们好像用手动拍。没有，是用单眼相机，然后用自动那个曝光光拍的，对，没错。那是以前的，现在要做的是数位。那秀出来之后，就大家都一起学。对，所以现在技术就更进步，叫做我们在拍都是streaming连续图档、连续档案，所以他以前拍完不行就是重拍嘛，因为它只有那一张而已。我们是一串图，你可以选所有摄影机的第2张，所有摄影机的第3张，或者是我放里面那个。那这是我们的教学光碟，然后这边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一些影片的制作方式。那其实这边拍摄跟后置，刚刚说的那些特效、修图、合成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这些看的东西都是要做后期的特效合成。看一下第一站。我本来是带硬碟来，想说用硬碟播出，但是USB 一点跑不太到，所以要播光碟片。OK， 可以了。好，模型考错，它的镜头可以到10公尺，可以低于它以下0.75公尺，可以延伸3点多哦，它这边就是它的规格。我们看一下这个 logo 拍的一些广告影片的技巧。然后把这可以拿送给3D 厂商赠出这些，这时候这些图是3D 绘，因为拍相同路径，所以在过程中放一部车没有关系，它就可以完整的接触。从探针镜头从钥匙孔进去。然后出光弹镜子，当然不是真的把镜子打破过去，而是就另外是从后面拍过去。然后这是在外面拍实体，在后面拍空拍的，然后再把人压扁合起来。那这只是镜头的转换而已，这个你看，这拍的是日本拍照，看是这样，有侧着往上下的拍，所以合起来就可以转来转去。那这次呢，就是这个人呢拍了大概60次，然后合起来，这个大概合了70-80整。然后这就是说，一个汉堡在一边转弯的过程中，一边去增加它的量，这也是分很多次拍。其实后来拍到那个菜肉很粗犷，就放在一边拍。然后接下来把它分离出来，把这个资料给3D 才可以很清楚的把物件合在这上面。那这就是镜头里面不断换背景，一个镜头中背景不同。那这是不断的一个换场景，从内换到从外，从一条牡丹。拍电影的伤口，那这是还没有生小孩之前的事情。那这是你刚刚看到的 TV， 就是拍很多次它，然后合起来。那这个机器其实本来在国外都是在拍电影。那我刚刚说车子不动，因为这车子从来都没动过，只是镜头动。那所以那轮胎怎么样？3D 做的，然后
那这不用拍。其实这个画面不拍了，我们在大直桥拍过一个从天黑到日出的。这个是我们 Momo 第一次接的MTV。好，那轨道接没关系啊，它的路径可以接起来。最上面那样说，它轨道只能接上去。对啊对啊，但是路径可以接起来，就在移动就好了，那没关系啊。这样拿出去外面拍过？有啊，去拍骇客任务啊，而且上山下海过啊。没有下来，上山过，太快了。好，那这边呢，我就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些影片是怎么拍的啊。我们先看一下组装过程。我们可爱的同仁表演给你看。那这个轨道呢，爬上来，开两水平，弯弯的，接好就是可以动。刚刚各位有看到梁咏琪的 MTV 嘛？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2D 的合成的效果。先拍一次没有人的，叫做空背景。再拍一次有人的。那是可以精准的合在一起，这是第一层。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然后另外一层就是再拍一次，试一次拍。所谓的是与非。那因为为什么这个拍排面？用啊。我也愿意承受不完，因为它对的非常精准，你不用担心它对不准，所以是不用挖。原来风说可以让那这个呢就是要挖，因为它后面有东西。坠落在我的所以这样合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很多的连在上面做，那嘴巴都是准的，因为它是对称的，只要它没有对错，位置就会准。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红生命短暂，但它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OK， 之前还是要清健口香糖，它这边用到的是包括 2D 合成跟3D 的 tricking。这支广告呢，总共是6个人，复制才200多个人。台湾赚钱加大道，钱钱多的钱不平，钱钱多的钱不平。酸中参透唔得呀，钱钱多的钱不平。清健口香糖含100%天然薄荷。我很细汉拢介意，钱钱多的钱不平，像新主人可高兴。清健口香糖使你口气清新自然。这就是拍摄过程。这几个人在这边拍一次，然后有栏目，然后在这边他自己又坐在那边再拍一次，有栏目，对，然后他自己再走到后面去，就每次一次这样拍，然后最后再把它合起来，然后拍了好像好几十次，所以就是刚说的，要好几十层影片合起来，然后把
修掉，一层一层你看，然后这边就要很注意的规划，因为自己不可以跟自己撞在一起，所以其实他们都有规划说你这一段这个卡你只能走哪个位置，其实也要设计过，而且你们知道吗？你现在看的这个走道其实不是直线的，为了拍摄关系，所以它是宽的，它是广角的走道。那我们在拍摄之前，像那种比较复杂的案子，我们会先做3D 模拟，因为国外拍电影都会这样做的，所以你先3D 模拟说，哎，什么地方还有疏忽，位置要怎么跑，运镜要怎么动，然后路径要规划成几次。那最后那个因为在棚内拍没有蓝天的星空，所以星星就要 check in 上去，你星星不可以在上面跑，所以要跟画面锁在一起，所以这样最后的影片才可以 OK。因为这是拍给你看，说这是对那边的人走出来，就是他有很多不同次的拍摄的时候，那但是都他们那几个在里面。然后这画质不差，没有这用 DV 剪太多次了，还没有重新更新。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学10块在这个，差不多蛮差的。我建议很好，你稍微把它调整过。这个也是做到好几十层。其实看这种幕后制作蛮好的，你会发现说这些人拍片的时候还蛮，就是我们要自己在这边看，然后拍一次。然后就在打电脑在数据上，然后把它挖下来，然后这边在上面下挖下来，这个挖下来，它这样出下来，然后合起来就会这样在上面。另外就是实拍可以跟3D 合成，这个就再看一下，这个是日本的。3D 做一个，其实这些人在拍的时候，他其实坐在屁股上，拍完之后呢，把这 data 丢给3D 就做一部车子合上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去拍骇客任务，我们拍的时候就有人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其实是只有他底子是真的，还有他手上抓那个金属是真的。其他所有的那个机器人嘛，最后一场那个在他的那个平台在打那个小乌贼的时候，其他所有后面create出来都是3D 做的，那必须把这个现在这个 data 很清楚的送给3D， 那3D 才能把部件刚好的合在上面。这是刚拍的，然后再把东西然后把这个点确定出来，那这 data 给3D 才能知道说 ，OK， 你那时候是用什么样的镜头，焦距多少，什么速度去拍。然后轮胎拍一个给他，然后他去做然后卡路里饼干的话就先不看，就是看那个饼干从不同的场景换来换去。来看一个模型的，1:1加20:1加200:1。他现在走的是1:1，然后这边变20:1，后面的那个比例是200:1。然后我们会先做模拟，应该怎么样搭色，然后现在中间有颜色，这是1:1的素材，在棚里面拍，因为人家真的走上去了，然后再拍一个20:1的素材。
后电视广告时代不是我提的，我是看一本书，它上面写个后广告时代，我这个来谈谈很好，因为30秒广告，30秒的电视广告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刚才我们这位，你叫琼慧是吧？啊，你的那个你的报告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颠覆30秒的广告，是不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那其实30秒的广告效率是越来越低，大家都知道嘛，啊，效率越来越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现实，我们大家都共同认定，30秒广告大概不会被杀死啊，可是效用递减。效用递减的市场啊，就是效用递减的广告形式，它会怎么样转变？那我们这个后电视广告时代就意味着说，我们假设或者说我们看到30秒广告这样的表现方式，大概越来越没有效用，所以我们称之为30秒广告那种叫做电视广告时代。那过了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后电视广告时代，我们姑且这样定义的啊，这个定义对不对不重要，就是我们所谓的电视广告，我们就是用30秒广告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啊。那我会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台湾或是美国，啊，我们特别提台湾跟美国，就是台湾的整个的电视市场制度是比较接近美国。哦，我们跟韩国不一样，韩国的电视广告市场跟台湾不一样，日本也不一样，啊，其实美国也跟台湾不同啦。不过就整个台湾比较接近的，可能是比较接近美国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美国的电视广告收入，其实也很难支撑一个电视台营运，啊，那台湾更不用讲，尤其是台湾的无线电视台。其实都已经没有办法支应，啊！我今天要来这边之前，我们的那个业务报表，经过我那边我看到，我们昨天的广告收入大概只有500多万，550万。那一个550万，如果乘以30，一个月也不过才1.65亿万。那一个无线电视台，我们不要说民视。像台视、华视、中视，我想都要超过2亿，开销一定要超过2亿。那我们如果靠广告，我怎么维持？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那你如果是一个广告业务人员，你怎么看待这种问题？你怎么样面对它？你如何因应？如果你是个电视台老板，你怎么办？所以这年头当无线电视老板真的很辛苦，非常辛苦。因为过去如果你这个电视台老板以前是在老三台的年代活过的人或者走过的人，今天面对这种问题真的是会很难受啊。以前叫吃香喝辣啊，现在真的是背尝风霜，真的很辛苦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媒体改变了。消费者改变了，哦，行销传播也在改变。我上次跟各位来谈说，我们现在谈 webcasting 啊，或是以 web 做核心的行销的手段出现，或者 web marketing 这样的概念出现，那跟原来的广告的企划也都不一样。啊，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广告要怎么变？那如果你是一个相关从业人员，你怎么因应它？啊，所以后电视广告时代样貌如何？那后电视广告时代的广告还是广告吗？好，我没有答案。那各位，我们去想象，或者说你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年代？那我今天也没有办法给各位这个答案，我只是把一些资料，然后大家共同来讨论哈。那2002年年中的时候，广告时代是美国的一个广告杂志，很有名的广告杂志。他说，广告面临的挑战是，一位叫做 Hal Renning
啊，这个人很有名哈。那你宣布30秒广告的死亡，他说广告已死。啊，事实上到现在没有死了啊，2002年宣布到现在广告没有死，但是很清楚的，它已经衰退了。啊，那另外一个最近有一本，不是最近，去年、前年还去年这2年啊，有一本很红的书叫《子牛》。啊，子牛的如果没有记错，第8章还是第9章？第8章吧。他说电视工业情节之死，他的标题就写电视工业情节之死。好，那电视工业情节之死就等于在宣布30秒广告的无效，或者就是用电视广告作为行销主要手段的方式已经没有效果。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又抄来的一句话，就是几十年来广告一直有一句笑话，就是说砸广告的钱一半都石沉大海。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一半石沉大海，那一半是什么？是哪一半？那哪一半有效，哪一半没效？有没有人去研究过？其实没有办法研究。但是网络广告就发现说，我们可以精准的去找出这东西来，啊，所以才有所谓精准行销这种概念又出现了。那你可以看看，这是我前天听 NCC 一位官员的演讲，啊，他的演讲里面有一张这样的东西，我把它借过来，啊，你看这个 convergence 哈，各位这 convergence 汇流的结果是电信公司变成快乐的巨人，啊。computer 变成是一个恶魔，我们算什么？我们是垂垂老矣啊，所以很可怜哈。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面对啊。那各位也可以从这张看出来，就是说，当电视形成这个局面的时候，变成这样面貌，电视广告会什么样子？那我们看美国无线电经营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从一本书上找出来的啊。他说广告收入不断流失，制作成本减少，节目品质低落。澳洲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澳洲或者是现在美国都流行叫做实境节目。实境节目意味着什么？意味就是制作成本很低，甚至不给你制作成本，我只给你这个时间，你来吧。然后他要想办法去找 sponsor， 才能够去制作这个节目。所以这种节目的另外一个意涵，实境节目另外意义就是品质低劣的节目。所以制作成本减少，节目品质低落。那今天台湾的无线电台也同样的有这种问题。那观众流失，其实现在电视的观众不断在流失，就像报纸的读者不断流失一样。我们再看，那电视广告流失，那根据这个美国 Forrester 这个广告研究的机构，他说，在 TiVo 这种可以避开广告的工具即将普及，之后，美国的广告主大约有75%的打算在未来5年内裁减20%的电视广告。他们去做问卷调查，就未来5年，美国的电视广告至少会减少20%。它会跑到哪里去？会跑到网络去，跑到 IPTV 去，很可能。可口可乐整合行销资深副总裁叫做 Chuck Flu。他说，电视广告大约占广告经费的3/4，未来10年这个比例将会减少，一直到少于一半，少于一半呢！你看这多可怕！电视广告如果少一半，就是我们收入相对也会少一半呢，我们就减少一半了。那现在已经够少了，那再过几年是不是更可怕？好，那接下来我就介绍电视工业情节是什么。电视工业情节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一样产品，我去取一个商标，然后我买很多的电视广告，然后拼命打广告，然后我选择很多通路，观众看到这个广告，就到各种不同方便的通路去买我的产品，
我就可以销售很多的产品，我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以前在美国，利用电视工业情节去做广告的，赚大钱的，最有名的就是保险。保险做很多种不同的产品，赚很多钱。你知道保险以前有位年轻的中国区的经理，他来台湾，很年轻，他就是买什么，就是购买媒体的，负责广告部门的年轻的经理，很年轻，然后到台湾来，哇，台湾的几乎所有的电视台老板都要去见见他。那你就知道说他们当年每年的这种广告预算有多少。那他的广告预算多，就是我们最好的衣食父母。我们电视台当然要奉之为上宾。可是现在这种情节必须要丢掉，你必须要抛弃这个情节，你必须要让这个情节死掉。如果你还有这个情节在心里面，你说我用这种东西去做，那你的产品会不会像过去那么畅销？很难而且根据美国的研究，广告这个品牌成为名牌通常尤其这10几20年来，通常都不是靠电视广告。他们研究像 Starbucks 这个咖啡品牌、咖啡店的品牌，他没有花太多的电视广告。这就是子牛的概念啊！你是创造一个好产品，比用很多电视广告去猛打要有效的多。所以你要跟人家差异，明明牛都是黑的、白的、花的，偏偏你又变成紫的，就与众不同嘛。所以你要品牌化，要去塑造一个品牌。过去是打广告就可以了，为什么过去可以，现在不行？对呀，过去媒体寡占嘛，而且过去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我昨天看那个 HBO 那个电影，电视的那个应该是电影电视电影，一大堆人在围着一个电视机在看，那就代表说那个时候一个节目出来，那老少咸宜全家都是盯着那个荧幕在看，所以看的人太多，那整个家庭都在受那个电视影响。那现在是个人化时代，你根本不看电视，或者说你根本很少看电视，你怎么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个时代不一样，我们必须让自己很清楚了解，电视工业情节已经死了所以电视广告是所有发明之中最有效的销售媒体美国100年来的成功，有绝大部分来自企业将电视媒体一个少个视电视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是彻底利用。我整个把人家的这个句子抄下来给各位看这是从书上抄下来的电视工业情节持续1个世纪，发明并顺利运用这种策略的广告人已经不再吃香，不再吃香了。所以每天都有企业花上100万美元，企图再造电视工业情节，但每天创造新的失败。这是《子牛》那本书里面写的东西。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民视最近有一个，这1年来，我们创造一个饼墨的保养品，我们就做得很辛苦，就是我们也陷入这个情节，我们都不自觉陷入，而且我会去看到这本书，是我们负责这个产品的部门，当初他要推这个产品之前，请了一个行销专家来演讲，然后告诉我们这本书，那我就拿来看，那他们大概没有看他们知道有这本书，可能也买了，但是没有看，所以他们就一头栽进去，所以现在很辛苦。那我们现在好在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新的年轻人，我很感动。他有一天跟我讲，他怎么做，我听了就很感动。他已经抛弃说再继续做电视广告的这种思维，他不要，他找到另外一个方法。那我发现，那个方法好像有点效果，所以我们至少就说我们公司的同仁
不自觉陷入这个电视工业情节。但是至少我们很多很聪明的年轻人，他马上能够跳出来，然后找到一条新的路，啊，不能跟着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失败经验，成功的还不能告诉你，等更成功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啊，不能讲，这个不能讲，哎，真的，因为这个讲，万一他们有一天知道我在泄露他们秘密，他们会敲我的头啊，不好意思哈，下次再告诉你，或者是我私下偷偷告诉你。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后电视时代的电视，后电视时代也不是我讲的，各位有没有听过陈清河教授演讲？我第一次看到后电视时代是陈清河教授的演讲里面的东西，啊，那后电视时代的电视其实也不一定叫做电视啊，那我们估计还是叫做电视了啊。那后时代电视有几个，其实有很多特点，我把它挑一个跟我们这个广告可能比较有关系的，就观众会参与，就观众参与的时代啊，他会更积极参与，啊，那谈到观众参与，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这超级女生的故事？上次有没有讲过？讲过了哈。没有啊，我有没有讲过说那种点选的意义？讲过了哈，那点选的就是说用手机来选超级女生的冠亚军。我侧面了解是中国这个领导班子有点怕哈，他们这个东西是一种民主的觉醒的呼唤啊，所以他们希望说。以后再有这种节目，大概都很难审批通过，啊，所以你看这么简单的事情，这种参与，在我们来看是微不足道啊，可是在他们却视为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你看看，但是其实从他们领导阶层来看哦，他的担心是对的啊。那么大的地方，如果每天这样点，其实他们也很怕陈水扁去啊。他们常常来台湾，啊，我先讲一个例子，日本人来台湾，我有一些日本朋友，其实我不会讲日文，但我老婆很会讲日文，所以他当翻译就好了。因为老婆会很会讲日文，我就不会讲日文了，没办法。他们就很羡慕台湾，他说：“哎呀，你真好，你们总统可以自己选，我们首相都不能自己选啊，天皇也不能选啊。”所以你看看，像这种，在我们来讲，这个没什么东西嘛。可是没有的地方，他就很珍惜。各位，你想想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政府太没自信了。其实不必那么担心。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的学者来台湾啊，那些知识分子来台湾，羡慕我们，羡慕的要死。你们看过报道？他看到我们成品，他到成品去绕一圈，啊！怎么有这个像是天堂的？因为教授级这一定很喜欢看书嘛。那你看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场地，它居然24小时都可以开。我晚上如果这个在家里累了，还可以到书店里面去逛逛，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哦，那这个 7-Eleven 都是24小时的，虽然叫做 7-Eleven， 其实都是24 hours。这么好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夜市。小吃哇，那个多丰富啊！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啊？士林夜市现在是变成观光据点呢。士林夜市跟什么连结在一起，你知道吗？白天他们就带他们到故宫，故宫看完了差不多5点钟，然后那个导游就拿一个旗子，然后一大堆人就上车，然后就带到哪里？带到士林夜市参观吃小吃。成品也变成观光景点，这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我们这个在我们来讲，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有什么好看？可是这个就是生活。你们学行销都知道叫什么？是不是叫 style marketing， 还是什么体验行销？对没有？有没有一个体验行销？各位学 marketing 要知道有个体验行销，这种就是生活的体验，活生生的。所以我说，台湾如果要拍偶像剧。我们把这些故事全部把它拍进去，就迷死全世界年轻人。我们那个飙车，再把它拍进去，有什么关系？真的，全世界最可爱的
的最好的生活好玩的地方，就是台北。所以台北年轻人的生活，绝对可以成为典范啊！你看啊，像日本多可怜，日本人上班族下班，就到 snack 去喝酒而已嘛，喝到酩酊大醉。如果错过电车，就随便挤的那种小旅馆。日本有那种小旅馆，就是挤个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就穿个皱的西装就跑到公司去。台北哪里需要这样的？不必啊！而且台北不是只有 snack， 而且你看啊，他们的 snack 那他们那种卡拉 OK 小的，只有一个妈妈桑，几张桌子，有什么好玩？你看我们那个 KTV 都活力多好，活力四射啊，那个东西都拍进去。像这些这些都是经过台湾的创意，然后把日本文化外销。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台湾的啊？原来都台湾不是，原来都日本的啊。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很多日本东西经过台湾人包装，经过台湾人发扬光大，然后行销全球，至少行销华人社会。卡拉 OK 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汪汪仙贝。汪汪仙贝是谁的？日本的嘛，仙贝哪里是台湾发明的？可是日本也一样把仙贝销到台湾来，也销到中国去，你会吃吗？拍假还一北加某味，对不对？好难吃啊，你就不想吃啊。可是汪汪仙贝到中国大陆去，酸甜苦辣都有。他知道四川人爱吃辣的，就弄了很辣的给你去旺旺。今年有狗年啊，那吃了也一定会旺，还会叫。那听说上海人打麻将一定要吃旺旺，为什么？因为才会旺，才会自摸。真的，这个变成上海人的传统。你看，台湾商品成为上海人生活传统，多有意思啊！所以台湾怕什么嘛？我觉得我们真的怕什么？真的不必怕。我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怕，或者说他们怎么会不敢呢？我不晓得这个原因，这个背后的政治因素太复杂，也许是美国叫他不要这样做也说不定。啊，这是不排除不可能性哈，这个有时候都很复杂。我们不谈这个，我再讲一个例子，在这边叫做生力面，其实我们原来也不叫生力，叫什么面？方便面是中国大陆讲的，我们原来叫什么？泡面。哦，对，原来台湾叫泡面。可是现在大家忘掉泡面这两个字，我们都叫它生力面。其实生力面是一个商标，你知道吗？生力面，生力是商标名，可是商标名变成产品名，在行销学这个叫什么？这是过度行销的恶果，就是说你的品牌变成人家，你的品牌到最后变成人家的商品名，这是过度行销，不是好现象。就像以前。台塑体系有个叫飞肥皂，飞肥皂原来是一个商标名字，后来那洗衣粉之类那个叫飞肥皂，可是现在也不叫了，现在叫做洗衣粉或者什么肥皂粉，现在又会回过头来。不过有一阵子是变成商品名，啊，这顺便讲，就是我们谈广告，就顺便谈这个概念啊。生力面也是一样啊，日清生力面的发明者叫日清，日清这家公司的。日清的泡面也曾经外销到台湾来，也是断羽而归，没有人吃，太难吃了嘛，啊！那日清也一样，到中国大陆去开生力面的工厂、泡面工厂或者方便面的工厂，也是没有成功。他也一样的把他的泡面外销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大陆的人根本不吃，不会买。可是你看，我们的康师傅加上我们的统一，占了中国市场多少？% 多少？好像75%。所以生力面老早反攻大陆。你知道，都有一个玩笑，就是你知道中国的公司要写成，比方说。你是台湾公司嘛？哈，就是说统一嘛，统一公司啊，
啊，你统一公司你到中国去，是不是要挂号个中国？啊，可是统一是台湾的嘛，所以叫台湾统一中国公司。啊，所以统一老早就统一中国了。所以高金院要颁发一个奖状给他，啊，他开一个台湾统一中国公司，伟不伟大？很伟大哈。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例子啊，生力面统一中国，生力面、旺旺仙贝、卡拉 OK， 至少3个，说不定以后你们会取第4个。这是日本经过台湾加工加值，这个应该叫加值。叫 value add， 加值创造的一种奇迹。然后我们再看啊，这是日本经过台湾进去的，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再反攻大陆的？有什么产品？你们知不知道？啊？有没有产品原来是中国大陆的，然后来到台湾，然后再反攻大陆？啊，对，永和豆浆答对了，没有奖品。哎，这都是啊，像鼎泰丰、永和豆浆。我记得我以前去中国大陆，在北京路边摊喝豆浆2毛钱，结果有一年我去苏州，我朋友就带我说：“哎，来永和豆浆。”我那我见到永和豆浆，永和豆浆我们就在永和，那台北。哦，来，他就到苏州的永和豆浆，他刚开没多久，他是朋友开的，就去捧场。我在北京喝2毛钱，在那边就要2块多，10倍啊！可是生意好得很，所以他已经不是卖豆浆，他卖什么？卖品牌、卖服务了。所以你看，中国产品加台湾服务，创造价值。那鼎泰丰那更不用讲了。还有什么？啊，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是台湾的，不是从那边过来的。那个是纯粹本土的。珍珠奶茶是高雄的，啊，那从高雄发扬光大的。那个是很可爱的一个东西啊。谈珍珠奶茶，我就觉得说，台湾的饮食哈，那是台湾的饮食智慧，而且它是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风行啊。在美国这个 LA 啊，也有珍珠奶茶。旧金山也有珍珠奶茶，纽约也有珍珠奶茶，那东南亚那更不用提了。我知道欧洲我就不知道了，欧洲有没有？搞不好欧洲以后也有啊。你看像这个多可爱啊！还有一个水饺，你知道有一家叫做中国龙凤水饺，其实在台湾的龙凤水饺，在台湾搞这个冷冻水饺啊，都摇摇欲坠，都几乎活不下去。他想，反正在台湾都很难搞，干脆啊就去了，那就让他弄出来。他现在是股票上市哎。我前几年看到的报告是说，他有101种水饺。他知道山西人喜欢吃醋，所以就里面加很多醋，让它酸酸的。那四川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我就多加点辣椒。所以要销往那个方向的就很辣。那上海人比较喜欢吃淡一点，广东人喜欢吃甜一点。他就因应各地口味，就发展出101种。如果不是对中国饮食非常了解，你怎么有这个能耐？香港人，你说他对中国会比台湾了解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香港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大江南北的菜啊，台湾是有啊。而且我刚刚讲过，台湾就是总有一段时期会流行。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流行的菜是广东菜，后来流行川菜，有一阵子就流行湖南菜，湘菜有一阵子很流行嘛。后来湘菜不流行了，台北最古老的一家湘菜馆叫做华兴，后来也关了。本来在台视隔壁，在民视隔壁，我们常常去吃饭，现在要去吃也不见了，倒了。为什么？就是说你菜色不断在变，人的口味也不断在变。啊，所以这些都是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强调吃，我就多几个例子哈。这都是台湾很可贵的经验。各位知不知道，台湾的杭州菜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
改革开放之后，就是1987年还88年以后，这个叫做杭州人请我们雅都的主厨叫做邱平新到杭州去教杭州人做杭州菜。台湾人到中国杭州教杭州人做杭州菜，为什么？因为他们几乎失传了。那我们这位邱平新大厨师，他就是当年我们有一批我们一些这些民国39年过来的人啊，你知道过去他们来台湾那些将官或者是有钱人家是带着厨师过来的啊，他就跟那些学。以前在什么街永康街那边啊，我还去吃过那种，它不是对外开放的，啊，不是对外开放的餐厅，你必须是有一些特殊关系的，然后你才能够进去。那种菜都很特别。那我认得的这位邱平新先生，他就是跟这种厨师学了一手好功夫，然后他加上创新。啊，我第一次1988年去杭州的时候，吃那个东坡肉之难吃啊，那咱们家中东坡肉。可是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哇，那把台湾那个精髓都全部再收回去了，创造出来都很好吃。啊，各位都知道楼外楼就杭州楼外楼就是杭州菜的一个很重镇。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啊，所以各位，台湾的可贵就是我们有创新能力。为什么有创新能力？因为这是一个文化荟萃的地方，文化交融的所在。台湾是一个各地文化交融的地方。那我们有太多东西来，日本的菜，这个欧洲菜、法国料理，你看法国料理来台湾也做的可能都比法国菜还好。像德国猪脚，以前在这个不好意思，今天晚上都跟大家谈美食。各位知道以前在几条通啊，有一家叫蠢发史，各位知道蠢发史吗？蠢发史我不知道那个老板还在不在，那老板不是那老板已经过世了，他是个瑞士人。蠢发史是做德国猪脚的，我那时候还没有吃素，哇，有时候就想想，哎呀，就会口水就流下来，赶快跑去那边吃个德国猪脚，然后喝2杯这个德国啤酒，过瘾。啊，那种猪脚来台湾啊，都会变种，都会变得更好吃，比你在德国吃都会更好吃。像日本料理来台湾也是一样啊，都比日本人来台湾吃，哇，你的日本料理怎么偶一系啊？这是台湾的可贵的地方，所以我是说台湾这个部分啊，其实不只是这部分，这只是其中展现出来的好的一面，其实还有很多了哈。其实我最近接触一些东西，像我们高科技有些都是默默的，就是我先顺便讲一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上跟胡锦涛握手的那些人，其实那些老板啊所经营的企业，大概都是创意不高，代工性很高，啊，微利的，大量生产的。真正台湾那很厉害的，他会不会去？他不必去。所以你看那些不必太羡慕，真正台湾有很好的，你看李坤耀他也不要去啊，李坤耀能，对，像有很多就是说附加价值很高的，就不必去赶着去握手，有的人还站在一直要挤过去，然后被人家推到旁边去了，啊，那你就知道你可以理解他啊，因为他在这边真的很难活嘛，知道要找，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常常讲说，这是游牧式的产业哈，游牧式的企业，你要逐水草而居嘛，那边水草丰饶，当然要去啊。我在1988年还89年，我写一篇就是叫做吉普赛产业，啊，登在《贸易周刊》，我就是说什么，就是台湾的这些鞋业啦、什么业啊，跑到中国大陆去，我觉得那个都很正常。到今天我还认为正常，你不去他就死掉了，啊，不去他就死掉。就像以前做鞋子原来是在德国嘛，后来跑到日本嘛，
然后后来跑到台湾了，再其次跑到韩国嘛，然后再接着就到泰国嘛，那泰国完了就到中国嘛，中国原来在深圳嘛，现在就往内陆一直跑嘛，也有可能跑到新疆去。为什么？因为这种代工的东西，深圳人他就不做了嘛。各位知道，鞋子工厂在深圳请的工人都不是深圳人啊。我曾经拿2次的这个陆委会的钱到中国帮他们考察这个台商怎么去经营，我就深入去了解，他们都是以前是最早从湖南、四川请工人，后来山西，后来安徽，都是这样一批一批请过来。所以你就知道说，像这种逐水草机是很正常的，根本不必太在意啊。那我们回过头来，不要讲太远啊，我今天都是讲吃到最后，我忘掉我们今天本题。不过最重要，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说后电视时代的电视啊，观众参与是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跟刚刚提到那个个人自主是相关性的，就是自主，就是个人化时代的来临。个人化时代来临，这种趋势是没有办法挡的。那个人化、个人决定、个人主控、个人操控，而且是主动选择要看的东西，而不是以前是被动收视。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多节目，你爱看不看，你不看你就去喝西北风去吧。以前又没有多少娱乐，可是现在娱乐太多了。我不看电视不会死啊！以前我不看电视会很难过啊。那我现在不看电视，搞不好我会跑到 pub 去喝酒啊。以前台湾没有 pub 啦，那我现在可以去卡拉 OK 唱歌啊。我不看无线电视，还可以有线电视看。我都不看电视，我还可以租 DVD。你看像这种替代性多高？替代性那么多，那你要去做这个行业，你就知道说它的艰难度一定是相对要增加很多，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没有很好的创意，你投入这个市场要成功，它的相对可能性就很小。啊，尤其是你的资金不够多，戏不够长，你就是等于是帮人家做开路先锋，当先烈可以。啊，但是我们如果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一定不要去当产业的先烈。我们宁可当老2、当老3都没有关系。啊，这是整个后电视时代的电视的性质上最大的差异点，就是观众自主性提高。啊，那有互动的。那当然，现在有人是存疑啊，说：“哎呀，现代人怎么会去看电视？都是要坐在沙发上看。”啊，就像刚才说，一定是在坐在这个电视，不，这个在客厅看，他累得要死，他哪里会去拿一个遥控器去乒乒乓乓去看，去跟他互动？才不会的，我们一定会这么想。啊，那是我们站在类比的人，因为我们的行为模式是这样成长的，所以我们以我们的行为模式来思考，说啊，这不可能。我们在公司讨论的时候，常常就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现在看电视的方式、看电视的地点、看电视的接收设备是无所不齐的啊，就是各种东西都有嘛。我们刚讲有手机的，有 PDA 的，有这个 notebook 的，有 PC 的，以后现在还有 iPad 的这种概念。那电视机的，那以后电视机可能也，你家如果以后那种就是无线网络家庭，就是 digital home 出现以后，你家的电视机是到处都有啊，就是电视的萤幕啦，有大有小，墙壁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有2个。为什么要厕所要2个？因为你可能同时要收看2个啊，会不会？你可能一方面要看股市，一方面又要知道早上新闻，所以你2边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以后的人搞不就这个样子啊？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就这么厉害啊，他可以一方面写作业，然后一方面听音乐，然后一方面眼睛又看的是另外一个荧幕啊，人家还可以3用啊，有没有可能？不排除啦，我不敢说没有，但是我绝对不敢说没有，
因为现在下一代年轻人真的很厉害啊，因为他生长的方式跟他思考根本不一样，他思考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你们这一代可能还不显著，下一代一定很显著。他们叫做数位原住民嘛，我讲过嘛。数位原住民一出生就生活在影像世界里面，他们是生活在影像世界，他们用更多的影像思考。所以现在教书，我这个时候是不及格的，我应该用很多影像给你们看。不过还好你们不是数位原住民，跟我一样，都是移民。你说，可是以后如果你当老师，你要教数位原住民，你可能要设计 game 给他看，给他玩，然后从玩的里面学习。你要用很多的影像给他看。那他是这样在看。那你看影像，你可以眼睛同时看多少影像？你看文字，你一定要慢慢去看。看影像，眼睛一扫，大概你就接收了。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观众。所以你看，那以后像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要怎么样赚这些人的钱？怎么样赚这些人的钱？那这个时代多久会来临？其实都很快来临了。我们的电脑、网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1954年，不，1994年，对不对？网络真正兴起是1994年，到现在已经10年了，啊。那再过10年，这批就是20岁了。再过5年，他们就是 teenager 了。那他们的购买力啊，那20岁以后，然后再过5年，25岁了，就青年就出现了。那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就是网络是比较慢，但是电脑是更早。PC 到现在几年了？啊？对啊。那表示说，一出生就接触电脑的，现在也20岁啊。所以你会慢慢去理解这样子一个概念啊。还有一种哈，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期待了哈。其实 MOD 如果可能的话，要跟彩券结合。我们数位电视一直在动这个脑筋啊。我顺便告诉你，我反正我们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努力，让电视彩券出现，但是我们不要去动到现在这个彩券，因为现在动到这个彩券，我们会做一个缺德的事情，就会让那残障人士失掉一个工作期。我们不要去动它，我们动什么？我们动运动彩券，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要叫彩券，我们不要叫彩券，我们叫比赛。我们或者说可以让我们在电视上做很多各种不同的竞赛，我们设计一些竞赛，然后我们说你竞赛得冠军或者得第1名或者得到什么，其实就是等于摸彩摸到什么东西啊。那我们也不要送钱，我们就送汽车，我们送辫子，送什么 Lexus， 用这种方式，说明政府就会答应。那大家用创意啊，这个也创意啊，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看，然后我们就联名。跟 NCC 或者跟这个新闻局讲要求，那我们这个数位电视就起来了 ，MOD 也起来了，那大家都好啊。那你看这个行业如果起来，这个产业如果起来，相关的东西一大堆东西就会起来，电视卖电视机的人就可以赚翻啊，或者卖资料报纸的人就有钱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那另外就是职棒又更多人看。职棒会更多人看，篮球也更多人看。那我们这做2个就好了，一个是篮球比赛，一个是棒球比赛，然后都发行彩券，那多有意思啊！哎呦，师傅我讲彩券，他就把我照相存证，没关系啦这是我是觉得后电视时代其实的电视，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是一个成功关键因素。那我们现在都一直讲说，英国是数位电视发展最成功的国家。那英国的数位电视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我想跟这个有关系。他们可以赌，他们有个叫 AlphaGo， 我有没有给各位看过那 AlphaGo 的照片？没有啊？有机会给各位看。AlphaGo 就是在那边玩 bingo， 玩很多这个类似赌博、准赌博游戏。我们不叫赌博，准赌博游戏。他们有赛马，他们那个赛马。
是假的赛马，但是它是真的赌，假赛马真的赌，啊，它是用一些软体让你去下注。像这东西如果能够引进，或者说能够怎么样来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会很快。另外一个是随选视讯哦，必然是一条路。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了一个说，就是 IPTV 跟随选视讯啊，就 Web TV 会发展的比较快，但最后随选视讯会是大过它，啊，大过 Web TV， 这是人家预测的。那我们再看广告的新角色啊，这顺便抄来，我看到这个东西都蛮有意思的啊，我就顺便抄给各位参考。就是广告过去我们是知会消费者，是说服消费者，去引起消费者的回响，然后产生购买的欲望。啊，过去的广告的角色，那现在的广告角色是你赋予，因为是你强化消费者的信心，或者是你要展示给消费者看，而且你要让消费者参与。啊，这个我自己在过去在做仪器生意，我的感慨就很深。就是我最早卖仪器，我怎么卖？我拿一个 catalog， 这样一个 catalog 我就可以卖钱了。因为那时候资讯非常封闭，你只要给他一个这种那他也没看过东西，好就钱就给你就买了。可是到了10年前，我要离开我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要花很多钱去进口，然后让人家用3个月，他满意才跟你买，不满意你还搬回家。那我一部机器有的好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那以前我是半毛钱成本都不要花 ，Kellogg 还是国外的厂商寄给我的，我还不必翻译英文，不必翻成中文。后来还会翻成中文啊，还没有用啊，还要把机器送给人家用。那同样的情形就是说，消费者不断的消费者在成长，消费者意识高涨，所以你要让他去买你的东西。过去广告随便打一打，他钱就逃出来。现在广告打没有用啊，你要让他体验啊，所以我们有什么叫体验行销？你要让他去，你卖车子要让他去试车啊。以前卖车子哪有这么辛苦？以前做这个汽车销售员，你要买我的车子，对不起，红包先拿来，我提早交车，要不然你就排队吧。真的是这样子啊！有一年我要买这个裕隆的车子，快过年了，我想过年买一部新车呢，沾这个新年的气息嘛。那新年开新车嘛，那种感觉不一样嘛。我说最好让过年就交车，要拍谁呢？困难啊！你赶快这提啊！后来我想办法啦，他也不会很阿莎里告诉你，我明天就告诉你我等下想看买啦。还好我的红包不小，如果红包太小，他就说拍谁没有。真是这样子的。那以前一样啊，以前做广告的，你要挤进第一版、头版、半版广告，你要挤进去，谈何容易啊！赶快，钱拿来。你要进8点档广告，拍谁？满啊，没办法。你要放8点档第一条广告，那更不用讲，没机会。现在如果这是大户，来，我是8点档第一条给你。现在是要求人家，你看这个社会变化多快。所以好在我的过去没有做太多这样的超级 sales。如果我当年是做这样超级 sales， 现在就会很心酸因为那转折太大了嘛。过去是人求你，而且你生意很好做，现在是你求人，生意还很难做。而且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求人没有关系啊，年老要低头很辛苦啊。为什么？因为老了腰坚硬嘛，老了是不是腰就比较硬嘛？而面子也比较厚，脸皮比较薄啦，不是厚啦，脸皮比较薄，更在意面子。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广电基金董事长多聪明啊！郑教授，他40岁以前，他说我40岁以前跟人家低头，我40岁以前跑进学校里面，就人家跟我低头了，我就没有走进学校，好可惜啊！
啊，继续跟人家低头吧。啊，那我们再看数位广告革命，这就是一个新的概念哈。就广告主，就是我做的广告有没有效，才来跟我收钱。这就是我上次讲，我们现在很可怜，今天播完了，明天才算账，因为你收视率不够，就表示你这个责任制没有按照你给我的承诺。你说我播你这个广告，一定多少百分比的这个收视点给你，如果不够，对不起，再补来，要不然扣钱。你要补还是扣钱？你要补还是扣钱？当然是补啊！一扣钱我就现金就少很多啊！我就拼命补给你啊。那你看现在 Google 那种搜寻也是一样啊，搜寻几个算几个啊，但是事先约好，搜寻一个你标多少，我就放前面一点。哦，各位知道 Google 搜寻的这个计价方式吗？它是用标的。你标的价钱越高，就放越前面，但是那个标的价钱是根据你搜寻的次数来算钱，这就是责任。所以以后广告主一定会循这样的模式，循这个收视点的模式，循 Google 这种模式，继续要求媒体说用这种方式来收钱。好，这是广告界对媒体来说是最情何以堪的，做一个生意啊，做到这样子，但是你不做怎么办？不做别人做啊，你再委屈你也要吞啊。所以业务员的字典里面没有委屈两字啊。该叫出钱的老爷叫阿公，你就叫他阿公，钱先赚进来再说。对广告主来说，所谓的责任制整体来说，就包括销售的结果、品牌的知名度的改变、消费者态度跟消费者行为的改变。这个对广告主来说，就是说我做这个广告，我给你这个广告商、广告代理商，帮我设计一个广告，帮我去安排各种广告铺露出。我要的就是你必须给我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谈好，我们才来算账。你看广告多难做啊！所以相对的意思是什么？你广告的代理商，或者是帮人家做广告的，或者叫 marketer， 也许以后不一定是广告代理商，也许你是一个公司的这个行销企划，老板可能就是要你去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怎么办？那这个在过去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现在的媒体因为能够收集消费者的资讯，消费者什么时候买什么，然后你从他的长期的购买行为里面去了解他可能的行为，然后你可能去主动的行销，或者是你就把它当做你某一种目标市场去做你想要卖的产品。各位，如果你上阿玛龙，你在上阿玛龙，如果一直点这个点那个点到这个，你到最后说，不是说最后，他会随时会给你说你已经刚刚看过哪些东西。如果你买书，他会说你已经买了几本书，他都会了解你的消费行为。那这些对广告的操作很重要，对节目的制作也很重要，就消费者的行为变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呢，广告主他会在绩效基础的广告活动上投入更多资源，就是说我跟你做广告，你的广告可以让我知道绩效在哪里，那我当然会投入这种广告啊。那另外一个广告说我丢进去一半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会再丢吗？我当然不丢了。所以这个是个趋势啊。所以绩效型广告不只是可以监视上网的行为，提供目标更集中的广告，而且呢还必须帮人家保留他的隐私，这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拥有消费者行为、购买行为资讯的人，或者资料库的人，你必须很谨慎的使用。如果你不小心暴露人家的隐私，在美国有法令，你可能会冒犯、侵犯隐私权，或者是违反这个是什么规则，你可能会犯法。在台湾，我想慢慢也会有这种法令会出现。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
注意的东西。然后数位广告的趋势哈 ，IP 网络的绩效型结合电视跟游戏的接触型领域哈，像就是说原来这些领域都看起来是不相关，但是数位把这些关联性又串起来啊，结合起来，所以它会形成一种新的广告模式会出现。啊，新的广告模式出现，那这个是一个趋势。另外，我们看传统的媒体要透过网络的途径啊，来传送内容，也就是说，传统也必须用 IP 的网络啊。那你会发现说，其实现在的电视，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超级女声，它虽然不是用 IP， 其实某种形式上类似像 IP， 它是用手机的另外一种网络，就是传统的电视网络之外的别的网络。你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应用？就是等于是我们另外一个跨网络的应用。你原来是用的传统媒体是你的类比网络，你现在有 IP 的网络，你这两个怎么样来结合？或者说你怎么样透过它？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 IPTV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新媒体。IP 原来就是网络上原来都是文稿的，或者顶多是图像而已。现在是影音会出现，所以就电视广告来讲，这个是一个新的通路啊。那另外是我们会发现说，一系列的家用跟行动的装置都会跟 IP 结合在一起，而且是过去是固定式的接收，现在是随时随地的接收。刚刚你讲过了，那这些东西都代表新科技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会影响消费行为，那这个东西既然会影响消费行为，那我们就可以清楚说，我在做广告的时候，我对这个我的目标顾客的行为，我要不要去关注他？那我怎么样配合他？我怎么样利用我所收集到的消费者行为来做我的广告？另外是我们要借用数位科技来精确注意精确找出目标的阅听人，以及监视广告信息的效果，这才有绩效可言嘛。绩效就是必须你要一方面要知道谁看你，一方面要知道说这广告看了有没有效果，这些都要去精细。那我可以跟各位讲，就是说英国在类比电视的时候，它的收视率的调查，相对我们台湾这种收视率又相对精准。就是说，他们把他的目标客户，就是说，应该讲叫做样本客户。我们的 AGC Nielsen， 我们号称说我们有1300个样本户，那在英国把这样本户的消费行为连同收视率一起在操作，也就是说，是这些消费者，这些样本户，他看完电视之后，他如果因为看电视去买汽车，那他会自己会有一些表格会去登记，所以英国的电视台或者英国的这个收视公司，他会把收视率跟你的广告销售的结果一起送给广告商。最主要就是说，它呢叫做是不是叫 sampling panel 这个样本群它的消费行为跟它的收视行为，它一起调查，收视行为加消费行为一起调查。那如果消费行为跟收视行为看的广告有关联，他们就去做统计，说你这个广告在我这边做广告之后，你的销售增加多少？要不然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就会把欧洲那个制度一起引进台湾。那你的广告就会相对精准，但是那样的在那样的调查底下，它的精准也没有像现在数位科技可以做得更精准，所以数位科技有个好处，而且呢，我们要借这个监测来了解说，我要知道广告什么时候播出是最有效的那我要怎么传送？就是过去电视广告就只有一个通道。我只能够在电视上播。那现在以前只能在无线电视播，后来又有有线电视。那未来可能不只是有线电视我可能可以在网络电视上播，
我也可能在这个网络当中有这种即时的播送，类似像广播电视这样播送，也有一种是可能是 VOD 的，那我可能也有手机的，啊，有各种不同的平台，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就传给什么人，我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啊，那所以这个电视界的 Google TiVo 啊，这个 TiVo 的用户可以在他的 DVR 输入相关的字眼啊，就可以搜寻，啊，这个是跟这个 Google 很类似啊，所以有人预测了哈，那这个琼慧他已经好早就写了啊，他资讯比我更早，我是上个礼拜才让我看到这篇文章啊，我就把它抄进来。那另外是技术啦，顺便抄2个东西，就是定值广告啊，定值锁码、定值广告这东西，行为锁定的广告，这个技术我也不懂，我是看到这样的名称先给各位知道，然后各位知道这东西，你们就可以上 Google 的或者是像雅虎的上去查这2个字，然后你们再去研究啊。我的责任不全然要告诉各位什么是什么，但是我有责任把相关的知识、相关的信息，只是信息 information 提供给各位。我提供 information 不是提供知识哈，然后那句还没有啊。好，那30秒广告，我抄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遥控器不曾杀死30秒的广告啊，录影机也没有杀死30秒的广告，网际网络也应该不会让30秒广告从地球消失。也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一句话，2002年说30秒广告已死吗？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里面，大概没有哪一样媒体、哪一样媒介被哪一个媒介杀死。我们有广播的时候，有人会担心报纸不知道会怎么样；有电视人，有人说收音机广播电台会消失，都没有死，因为会新的消费行为出现，新的东西又出现。那网际网络出现，有人说报纸会没有，但是现在报纸也有啊。那杂志有的也卖得更好啊，所以并不会消失。那数位录影机也应该不会杀死30秒广告，所以他们认为说30秒广告不会立刻在任何时间溜走了啦。但问题是30秒广告虽然还有活的机会，但是何去何从？我们要怎么活？如果你是个广告人，如果你是一个 marketer， 如果你是一个行销企划，你就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吧，那现在是因为我们要的是责任制，我们要知道广告的 performance， 所以我们必须在乎谁看电视。那谁在乎谁看电视？其实这些人都在乎，广告人、行销企划的人、节目制作人，都必须在乎。美国广告商跟电视台对收视率有不同的见解，就是美国的现在，其实台湾比这个部分，台湾比美国先进啊。台湾现在的广告计价是根据广告收视率，不是根据节目收视率。美国是根据节目收视率来算收视点。那你知道节目收视率的点数是不是比较高？广告收视率当然是比较低啊。所以你会看更多的 buyer 是 pay only for ads， 他不管你，就是美国的 AGV Nielsen， 他现在也要发行每1分钟的收视率，每1分钟的收视率就会去计算到广告的收视率。可是在美国，以前都是15分钟算一次，15分钟是一个 segment， 这一段落的收视率。台湾是老早就是1分1分的算，所以台湾的广告是杀死台湾的电视的一个凶手。其实台湾节目不好，是因为这个广告制度杀死的。所以你们要骂我们说我们节目做得不好，其实冤枉啊，大人！你们要去骂电视这个 AGV Nielsen， 我们现在一直在跟他争啊，争说恢复美国的制度15秒。可是我们自己去看资料，糟糕，美国的制度现在要跟台湾并驾齐驱，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数位科技可以收集多少观众看节目，或是否看广告？你看看，数位科技是比 AGV Nielsen 更伟大啊！因为我们后台管理如果做得好，我们都很清楚他们什么时候点选，我们都很清楚啊。
根据促成多少交易或多少观众询问作为广告收费的标准。比方说，我这边有个例子，半夜 VOD 的服务附带 Burger King 的广告，以促成销售量来计价。Burger King 可以半夜买一个半夜的 VOD 的广告，伴随在 VOD 的广告，然后我们怎么付钱，就看到时候我今天晚上卖多少，然后跟你算钱。像广告一定是这样卖的，广告可以这样卖了，所以媒体经营广告就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好，那这边提供一些资料给各位看啊。这一章讲完，我们就可以下课，也4点了。就说观众就是说美国现在他们设计这个广告他必须想到很多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些新思维，我就抄给各位看。就是说，观众拿起这个遥控器前的15秒广告，就是这个节目到一个段落了，就跳进广告。那这个15秒广告就出现了。那你怎么样让观众看完这15秒不按遥控器？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就说你这个节目一定要好看，不，广告要好看，广告要引人，好看引人又有效，又有绩效，是不是需要动更多脑筋？另外，除了15秒广告，他们也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在洗澡的时候，一边洗澡，一边看电视？美国不是以前有一种可以在洗澡看的书吗？就是掉进浴缸也没有关系，捞起来还是一本书。可是东西好像没有流行起来，但是现在反正荧幕都很扁扁的嘛，你挂在墙壁上，只要水不碰到，即使水碰到也没有关系，都有防水的。那你能不能再考虑到说，我也可以在电视上，就在浴室里面挂一个荧幕，让他一边洗澡一边看。那你这种内容应该是什么？他是想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18分钟是不是洗澡要洗18分钟？各位去想想看，我是这直接抄来的我是从一本就是 after 30 commercials 的什么东西就是30秒广告以后的东西的一本书，就是最近一个广告人写的书那他里面就提到这个东西，就说他要去设计说，好像不是，好像是哪一篇文章，反正就是最近看了一大堆东西就抄给各位他就提到这东西。然后另外有线电视除了让自己更像网站，也没有多少选择。就是有线电视在做有线电视业者，我看到大新电有线电视，你们是对的，你们发展 IPTV 这是绝对正确的。你们跟你们陈经理讲说，哎呀，你这是英明所以你应该跟他讲说，哪一个人出这个点子，应该给他100万奖金。这是你没有什么选择，就是 IP 就是有线电视，你要过渡到网络的 TV 里面去。为什么？应该你要借这种技术让它互动。那你可以有2种机会，就是一方面你用你的有线电视频宽播你这个好的这个电视节目，就是你绝对比电话线要好嘛。电话线充其量你再压缩技术再好，你的画质都不会太好看。就像你们黄科长有一天在实践家专，我们有一个我跑到实践家专去演讲，就是电视节目在图书馆的数位应用。你看我捞过界太过分了我去讲那个题目，然后就看他们参加他们做的叫串流媒体与馆藏合作与馆际合作，就在实践中上有个这样的人。那中华电信的黄科长也是语坛人之一，他自己就讲嘛，他说你们如果要看这个画质很好的，你就不要看我们的，你就到电影院去看。所以有线电视在所有的这个频宽里面是最大的最好的。所以有线电视如果发展这个 HDTV， 它画质一定是比无线的手机的 MOD 的电信的要好， IPTV 要好。
但是你又有 IPTV 的功能，啊，所以他这边的预言就是说，有线电视要让自己更像网站，要让自己更像网站，让自己就成为 IPTV， 就是说你要有线电视的既有的频宽的这种高级影像的功能之外，你又有 IPTV 的功能，你两者加起来是不是更好？啊，你要做互动也好，都很方便，而且都是双向的，所以有线电视就是可能会找这样的，所以他是这样讲。那你有线电视也会发展 VOD 啊，也一样发展 VOD 啊，所以 Web TV 会比 VOD 发展的更快，但最终 On Demand TV 的规模还是会比较大，不论谁大谁小，我们作为广告人，两者的钱都要赚。哇，这是这样。另外，时间到了，各位去看看，就是没有商业电视广告的商业电视。那我后面就有一些自助式行销哈。那关于自助式行销，我在这个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一篇自助行销的文章，各位请点阅，请去看它就好。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如果有问题的，可以留下来继续问，没有关系。那要不然就请好好开车，小心回家啊，安全到达啊！谢谢各位。学了这些，所以你本来就学这个。对。哦，是什么学校？朝阳。好。朝阳是比较着重技术方面嘛，哈，所以你想加强编导的是这意思吗？哦，这个媒体好像自己出手不出什么答案，我来这边看一个答案。看什么答案？婚姻吗？媒体的输入啊，哇，找不到怎么办？要退钱。有学生吗？还在念书没有？有在念哪边？成功高中。台艺东很熟，东美移动爱就是。多媒体动画研究所是吗？也是想多学编导。对。这类先生呢，我有点好奇。我是那个工程学成的，今天是来这里访听，因为什么学成？工程。OK。那我想能够有机会听专家的这个讲解，能够增加一些知识，那是能够有相辅相成的这个了解。好，谢谢。这样讲有点紧张。好，所以你分5个班，然后这个是导演班吗？电影班。因为电影跟媒体不太一样。我是媒体。我也是新闻学生，不是这个学生。所以有电影、新闻和工程、节目，哇，我应该去听听看。是，好，这个是电影，电影哈，好。那其实这个课，我觉得讲导演呢，好像不如我们等下多聊聊天，就是我就是说各位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是不管是看到的作品，不过我看的作品不多的是我看的作品，或者是关于导演的工作，因为大家好像又有学生，也有各种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说导演的这个，因为实在是各形各状哈。因为我有认识那个年轻的导演是副导场，就导演总是要给他按摩嘛，所以
躺在椅子上，就是各种不一样。那我想说，也许如果说从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来出发的话呢，我就想有一个大概30-40分钟的以前帮市政府拍的一个短的节目，这个是市政府那时候做的节目，就是导演的导演可以自由提案这样。那我是觉得每个县市政府如果多做这个是蛮好的，那他只要题目上有一个台北。好，那所以我的这一出名字叫《台北今天少一盆豆花》。那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这个，然后再开始讨论，好吗？好。拿到
你个大干我看来搞到这个我就跟老手了，快点的，先快点都两天，别闹腾了，要我。呀啦！这样好的。
人无济，人即摆时间就无老大汤啊，什么老大汤？说话唔是听哦，唔得你人去，人即摆大人这样啊，你唔捌是讲你自己干，你是人老济。人咧阿妈某冤家哦，人家是处理，你叫人离人就爱离。你知影我无下车去？我哪会唔知？我头先啊收查哦，你啊电话看你就歹拿看，叫我就一直收，无收3个袂用的。人家了人，人是做大事，人是人，四岁安尼钱来就赚，大家做200块6个。我收查哦是要搞啦，我问你，你这个讲的同样啦，你从我过老爸无责任，无骗人咯，你若安尼讲，我即马就要甲抓回来，我来补偿你啦。分小二前路，我请你3个钱。好啊，你莫搁骗我啦！但是请你甲你讲，我这汽车已经坏去了，唔多送凭证了。我无法度我来生地车，咱车是实真真，下日来下日我，我无气大的我。我即摆啊，考试考无条哦，你做兵哦，我也要退休啊，我你要用靠钱啊。你这里有人啊，笑死人唔安尼。你想讲我还不可以啊？我你讲你啥物啊？这件事，笑死人，我无输我无输哦，我知道哪会坏去啊？这个事情我都无看，小把我踩到比你较多。这无你怎么你讲呀？你生一个囡仔就要陪半年嘞，去半年的中间是新人别变，嘛就我这个台钱，因我从什么去，我就讲你听唔到嘞，我这个老爹在想嘞，我没有放心不起嘞，我暗时哦，我来这平安物件，咱个南山摕咧搬，我嘛是咧摕咧搬，你讲我无代志哦。
常常觉得自己生活里缺少老师的指点，作品常常有盲点，作文也过于冲动，莽撞而辛苦的路程中，倒是这一位以前住在我对面1楼卖豆花的简先生，一直无言地激励着我。简先生年轻的时候从嘉义搬来台北，靠做豆花、卖豆花养活一家9口。对他用简太太最简单的描述就是勤奋不懈。夜晚他们洗黄豆、调煮，总要做到1点左右。清晨为了准备早市的豆花，5、6点就到热气蒸瓶中操作起来。10几年很少看他们休息。7个孩子都长大了，惯作的简先生背也活了，头发也花白了。其实台北市有很多像简先生这样离乡背景的名家子弟，他们来到大都市，海滩底、走麦、搬运、推车、铺路、架桥，到高楼大厦，收破烂。从古道到今天，他们一批又一批充满朝气的来。默默无闻地老去。台北市大步地向前走过历史。都市的面貌越变越快。没有人分得清哪些是他们从不签名的卑微的作品，也没有人记得他们汗水的气味。他们在生活的压力下，往往也再没有气力护卫他们辛苦养大却被都市潮流席卷而去的子女。有时候想起来，他们的一生也很像简先生做的豆花，经过多少请答压榨，有一种微微泛黄的厚实，也有一种容易被胡人吞下的柔软。生活在他们用血肉之躯打造的都市里，有不容易轻易的自豪，也不容易轻易的自怜。周围有一些你真正能尊敬的人，你就会有一种珍惜和愿意一起努力的心情。其实大概我自己的所以到那天你会觉得他还蛮清楚我个人的工作的情形哈。其实我觉得每个导演有每个导演不一样的特别
擅长的事情，或者是特别想做、特别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自己呢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风格，或者是艺术什么表现的需要的导演。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人是我觉得最丰富、最有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啊，都其实是有各种的难题哈，然后各自在各自生命的路程里面，努力也好，挣扎也好，或者是盛放各种的情感啊、温暖都好。那我觉得这所有的就是很多人的趣味，大概就是我觉得我做导演可能最想传达或表现的哈。那当然有很多导演呢也不一样，像我刚刚说有年轻的导演按摩的啦，还有各种，然后那也有一些导演是可能在艺术的风格上比较有想法。那基本上来说，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尤其现在那个各种创作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不管用 DV 啊等等啊那然后包括短片辅导金啊等等。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是蛮快就可以实现的而且其实越多拍能够越清楚那现在的，而且比如说像公共电视啊，或者这个民生剧展，都相当的开放，就是说关于表现的形式啊等等那也是各位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参加精选这样子。那导演我觉得第一个呢，在台湾就是身体要好要内操这样子那个。以前李承哲有编个歌说为了和你说早安，为了和你说晚安王小弟他们不收工就是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如果你希望好一点然后但是有人的时间比如说明天他就要飞去北京或者是你希望晴天的时候结果下雨等等，所以你的身体要好，你才耐得住各种的折磨这样子那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沟通的耐心跟沟通的能力尽量。我想年轻的导演都有被欺负过都有生过气。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跟有人对那个大导演员就是掉过眼泪就是那个所以自己我觉得沟通的能力，包括就是说不管跟摄影摄影机文组的工作人员因为在台湾会有一个难处，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实在太不好。那所以就会有一个现象，就上次那个吴宇森他到好莱坞以后，有一次他到台湾来，我的朋友要去访问他，我就跟他说你帮我问个问题，在好莱坞跟香港有什么差别结果他又回来说真的在专业上有非常多的差别。他说像电影其实他只要有一些想法，比如说那个船上去分成2半就他只要有一个想法，他们的特技人员跟特效人员会做到比他想的更好就是那在台湾就不一样了，台湾人会常常看到一个情形就那种然后呢，比如说大家都要抽烟，导演要抓头，你如果问他在干嘛了解兴趣那种可能就是你要对所有的事情有个答案你要想好这个可能如果要这样的，可能要这样一步一步自己想好不然的话就是大家等你说你还没有想好这样子。
其实就是每一个环节啦哈，就是有在这个因为环境很不好，所以每一个环节的专业其实成长都不太容易这样子哈。然后呢，就是说，包括当然是跟演员啦哈，比如说那演员就是比如说有比较长辈的啦哈，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啦哈。像我不知道各位哈，我个人就是不是很清楚刘德华是，然后尤其是比如说我的朋友徐安华跟我讲一个例子，他说他们拍一个刘德华，然后他叫刘德华怎么样，刘德华就不怎么样，然后过后刘德华跟他说人家是要看刘德华 ，OK？ So I know what I'm doing, OK？ 所以你也没办法，就是演员有各种的，其实那个相处里面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包括小朋友啊，哈，小朋友对于这个很有耐心啊，哈，或者是很有，就是其实这整个来说呢，就是你要知道说你是在一个团队工作。好，你在团队工作，而且我觉得导演一定要非常用功。好，因为所有的人日以继夜，不能睡觉，不能回家约会，不能看父母，就是为了实践你的梦想，啊，实践你疯狂的梦想，所以再疯狂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要做好功课，就是真的让大家做到你的要求的时候，真的是都有一个都会有一种精神上的到场。那我觉得这个导演，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导演其实生活品德的修行也是很重要的。好，其实我觉得作品常常是反映那个人，好，所以你自己是不是丰富啊？是不是有没有在进步啊？哈，有没有你讲他的题材，有没有观察力啊？等等，哈，甚至你平常的生活，我觉得都是会反映的，好。那像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还是等到大家提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多深入关于导演的工作了哈。那就还是先我稍微讲一点好玩的。就比如说演员嘛，好像这个资深的演员嘛，他就常常会比较有各种的那个幽默哈，像那个以前有一个这个郭阿姨哈，很多啊，这个郭阿姨啊，她就是很好玩的，她她说起什么事情都好玩。他家招了，比如说他家招小偷非常多次，他说：“哎呀，这个灯好的时候被偷的，他就说第一次进这个进里面手都发抖啊，然后害怕小偷是不是还在屋里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什么。他说第二次生气气得要命，第三次完全没感觉，我往沙发上一倒，哎呀，看下面谁回来谁整理了。完全很容易然后他先生中风了哈，然后他就说这个经过，他就说他是很会做菜的，所以他医生就问他详细平常吃什么，就说他就爱吃的蹄膀啊，我就一个礼拜给他炖的蹄膀，他呢医生骂我了，你是他太太是他情妇。你要是他情妇，你就继续蹲蹄膀；你要是他太太，从今天开始别吃了。有一次呢，我拍给他那个烧香的这个镜头，他后我忘了怎么不答应，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就是 NG 第二次了，然后我说我看看，我说不好意思再来一个好不好？什么？他就说很难给你们基督徒嘛。我刚才就跟主说了，主啊，我在拍戏啊，你换戏听了就笑了，也不好意思叫他再来一次，因为我嘴巴还是很坏。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吃完饭以后，拍他跟这个另外一位
那个长风长书哈长大拍戏拍示范的戏，然后那个道具呢就因为道具问我说要不要吃，我说当然不要吃就讲，然后别人说好，他就把便当菜收一收，拿盘子来装放那弄，过来一看到我没讲话，后来说好刚刚要这样，过来我就先走了，就说就叫常叔说。来父上工了，因为他看到那个弄剩菜，来父上工，就是这个那个年纪大的演员呢，比较常有这种生活面啊，哈，这个或者是他这个就有一次我们的执行制作年纪比较轻，没有经验。大早我们要去海边，然后下午呢，我记得他回来好像3种人那个英文哈，那因为那个英文不容易借到大概，然后这个郭阿姨呢，她是下午的戏，那这个执行制作他比较没经验，他怕到海边那时候没有手机，等他联络不到，所以他大早我们出发。比如说6点出发，5点多的时候呢，他就给郭阿姨打了个电话提醒他。等到我们海边开回来的时候，我每进去我就看郭阿姨坐那抱包，然后我们就说郭阿姨，他难得不想说，早上谁给我打电话？然后大家都笑一笑，就那这种人郭阿姨我打电话就说你疯了，你去你的海边嘛。他说郭阿姨我们现在去海边了，你要记得下午3点钟。他说你去你的海边，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我这年纪大了，我还要不要去了？我从早上你打电话5点半开始，我说怎么老娘等汗，我就说那个我没合过眼。你说那像我这下午怎么没说就是整个在这个相处上，虽然是用笑的啦哈，虽然是这个笑骂的，但是这个工作反正就是年轻人啊年长嘛，就是有各种的。然后比如说小朋友哈，以前也许这边有看过我们的那个全家福哈，就是顾宝明演爸爸，叶文演妈妈，洪七德演哥哥，蔡尚演姐姐，还有个小胖子。那个小胖子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纯真。他之前呢，第一次演戏是蔡明亮带他来，他是在蔡明亮的剧团，就很好笑，小小一个做，他那时候才幼稚园，第一次来做椅子上，然后就我演过什么呢？我演过那个蔡明亮导演的《圣诞大餐》。我说那你演什么？他立刻从椅子上跳下来，跪在地上说：“我演那个烤猪。”就是非常纯真的一个小朋友啊，就跟他一起工作，你就是比如说他哭是哭真的哈，哭完以后我们常常就比如说半小时陪他一起踢球啊什么的，到他慢慢忘记哈。就有一次呢，当然慢慢上轨道。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紧张杨梅嘛哈，所以就有一个找杨梅当地一个小女生呢，是1年级，另外1年级来跟她一起谈戏，就2个人吃着冰淇淋讲话。然后那小女生呢非常紧张，还没那个适应，所以 NG 了非常多次 ，NG 到她受不了，然后就说：“你们跳个镜头啊！好，我说陪他们2个一边吃冰淇淋。”我就是不愿意，我觉得2个小朋友一边吃冰一边聊天，然后让你们好，所以就不愿意来着。最后呢，这也是说明导演会编完幕嘛，画面就看2个小朋友嘛，然后呢，最后终于 OK 了，我好高兴 ，OK， 哇，大家好高兴，然后就搬机器然后拍下个镜头，结果那检查队长就说：“导演，能不能再来看一下？”我说：“走啊。”他说：“你来看一下我就大家都围过去。你太专心看那个小女孩了哈，那个小女孩因为她一直 NG 嘛哈，就会发现我们那个小胖子，他因为那个女生一直 NG， 他很替她担心，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变成这样子。我居然都没看到，他比如说他吃口说，那你妈呢？他说那个小朋友可能说，我妈下班很久晚才回来啊，她把钥匙交给我，所以他就说，那你妈呢？真的、啊，他把自己的演一遍，然后把他演一遍，把自己演一遍，我居然都没有看到他，他就是
常好心的哈，关心那个小女生，就是你跟小朋友沟通，就是分享他那些，比如说他1年级，比如说他小朋友，比如他真的爱吃，就是爱吃到那个你真的是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哈，就是菜单都很喜欢他，好，比如说只要是拍到妈妈没回来，有一只鸡腿，好，那比如说哥哥说。妈怎么还没回来？姐姐说好什么，然后他要说一句话，好，来5、4、3、2，哥说妈怎么还没回来？姐姐说可能是塞车吧。他，喂，你不要讲话吗？对哦，忘记了。再来一次哦，记得哦。来，先试一次。哥哥说妈的塞车吧。才不会呢，妈妈都知道怎么样，有没有？对了哈，就这样子哈，看着我，可以了哈，来5、4、3、2，好，开始吃，好，来，妈你还没来，塞车了。你真的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直结果不是我骂他，就是放这个，你进来了。那杨梅不要去哪里买鸡腿，因为常常是这样。可是呢，就是小朋友也有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好，比如有一次，他要演一个戏是哥哥红起的。除夕夜要跑出去，跟人家跑出去，好，跟爸爸吵架，跟妈妈吵架，终于爸爸妈妈都无奈让他出去了。哥哥晚上有点良心不安，所以除夕的前一夜呢，就把弟弟妹妹都叫过来，红包先给他们，好，这样第二天哥哥就走了。后来呢，家爸妈都在忙，只有小胖子在家。电话响了，他去接，哥哥打了他呢，所以呢，一个镜头下来，我就在电话里跟他对话，小孩子说。喂，哥，干嘛？他说没有啊，你们在干嘛？他说因为我在写春联啊，爸爸妈妈去干嘛？他说干嘛生气？没有啊，你想回来哦？没有啦，我跟你说，你回来我红包也不会还你哦，知道啦。哥停了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哦。你晚上如果打10点半，你要自己要加减要加好了，好，不要等下又拿太多爆了，不要太贪心了哈。好，我知道了。哥哥小心，我跟你讲哦，你如果想用手抓着充电棒放的时候啊，你要记得拿前面跟拿后面哦，会烧到手。我知道了。在国小孩的眼睛很狰狞的地方说：“哥，你能回来好了喝。”就弟弟就停下来，我跟他对话说，他开始真的啪啪啪跑过去都笑嘻嘻的。当然就是一个厕所如果不成功，要去玩半天才能回来看，再看一个。但是就是其实是就因为小孩子不懂事，好，你以为他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孩子，好。那其实就是这个我说这个团队的工作的感觉哈，像我曾经有拍的补妆戏，因为化妆要特别的久嘛，时间很慢，所以呢就拍得很慢哈，所以睡觉的睡觉，抱怨的抱怨这样。后来呢就来了那个曾雅君哈，也是就比较硬的，比较拍戏的，所以他就会说哇，你应该觉得拍戏拍慢这样子。灯光师那要声明说，谁要嫌慢，他灯啊招了他也不知道，这样你就说早有人这么招朋友，人早成以后了。早有人这样调教人，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工作的气氛，好，像我们那个很多时候，就是
累到真的是不行了。比如说我说这种古装戏哈，有各种会碰到各种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我们拍战国时代拍一个大力士，所以呢我想表现出他打猎回来，所以呢去租了一只鹿，然后就有人在追你，就叫工作人员呢拿迷药把鹿迷昏了，结果自己又很害怕，因为那个一直在讲，对他们自己又很害怕，然后所有的游客走过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啊？好恶心哦，在干嘛？”对啊，然后有一次年轻人在他那里干的，然后鹿又迷不昏住，每天在那边迷那只鹿啊，就是也会真的是会非常累，非常累。但是呢，就会有各种那种也会让你一直难忘记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演战国的时候呢，就是两个将军啊，这个将军呢就用水淹他，比如他在什么城哈，他就用水淹他。我们就在那个中原用中原那城不是有一个城墙嘛哈，前面不是有一个河沟，所以我就跟天官司商量，我们把水光打在刚好打在那个城墙上哈，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城门上立刻放出一个板子哈。其实有时候想想真的是年纪轻了，真的就放一块板子出去，然后板子怎么样想办法定好，就城墙一块板子啪搭出来哈，然后2块板子搭出来，然后就把船是有一半就自己做的，整个定一个稍微看起来像，其实比船要小，真正的船小，放下去，然后呢，其实下面是什么？就在画面的边缘，下面是什么？我们搭了一个高台，然后呢，那天刚好全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女生，因为男人在打灯啊，这样躺在那个船放下来以后，他们就拿着，在画面看不到的地方这样。所以就是像真的一样，就是有水光放一个船在那边飘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进来把它慢慢推上去，然后这边就是将军，他派一个人要出去求援，好，然后他就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怎么好，那你就过去了，他就爬出墙，完全没有护卫了，那个人真的就这样爬出墙。蹲在这里，就是蹲在这里，就是不让你回想，就会觉得我怎么做那么普通的事情，然后那些那个中间有类似，因为摇，谁的手，对不起，就是在很困窘的情况底下，要想各种办法就是了哈。所以这个我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比如说我们到了非洲，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的一团哈，那你出了一团和外面几乎是没有路灯的，好是一片黑的，然后那个非国这非洲布吉纳法索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其实是我们要开之前才教他们搭高台，教他们怎么搭高台，所以呢你没有经历，马上能累死等等，就在这种时候，有的不应该搭高台的工人，啪几个跳下来，他们手都能带着大家就去那个黑暗的地方哈，去搭高台。就是种种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哈，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工作可能最迷人或者是最精彩的一些地方啊，就是这个团队工作，所以大家大家不要太多人来抢饭碗了。有的人就说，大家不要都觉得好像是导演是最厉害的，导演是最怎么样？其实是真的，这个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如果你都
是用一个比较尤其是新导演哈，我觉得用一个比较谦虚的心，然后常常也可以跟人家请教哈。那自己有什么好像人家发现你哪里不记得啊，或做不对的地方啊哈，就不用太觉得自己没面子啊，或者没优点啊哈。其实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看实力的地方。像很多女生会问说，女生做导演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吃亏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说，真的没有。我们这个工作真的是男女平等的哈，而且大家其实都喜欢跟那个很认真做得很好的人一起工作。好，那至于说到男女呢，当然我身边的笑话也会比较多了哈。就是像有一次我们拍一个很高级的总经理的那个办公室，然后他们那个厕所就在这个黑色的大理石啊，在东南边。我去上厕所呢，就有人跟他上面看我走路，他说：“你是在家啊，在一边啊？”我就说：“好，那糟了。”不对呀，我们是家啊。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你啊。”一直跟着我，我只好快步给他进去哈。等下我出来就说：“你哪去了？哪来那个？”最后呢，人家就走到外面，然后才跟他解释说：“对呀，你往对面跟他讲，他说好，我就回去拍戏的地方呢，我就在跟他们讲这个笑话。然后那一次呢，我的副导刚好是这个以前金马奖的国外中的，反正她是一个很高的女生哈，是这个已经结婚的一个女生哈。那这位年轻的太太呢，当然她打扮非常中性哈，也是又是个子很高，她有170几公分。然后呢，我就回去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就拍过一下，他回来跟我讲说：“我刚刚上厕所。”他说他一走过去呢，他就说：“哥哥家哥。”然后说：“我家在哪？回家。”那就是他对那个拍戏的人有这个印象哈。那尤其是这个生病动过手术以后呢，更增加别人的困扰。尤其我们去拍这个健身中心哈，那要准备了呢，就问他们哪一位负责，就有一个小姐过来说：“对不起，请问哪位负责？”我说：“我制片不在。”我就说：“我好了，什么事？”他说：“请问公园吗？”我说：“他说好。那我跟你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男厕所呢，因为女生也在那边，因为我们的厕所里面有盥洗的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千万别走错啊，一定不要走错。我们在那里的外面，我就说好，因为我们一群人一起订的嘛，我就说好，没问题。我就想跟他开玩笑，我说只是他说我走对了，那个人走错了。他说，然后他说大家就跟着各自的笑，他说不会啦，我说那是这样子啊。但是我跟各位保证，并不是因为我比较像男生的关系，并不是，真的是这个工作哈，其实工作人员，甚至是你看到可能打字播啦，做什么的灯光师啦或什么，其实是非常会跟女生合作的哈，而且也蛮保护女生的哈，然后也会非常体谅就对了哈。那我想这个
在台湾做导演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大家都自己写剧本，那至于这个呢，我觉得有好有坏。那我有想一下，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编剧，可能如果你有兴趣做导演的话我会建议你在一路一路的平常呢，就可能不只是编剧，从编剧的灯光啊、美术造型或者是这个摄影你一路一路都应该注意哪一些人的作品是你蛮喜欢的，可能就长期要自己有一个准备说，可能跟谁合作，你希望跟谁合作，常常自己有这样子的准备那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新导演呢会有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跟这个我们的伟大的政府吵过很多次，就是这个辅导金那新导演可能常常会觉得，其实常常只有一点点钱呢，我会赶快跳下去拍，只要有机会就好。那这边在这里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不对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可能比较越资深，他越知道怎么省钱，或者是大家跟他怎么合作。越年轻的导演其实需要比较好的资源，因为当他拿的钱越少的时候呢，会有几个结果，一个就是阿姨、妈妈、舅舅但是他的钱都下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仍然好像不能达到他的这个要求，所以常常最后就很失望的，而且我们的市场又不好，票房又不好，然后就很失望的觉得说，可能我还是不会拍电影，可能我就是不会拍电影。那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有兴趣的导演呢，量力而为，就是说比较少的预算的时候呢，你就稍微在你的要拍摄的计划里面是要控制就是把不管是长度啊，不管是难度啊就是你自己要稍微做控制，然后把真的最重要的要表现出来不要说给你一个短片辅导金，你就觉得太好了要拍个长片，要家族长片等等的这个是我的一点建议。那我想说，是不是就还是各位提问题好了，这样我们比较可以真的能够谈到重点。看时间了吗？请问一下，你刚刚有提到说小朋友对戏的部分嘛？那我发现你的作品里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在对戏的那种情感是很真情投入的，包括在那个《大白鼠》里。那对于小孩子的戏，跟他们教，让他们真正的可以很自然的去演出来。小朋友其实我感觉因为会有人问我这个，你会想想，其实小朋友也跟小狗狗一样，因为你喜欢的他是知道的，就是你处得来你喜欢他，你跟他玩或者是你跟他的对谈，我觉得他都知道的。然后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小朋友，其实小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不可思议，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拍一个戏，要有一个小朋友是妈妈是离婚在家，妈妈是歇斯底里的，抽香烟或者是那个抽香烟就那个，变小屁屁，然后在那边抽香烟去反正这样子的，等等的，就是非常阴郁的生活。然后这个小朋友我怎么找到呢？我是烧肉找到，我是烧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孩。
他是怎么？我会觉得其实小朋友是很有，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拍戏的环境哈，大家有听说很多小朋友拍戏然后变坏了，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哈，所以有的朋友会比较注意这个事情啊，像那个小朋友那个小胖子也是啊，到了后来在片场，那电影片是很单纯的，但他也很贤惠，因为不时蔡万能明显的那来告状，你导演他说脏话，他说他妈的，我就要叫他来骂样子嘛。然后他到后来呢，红旗的已经是初2、初3的学生，他是个1年级的学生，能够吵架这样说，好来准备我们来讲，你转过去好不好？不过去。你想吵什么？他就讲破了啊！你红旗的，你几岁？他几岁啊？别走！你看，但是到片场就会有各种，就是真的会有点像一家人了哈。那这种小朋友的，然后比如说，过不久啊，就谣传说，蔡尚德爱上谁啦，怎样啊，等等，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拍小朋友很辛苦，但是我常常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缘分，可以分享他们的那个很可爱的志气，导演喜欢拍小人物还是大人物？我觉得我不晓得达英他有拍过纪录片嘛？那达英觉得就是说，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一个就是拍小人物跟大人物，您的心里面的感受，还有就是拍摄的手法会不会有不同的？每个题材不同，应该都一样的哈。那纪录片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室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有拍一系列，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社会主义哈，就是在念电影理论的时候，思想受到污染，就是其实我自己是比较社会主义，尤其是跟针对我们的文化哈，因为我们的文化比较教导我们要念书哈，要做文上人哈，等等，好像没有念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或意义。那其实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的构成里面哈，它基本上能够运转是大部分的中下阶层的工作。好，当然你的社会比较进步，或者是比较走好的方向，或比较成熟，或比较文明等等，也许是上层的这个工作，但是基本上它要能够运作，水要能够送到你家，电要能够送到你家，这个公车能够这个好好的四处的这个运输，这个都是中下层在运作的，这个社会能够运作。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又常常比较就是比较功利了我们的文化说起来是好像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但它有它很功利的一面我认为就是说好像读书人比较重要那大家知道在以前的年代里面，读书人读好就是要做官嘛就是要做这部分，所以我特别的觉得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了这个部分。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那时候台电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叫做陈南岛，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不知道他爸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陈南岛那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新闻报道，就台电公司什么事情就总经理陈南岛怎么说，总经理陈南岛怎么样这样。但事实上，如果比如说你到郊外到那个你觉得人根本找不到的那个山里面，你都会看到那高压电塔，有没有那都是好多人
辛苦盖的，不只是盖，还要维护，好，那等等等等，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什么是国家？国家的一个大部分就是你的同胞，就是在这个社会一直运作，使这个社会生存运作的那些人。好，如果我们的文化只让我们永远记住，好像一个整个台电公司只有一个长南岛，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错误。如果说我们的电影电视也像一个公布栏的话，我那时候就急着觉得说，大家应该多看到一些这些人的脸，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节目叫百工图，100、200的百工做的跟图画的图，所以我们去拍了很多的各行各业，比如说这个电塔。好，我们去认识他们台电公司其实有分段，他们叫做段长，好，就是一段一段的路线。我们后来去访问一个段长，他结婚26年，所有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到3个月。就是常年在外，而且你知道，如果某个工地是在刚搭建的时候，他们是基本睡帐篷都有，睡帐篷、睡公寮等等，好，所以就是这么多人辛苦的工作，让电可以送到你家，好，那我们拍这个，像拍这个的时候呢，你会碰到很多好玩的事情，好，这个是最。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跟那个吴宇峰还有那个刘能教授的导演刘坚密，好，我们一起开车到高雄去看这个，去拜访这些女工啊等等，好，有些女工的家庭7个姐妹都是女工。好，就是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农村已经不太行了，很多家庭都是靠女儿在这个加工厂工作哈，等等等等。那然后就是做鲜活最有意思的部分，好，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跟各位说，我觉得百工图给我自己，甚至我们那时候一起工作的很多年轻导演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好，就是人民有边缘，就是怎么真正用功的好去看别人的生活，别人的工作，别人的环境，好，是很重要的养分。那就会有时候就遇到这种各种，就是有时候人的趣味哈。就比如说像一个计程车司机，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很坚持，在那个因为已经好久了，20几年了哈，他就非常坚持讲英文，哈，各种英文。你完了吗？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个样子，他拿在那个街上访问说，对了，我们这个工作哈，就是比较富的，比较富的哈，就是比较富的哈。就是说像money 啊，好，每天这个 money 啊，就是都是现金嘛，哈，这个收入比较踏实了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跟客人 talk 哈。那为什么他就一直要坚持讲英文哈？就是任何话就一直坚持可以都有英文单字这样。然后还有一次最好玩的就是我们拍那个农夫，好，拍农夫的时候，那次不是我去拍，那导演就整个人笑死了，我看那个画面，他就是到那个孙子房拿怎样就行。有一个人比较爱发言，可是要反问他就说不要哈，他说你反问他好了，好，第二天就拍了哈，好。就访问，你就看那继续这样访问说，不要救您哈，你们这边哈是怎样呢？那个阿北就说，就是您的70来年哈怎样，他就来，他忽然在旁边说，对了，那个70这里要乱动，他就在那个机器跟那个人中间走来走去，然后这个受访的人都吓死了，一直在看他，70对你，我怎么看对了，你讲很难听。讲那边，那导演下子说，好，那可以了吗？他说，现在开始，我们看来再来哈，4、3、2哈，68年哈，会做嘛怎样那个上高艺术哈，所以高艺术啊，我们是高艺术还有好多，然后导演就说，他说，他又不要，然后等他又来了，他就会在中间一直主导这个发言这样子。然后还有一次，我就拍渔夫，我还记得哇，就
就走进那个就到垦丁的渔村嘛，附近的渔村就走进了家这样。然后真的刚好，你看那个水泥钉啊，那个地上就在那边杀鱼哈，杀一杀就说。好来吃小金鱼去，后面吃小金鱼，然后他就说：“啊，你公司派你两个人到来到我帮我保佑，然后干嘛？很好就跟他聊聊。哇，那个年轻的渔夫长得好帅啊，真的很帅，真的很帅啊！我就觉得说，哇，你现在来台北演戏，你把谁都干掉，真的非常帅，几乎有那种明星的柯俊雄的那种感觉，非常帅。然后就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对的，他就跟我讲一个事情，就说然后我们所有谈话的时候，他爸爸会偶尔这样说，都一句话都没讲，他就怎么讲？他就想到一件事情，他小时候他说小时候很拔他说那时候说怎样，那好像他爸爸，他才6年级多大吧，初1吧，然后他就说他一条鱼啊，爸爸抓到一条，他没兜好，鱼很大跑掉了，他说打屁啊，从船头追到船尾，那么爬。他说打到最后还把那个船上的什么单子拿起来打你了。他说为什么我刚刚我躲起来跳海哈？然后后来他快到了哈，他就游回家了嘛，这样，我就讲得很生动这个故事。后来我们就去拍的时候，好就要请他讲这个故事了。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灵机一动，我就说，阿贝。阿伯从头到尾都不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去拍的时候还是阿伯跟他一起出海，好，就是请阿伯这个，那他都不太跟我们说话。但是经过出海，他稍微跟我们熟悉一点，我们就请他说阿伯你坐在这边哈，然后请他儿子坐在后面，好，然后我就说很欣赏一下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他就开始讲就是拍着我这样，我们都在笑的哈。忽然我看到阿伯眼睛红了。然后就开始努力打转，然后他儿子不知道啊，还在后面，我就看着很耐心的哇，然后当然我不敢，因为我又怕影响他儿子的表现，好，然后最后就拍了以后，就是好，谢谢阿伯点点头站起来就走了，好，走过去来看他擦了眼睛，我就心里很难过。我在想，也许那些家里很困难吧，好，也许这儿子他真的不知道做爸爸的那种，听到儿子在讲自己怎么打他，那种凶暴，破坏他的形象，等等就是我觉得那种真的。跟他们一起讨论他们的讨论生活啊等等啊哈，真的是会给你留下各种，比如说我们这次拍45度 C， 曾经到那个台东那边的山上哈，就是那个雾内站进去了哈。就会有这种事情，就是那个草莓，它上面有种草莓园，草莓园里面呢有一个小孩，他专门在放鞭炮，吓走那个鸟啊，吓走这些，他在那放鞭炮。那有人说，我看到人放鞭炮，我就说，我就叫他们说，去跟他讲，问他什么时候放，我就想拍他放鞭炮，就今天没拍，他们就一直跑，我说，你们会拍，你会怎么样？我说，放鞭炮的人问你说你什么时候才会拍？后来就那天没拍，过2天拍，啊，就是一个很傻憨厚的年轻人啊。2号好，可以啊，2号这样好，高一点好，可以啊。这个好像傻人啊，他叫大南，好，行程呢？后来我们就去拍完就去非洲了。非洲好几个月，然后回来剪接，什么都结束以后，有一天不久，那个工作人员是女孩子，她就开始说：“老师，我每天接到大人的电话。”我说：“大人是谁？”放鞭炮的。结果他就在他的部落格写说：“你不要再打了。”他说：“我知道你很寂寞，我想到那个山里的时候，因为那个年轻的公务员文笔也很好哈，他就说我想到那个山里的生活哈，想到那个我知道你很寂寞，可是尤其是到今早我还在睡觉，你不要再打电话，可是我的电话我又不敢跟你说，就是他就大人一直打电话，然后呢
就打电话说，你什么事呢？没事了，就你哦，好就好，没事了。我就真的回来，然后他好像也离开草莓园了哈，后来到台北那里去做工这样哈，然后你就觉得心有点会有点心疼的感觉哈，就是你会触及到这样的生活，或者是这种神采，像我说拍那个古装剧的时候哈，那个古装剧那个人在新竹嘛哈，就把一个整个的戏院哈的影子通通拆掉，一个旧戏院已经没有人在看电影了，把影子通通拆掉，改成摄影棚，所以就有请那个新竹那边的很多工人来做工，其中就有几个兄弟是油漆的哈，其中有个弟弟哇帅得不得了。看起来很好用，就是很壮的那种哈，很紧的那种裤子，光那个小屁股有点短这样，很了解的。然后我们那个电影院呢，它不是电影院有个小的售票口嘛，哈，那个小办公室，我们就把它改成办公室。那个是拍战国的剧本了哈，那个包括专诸啊、欲望啊，里面那个时候的字体，甚至有些字我都不会念，还要查字典，就那个字非常的哈，就少见的一些字啊什么什么。其实有一天好像走过去，我一去走过去就看到他坐在那边，脚翘在桌子上，哈，椅子后倾着，脚翘在桌子上，他看剧本，走一走看，他看剧本，我就去看样子好了，回来突然在看，我就心里就跟他他就说，不用，还有在看，我说快点问你，还有那个，我下班了，他就看我说，过来，超屌，你知道那种潇洒哈，你知道那种大气哈，就是我说这种人的，包括我就是我说这个社会主义的感觉哈，其实自我有时候除了是一种理论一种想法，也是亲身的体验。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深刻的感受就是我那个回国不久开部车子，然后呢有一天就开着在附近南路，就前后就是有摩托车这样飙来飙去，就有两个小鬼，摩托车呢就要挤不过，插到了这样哈，两个人有点跌倒，然后一停车我就很气。可是呢，你眼睛看你这样就可以看到是两个人这样盯着这样哈，就是这种那个小破薄的感觉哈。多数人有印象了，我说怎么看那些小说，妈的，好，麻烦大了，然后就下去了，后来就说，你怎样说？下雨了哈。那个这样子，我就说，你也这样讲一下，然后他就没有，就有一个是好像就是很流氓的样子哈。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装了很多题啊，我就说，刚好男女也分不清楚，就说，我就问我也是突然想起来，然后呢，这个小孩两个月15、16岁，这个过程中那边讲的是在学炒菜的。厨师的，做厨师，然后那个说，那个骑车就看人了，那天人在叫，然后说，然后看那个他朋友问那个人问的，你会来那个大姐，他就在烧香拿纸，然后就骑上摩托车，那怎么？我上次我真的心里好难受我真的觉得读书人真的是太阴险，太奸诈了。你看这两个小孩子15、16岁的中辍生来到台北，学炒菜，一听到你也是出来人的时候，他有一种体配，你以为他会怎么解放人偶？
就是这种出外的孩子，我觉得他其实对生命的学习啊，或者对那种气魄，反而是真的是让人很羞愧的。包括就是说，我都认为说我是很社会主义我都还会常常碰到这样。像有一次出外景，那个什么很偏远的地方，很难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电话。我是排第2个，前面有一个排队，从排队我就觉得说，现在小孩子，就是他一伸张啊，只要有张的时候有张来抽吃槟榔，我们都去我就在后面等，然后呢，我就想说，这小孩子是搞这个样子然后呢就刚刚他打电话，他等一下拿起来讲话就已经那个经理修的我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你在生活里就可以碰到很多，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以前刚回来就觉得，我们的社会的成人教育真的太少了。说真的，一直在学校念书的小孩子，我觉得其实所知非常局限。反而是这种早出社会的小孩子，常常会有自己的这个视野跟个性。那顺带可以讲一下这种社会的比较，就是说，很多年前有一次去荷兰跟我的父母，然后呢，当然，不然人家带我们去看那个红灯区。当年的红灯区我真的不骗人，我真的看了下巴掉下来，我觉得哇，太棒了！你知道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吗？那个环境是中间有一条应该是算郡吧，就是一条几乎到小河的程度的一条深沟这样，两边都是2层楼的房子，然后呢，在房子跟沟中间呢，除了这个都是单向道，就是一线去河对面是一线来然后呢，在这个路跟这个河沟中间呢，就是路的两边，就是在路跟房子中间跟路跟河中间都是树，柳树啊什么所以环境非常非常优雅然后呢，就是你坐车这样，那个朋友就把出车带我坐车开过去，然后他就是每一栋房子里面就会有一个女生那这个2层楼的房子呢，下面是不是有个落地窗？落地窗里面就是坐着女生，有的裸体有的穿了内衣所以呢，每个人都自己有造景比如说打个灯在那边打毛衣还有说没穿衣服插着腿外面看书都有，就是你就去敲门就是了那所以你这个车开过去，你真的觉得说，哇塞，红灯区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我的家长呢，其中有人信教，就一直主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然后我的家长就说，这里的年轻人一定很堕落一定很堕落。结果那个是一个荷兰的华侨他就说不好意思跟你讲，其实刚好相反年轻人觉得他这个要有这个活动还要用钱的话是有边缘，所以年轻人是不会来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所以年轻人是不会来的。然后就说这个多作恶他说那就辩论起来，就跟我的家长说，可是我觉得也可以想一下他说我们家搬来这里后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他说因为比如说排泄也很脏难道你要把它堵起来吗？等等就开始有这样辩论。所以呢，他是会，比如说他荷兰可以贩毒，那个时候欧洲都有，但是他规定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以外就要抓，所以他是可以反而有比较好的管理，你知道吗？他会知道哪些人经常来怎么追踪什么比较好管理会有一个，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是20几年前了，荷兰的世界人的钞票盲人可以用，就上面它有笔字，就是那个钞票盲人也可以知道。然后他会比如说他银行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就是说，万一有什么战乱或什么的时候啊，我是听不很懂，但是他指给我们看，他说，你看人家那个银行啊，那个银行是盖在一个很大，比如说银行这么大，比它更大的那个水池上面。他说，你看它这不只是建筑啊，它如果发生什么状况，他说它的金库其实在水里面。啊，在那个池子里面啊，如果有状况会怎样的，就是就是这个荷兰华侨显然是已经非常喜欢欣赏荷兰这样，就说荷兰的各种很好的一些事情，那包括比如说他的教育。所以，像台湾现在一直有谈这个独立的问题啊，之前很多年前这个外国或者是外省独立什么什么的会曾经找我去聊天，我就跟他们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说，荷兰因为知道自己的国家小，所以他们的义务教育就要学4种语言。义务教育啊，比如说你是国中毕业前，因为他知道国家小，他的国民必须要跟人家沟通。好，所以他要求他赶快学4国语，而且他觉得他国家小，他们必须要很有这个战斗力，所以每一个人必须非常独立。他的幼稚园教育结束以前，每个小朋友一定要自己穿鞋子、绑鞋带、穿衣服、裤子，自己上厕所、洗澡、刷牙。好。这个是幼稚园一定要求要会的事情，然后义务教育以前你一定要会游泳，因为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海面等等。那我就会问我们的外国会的朋友，因为你跟他讲独立，你到底有哪些准备？比如说这个你的生存能力，你的国民的教育，你的国民的沟通能力，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你怎么生存等等。那但是这个荷兰的妈妈，她只有一件事情，她说只有一件事情你会想很多。他们的荷兰规定，小孩到了14岁，如果你离家出走，来找政府帮你找房子。如果你到了14岁还是16岁，私奔，为了爱情私奔，为了跟父母反对来找政府帮你找房子、找工作。他就说那个小孩已经13岁，我就要跟他上地里保完了，然后我接受。你知道这种制度20年前想来是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后来才想想，其实这个是有智慧的。各位知道我们大专联考这样说真的，大学生真的没有什么用。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的家庭，大家都要小孩子去念大学，小朋友念。说实在，你20几岁大学毕业，不懂很多事情呢。那你想，如果一个人16岁敢为他的爱情负责，他到26投票是投真的，是不是？他在外面有锻炼，有很多的经历，所以这是每个社会不同的智慧了，那包括还有一些小地方，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呢？我是前2年才知道，上次去澳洲玩，澳洲你会发现很多，它有一个很多街角的地方，就街入口的地方会有一个圆圆的像小花圃一样，很多地方都有圆圆的，他们叫 roundabout。所以呢，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政府觉得红绿灯是不好的，因为大家在红绿灯停下来都一直放车屁，所以这是很多的小型的圆环，所以他希望车子永远都是，但是大家都是右边先走，你到路口右边先走就大家都，所以那个车子是持续流动的你说像这样的很小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个，没有就是这个社会没有让你觉得说，我有很多美好的想法，有很多美好的智慧，而且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改进以及更有智慧。这是导演常常会想的事情，说到您，再来您的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要当导演？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快乐的跟最挫折的是什么？当导演有点怎么样？我的第一个志愿是当捕手，我小时候最吓到的，为什么很小要还没那个时候我们当捕手，就想说要当捕手。然后刚好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长辈吧，带我跟我哥哥啊什么出去玩，然后他就说走路来就说：“你们好没事啊，对不对？不然你长大做什么？”我心里我想说要当捕手，他转过来说打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然后呢，大概有第二个志愿，很小，5、6岁，或者是什么，所以很小很小。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舅舅以前是导演，反正我从小就觉得我以后要当导演，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然后呢，当然就忘记了，对吧？这件事情就忘记了，然后就也是很惨啊，不要念书，学校一直到大专联考就真的考上戏剧系哈。开始还觉得很丢脸，可是后来我就上戏剧系，就忽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愿望要当导演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大概以前啊，在高中里面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说大概圣诞节什么都会叫大家上去表演嘛，然后小时候就很会学老师啊，模仿老师啊，让大家笑啊什么等等等等，然后。因为成绩很烂，我是念淡水的淡江中学，我们有一个女的传教士，她就找我去讲话，就说：“小弟，你要不要学戏剧？”我就觉得戏剧是什么东西，就觉得成绩烂就被污名了，因为大家联考很难考啊，对不对？好像我哥哥什么都一定会考理工科啊什么。因为我们大学要念戏剧是什么东西啊？我就觉得他污名我就对了，帮我找个出路。而且真的居然我考上戏剧系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就要做的事情。那最快乐呢，就我刚刚讲，就是说有很多，就是我说那种团队的精神，我想是最总是想到的最窝心的哈，还有各种跟演员啊、非演员啊等等啊相处的这些时间，当然还有就是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就是刚好怎么样什么，就是你真的会有一种敬畏，就是争气啊，等等啊那像我常老陆佩不做，我都觉得说，没写的跟已经很好的，我的运气已经在拍戏的时候，那个天气好，比如说现在阴的，拍到那个阳光来了，你看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那反正快乐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比如说各种的笑话，比如说我现在忽然想起个笑话，比如说我们那天在南美，那人养人就骂我，就说人家怕你有笑话，你这谁？你说几个人？他说我们在那个小诊所拍戏，因为那个小诊所前面是看诊嘛，我们在后面拍。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看到，那我们阿姨坐在前面等，然后我们要拍，他就说你在那边行吗？就好一个，我们因为要拍，就那个工作人员听到外面有声音，他就说不能啊，对不起，要有声音到外面。好了，我是上海，他说。难道脚车那种有一个人一头血窜进来，你知道他就进来之后他说我一看你说我紧张，很开心，看见小车那个人是真的很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可爱，就这么准，他其实很痛啊，他也不敢叫。因为那种就是拍戏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的情形，我觉得就是他会有一种能人吧，挫折太多了，挫折太多了，挫折太多了。我想最苦的大概是拍头发嘛。就是这个动画是非常恐怖，非常恐怖，非常恐怖。就是
那我也顺便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导演能搞动画能干什么等等，对，本来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事的，不是这么累的。就是说，动画里面有一个是动画指导，好，就是那。然后呢，就是它有一种表叫做日表，哈，这日表就是大家知道1秒钟24格，哈，就是这24格每一格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写上去，包括嘴巴是怎样哈，然后头要转，好要怎样哈。那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准备找一个好的动画指导来做这个，因为它的困难就是我们台湾大部分是加工。好，是帮这个好莱坞加工，好，所以等于好莱坞加工的时候，就变成好莱坞有一个动画指导直接会来的，那所以台湾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找的时候呢，一方面找不到，然后二方面就说也有点外移，就是移到大陆啊等等地方去了，然后再来就是要不然就是薪水蛮高的这样哈，然后要不然就时间，这样一直蹉跎到快来不及的时候呢，我们的动画的顾问就说：“让你自己做嘛。”我努力做，他说：“我教你了嘛，你还要跟我讲一下。”后来不得已我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用会了2个码表，就是我从眼睛睁开写到倒下去，起来刷牙就开始写，就是比如说小扁要过街。好，这个2秒之内，好，所以这2秒之内呢，这个10格是被拱起来，5格是被下去，10格是被拱起来，就是把每一个角色都在这个码表里面演出来，然后把在那个格子上写出来，就是每一个动作这样子哈。那然后我记得罗马麦非常长，但是顺便也可以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状态，我们的国家的状态哈是什么情形哈。比如说这个福岛经哈，当这个编剧黄明瑜跟我说他要写，他觉得我要拍的动画我也很轻率的就说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看宫崎骏哈，觉得哇动画这么好看，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说半年了我在看动画很做作漫画动画我觉得太装可爱了太做作，一直到我看到宫崎骏的动画。他讲我们觉得好啊，真的是不知死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初在美国念电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一点简单的动画，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来啊，我有做过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生产线的动画是多么的困难，所以你听在这个制作就知道了。福岛经是1年要交片，各位知道，连梦工厂、迪士尼，你可能都没有听过说1年就要拍出一部动画，就是全场的动画，大部分都是3、4年，好，而且那边是专业的高手如云，好，资金充裕，好，各个技术部门都很整齐，好，那我们呢就自己很高兴，我们来换人了结果到后来，其实我们动画界有非常多高手，而且动画界的朋友多么的渴望我们有自己的原创动画，所以到后来我们会碰到一些感人的画面。就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说：“你好，我就叫我多巴好哈，我们是画动画的，听说你们那很困难。”我们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他说好啊，然后就约哪一天进来3个高个子帅一下，好，然后我们就给他们看这样讲，于是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跳进来帮忙。他说我们从你们北辅导进来就在观察你们，他觉得说有人会不想活的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就是1年要做出来然后资金也不够。所以是非常可怕，而且我意识到说画画的人跟我们拍片的人不太一样，我们拍片是习惯团队工作，画画的人是非常自我的，当然可能长期纵横所以呢，就他是有点，我今天就觉得不管你死活的，就是我们
有各种工作的困难，到最后找到一家很棒很棒的韩国人来做我们的家工。那韩国人说我们时间已经很晚了，而且要有打工，所以你一个礼拜要寄给我250张的我们的就是印好就地图，要是你延迟了，你不但是我不负责，你要负责，你要赔我全部的钱什么什么。你知道各位知道这个辅导金我们1年交不出这一只动画，还要赔新闻局100万，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那种感觉。然后呢，就常常会，我到现在真的都记得，开着车带着制片去收画，下雨天坐车里，然后制片是个女生嘛，旁边是那个编剧，然后又回来说他没画好。然后我觉得我真的第一次跟制片吵这么多架，说没画好你不跟他讲吗？你没画好没画好你就回来了。而且我那父母家以前家里没钱，怎么去讨债的那些？真的是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250张，你能收得起？他没画好，他没画好，还是什么当然还有很多状况是我不知道，比如说动画是不能反悔的比如说那个有看过魔法那人知道那个小朋友掉到地上那大掉色那什么，画到刚好画好，一定要寄去韩国。我想起来台湾人，我们过来，就有区我真就有我说不是区要动他们在对面承认10年说区要动。好，知道了。那也有我的错，也会有我的错，就是各种可怕，然后那种感人，让我那种感人，就是我们从明星工作室开始，这些大家所知道的，不管就是这些导演陈奕迅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你知道我那个表格不只是填写了，连那个格子都要画，你知道吗？我已经写到日记连格子都省来不及画了，就有一天打电话，你知道那种情形，你就要一回头的时候，一屋子导演在帮我画格子，你知道那种我们的那种战斗情感然后这样子画，这样赶。好，终于赶，然后中间就是反正各种笑话就对了。那个去到那边以后呢，就每天都故作镇定，就是我后面还要去韩国监工嘛还看他怎么做好这个，先很长的时间，他们的动画指导，就制作上的动画指导，坐在那边都没有机会看我表演，所以我演一遍然后开始工作以后，他们就会不时的来，就说，可能出去就说舌头什么颜色？我说舌头什么颜色？我问舌头什么颜色？我说那现在他说，那你就跟他讲说，粉红12号跟粉红什么样？我说那还有这样，我说那你叫他2个都给你看，所以那变成我的法宝，只要我知道说，那你讲2个画要干嘛了？画我在挑，你知道这样子千辛万苦在韩国，我到现在记得那一天要看第一次有一小段片子出来。我整个坐那个电车要去那公司的时候，那心都像砰跳，吃尽了一切的苦头到底是怎样的日子？然后去到那个老板，韩国老板就说：“好了哈，他就放，就对着滑楼梯，坐楼梯下来那个一放，下来结束了。他说怎么样？他说再看一次，什么？然后他的主创人员都站在旁边嘛都在旁边。他看我这样，他就开始了，停顿。这个手没指甲这个镜头裤子颜色不对，这个这看好清楚就像刷他什么都抓到了手没指甲皮带怎么样真的，我就说我真的很那种，因为之前我们部队已经赔钱，
然后做整个这个没有收入，好，然后就为了这个，其实韩国公司是我们台湾公司要价的高1/3。好，其实本来觉得根本不可能跟他合作，没想到这个韩国老板也是跟我们的做动画人一样，他非常希望也有一个原创的哈，虽然不是韩国，可是因为亚洲人原创的哈，所以他买了韩国版权作为他的酬劳，你知道意思吗？哈，我们才有办法拍成的，而且他的水准非常好，非常厉害，因为恐怕是让学习的很多，那所以终于才能够拍成，那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因为我们台北市电影节得首奖了哈，所以可能比较多家长知道小朋友啊，所以台北市电影节一年算是在中山堂。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晚上我跟制片开车要去准备去参加一年的时候，因为下雨，我看好多人哦，我说怎么搞什么事情啊？好多人啊！就制片那个可能那个卖蛋挞的，没有停车，田园走下来，我看人从中间能排出来，排到绿大百货，一直排过去打着伞。我去什么人很像是要看人家电影哦，结果就是真的哈，中间很大嘛，全部男的，你知道那个灯黑的，小朋友。他说连这继续跟他们一起，好，所以你要苦，其实就是模仿到最苦，真的苦，就是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因为如果是拍戏，你知道要怎么办。那个不是拍戏，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他能画好名字啊，我也不会画。你真的是没办法，而且那个是真的是体力到一个地步，因为很长啊，那个表现一张对，很惨，可是很快乐。我觉得所有人各位也不要怕老，哈，像模仿那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时候真的只有一个想法。那个时候40几岁，心里在想说，40几岁了，如果拍了不三不四、不上不下的动画，对谁有意义？对谁都没意义，所以拼到底。所以年纪大了，年纪都有好处。好，老师，你还会一直在拍吗？动画？会啊，真的会。动画真的，我觉得发现动画好厉害啊！因为他的沟通的能力真的能量很强啊。你也不知道小孩在看什么，小孩真的就会看得懂哎，你知道吗？你到国外去影展，小朋友也是一样，就是，而且会看到各种问题。我跟妈妈说，导演，我想问你，他刚问我说世界上有鬼吗？我要怎么回答他？我真的怎么回答他？就是我觉得那个跟小朋友分享跟沟通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是以目前制作环境，觉得有办法拍吗？这也就是到现在都很多人当然不知道，你说对。可是真的很想拍，可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拍，因为那个经验真的是太恐怖了。然后就是说，做一个好导演要具备哪些素养，然后要做好哪些功课。就导演你的经历，就是说在接每一部档戏的时候，导演怎么做自己的功课，这样子，把一些分享。你问我。刚接到了，这第一个问题，在回答这个大问题之前，我先休息。先休息啊，朋友们，多谢对不起。素养，那要做好哪些功课？从导演艺术的节奏，艺术好的这一档戏。导演要我觉得其实是几乎是什么都要多少懂一点吧，就是什么都愿意去学啦，只要跟你题材相关的，应该要多去了解，才会说的比较深入。那另外就是说，另外我觉得，比如说你拍完的话。所以我会建议还是要对于戏剧有一些了解，尤其是多去剧场甚至中间你可以自己去地方这个点来
演嘛，解构一下你做演出的时候，你从另外一边是会想些什么事情，或者你的反应，或者是到时候你跟演员沟通的时候会比较清楚跟准确。这个也真的很难说，就我觉得还有可能一个最重要的是你的视野吧，就是比如说你到底见人有没有重要，对于人生或人性，因为像比如说像这个人的小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往生的，就比如说他的那个梦，还有那个做梦看到那个理解，还是强悍，真是觉得太精彩。那当然这一个他是美术本来就是比较强的，但你说那个阿妈的原来就知道说，他儿子不断的在做练习，他们是来源，他们指导说他们就算在一个火车上，我就把你拿到来，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个题目，大家来讲，比如说三大，好，来做这个好，开始演讲，三大的场景是怎样子的？因为它其实不断的在，那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除了素养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坚持。好像你那样，常常会有人说，导演还在改剧本，导演还在怎样，导演还在怎样，但是他真的就不是随便就好，就写在这里就可以了。不断的在想，对不对？能不能更好？是怎么清不清楚？等等，就是坚持啊。那至于你说，我想后面想问你是说接戏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永远是一个难题。就是说或许你觉得，比如说我这几年前面拍的都是公共电视都比较好的环境，可是对于我来说，心里总会有一些遗憾跟不甘心，就是说，比如说像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更多年轻人可以看到，但事实上他收视的状况或者是宣传的状况，就是他我会觉得说3立的宣传的能力很强，那但是到底怎么跟3立沟通，怎么去合作，就是所以导演就变成有很多，就常常会要变成很多不一样的那个角色在台湾，也许在国外，你要戏导得好，有经纪人有制片有什么会有很多，都在台湾就是变成常常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像我就是这么人格软弱的一个人，常常会发现自己很分裂的一个状态。像那个蒋孝导演，有时候跟他讲下来，他就刚停下来，这个跳上我就开始很紧张，怎样呢？存在，对不起，我刚刚讲的，你对不起，请让再让大家看一下，要看嘛，真的好，我刚刚拿出来了，因为我真的听到，王导演，求情的那个场面，他就是在那种很好的气势，有没有打一下那个老板，然后他就跟我哥说：“啊，你老板啊，我就想了，我反正你常常去做各种工作，就比如说常常会做也不擅长，比如说最近我还在跟一个小友聊天，我说他上一个片子没有谈成，因为他就直接的跟那个老板谈或者版权怎样的，后来就没有成。他说那个事情对他就心头很闷，他说因为不记得我有讲这样的话，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是这么爱钱吗？我是怎样吗？可是难道我们人类不能谈这个事情吗？怎样？
有一次我不是跟那个很多人，什么王小哥，我跟你说王小一般没有那个经验，所以跟我电话说，哎，打出航吗？我说王小去找你吃，好，我就说叫我老师也需要讲。这个电影要宣传，你就跑出地方跟那个广播节目要打讲座，要讲座，导演跑，其实都没有用。就是指说在内容本身上的功课，内容怎么样的功课？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心里有知道答案哈。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拍到不同题材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功课，要去。比如说我举小小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当然都知道让大鱼越小于生啊。那我真的回想起来，我也是觉得很感谢侯友医师，因为从一开始跟他接触，我也不知道，我就很直接跟他说，这个编剧我也不要参与编剧，怎么样？是哦，好啦，就说那之后我就要做很多的功课，可是你做再多功课，其实采访都会还少。比如说我讲很简单的，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带演员去跟执行师相处，像这个事情我自己做这么多功课都没有做，结果是实习师自己跟演员说，他就说我们的口袋会放好的东西，因为他有要点啊，各种这个小字典啊，各种什么擦边笔啊，他说实习师跟演员说，所以我们跑步呢，他说你看只要是练菜的跑步不就是打不来的，就是跑。常常要跑步嘛，都会这样，因为他的口袋会表述，他就看我们跑步人，因为跑步之后就就是你以后永远都还会有学不够的地方，就是像这些事情都不是说你坐在家里，我是导演，我就会做的事，你就是真的要下功夫去观察、去谈话、去看这样子，因为遇到不同的题材，都要。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也参与写剧本的话，是更有机会做这个功课。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跟编剧的合作，我有大部分想法是自己写的。那个我有时候想想，他有他的坏处，他有他唯一的我觉得好处或比较有安全感，就是我在写剧本之前，我就已经在做功课，所以我看下去我知道是在说什么。那有时候如果直接让剧本交到我手上，那我要花的时间去做功课，就包括他的这个剧本写的正确与否，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写到那个环境的细节，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蔡文那样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修行嘛，就包括接戏，包括没有钱，包括要为自己说多少话包括怎么样算是好怎么样能让我怎样是一个好导演跟我们说就是一定要你自己心里有把尺，因为有的作品你再得奖了，可能自己都笑一笑，人家是觉得你的词没有拍好。好，那有的是你再没有得奖，再被冷落，再被冷落的你有自己知道说我这部戏是在拍什么，那他有没有做到？那然后你自己的进步是怎么来去采访，怎么来观察？你会不会欣赏？你会不会觉得还是怎样的？你会不会凭借自己？会不会能不能够再进步？能不能够再学习？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会不会露出我的这种嘴脸？那刚才这个。这边有3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说，在你的里面你的分镜原则是什么？然后你在考量当中有哪些是你的艺术考量跟技术上的考量？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你在导演演员演戏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导演他，那创造角色，那甚至技能更深入到角色有更深度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很多演员演多了他会有惯性，那只要你突破他的惯性，能更创造激励他有不同或是超越的演出，可以表演都有一些小细节。第三是说，
摄影机的位置跟构图都是按照您个人的原则，不是理论上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比较重要的时候，先回答你说中立的原则哈，这个是没。一定会不单于一种表现，就是惯用的表现方式。那所以你不同的题材来的时候，不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场景，就算在一部戏里面不同的场景，可能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啊。那基本上我不知道，那我也顺带，因为我真的非常会跟不到大家的学过去的经历是怎么样。那像比如说长镜头跟这个短镜头。就是说，长镜头最主要的用意是说，其实人跟环境的关系，的互动，所以不是说我们演一个文戏，而且呢，你让观众是一个主动的选择的人，观影的人，所以他在你长时间的镜头里面呢，他会自己选择看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他会自己注意到很多，不管是光线，不管是这个节奏，不管是过去的车子，不管所有这些给他的讯号。那至于短镜头呢，就是非常指导观众的眼睛。好，我给你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就是一个组合，一个蒙太奇的组合。那所以你会选择什么时候你希望是一个隐晦的就是说一种句子像或许比如说长镜头有像日本的这个给句这样，就是说你像一个诗，像一个没说完的话，像一句没说完的话，像一种咏叹，像一
种，我有很多的层次的历史在里面而且在那一段时间，整个这个时间的长度都持续在沟通那但是找镜头呢，有时候你也觉得这就是我需要的节奏我希望这个时候的经营这段时间是观赏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所以它会有不一样，所以你其实你拍到不同的题材的时候一定会想用不一样的办法那至于你说这个跟进的习惯跟不同的题材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其实刚回来听到跟进讲那第二个就是说您在导演年轻的时候那像我刚才大概讲的是各位就知道就是说其实或者我反过来讲就是说其实因为比如说我真正的学校的养成是剧场所以那个剧场在剧场来说就是非常不管是戏剧或演员的部分是非常比较专注的比较深入的比较专业的那所以就是说对我来说像面试audition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原来的想法因为如果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一出戏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一个职业剧场每一出戏不管就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会来甄选就是不管你是多大还多小孩都是一样audition跟audition大家都来audition可是到时候开始工作你就中了没有这个事尤其是大牌没人跟你认识什么audition没有人所以这就变成常audition变得很不礼貌甚至到我现在我说哪个老演员来见面我一说45度哪里有这个困扰有老演员说老演员都不认识我还见什么面我就是你看要用我跟在打电话跟这种其实我跟他几年没见我就还是去见甚至是完全的男的我常跟他打撞球还是要看某一个戏我还是要他来见一见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在看韩国人而是在看别的东西别的所以那我们这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坚持那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争取一个了解的时间那我也感觉也不知道有这么可能就半夜小时后来打回去说好恐怖你不知道你们感觉我说怎么说我们要一个餐厅嘛他说进来有就好像要怎样要多少怎样这样跟真实的我们领导全是我后来真的有说你妈妈大耳朵了好像在数猪肉因为我后来知道说这几年不自觉的因为常常你经有很短的时间所以你必须因为包括好像是礼貌你跟见面结果怎么样所以而且有的就是他感觉因为艺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自我怎么自视所以你说很短的那么见面的时间里面你要用说的用笑的用问的或者讲用文述的做什么就其实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不只要很快的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怎样他是这样他是那样他就做一个那个那有的时候其实你说继续大部分走来就念一段戏念一段戏其实我还比较少的我这个演一段戏是常常会对真的全新的人我会邀请一段戏是不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在看他演戏在看别的东西那已经是演员了其实大部分就是聊天看然后之后呢大部分会争取像现在比较终于可以争取说我要拍戏之前如果是我们自己公司制作的我都会要求说有一段时间我会请一位剧场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不断的看他们怎么互动跟男主角跟女主角怎么这个人跟那个人或他的个性会怎么样看他
师有叫他打扮完，他不肯脱掉，就是不肯脱。他觉得自己头发太少了，不喜欢人家看到，因为他不在头顶。后来有一天他们在上面，看到我在旁边，然后我开始擦脸，故意的，所以然后帽子就这样，就是让他有一下没办法看不一样。解释说你的这个角色是一个乔生，是一个怎么样？我说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乔生？怎么就跟他沟通？就是说他如果觉得不自在，他来演他就会不自在，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说拍所以你要面对这个问题，跟他所以要有一段熟悉的时间，跟他讨论跟他认。所以当他后来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没有再自觉这个头发的事情。一方面是也许上课的时间让他习惯说，其实他头发也没那么少，这个就算头发少也是他自己的特色。对，然后让他习惯了，然后有说有习惯，行动习惯，然后我们沟通他习惯了以后，他在进入角色就比较没有障碍。那你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演员戏接太紧，像比如说马志祥回来有副业的时候，就他整个人就是怪，你知道吗？他还能走出他那个同性恋，他那个镊子里面他动但是还是就怪一怪气，他让自己有一种发脾气当众，我是刻意的，我就必须让他自己想就当众他有点问到，对就好了，就是有时候可能，但是其实都是他认真的表现，对吧？因为他真的整个人进入那个角色，所以就是你在现实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但是你就是要就是在你视觉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尽量去准备。你要知道演员也是紧张的，其实不管大孩小孩，他都还是会紧张的。你要尽量跟他互动，可以让他信任你，可以让他觉得可以知道你的导演是什么方法或什么，以及就是说你要观察一些比如说像他很多理论里面会有一套模式，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看比如说我最近的顾宝林非常会演戏，就是我的细胞随便举手都是很会演戏的对。但是呢，以至于偶尔他也会就是在演戏，对吧？所以像有一次他要很多人他要拆那个轮胎，就是轮胎爆了，他断了，所以我就请他说，我就叫工作人员很请以后我好来好开始以后他就在他放不动，就是那个扳手什么的外那个，我就看他我就叫他，你看吧，他开始是演后来他看我一直不叫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知道一直到他这里是真的才叫他，他就那个是没办法，知道对吗？他并不是演戏，他也会抓到刚好的演出，但是一定要是真的，知道？所以我就不叫他，有的人就不叫他，看那个演员是怎么会发展怎么互动所以你要是慢慢知道一些方式。当然最主要是，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是有的人是很反对说，导演演给你看。这个方法我也有用，就是说有的时候不是叫他跟你一样的，其实你是要刺激他，可是无所不用的刺激他。我可以让他有一些灵感，或者可以让他，或者让他觉得有一点知道怎么走再去走。当然最主要就是你的角色拿捏的好不好。如果你角色让人觉得很困难，那也真的很难，也是真的为难人。就是有的时候我看有些戏，比如说有一场讲多少，有的人看电影讲多少，
性恋比较长，同性恋不止同性女的角色也常常这样哈。我知道没有，就是很多时候啦哈，比如说就会比较有这种性。你让怎么解决很多所以其实我就说，刚刚我有数理，其实就是你在生活中怎么看，这个你要多敏感。比如说像我那个就是那个小黑，他背了2个小腿哈，那个小腿以前是我们做剧场的做社区剧场，那小孩子来上民间剧场的社区剧场，后来他跑到国中了，所以我们已经搬移到民生社区了，再跟他联络其他的联络角色，所以他是小学生已经变成国中生了，整个是青春期，然后就是不一样，而且。就是很痛苦的讲话，我们就其实还跟我朋友话，人家他回去说，哎，来我来那个你几多分？你说讲，变成一个男生，尤其上哪那个，然后有一天呢，他有我说，哎，我想回家了，我就说怎么了？我说还有点对不起。对他很气，就回家了，要他说那个请他带裤子来，这可以解吧？对，小姐，你们拿来赶路回家等等。所以，我后来他们要跑楼梯上，在拍戏的时候，我就忽然有感觉，我就叫他说你跑前面，然后你就突然跑上去，然后后面我再一个说，哎，他已经跑楼上了啊，然后哎，安迪啊，你帮去找。然后在上面说：“对啊，新郎在家。”然后自己就说：“新郎在家。”然后他又在上面说：“新郎在家。”就是这两个在吵，就是其实这个我看他，你知道一个，就是盲目坚持己见的这种感觉。我吵到小孩子会有这种状态，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些时候其实你跟他学，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历史学就是那个演在那里的那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跟你吃一来就说，你是在干嘛？有些东西里面人要跟你道谁道哥哥道爸爸道妈妈，就是其实是你跟他学，知道吗？所以就是其实你的角色啦、动作啦、时间啦，都是你要自己常常去对人的观察，就是对人的像我就觉得像那个桃树的那个蛇出来的时候，哇，那个小那个脸我就觉得很棒。所以那个名字的其实因为我有奇想的时候，也会有各种时候，但是那都是一些还是会是一些人性或人生，所以你可以表现就包括其实从写剧本的时候，我就说我常常觉得什么都可以原谅，事件写不好不能原谅，事件写不好不能原谅。你说一个剧本里面的架构啊，什么啊对白啊，包括什么，可是事件你说这个人要他很火大啊，那么其实是很无聊的事情，他们就会在光里面什么我一直觉得这表示你平常观察不够啊，表示你没有真的有心得啊。那我想在导演处理也是一样啊，无论对角色啊、对戏啊，都是会。当然永远都还是会看到男主，永远常常还是会撞壁啊，你就是要想各种方法。结果我们用到说变成说觉得太紧张了啊，只好说大家就在那边像什么呢？好了，再继续说，好来，这来，因为其实真的开的时候是别人很肯定啊，那所以就假装在试开，其实真的有开，就都不紧张啊，都紧张了啊，好了，你就再试一试，可以啊，好，你紧张，好来试一试，就假装没事啊，他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会走过去。这个是说，在很重要的情绪，那个
择单机拍或是多机拍？为什么？我很少多机拍，我常常都是单机，以前没有单机，很少。因为反应的一些动作，我们都是这样。你是说有些重要的反应，有些人就是只能一次是一次，能够不要这么快。你说他在有他的反应吗？对，有些是比较深度的，如果要做表现型，那的人哭就哭。可是如果通常是你单机拍摄就是单机了，很少还有双机，你就是必须想办法。所以有那个后续，比如说你让他非常真的非常那个的话，那或许呢他在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看他本人，好，那你如果希望他是全新的反应的话，或者你他有的时候这个背面心情不一样，好，心情他对着别人，然后等一下他再加入，如果你拍他反应的话，如果你还是要观察那个人本人的动态。是的。现在有时间，他当然有个问题是关于指导期。好，那我就跟各位提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哈，就是说，最主要的是真的是是政府不管是国民，真的都非常不注重文化，不注重文化生活，不注重文化的休闲艺术等等等等。那我们已经积病很久了，就是说，我一说，比如说今天我跟你们在讨论，比如说我们环境有各种问题，比如说你在中南部的人不看电影、看电视，但是事实上，中南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我前面工作很多年，每一个新的总经理上来，真的一定都会说这句话，我是不看电视，做总经理呢，他们有跟我讲呢，这个一般你就是工作的年龄呢，大概都是只有10岁1岁这个所以就是理所当然很多口讲很多这些话，所以就是长期的外行人类，从可能你的编审到这个电视台的主管，到这个要做新闻局那新闻局呢，它是一个尴尬的状态，就是说它以前是国家架构里面呢，是一个我们学国外的体制，就是一个发布新闻的单位嘛那它在我们国共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之后它是一个检察单位，对不对？检察你们不爱国啦，对不对？怎么样？你们漏单点，所以它是一个检察机构，对不对？不管出版啊，不管所有，但是一直到今天呢，变成它经过这个检查，它变成现在管理电影的一般的电影公司。好，但是事实上它现在就已经文化辅导收费。好，但是成员原来不是训练来做这件事，你知道我意思吗？原来他是要管跟国外的人的沟通啊、检查啊等等，中国是来做这件事，因为他现在必须做这件事。但是你真的说到很多文化政策它的成绩又很小，你知道，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辅导金有问题的时候，沟通的非常困难。因为那个法律写好了去3读通过，让他这边真的执行，他没有什么。当初就算他要写，他也很乱，他会找几个人来，就是谁当官，他当官，他跟我比较好，就找我去讲；他当官跟他比较好，就找他去讲一讲。大概就是这种拼凑式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辅导这个政策的检讨啊，没有修正，没有做记录啊、追踪啊，或者是都没有办法。那甚至我们发现说，其实比如说像我现在就觉得，辅导金真的应该辅导新导演，或者是新的类型，你知道我们的类型可能是很激烈，所以我们觉得真的一个文化电影政策应该是节免税，就像美国的，美国很多独立制片去看它的投资也是牙医啊什么什么那美国是没有文化部的，美国是透过这些机制让民间自己来提供自己的那可是呢，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节免税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成绩很小，我没办法，所以一定要经济部和财政部所以这个事其实你跟他沟
的你在跟电商在跟吵架，但是沟通半天还是没有结果，就是我觉得其实他其实是很尴尬的概念，他早就应该有这件事情，应该我们要就有人报复，好，要不然就是有人跟机制，就是投资文化艺术事业可以减免税，好，那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谈过说，为什么现在我说你错了，你看一下韩国就知道，你在这个源头给他减免税，等他蓬勃起来赚钱，你在征收税的时候好多钱，你看他韩国就知道，你把这个市场培养起来，华人的市场多大，好，华人的市场这么大，你们台湾比人家民主进步受教育都100-200年来的，我们这个上下几代是几百年的华人唯一真的完整没有打仗没有是完整的教育，我们是这样的一代。我真的有时候会急，对不对？有一天回头看，我们真的都不好意思，回头看一下台湾的地方，没打仗受教育，结果什么屁都没做，没什么好做的，真丢脸，真丢脸。我觉得这个精彩，台湾生活的精彩是世界级的精彩。哪一个地方这么小的国土，这么漂亮的地方，真的跟我一起去过德国以后，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为什么老天爷这么厚待我，让我生活在台湾？你看到那个非洲那个你吃它就贫瘠的土地，这样一锄一锄的耕耘。啊，你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高山啊、海啊，所有，你真的这么老天爷让我们分享在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能不能保护？我们有没有因此变成比较美丽的人，说比较美丽的故事？啊，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惭愧。所以我觉得我常常会提说，我们比人家先进步了这么多年，最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市场安定建筑。我们并不一定是一个文化的消费市场，我们是一个文化的生产者。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很羞愧，真的是很羞愧。所以我们有这个制度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要广面然后等等，都是，你知道都是一些，就我一个新闻组的，我们跟新闻有个新闻组的公司的，你这新闻啊。对吧？就这样，看不晓得干什么。然后呢，不知道，他们说是将来要升官的，他们将来不可能去做别的事，你知道有意思吗？其实像姚文是，我觉得算是这么多年来最可爱的一个人，他还会看到很年轻啊，还会说这个那个，可是不可能，他明明不可能，而且时间又太快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对不对？因为热情也没有100度国面。其实他是热情，你知道吗？真的，比如说他说那个什么要不要500斤，要不要什么，要不要升级，还要不要什么的，记者打来骂，问我就骂记者。我说如果是你也会不管，对不对？我比管的会不懂，所以他去年就突然间这样来打，但是他很年轻，很热情，还立说，等一下，这个我应该这样子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就去可能要选台北市长，对吧？你知道他们根本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根本你知道有的官员啊，你知道他那个痛苦，我看他我也痛苦，他看到我也痛苦，我真的就有新闻就不觉得，哎呀，我的妈呀，很悲惨。我跟你讲，我要是不是做官方的，我真的看你们这么多事，你们管你们这么多，你知道吗？你去管那个话，妈呀，你说这是几小官员吗？可是你看到他的痛苦，然后他跟你就是看到什么恐怖旅社啊，什么你好啊，他为什么吃这么多苦来跟你对不对？好，就是那个
时机不赶，不好意思拖人家。新导演很嫩的时候，他更拍不出他想拍的东西。我说你们怎么可以？我问那个处长，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台湾录音古经理人他说还有你问我吗？他觉得他遇到一个非常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问他经理人？你知道，你就觉得说，我说我告诉你，机器最后不满3组人，其实只有2组半人，你再把它削减到500万，请问他为什么成本？录音要不要成长？录音要不要买器材？